叮铃铃，一阵闹钟声响起，齐明在睡梦中猛然惊醒。我要完全融合，再给我一个机会。咦，我这是？疑惑地看了看四周，熟悉的房间不禁让他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我没死吗？而且还是在现实世界。推开窗，外面一片祥和，午时的阳光正浓，显得有些炎热。查看了一下时间，2099年8月30日11点50分。我这是重生了。回想起前世的种种，他不禁有些心有余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实世界开始不断崩溃。出现端倪时，几乎没人在意。可随着崩溃愈演愈烈，现实世界已经无法生存。而就在今天的中午12点，一款名为《万族世界》的虚拟网游开服。说是游戏，但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意识投射到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当游戏进展到了某个阶段后，所有玩家都可以选择与游戏完全融合，从而脱离崩溃的现实世界。只不过在前世的时候，齐明因为进入游戏比较晚，所以并没能做到这一点。最终，他也因为现实世界的崩溃而死。既然让我重生了，那么这一世，齐明看向了床边的一个纯黑色的金属头盔。这是进入游戏必备的虚拟头盔。现在仔细想想，或许早就有人知晓了现实世界无法阻止的崩溃，所以才会有这款游戏的出现。摇了摇头，不再想这些，齐明戴上了头盔。叮，欢迎来到万族世界，开始创建角色。熟悉的系统提示在耳边响起，听得他身心愉悦。请选择初始职业：战士、骑士、法师、牧师、弓箭手、刺客、召唤师、御兽师、随机。注：随机职业在进入游戏后可得到一件随机品阶的物品，且有极小概率获得隐藏职业。果然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齐明咧嘴一笑。对于他这个操作不怎么样的手残党来说，8个初始职业其实都差不多，所以那件随机物品是一定不能放弃的。更何况还能搏一搏隐藏职业。操作不够，职业来凑。随机职业随机完成，获得职业御兽师。御兽师。齐明眼神一呆，有些欲哭无泪。前世的他是一个2转散人召唤师，因为操作菜的抠脚，所以混得不怎么样，但自己打怪升级还是不在话下的。而御兽师可是被称为前期最弱职业，没有之一。因为需要自己捕捉宠物，所以在前期怪物本身并不算特别强力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有太强的宠物。一转之前连伤害技能都没有，甚至普通攻击都是近战。没错，一个魔法系职业是近战。算了，前期难受一些，好歹中后期还能发力。齐明悠然一叹的同时，系统提示再次响起，检测到玩家为随机初始职业，获得随机物品诸神宝物袋技能书 X1。 咦，技能书？齐明稍感惊讶，技能书可是好东西，就是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效果。请为角色命名。日月战神。日月战神角色命名成功，容貌同步完成，即将开始传送。伴随着时间逐渐来到了正午12点，眼前一阵白光闪耀之下，齐明便出现在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小村子内。叮，欢迎来到万族世界莫尔新手村。和我前世的新手村不一样。齐明摸了摸下巴，然后四下看了看，四面八方全部都是涌入游戏的玩家。别挤我啊！怪物呢？快点让我杀怪升级！操！哪个王八蛋摸我？滚开啊！哥哥们，妹妹第一次玩游戏，有没有人带我呀？听着耳边略显熟悉的吵闹声，齐明由衷的笑了。而后他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自顾查看了起来。角色：日月战神。等级：1，经验0100，职业：御兽师，生命值90，魔法值210，物攻2，魔攻17，物防4，魔防10，速度0.2，力量1，影响物攻，体质3，影响生命值物防，智力8，影响魔攻，精神7，影响魔法值魔防，敏捷1，影响攻速移速，自由属性点0。齐明满心的无语，不愧是前期最弱职业，这属性简直弱到原地爆炸。继续向下看去，技能一共有5个。通用技能：回城，使用后5秒内返回当前注册的主城，冷却时间1小时。职业技能：初级洞察术，可探查不高于自身3级怪物的全部属性。初级宠物空间，最多可携带3个宠物，且可进行同时召唤。初级捕捉术，可对生命值10%以下的普通怪物使用，10%概率捕捉对方成为自己的宠物，魔法消耗100点，冷却时间10分钟，无法对超出使用者3级以上的怪物使用。同步击杀，自身携带的宠物造成击杀时，全部视为玩家本身造成。
击杀怪物获取经验时，所有宠物获得玩家得到经验的 50%。看完后，齐明只有一个想法，要不还是删号重来算了。技能确实是初始职业中最多的，但依旧弱得要死。想捕捉宠物，还得先把对方打个半死才行。但因为本身的弱鸡属性，单挑同等级怪物都是个奢望。不过很可惜，这个游戏并没有删号重练的选项。倍感无力地打开了背包，清点了一下其中的物品：10个初级血药和蓝药，10枚铜币，1个御兽师开局自带的宠物蛋和3件新手装备：粗布上衣、粗布短裤、新手法杖。上衣和裤子没有属性，只是用来蔽体。至于宠物蛋和武器，普通宠物蛋。介绍：使用后随机孵化出一种普通品阶宠物。新手法杖，品阶普通，魔攻+1。介绍：最初级的武器。没有在乎武器的垃圾属性，齐明直接孵化了宠物蛋。定，普通宠物蛋孵化成功，获得宠物鱼。宠物鱼未命名，品阶普通。介绍：观赏类宠物，毫无战斗力，只能生活在水中。操，什么玩意儿？除了占据宠物空间有个屁用？齐明破口大骂了起来。下一秒，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定，由于您的宠物鱼未在水中，已经死亡。齐明。第2章狗蛋儿。最后，背包内还剩下随机职业带来的那本技能书。诸神宝物袋为1，品阶未知，属性每30分钟可开启1次，随机获得各种品阶的物品，每天最多开启3次。齐明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又是随机。学习技能书，使用。定，开启诸神宝物袋，获得物品狗蛋。狗蛋是什么鬼？齐明有点懵，继续看去。狗蛋，品阶未知。介绍：使用后可随机孵化出一种狗类宠物。又是宠物蛋。齐明嘴角抽搐了一下，不过这是狗类的宠物蛋，哪怕又孵化出一个普通品阶的，也不至于直接死掉吧。几秒后，一条十分壮硕、半人高的宠物狗就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了齐明面前。汪！一声狗叫，顿时吸引了周围一些新手玩家的目光。哎，你们看，又有个傻缺选了御兽师职业。御兽师开局就有个宠物蛋，可随机性太强了，大概率只能召唤出来一些观赏性的宠物。是啊，什么鸡鸭鱼狗猫之类的，不仅毫无战斗力，打怪的时候还会分玩家经验。不过话说，这家伙的狗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哪有什么不一样？我看都差不多吧。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人家没准是随机后获得的隐藏职业呢。别开玩笑了，隐藏职业的概率能有1000万分之一就不错了。至少现在咱们华国服务器还没听说有什么隐藏职业出现。哈哈，快别说了，人家可是还有随机的一件初始物品呢。几个玩家很快就离开了，但那些话听的齐明却是相当不是滋味。狗蛋儿，你真的也是个观赏性宠物？王狗蛋儿给了他一个看白痴的眼神。埃夫特内猎犬，未命名，品阶黄金，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1500，魔法值1200，物攻100，物防75，魔防60，速度8，属性力量50，体质50，智力40，精神40，敏捷40。技能狩猎之心，攻击野兽类怪物时伤害提升双倍，击杀野兽类怪物爆率提升双倍。技能灵巧身躯，使用后速度提升至双倍，持续10秒，魔法消耗100点，冷却30秒。技能命名后获得。介绍：传说中失落帝国埃夫特内的皇家猎犬具有非常强大的狩猎本能，但在埃夫特内帝国消失在历史中后，此品种猎犬也逐渐灭绝。我操！齐明看着狗蛋的属性，惊呆之余不禁想放声狂笑。这 TM 才叫御兽师的宠物。万族世界中的装备和宠物品阶划分都一样，分为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说、史诗、帝王、神话。在新手村阶段，黄金级几乎就是玩家能接触到的最高品阶的东西了。随后，齐明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狗蛋儿。然后第3个问号技能也随之显露出了真容。狗蛋儿5连击，对目标敌人瞬间攻击5次，每次造成物攻130%的伤害，冷却时间10秒，魔法消耗100点。技能名字虽然看起来像在开玩笑，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齐明的心中平衡的不少，同时也让他也对诸神宝物袋下次能开出来什么更加期待了。不过因为技能还在冷却，所以就算着急也没办法。到了此时，他才有心思环视一下四周。不远处，一群新手玩家正在一个老头子身边闹哄哄地说着些什么。村长，快给我任务，我已经等不及要大杀四方了。滚蛋，我先来的。
要给也得先给我，最好给我个唯一隐藏任务。你 TM 是傻 X 吧？还唯一隐藏任务？就算有也得给我，都给闭嘴！想领任务就全部排好队。村长皮亚斯咆哮了一声：“什么玩意儿？一个 NPC 还敢这么嚣张？”就是，明明是我先来的，现在去排队得排到什么时候？快点对话，给任务就完事了。有你废话的功夫，我们早接完任务了。伴随着玩家们的不满爆发后，村长皮亚斯顿时横眉冷竖，手中的拐杖瞬间敲在了一个玩家的脑袋上。-1000，砰砰砰，爆高的伤害跳出，被打死的玩家甚至把身上的新手装备全都爆了出来。而这样的一幕，着实是把其他人吓得不轻。不出10秒，一条整齐的队伍就出现在了村长面前。这还差不多。皮亚斯哼了一声，然后对身后一个 NPC 招了招手，说道：“给我搬个躺椅过来。”是，村长大人。舒舒服服地躺在椅子上以后，皮亚斯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村子外现在锯齿兔泛滥，不仅毁坏了庄稼，还会威胁到过路人，去解决掉他们。回来后我会给你奖励。”多谢村长。一个玩家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生怕自己说错话也被敲死。看到这里，齐明暗自摇头。如果把游戏世界的 NPC 当作呆板的智能程序，可就大错特错了。本就是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的人自然也是真实的，拥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哪怕是一只怪物，有着单独名字的情况下，智能也相当高，和游戏世界完全融合，不可避免。所以与 NPC 搞好关系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别看对方只是一个新手村的村长，但实际上是有着贵族头衔的，身份地位在游戏世界中可是要比他们这些新手玩家高上了不知多少。几分钟后，终于轮到了齐明。嗨，真是没想到，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冒险者，竟然能与尊贵的村长大人说上话。村长大人英明神武，不知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吗？听着齐明的话语，皮亚斯顿感受用，露出了笑容。你这个冒险者倒是会说话。去解决掉锯齿兔，回来我会给你应得的奖励。定，可选接取任务：锯齿兔的威胁。任务内容：击杀10只普通锯齿兔，并把他们的牙齿当作证明交给村长皮亚斯。额外内容：击杀1只精英级锯齿兔，获得其牙齿将会得到额外奖励。第3章，傲天战魂。接受。齐明面色一喜，果然好话谁都爱听，三言两语就让新手任务多了点额外内容。告别了村长，一人一狗一溜烟的跑到了村外。此时数以千计的玩家正在围殴一种大型兔子，或者说是互殴，场面看起来极其惨烈。锯齿兔，一种比小型狗子还大一些的兔子，一双大板牙宛如锯齿，咬住人就不松口，而且还会来回摩擦，伤害非常高，惹得诸多新手玩家都是叫苦不迭。再加上游戏内的怪物爆率极低，所以开服都快半个小时了，可却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完成新手任务。新手村和前世的虽然不一样了，但人还是这么多。齐明感慨了一声，一路兜兜转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洞察术丢出，怪物的全部属性映入眼帘。锯齿兔，品阶普通，等级1，生命值150，魔法值10，物攻15，物防8，技能锯齿撕咬，对单体目标造成100%物攻伤害，同时造成持续5秒的流血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一种牙齿变异的兔子，被它咬到约等于被锯子来回摩擦。新手村不一样了，但这新手怪物的属性却是没变，依旧那么强。要是靠我自己，也不知道多久才能磨死一只。齐明看了身旁的狗蛋儿一眼，道：“上吧。”汪！狗蛋儿回给他一个自信的眼神，然后飞一般的冲了过去，吭哧一口。-184，虐惨了莫尔新手村无数玩家的锯齿兔饮恨狗嘴。虽然狗蛋儿的攻击只有100，但因为狩猎之星技能，攻击野兽类的怪物可是能够打出比攻击更高的伤害。定，击杀1级锯齿兔，经验加1。由于宠物存在，玩家经验加 0.5， 宠物狗蛋儿经验加 0.5。听着系统提示，齐明眼角不由得一抽，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获取经验还会有小数点。狗蛋儿，你分我一半，经验也太多了吧？汪！狗蛋面露不屑，应该是你这垃圾在跟我抢经验吧？走到锯齿兔尸体前，齐明伸手摸了一把，获得锯齿兔牙 X2， 铜币 X2， 残破兔皮 X1。锯齿兔牙，任务物品，不能与玩家交易，可出售给猎人，价格1铜币。破损兔皮，因为破损所以毫无价值。有狗蛋儿在，野兽类的怪物爆率确实很不错。齐明哈哈一笑，而后狗蛋儿就宛如一道棕色旋风，在一群锯齿兔中闪转腾挪，每次攻击都能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经验加 0.5， 经验加 0.5， 经验。几分钟后，
附近数以百计的巨齿兔全部丧命。在此期间，齐明也没闲着，跟在狗蛋后边摸尸体，摸得不亦乐乎。最终获得了37个兔牙、50枚铜币和21张残破兔皮。就算是有双倍爆率，东西也不算太多，还差个精英级才能完成任务。齐明轻语一声，倒是没着急去找怪物，而是看向了已经冷却完毕的诸神宝物袋。使用，定，开启诸神宝物袋，获得物品死亡掠夺技能书 X1， 又是技能书。齐明倍感惊喜。死亡掠夺为1，品阶黄金，属性击杀任意单位时 10% 概率永久夺取对方一个技能，每天仅能触发一次。齐明大喜过望，这诸神宝物袋还真是个好东西啊！学习了新技能后，神清气爽。与此同时，狗蛋儿正对着几十码外一只体型稍大的巨齿兔狗叫了2声：“精英怪吗？”齐明眉头一挑，得来全不费功夫。洞察术，大巨齿兔，品阶精英，等级3，生命值500，魔法值50，物攻65，物防24，技能连续撕咬，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3次物攻 150% 的伤害，同时造成持续5秒的流血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体型稍大的巨齿兔，一双巨大的锋利板牙不知咬死了多少过路旅人。刚准备让狗蛋儿过去解决了对方，不远处就迎面走来了几个玩家，清一色的傲天2字开头。傲天？齐明眉头微皱，如果他没记错，他们应该是一个叫做傲天战魂公会的玩家，但因为前世的他就只是个小小的散人，所以和对方接触的不多。据传是现实世界某个大集团扶持的公会，在游戏内几乎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包括但不限于包场练级、欺压散人、强买抢卖等等。对于这些家伙，齐明可是没有半分好感，小声道：“狗蛋儿，你先自己藏起来。”王狗蛋儿不解，但还是照做，躲在了一片茂盛的草丛里。很快，一个叫做傲天空明的战士就带人走了过来。“嘿，那个散人，一边去！这只精英怪是我们傲天战魂的。”听到这里，齐明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不想走？”傲天空明不屑地撇了撇嘴，道：“你一个散人是准备单挑精英怪？是又怎么样？”齐明缓缓道。此话一出，傲天战魂的众人先是一愣，然后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副会长，我没听错吧？这小子要单挑一个3级的精英怪？”“你应该没听错，我也听到了，1级单挑3级，啧。”话落，几人又是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小子，你还是滚吧，别露出那样的表情，我这可是为你好。面对一个精英怪，再来几个，你都得死一遭。”傲天空明嗤笑道。“你说的没错。”齐明极为认真地点了点头，他现在确实打不过一个精英怪，但狗蛋儿可以啊。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到了一丝异样，身旁的一块草地突然被不知名的东西压弯了。因为有着前世的经验，所以齐明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有隐身的东西接近了，他现在确实没有反应的能力，但这种正面接近，周围的环境还是能让其暴露行踪，这也算是一个面对刺客的小技巧了。“快滚！一个散人而已，对付你，我甚至不用自己动手。”傲天空明的脸色逐渐转冷。“好，我滚！”齐明突然笑了起来，然后对躲在草丛中的狗蛋儿使了个眼色。第4章传说级技能。下一秒，早按捺不住的狗蛋儿瞬间发动，看到突然窜出来一只狗，傲天战魂的几人都是明显一愣。反观齐明，则是装模作样的怪叫了一声，速度这么快，难道是 BOSS？ 傲天空明面色微喜，运气竟然这么好。“BOSS 首杀，我要定了！别管精英怪了，先杀 BOSS！ 那个散人，马上滚，不然连你一块弄死！”傲天空明下令后，其余几人便纷纷发动了攻击。如此一幕让齐明不怒反喜，对方主动攻击后，狗蛋儿弄死他们可就不会增长罪恶值了。随后他率先对着齐明身前的空气就发动了5连击，吭哧吭哧，-93，-57。5连击刚刚打出第2次，一个隐身的刺客就惨叫了起来，血条被直接清空。定，由于您主动击杀傲天小影，罪恶值+1。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齐明不禁嘴角一抽，狗蛋儿真是的，放着对他攻击的人不杀，竟然先把那隐身的刺客弄死了。罪恶值不仅会影响玩家自身死亡时的爆率，如果超过10点，连新手村都会把他拒之门外，而每一点都要刷怪1小时才能消除。心中对狗蛋儿的选择感到很无语的同时，齐明也把目光投向了傲天战魂的其余几人，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短短10几秒，他们就全部被狗蛋儿狂啃一通，死的这叫一个干净利落。定，死亡掠夺技能发动，掠夺傲天空明技能万物合成术。
第一次杀人就掠夺了个技能。齐明咧嘴一笑，万物合成术为一，品阶传说，属性一，可对任何同类型的2件物品进行合成，装备、材料、药剂等，成功率100%。属性二，每天在背包内生成2块万物合成石，可代替任意物品进行合成。属性三，每天可进行1次无实物合成，无需消耗任何物品，成功率10%。传说级，3条属性。齐明双目一凝，如此品阶的技能，哪怕在前世他都未曾拥有过。莫尔新手村内，傲天空明几人悄然复活，皆是目光呆滞。什么情况？咱们被一只狗团灭了？一个1级的野外 BOSS 竟然这么强？几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完全不觉得那么强力的狗子会是一个玩家的宠物。而傲天空明依旧呆立当场，半天连一个字都没说。他随机职业后获得的传说级技能竟然没了。副会长，你没事吧？咱们都是1级，死了也没爆装备，没什么损失。话音未落，傲天空明突然惨叫了起来。啊！我的技能哪里去了？翻看一下系统提示，他只是看到了简单的1行字：你已被狗蛋击杀，万物合成术已被掠夺。村外，刚得到一个传说级技能的齐明喜不自胜，查看了一下背包，果然多出来了2个相同的东西。万物合成石，拓展性极强的一种石头，可与任意物品融合。合成时，此物品默认与第2种物品品阶相同。注：天赋技能获得的万物合成石与玩家绑定，无法交易。这东西还是先留着吧，等到有高品阶的物品再用它试试看。齐明自语一声，然后发动了万物合成术的第3条属性。定，无实物合成失败。行吧。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倒也不在意，转而看向了大巨齿兔。精英怪这种小玩意儿就不用我亲自动手了。狗蛋儿，还是你上吧。用5连击。汪！狗蛋儿翻了个白眼，有本事你上啊！而后一兔一狗就爆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战。狗蛋儿5连击，负212，负210，负72，3个伤害数字跳出，大战结束。定，击杀3级大巨齿兔，玩家经验加22.5，狗蛋儿经验加22.5。嘿嘿嘿，不愧是狗蛋儿，强！齐明一溜小跑了过去，伸手摸尸体。获得大型巨齿牙 X2， 铜币 X20， 兔皮上衣 X1， 巨齿匕首 X1， 还爆装备了，不愧是狗蛋儿，厉害！齐明竖起了大拇指。大型巨齿牙，制作某些青铜级武器的材料，也可以出售给任意猎人，价格10铜币。野兔皮甲，品阶普通，等级1，物防加3，敏捷加1。介绍：平平无奇的兔皮甲，防御偏弱。巨齿匕首。品阶青铜，等级1，职业要求刺客，物攻加10，力量加2，敏捷加2。技能撕裂攻击，对攻击目标造成物攻50%的伤害，且造成每秒5点的流血伤害，持续5秒，冷却时间10秒。介绍：能够给敌人造成短时间内无法恢复的伤势。穿戴上野兔皮甲，收好巨齿匕首，回村交任务。莫尔村内，皮亚斯已经给所有新手玩家发布完了任务，在躺椅上百无聊赖，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村长，我来交任务了。妈的，哪个不长眼的吓老子？皮亚斯顿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不过当他看到对方后，瞬间换上了一副笑脸，丝毫没在意齐明的那一点罪恶值。这不是勇敢的异世界冒险者吗？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是啊，10个普通兔牙，1个精英兔牙，都给你。好，这是给你的奖励。皮亚斯眉开眼笑道。定，完成任务，巨齿兔的威胁。奖励10铜币10经验，额外奖励10铜币10经验。齐明有点无语，新手任务的奖励还是这么惨淡。即便如此，因为之前杀了不少巨齿兔，外加一只精英怪，所以他还是升到了2级。定，恭喜您升至2级，力量加1，体质加1，智力加2，精神加2，敏捷加1，自由属性点加5。不愧是御兽师，这属性提升跟闹着玩一样。齐明无语，稍作犹豫，他便把自由属性点按照3体2敏进行了分配。反正身为一个御兽师，打怪升级不需要亲自动手，所以就全部提升生存能力。角色：日月战神，等级2，经验0200，职业：御兽师，生命值210，魔法值270，物攻4，魔攻21，物防13，魔防13，速度1，力量2，体质7，智力10，
精神9，敏捷5，自由属性点0。第5章赚钱之道。齐明的属性焕然一新，但依旧垃圾的要命，甚至不如狗蛋儿的零头。就在此时，皮亚斯嘿嘿笑着说道：“我看冒险者似乎有点不满，我这里还有更难的任务，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完成后能得到更多的奖励哦。”当然有兴趣。齐明咧嘴一笑，继续道：“能为村长大人排忧解难，是我的荣幸。”很好，最近村子外的森林内有很多野狼，一到晚上就乱叫个不停，弄得我连觉都睡不好。你帮我去解决掉他们吧。皮亚斯笑着说道。定，可选截取任务：夜晚的狼嚎。任务内容：击杀10只森林野狼，且把他们的狼皮带当作证明交给村长皮亚斯。接受。接取任务后，齐明没着急离开村子，先清理一下背包。反正任务都做完了，多余的任务物品留着也没用，不如卖钱，或者兔牙价格太低，还不能与玩家交易，至于残破兔皮就更没用了。万物合成术，合成。定，2份残破兔皮合成成功，获得完整兔皮。完整兔皮制作普通装备的材料，可出售给猎人，价格10铜币，变废为宝。齐明眼前一亮，没人会嫌钱多，10铜币看似不多，但在游戏前期还是很有市场的。原本他是没打算现在赚钱的，但万物合成术的存在让他的心思不禁活络了起来。现在这个阶段，游戏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比例相当高，而等大部分玩家都离开了新手村，去往更高级的主城后，兑换比例才会趋于平缓。当然，现实货币因为现实世界的崩溃，最终都会毫无用处。但先借助高比例多兑换，然后等到游戏中后期再兑换成游戏币，一来二去赚翻了。马不停蹄地把剩下的兔皮全部合成一遍，最终获得了10张完整兔皮，剩余1张残破兔皮。算了，兔子牙也全都合了吧。定，2份锯齿兔牙合成成功，获得大型锯齿牙。果然如此，2铜币变10铜币，继续，获得大型锯齿牙，获得大型锯齿牙，获得，合成了13个大型锯齿牙，外加精英怪剩下的1个，一共14个。算上10张完整兔皮，也就是240铜币。那么如果我用这些东西继续合成呢？能不能无限套啊？最终得到一个传说级乃至更高品阶的材料。齐明目光微微闪烁，继续。定，使用万物合成术合成出的物品进行合成时，成功率降低至 10%， 是否合成？竟然少了90%成功率。齐明稍显无奈，套娃失败。虽说他感觉自己的运气不错，但 10% 的概率没必要做赌狗，还是都卖了更实在一些。至于剩下的1份兔牙和残破兔皮，也试试看吧。定，锯齿兔牙加残破兔皮合成成功，获得小型锯齿兔玩偶。小型锯齿兔玩偶，某些小孩子非常喜欢的玩具，但没什么用处，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金币。我操，怎么这么贵？齐明顿时瞪大双眼，捶胸顿足，悔不当初。早知如此，他用2种一样的材料合那么多次干什么？游戏前期的金币非常珍贵，和铜币的比例是1比1万，心疼。算了算了，反正锯齿兔很容易刷，大不了辛苦一下狗蛋儿就是了。汪！狗蛋儿白了他一眼。在新手村内转悠了一圈，齐明找到了唯一的猎人雷德。尊敬的猎人，你好，我这里有一些兔皮和兔牙，你收不收？走开走开，不收。雷德满脸的不耐烦。不收。齐明嘴角一抽，真不收？不收。走开。话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需不需要我帮忙？齐明心中一动。滚！再不走我就动手了。雷德拿起了身旁的弓箭，面色不善。行吗行吗，走就走，动手干什么？齐明满脸的无语，这 NPC 还真是有个性。又转悠了一圈，找了好几个商人出售小型锯齿兔玩具，结果还是一样， NPC 的鼻孔都快翻上天了，一副老子最大的模样，把他赶出了商店。妈的，这些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群傻 X。 村长是游戏世界的贵族，你们 TM 又不是。装个屁！齐明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村外，心情极其不爽。背包里那么多东西，可竟然没法变现，奶奶的！哎，勇敢的冒险者，等一下。村长，有事？是啊，刚刚看你好像是找雷德他们卖东西，结果他们都不要对吧？对。齐明的脸上满是气愤。把你要卖的东西都交给我吧，我回头说说他们，整天就知道和冒险者找麻烦。皮亚斯笑着说道。你收？齐明顿时换上了一副笑脸，道：还得是村长大人深明大义，都给你。一共是1金2银40铜，鉴于刚刚我的心灵因为他们受到了创伤，
英明神武的村长大人是不是得补偿我一下？好说，我算你1金3银好了。皮亚斯十分大方地说道。听到这里，反倒是齐明有些惊讶了，自己随口说说，对方竟然答应了。但不管如何，这都是好事，白赚多少他都不嫌少。老大，村长，你真收了那个冒险者的东西？雷德皱眉问道。你懂什么？让你好好干活，你就好好干，别那么多废话。有句话说得好，猪得养肥了再宰，韭菜得长长了再割，你懂不懂？皮亚斯瞪了他一眼，继续道，更何况我的计划想要成功，还得需要一个强大的冒险者。是，村长，我知道了。来到村口，一个声音突然传到了齐明的耳中。9天神潮，工会现大量收购各种装备和游戏币，装备来者不拒，游戏币一同都收，具体价格面议。瞌睡来了送枕头。齐明嘿嘿一笑，径直走向了那个叫做9天大总管的玩家。对于这个工会，他前世也有些了解，财大气粗，与傲天战魂不分伯仲，但在玩家中的口碑却是好很多。兄弟，你收装备和游戏币？没错，你有什么想卖的？青铜装备什么价格？齐明问道。得看具体属性，最低500一件。9天大总管眼神微微一凝，刚开服就有人打出青铜装备了。他在这里收装备已经收了1个多小时，结果连白板的普通装备都没有几个。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生气。定睛看去，对方只是一个散人御兽师而已，怕不是来拿他开涮的吧？就以万族世界中怪物的爆率，现阶段能出白板装备都烧高香了，青铜的应该是没什么可能。兄弟，你已经咨询了青铜装备的价格，可以离开了吧？我还没卖，为什么要离开？你不收了？齐明有些无语。你真有青铜装备？9天大总管的眼神中满是不信。我骗你干什么？说着，齐明把锯齿匕首的属性分享给了对方。看到这里，9天大总管瞬间呆滞，竟然真的是一把青铜武器，而且还附带一个流血技能。现阶段普通怪物最多也就几百点生命值，一次流血就能造成25点无视防御的伤害。最主要的是这技能的冷却时间非常短，只有10秒。如果换上这把匕首，打怪效率至少提升30%。收！兄弟，你这装备我收了，价格呢？青铜装备底价500，你这还附带技能，我算你1000好了。不过没有游戏币，只能用现实货币交易。1000？齐明心中一喜，也没有讲价的打算，毕竟再过几个小时，这种1级装备可就不值钱了。交易？好嘞，1000块到手。齐明继续问道：金币你收不收？金币？9天大总管微微一愣，道：兄弟，你说的是铜币吧？这才开服多久，没人能凑齐1个金币吧？铜币的话，1铜1块钱。你这……齐明满脸的无语，这家伙脑子有坑，还是听不懂普通话。我说的是金币啊，按照你的比例，应该就是1万块吧？你真有金币？9天大总管满脸的狐疑，对方一个前期弱鸡御兽师，凭什么能有1个金币？但不管如何，刚刚得到的锯齿匕首绝对不是假的，所以他暂时收起了自己的轻视之心，说道：兄弟，如果你真有1金币，我可以加价，1金1万3，多出来的就全当交个朋友了。那可太好了，交易吧。齐明嘿嘿一笑，金币到手，9天大总管心中不由得惊呼一声：高手！面前这个2级御兽师绝对是个高手。普通锯齿兔能爆出来5个铜币都祖坟冒青烟了，也就是说，能爆出来金币的最不济都得是精英怪。想到这里，9天大总管顿时感觉口干舌燥，问道：兄弟，你还有金币吗？没了。齐明耸了耸肩。那个，我能问个问题吗？什么问题？第6章，强大的狗蛋儿。你的金币，你卖给我的装备是从什么怪物身上爆出来的？此话一出，齐明不禁皱了皱眉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消息我不白要。1万！9天大总管果断说道。有了能爆出青铜装备的怪物地点，他就可以通知工会中的其他人去守尸了。除此之外，游戏内没开通和现实货币兑换的渠道时，金币可是更加重要。在9天大总管看来，对方的金币绝对是和那件装备一起爆出来的，不然光靠一个人真能在这短短时间内打死2000只锯齿兔，而且还得每一只都爆出来5个铜币。别开玩笑了，根本不可能。1万块！齐明不动声色道：先给钱。好说。1万块到账，齐明顿时眉开眼笑，道：我是在一只精英怪身上爆出来的装备，叫大锯齿兔。地点呢？这才是最重要的。9天大总管的呼吸有点急促。你没说要地点啊？齐明满脸的无辜，眼看对方要动怒，他这才笑着说道：开个玩笑，地点就在村口西边一片锯齿兔聚集地中心。不过他刚被我打死，可能还没复活。对了，
再免费送你个消息，傲天战魂的人也知道他的位置，是吗？九天大总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心里却是极度震惊。一个弱鸡召唤师真的单挑了一个精英怪，果然是高手。对了，兄弟，要不你我加个好友？你如果在卖装备之类的，可以直接联系我。九天大总管说道。好。两人互加好友后，齐明就独自离开了。刚出村就看到了诸多顶着傲天二字的玩家，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模样，哪怕是路过一条狗都得被他们踹上两脚。眼见如此，齐明大概也能猜到为什么，估计是傲天空明丢了那传说级技能，正在找他。秉承着抓紧时间升级的原则，齐明隐藏了自己的游戏 ID， 收起狗蛋儿，然后换了个方向，躲开了傲天战魂的人。路过锯齿兔刷新地的时候，他也没闲着，召唤出狗蛋儿，顺嘴杀了不少。得到一些材料后，又合成了10个小型锯齿兔玩偶，全部卖掉的话，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再次弄死几只锯齿兔后，系统提示响起，叮！恭喜狗蛋儿升至2级，力量加50，体质加50，智力加40，精神加40，敏捷加40。这属性提升，不愧是黄金级的宠物。齐明满心的感慨。汪！狗蛋儿回了他一个得意的眼神。埃夫特内猎犬，狗蛋儿，品阶黄金，等级2，经验0200，生命值3000，魔法值2400，物攻200，物防150，魔防120，速度16，属性力量100，体质100，智力80，精神80，敏捷80。技能介绍。不多时，一片森林映入眼帘。叮！进入荒野森林，这里就是任务地图了吧？齐明看着前方不远处的一只野狼，丢过去一个洞察术。森林野狼，品阶普通怪物，等级3，生命值210，魔法值50，物攻25，物防11，技能狼嚎，减少周围敌对目标15点物防，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栖息在森林中的狩猎者，一般怪物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属性还不如大锯齿兔、狗蛋儿上。汪！吭哧，负378，击杀森林野狼，玩家经验加2.5，狗蛋儿经验加2.5，获得野狼皮 X1，狼牙 X1，狼骨 X1。野狼皮任务物品不能与玩家交易，可出售给猎人，价格2铜币。狼牙制作某些普通武器的材料，可出售给猎人，价格5铜币。狼骨制作某些普通武器和装备的材料，可出售给猎人，价格5铜币。越级杀怪的经验还是很不错的，继续。汪！玩家经验加2.5，狗蛋儿经验加2.5，玩家经验加2.5，狗蛋儿经验加2.5，玩家经验。一顿风卷残云后，无数野狼毙命。最终，齐明收获了20张狼皮、28颗狼牙、10个狼骨，还有一件普通装备——狼皮靴，品阶普通，等级1，物防加2，体质加1。介绍：野狼皮制作而成的短靴，非常厚实，属性一般，和野兔皮甲差不多，穿上以后的提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合成。叮！野兔皮甲加狼皮靴合成成功，获得兔狼甲。兔狼甲，品质青铜，职业要求战士、刺客、弓箭手，等级1，物防加5，体质加2，敏捷加2。介绍：用兔狼皮制作而成的上衣。可世界上真的有兔狼这种生物吗？齐明满心的无语。2件装备合成以后，属性确实提升了不少，但没想到竟然多了职业要求。算了，回头统一卖给9天大总管好了，反正我自己也没什么战斗力。因为距离新手村比较远的缘故，所以齐明直接使用了回城技能。5秒后，他出现在了新手村内。村外，诸多玩家们还在和锯齿兔斗智斗勇。看到这一幕，齐明不得不感慨，还好自己有狗蛋儿这个强力宠物，不然他连智斗怪物的机会都不大。村长，给你10份狼皮。哎呀，冒险者真的是太强大了，这才多久就杀了10头野狼？这是给你的奖励。皮亚斯满脸的笑容。叮！完成任务，夜晚的狼嚎，奖励30铜币，30经验。刷！金光闪烁，齐明的等级到了3级。恭喜您升至3级，力量加1，体质加1，智力加2，精神加2，敏捷加1，自由属性点加5。强大的冒险者，在你击杀了那些野狼以后，我才听说夜晚的狼嚎并不是因为这些普通家伙，而是在森林内有着更强大的存在所导致的。你要不要去试试？皮亚斯目光闪烁着说道。接受。
定，接受任务，狼嚎的真正原因。任务内容：击杀引发野狼嚎叫的目标，并把尸体带回给村长皮亚斯。村长，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今天晚上一定让你睡个好觉。不过在此之前，这些东西你都收了吧。齐明笑眯眯地从背包中拿出来了10个锯齿兔玩偶。第7章，神级副职业。你怎么有这么多？皮亚斯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10金币，拿来吧。齐明咧嘴一笑。这，好吧。皮亚斯强忍肉疼，从怀里掏出了10个金币，说道：冒险者，这东西我以后不收了，完全没什么用。再来几个，我连给其他冒险者的奖励铜币都没有了。好吧。齐明无语，原本他还想借此发家致富呢，现在估计是没什么机会了。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日月战神率先集齐10金币，获得唯一成就奖励，我是土豪。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日月战神率先集齐10金币，获得唯一成就奖励，我是土豪。全服公告。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不仅让齐明有些惊讶，更是让还在面对1级怪物的诸多玩家震惊不已。我靠，10个金币，我算算这是多少铜币？不用算了，10万。我哭，我都打死了多少只怪物了，结果爆出来的铜币都没有100个，绝对有问题。这傻 X 肯定开挂了。没错，举报他。还不知道一个全服公告让所有人都炸了锅。齐明自顾查看了一下背包中刚刚得到的奖励。我是土豪，唯一。类别：称号。全属性：加10。技能：土豪光环。处于此技能范围内死亡的怪物钱币掉落率提升 10%， 覆盖范围10码。介绍：独一无二的土豪象征，任何见到佩戴它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行注目礼。这家伙很有钱，不能惹，打坏了赔不起。称号：齐明喜形于色，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称号不占用装备栏，虽然只能装备1个，但属性却是可以无限叠加。之前倒是把这些成就奖励给忘了。齐明摸了摸下巴，由于前世进游戏太晚，所以某些简单的成就压根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不过现在倒是可以把知道的一些先抢了。村口9天大总管还在卖力的收装备和金币，当他看到齐明后，顿时眼前一亮。战神兄弟，恭喜啊，得到了全服唯一的奖励。齐明咧嘴一笑道：客气。有件用不上的青铜上衣，还有10个金币，要不要？要，当然要了。你来的正好，再过一段时间，金币价格可就要下跌不少了。是吗？这么快？齐明稍感惊讶，可惜村长不再收他的玩偶了，不然还能多赚点。金币10万块，那个青铜装备我算你800好了。可以。交易完毕，齐明的心情很是不错，才玩游戏几个小时就已经赚了124800块。等到比例大幅度降低以后，再把这些钱兑换成游戏币。回到荒野森林，狗蛋儿如同脱缰的野马，一口一只野狼。玩家经验加 1.5， 狗蛋儿经验加 1.5。玩家经验，因为等级的提升，所以野狼的经验比之前变少了一些。狗蛋儿发威的同时，齐明自己也没闲着，诸神宝物袋技能已经冷却完毕。使用。定。开启诸神宝物袋，获得物品：工程师转职证明 X1。工程师转职证明。品阶：神级。属性：使用后副职业将转职成为工程师。神级物品。齐明大感震惊，在前世他别说接触这种品阶的东西了，见都没见过。齐明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副职业和主要的战斗职业不同，也被称为生活类职业，包括采集、锻造、裁缝、制药等等。而且副职业没有数量限制，任何玩家都可以转职所有的副职业。只不过这工程师职业却是他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本就是最高品的神级，倒是不用与其他东西合成了。略作思索，齐明便把它用了。定。恭喜您，副职业转职成为初级工程师，获得职业技能尊贵双手，全系精通。尊贵双手，工程师的双手因为需要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显得尤为珍贵，所以这双手绝对不能用来战斗，但在主职业升级时，各项属性会大幅度增加，且获得双倍自由属性点。全系精通，无视职业要求，可穿戴所有类别的防具。看着新多出来的副职业技能，齐明震惊不已，这么强！2个技能都很不错，但那不能用来战斗的意思是？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自己的属性，他赫然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事实。角色：日月战神。等级3，经验0400。称号：我是土豪。主职业：御兽师。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630，魔法值630，物防31，魔防31，速度3.4，力量13，
体质21，智力22，精神21，敏捷17，自由属性点0。我的攻击力竟然没了！齐明站在原地，目光呆滞。原来不能战斗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甚至之前装备的新手武器，此时都被强制卸了下来。怪不得能装备所有类别的防具。齐明有些欲哭无泪。不过很快他才恢复了过来，心中不免有着少许庆幸。得亏是个御兽师，还有着狗蛋这个强大的宠物。换做其他职业，双攻击消失，这游戏估计也就不用玩下去了。随后齐明不再纠结这一点，使用万物合成术继续赚钱。定，野狼皮加狼牙合成成功，获得穿孔狼皮。穿孔狼皮，被狼牙洞穿无数小孔的无用杂物，毫无价值。齐明嘴里不禁骂了一句，两种能卖钱的东西竟然合成了个废物。换一种材料试试。定，狼骨加狼牙合成成功，获得畸形狼骨。畸形狼骨，外形十分奇怪的一种狼骨，毫无价值。我竟然又是个废物。再换。定，狼骨加野狼皮合成成功，获得森林野狼宠物蛋。宠物蛋，齐明眼前一亮，孵化。森林野狼，未命名，品阶普通，等级1，生命值120，魔法值30，物攻10，物防6，魔防2，速度1，属性力量5，体质4，智力1，精神1，敏捷5。技能狼嚎，使用后减少周围敌对目标1%物防，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栖息在森林中的狩猎者，一般怪物都不是他的对手。第8章唯一任务。我靠，这属性和一级的我有一拼了。齐明无奈，这种宠物除了站格子就没什么用处了。但他还是用剩余的狼皮和狼骨又合成了3个森林野狼宠物蛋。宠物蛋应该也能合成吧？定，使用万物合成术合成出的物品进行合成时，成功率降低至10%，是否合成？合成。2份森林野狼宠物蛋合成成功，获得双头野狼宠物蛋。第一次就成了，10%也挺高的嘛。齐明开怀一笑，孵化。双头野狼，未命名，品阶普通，等级1，生命值150，魔法值30，物攻12，物防8，魔防2，速度1，属性力量6，体质5，智力1，精神1，敏捷5。技能双头狼嚎，使用后减少周围敌对目标5%物防，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因不知名原因变异的双头狼，依旧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啊！齐明长吁短叹，然后又孵化出来一只普通森林野狼，和之前孵化的进行了合成。2份森林野狼合成成功，获得双头野狼。竟然又成功了，可结果为什么会一模一样？齐明欲哭无泪。套娃确实是套娃了，但结果出来的都是什么垃圾玩意儿？不由得他把目光放在了2只双头森林野狼身上。定，使用万物合成术合成出的物品进行合成时，成功率降低至10%，是否合成？概率没变。我这双头野狼本来就已经是2次合成后的结果了。既然如此，那就来吧。反正这么垃圾的宠物留着也是占位置。定，2份双头森林野狼合成失败。唉，到头来还是一场空。齐明无奈一叹，身为一个御兽师，只有1个宠物傍身也太难看了。随后他打起了精神，材料还有不少，留着也没什么用。而且狗蛋现在也没闲着，等下如果不够再去摸森林野狼的尸体就行了。没有太多犹豫，一模一样的配方再来一次，他就不信合不出好东西。定，狼骨与野狼皮合成成功，获得森林野狼宠物蛋。定，2份森林野狼宠物蛋合成失败。定，2份森林野狼宠物蛋合成成功。定，2份双头野狼合成失败。定定定，1个小时后，森林内野狼尸体遍地。妈的，结果最好的就是双头野狼，我不信。定，2份双头野狼宠物蛋合成成功，获得双头狼王宠物蛋，可算成功一次了。齐明泪流满面，以后他可不要再来了，听系统提示都听得快耳鸣了。双头狼王，未命名，品阶青铜，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600，魔法值300，物攻40，物防30，魔防15，速度4，属性力量
20，体质20，智力10，精神10，速度20。技能变异狼王，攻击狼类怪物时降低对方 50% 全属性。技能双头撕扯，对目标造成误攻 300% 的伤害，且有 10% 概率击破防御，持续5秒。魔法消耗100点，冷却时间3分钟。介绍：变异的狼类王者拥有2个脑袋，更是极大增强了他的攻击性。就叫你狼蛋儿吧，属性虽然比不上狗蛋儿，但暂时也够用了。齐明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1个多小时才合出来一个，再来一次他可受不了。召唤，呼嗷呜！一头约摸到齐明胸口的双头狼闪烁而出。属性不咋地，模样倒是挺唬人。话说狗蛋儿和你能合成吗？汪汪汪汪汪！狗蛋儿发出了极其不满的抗议。嗷呜！狼蛋儿发出了极其兴奋的叫声，4只眼睛不断在狗蛋儿身上瞟来瞟去。经过这段时间狗蛋儿的不断杀戮，虽然装备一件没爆，但齐明和他都升到了4级。叮！恭喜您升至4级，由于尊贵双手技能，全属性加10，自由属性点加10。这么多！齐明大感惊讶，不愧是神级副职业。而后他把所有的自由属性点按照五体无敏加了上去。角色：日月战神，等级4，经验0800，称号：我是土豪，主职业：御兽师，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1080，魔法值930，物防54，魔防46，速度6.4，力量23，体质36，智力32，精神31，敏捷32。自由属性点0，埃夫特内猎犬，狗蛋儿，品阶黄金，等级4，经验0800，生命值6000，魔法值4800，物攻400，物防300，魔防240，速度32。属性：力量200，体质200，智力160，精神160，敏捷160。技能介绍：两相比较之下，齐明的属性简直是不堪入目，差得可怜。合了半天狼蛋儿，都把任务忘了。话说狼蛋儿，你知道谁会让你的同类们每天嗷嗷乱叫吗？嗷！狼蛋儿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与此同时，狗蛋喊了他一声：汪！啥事？咦，那是任务目标。此时，在齐明的正前方几十码外，一只大老虎正在不断屠杀着靠近自己的野狼，弄得他们苦不堪言，狼嚎不止。洞察术，虎王护卫，品阶精英，等级5，生命值1500，魔法值900，物攻100，物防85，魔防45。技能狂猛一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误攻 300% 的伤害，冷却时间10秒。介绍：荒野森林中虎王的护卫之一，任何入侵虎王领地的动物都会被他无情杀死。这5级精英的属性比1级的狗蛋还稍微差点。齐明摸了摸下巴，然后悄悄摸摸地走了过去。还没等他接近，虎王护卫就发出了一声咆哮，扭头冲了过来。我靠！我还没找你的麻烦，你反而想弄我！狗蛋儿狼蛋儿上！汪！狗蛋儿投过去一个鄙夷的眼神，遇到事情还得靠我。嗷！狼蛋儿感觉有点害怕，踌躇不前。你个坑货，死了能复活，怕什么？快点上！齐明踹了他一脚。吭哧！负600！狗蛋儿的伤害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同一时间，虎王护卫放声狂笑。吼！啪！负1！完全没破防，只打掉了狗蛋儿的一点血皮。但这一击似乎是把他激怒了，5连击。负840，负60！嗷！虎王护卫发出一声惨叫，殒命当场。击杀5级虎王护卫，玩家经验加19，狗蛋儿经验加19，狼蛋儿经验加19。摸了一把尸体，齐明不禁眼前一亮，精英怪就是精英怪，铜币很多不说，还爆出了2件装备。虎齿剑，品阶青铜，等级5，职业要求战士，物攻加27，力量加4，体质加3。介绍：用强大老虎的牙齿制作而成的巨剑，集锋利和坚硬于一身。虎纹长裤，品阶青铜，等级5，物防加10，体质加3。介绍：用虎皮制作而成的裤子，坚韧且暖和。哪怕没有副职业的尊贵双手技能，这武器也用不上，卖钱货。倒是虎纹长裤可以等到5级后穿上。鉴于身上现在一件装备都没有，所以齐明没打算
把刚爆出来的装备都进行合成。看了一眼虎王护卫没有消失的尸体，原来是任务物品，难怪没有爆出来什么材料。齐明耸了耸肩，把它收入背包，回村交任务。不愧是强大的异世界冒险者，竟然连森林王者的护卫都能轻易杀死，厉害！这是给你的奖励。皮亚斯竖着大拇指，满脸的敬佩。定，完成任务，狼嚎的真正原因，获得奖励1银币100经验，奖励依旧马马虎虎。齐明无语，皮亚斯真的是有够抠门，亏他之前还不断拍马屁，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不满。皮亚斯嘿嘿一笑，道：冒险者，你的实力已经得到了我的认可，我请求你能否帮助村子永久解决森林中的危险。听到这里，齐明稍微来了点精神，道：能为村长排忧解难，是我的荣幸，请讲。是这样的，在荒野森林内一直生存着一头强大的虎王，对村子造成了极大威胁，没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冲出来。到了那时，冒险者，你愿意帮我杀死那头虎王，证明自己的实力吗？皮亚斯满脸的严肃。定，是否接取任务？森林王者之殇，唯一任务要求，请前往荒野森林击杀虎王。唯一任务？齐明不由眼前一亮，这种任务的奖励可是比之前的普通任务强上不知多少。临走前，皮亚斯提醒道：冒险者，虎王隐藏在森林深处，想要找到他没那么容易，或许可以在他的护卫身上寻找线索。多谢提醒。告别了村长，齐明见到了久违的9天大总管。当对方看到他以后，笑着问道：战神大佬又来卖东西？是啊，这是一件5级青铜武器，你开个价吧。我去，你怎么这么猛啊，连5级的青铜武器都打出来了。9天大总管再次被震惊，运气好而已，这东西用到10级估计都不会过时，3000块。成交。第9章醉饮千秋。回到了荒野森林外，附近已经有了不少人，毕竟开服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大部分玩家都已经告别了巨齿兔，开始刷起了野狼。可因为之前狗蛋在这里的肆虐，导致一部分怪物还没刷新，弄得一些玩家有点无所适从。怎么换地图以后怪物还变少了？你来的晚没看见，我和队友来的时候，这里可是堆了不下数百具野狼尸体，也不知道是哪个狠人干的。是啊是啊，太狠了，但应该不是散人玩家，估计是咱们新手村的2大公会带人清理的。听到这里，齐明抬眼看了看，大部分都是9天神朝和傲天战魂的人。无奈之下，齐明绕过了他们，进入森林，但找了一大圈，他都没见到半点虎王的影子。皮亚斯说要在虎王护卫身上寻找线索。齐明细细思索着的同时，前方的几个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走位，走位啊！远程别硬抗伤害，战士拉怪，法师快点输出，这精英怪要死了。好！一声突兀的虎啸，外加狂猛一击，顿时让几个玩家方寸大乱。唯一肉盾死亡后，剩余的人都是大惊失色，开始慌忙逃窜。想法虽好，但他们的速度哪有精英怪快，3两下就被全部咬死了。那是虎王护卫，刷新出来的还是又一只？齐明有些疑惑，但还是让2只宠物冲了过去。伴随着狗蛋的一顿暴躁输出，虎王护卫惨死当场。定，森林王者之殇任务进度更新，虎王护卫剩余数量2/5。原来是触发型的 BOSS。 齐明恍然，这种类型的 BOSS 他在前世也见过，必须达成某些条件才能让其出现。知道目标就好说了。狗蛋狼蛋，马上去找虎王护卫，找到以后来通知我。汪！狗蛋自信地跑开了。哦，狼蛋有点疑惑，但还是跟着狗蛋老大一起跑开了。而后齐明走到虎王护卫的尸体，刚要伸手摸尸，结果突然感觉后背一疼。负15，被偷袭了。齐明脸色一变，急忙跑开的同时，也正好看到了一个名为醉饮千秋的刺客玩家，正满脸错愕地站在原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全力量加点，再加上武器的误攻有70左右，竟然才打出这么点伤害。醉饮千秋不仅很疑惑，还有点担忧，因为对方的血条几乎没变，还跟满的似的。自己该不该跑？对方的属性估计不弱，这要是被反击……反观齐明，看着对方的游戏 ID， 心中顿时一惊，怎么是他？前世的时候，醉饮千秋的名字可是如雷贯耳，刺客系玩家排行榜中，对方至少能排进前10，甚至在同系职业的比赛中拿过第1。想到这里，齐明不禁面露谨慎，问道：你偷袭我干什么？此话一出，醉饮千秋反倒硬气了起来，道：偷袭你又怎么样？游戏内杀人越货难道很少见？我靠，这么嚣张！齐明不由得被气笑了，瞬间把虎王护卫爆出来的东西全部收入囊中，然后转身就跑。为什么跑？这不是废话吗？因为工程师副职业的原因，他连丁点攻击力都没有，难道站在原地挨打？
就算对方伤害不高，他也毫无办法。跑了？什么情况？醉影千秋很疑惑，但还是追了过去。不追不知道，对方的速度是真快啊，3两下就把他甩没影了。这家伙全敏加点，不对啊，防御也很高，但却不敢跟我打。怪事！就在醉影千秋有点怀疑人生的时候，齐明已经找到了狗蛋儿和狼蛋儿。妈的，有人要杀你们的主人，马上回去给我咬死他！汪！狗蛋儿得令。哦，狼蛋儿得令。咦，那是双头狼 ？Boss， 怎么还有一只狗？难道是 Boss 的小弟？醉影千秋眼前一亮，略一琢磨，他就准备开始叫人了。不管如何 ，Boss 肯定不是他一个刺客能应付的，多来点人，先把 Boss 手刹拿了也不错。至于那个奇怪的玩家，跑了就跑了吧，精英怪的战利品哪有 Boss 多？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醉影千秋疯狂骂娘。我操 ！Boss 的仇恨值范围怎么这么远？还有好几十码啊 ！MMD， 隐身，呼！醉影千秋消失在了原地。秀秀，汪！吭哧，定！狗蛋儿击杀玩家醉影千秋，由于对方率先发动攻击，所以此次击杀不计入罪恶值。嘿嘿嘿，换做前世，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现在吗？齐明咧嘴一笑，看向对方爆出的装备，又赚一笔。新手村复活点，醉影千秋呆滞的站在原地，武器竟然没了，被 BOSS 爆了。不行，一只怪物竟然敢这么嚣张！摇人，拿 BOSS 手刹。3把青铜武器，齐明无语凝噎，怎么就不能来点防具？刚刚杀死的虎王护卫爆了2把，醉影千秋给他贡献了1把，可是都用不上啊。算了，都是青铜级的武器，合成一次没准能出现更高阶的，到时候还能卖个好价钱。定！虎齿匕首加狼牙匕首合成成功，获得锐齿双牙。锐齿双牙，品阶白银，等级5，职业要求刺客，武功加4妖，力量加10，敏捷加8，技能双牙攻击，每次攻击后附带一次10%武功的额外伤害。介绍：由多种锋利兽齿打造而成的一双匕首，双手同时使用伤害更高。这属性不错嘛？齐明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了背包中剩余的另外1把武器，也是虎王护卫爆出来的，叫灼烧法杖。如果没有转职成为工程师的话，他倒是可以使用，但是现在，定！锐齿双牙为万物合成术产物，与灼烧法杖合成时成功率为50%，是否进行合成？成功率还涨了。齐明摸了摸下巴，大概摸到了一些门道。2件物品都是由万物合成术合成出来的，再进行2次合成，成功率只有10%。可如果其中1件不是，成功率就涨到了50%，值得一试。锐齿双牙加灼烧法杖合成成功，获得火焰双牙。第10章唯一 BOSS， 火焰双牙，品阶白银，等级5，职业要求刺客，武功加4妖，力量加10，智力加5，敏捷加8，技能双牙攻击，每次攻击后附带一次10%武功的额外伤害。技能灼烧之焰，每次攻击附带10点无视防御的火焰伤害。介绍：火焰与匕首的融合，魔法与刺客的羁绊。整体属性没有太大改变，但却多出来了一个伤害技能，不错。这东西得价值5000往上吧？大总管兄弟，你等等我，我做完任务就回去。狗蛋儿狼蛋儿继续寻找虎王护卫。汪！狗蛋儿给了他一个跟我来的眼神。往前没走多远，一只一模一样的虎王护卫出现在眼前。上！弄他！汪汪汪！嗷嗷！一狼一狗飞速而至，3下5除2的解决掉了对方。定！恭喜狼蛋儿升至2级，力量加10，体质加10，智力加5，精神加5，敏捷加10。双头狼王狼蛋儿，品阶青铜，等级2，经验0200，生命值900，魔法值450，武功60，物防45，魔防23，速度6，属性力量30，体质30，智力15，精神15，速度30。技能介绍：属性虽然不如狗蛋儿，但可是要比齐明2级的时候强了不少，也算是提升了不少战斗力。半个小时后，最后2只虎王护卫也惨死狗嘴。定！区域公告：5只虎王护卫已被尽数击杀，森林虎王唯一 BOSS 已在荒野森林中刷新，击杀后将会获得大量奖励。区域公告：5只虎王护卫已被尽数击杀，森林虎王唯一 BOSS 已在荒野森林中刷新，击杀后将会获得大量奖励。
区域公告，连续3次的系统提示响彻整个莫尔村，引得所有玩家激动不已。刷新 BOSS 了，副会长，我这还有一些装备，你拿完后快带人去弄他。村口的9天大总管急忙联系了自己人。虎王 BOSS， 为什么那条狗和那只狼出现的时候没有系统提示？今天游戏里面的怪事怎么这么多？最引千秋满心的狐疑，但还是前往了荒野森林，通知咱们的所有人不要找那条狗了，集合打唯一 BOSS。傲天空明的眼中满是金光，传说级技能虽然丢了，但 BOSS 首杀一定要拿到，或许能够弥补他的损失。同一时间，齐明看着那趴在地面上都有3米高的老虎，心脏抽搐不已。狗蛋儿狼蛋儿，你们行不行？汪！狗蛋儿有点犹豫，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哦，狼蛋儿怂了，这次不能和狗蛋儿老大一起上。齐明犹豫了大半天，还是对 BOSS 丢了一个洞察术。森林虎王，唯一，品阶区域级 BOSS， 等级5，生命值18000，魔法值17000，物攻1200，物防1100，魔防1050。技能虎王咆哮，减少周围敌对目标 20% 双防御，持续30秒，冷却1分钟。技能必杀一击，对目标造成物攻 500% 的伤害，冷却30秒。技能抗性皮肤 BOSS 专属，免疫绝大多数控制，减速。介绍：荒野森林中当之无愧的王者，仅此一个。因为有几只强大的护卫存在，所以很少有人能见到他的真容。竟然是区域级的，难怪是唯一。齐明满脸愁容，哪怕是属性超高的狗蛋儿都抗不住几次攻击。万族世界中普通怪物一共只有2个品阶，普通和精英，但 BOSS 的品阶划分却是相当多。普通、精英、稀有、区域、领主、传奇、帝王、世界、神级。除去前3种品阶的 BOSS 比较常见，后面几种几乎都可以说是唯一 BOSS， 死了以后不会复活，只会刷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进行代替。唉，新手村怎么就出现了个这么强的 BOSS？ 齐明叹了口气，带着2大宠物暂时退去。与此同时，莫尔新手村的2大公会已经有数千人聚集在了荒野森林中。区域级 BOSS， 怪不得会有系统公告。傲天空明暗自琢磨了起来。按照万族世界中的伤害计算，即使不破防，也能打出对应攻击 1% 至 5% 的伤害，数千人进行消耗，哪怕全部都是1点伤害，几轮攻击下来也足够打死他了。有同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9天神朝的人数量也不少。虽然比傲天战魂少一些，但依旧有一战之力。总管，联系一下你收装备的那个高手，让他和咱们一起打 BOSS， 到时候战利品分他1/5。一个名为七天王的女刺客联系了9天大总管。行，我试试看。战神兄弟，唯一 BOSS 有没有兴趣一起打？到时候战利品你一人占1/5。听着9天大总管的语音通话，齐明先是心中一动，然后便果断拒绝了。换做前世，被这样的大公会邀请打 BOSS， 他肯定是诚惶诚恐，急忙加入。但现在，开玩笑 ，BOSS 可是他辛辛苦苦刷出来的，经别人这么一说，就拿走了他4/5的战利品，根本不可能。森林中，七天王得到了9天大总管的回复，果然是个高手，傲气不小。不过既然他不肯，那就算了。与此同时，傲天空明带着一丝笑容走了过来。这不是9天神朝的七美女吗？你竟然和我在同一个新手村？是你？怎么想和我联手打 BOSS？ 七天王目光闪烁着问道。联手？你想多了，我过来只是和你说一声，这 BOSS 我傲天战魂收下了，你还是尽快带人离开吧。哼 ，BOSS 无主，你说收就收？嘿嘿，我说收，那就收定了。你如果有别的想法，不如咱们先打一架。如果你的人输了，到时候陪我一晚上。傲天空明露出了一丝邪笑。你，七天王双目含怒，俏脸止不住的颤抖。不接受，那我就当你认输好了，尽早带人离开吧。傲天空明哈哈一笑，道：傲天战魂，开 BOSS。不远处看着被团团包围的 BOSS， 齐明的心中满是惆怅。MMD， 虎王，你可千万要挺住啊，不能被他们杀了。同一时间 ，BOSS 战开始。好！虎王怒声咆哮，一口生吞了一个近战玩家，纵身一个跳跃，再次拍死一大票。第11章，艰难的 BOSS 战。我靠，这么强 ！BOSS 普通攻击竟然都是范围型的，这怎么打？咱们这些散人还想打 BOSS？ 看看傲天战魂的人是怎么被 BOSS 虐就可以了。没错，一个区域级 BOSS， 他们这点人可能根本不够看。一群散人玩家议论纷纷，眼神中满是戏谑。傲天战魂是个超大型公会不假，但就在开服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时间内，他们在玩家中的口碑就已经差到了无以复加。
莫尔新手村的人，不说全部，至少有80%都被他们欺负过。傲天空明，啧，我看看你现在怎么收场。即便能打死 BOSS 拿到首杀，你们公会的人也都得掉到1级吧？收获更大还是损失更大？七天王美目含笑，下令道：所有9天神朝的玩家在荒野森林外围开始练级，等待时机抢 BOSS。听到这里，正在指挥 BOSS 战的傲天空明不由得满脸阴沉。他也没有想到，一个5级 BOSS 竟然这么猛。开打不过才几分钟，前排的肉盾玩家几乎就快死绝了，连跑尸体的时间都没有。至于后排的诸多输出，因为属性相差过大，伤害清一色的1，而且因为前排扛不住 BOSS， 所以他的仇恨值一直在转移，不断在傲天战魂的整个阵营中肆虐，导致很多远程玩家根本就没办法长时间打出伤害。不到10分钟的时间，森林荒野中就死尸遍地，傲天战魂损失惨重。人群中，齐明正在给 BOSS 叫好，好，太 TM 好了，就一个字，忙！我的唯一 BOSS， 加油！你可千万不能被这群家伙弄死。等狗蛋儿的等级再高一些，让我来收拾你。但好死不死的，这句话刚好被傲天空明听到了，扭头一看，顿时怒不可遏。是你，都是因为你，我的传说级技能被那条狗爆了。来人，给我弄死这个傻 X 散人，把他的裤衩子都给老子爆出来！齐明破口大骂，在一众攻击落下的时候，飞一般的跑开了。看到这里，傲天空明才冷哼一声，如果不是 BOSS 就在眼前，今天一定要把你杀到退油。也就是他得到万物合成术的时间太短，根本不知道那技能能做出什么，否则拼着不要 BOSS， 他也要拉着全部人把齐明弄死个180次。死了的人跑尸体，马上回来，剩余的1000人也别闲着了，把所有观战的散人都清出去。是，副会长。此话一出，散人玩家顿时爆发出了一阵强烈的不满。我们又没打算抢 BOSS， 还不让看？就是，傲天战魂的人越来越过分了，这地方又不是你一家的，快点滚！现在 BOSS 方圆1万码都是我傲天战魂的地盘，你们欺人太甚，走就走！妈的，祝愿你们被 BOSS 屏推100次！一群人骂骂咧咧的离开了。这群家伙真的是很过分啊！飞速跑到一个角落后，齐明满脸不忿的把狗蛋儿召唤了出来。狗蛋儿，你先埋伏起来，等会儿看 BOSS 的血量不多就直接下手，先抢了再说，绝对不能便宜了这群王八蛋！汪！狗蛋儿得令，然后飞一般的跑开了。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方向一直隐身的醉影千秋险些被吓得跳起来。这个狗 BOSS 怎么也来了？这要是和虎王联手，傲天战魂这点人就算死个180次都不过分吧？可惜我的人在这个新手村只有1队。不对，这 BOSS 能侦破隐身，先走。醉影千秋一溜烟的跑没影了。王！狗蛋儿抽了抽鼻子，有些狐疑的看了一眼醉影千秋离开的方向。1个小时转瞬即逝，傲天战魂的诸多玩家等级几乎都已经掉到了1级，死了不止1次。但结果却是好的，虎王 BOSS 哪怕再怎么强横，在数千玩家不要命的进攻下，血量还是被消耗到了10%以下。马上了，只剩下不到2000点生命值，所有人再加把劲，打死 BOSS， 每人奖励1000块。傲天空明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好，就等副会长这句话了。副会长还是那么大气。原本就已经和 BOSS 结下了梁子的傲天战魂玩家，顿时如同打了鸡血，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死亡冲锋。狗蛋儿有400武功，即使不破防，打出最低伤害应该也有4点左右。算上他本身面对野兽类怪物自带的双倍伤害，再加上5连击，齐明已经算了半天了。在 BOSS 血量剩余40点左右的时候，狗蛋儿应该就能收割了他的生命。只不过这个时机能不能把握住就很难说了。我自己也该做好准备了。狗蛋儿也真是的，为什么不能有个宠物背包？到时候把战利品一抢，我顺势溜了就行。现在这情况，我还得亲自上阵。虽说之前傲天战魂的人已经把散人玩家都驱赶了很远，但他们还是能在远处注意到 BOSS 的动向和血量。毕竟他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想看不到都难。10分钟以后， BOSS 的血条已经只剩下最后的1%。即便如此，傲天战魂的人想要打死他，至少也要100多次攻击才行。狗蛋儿，可以开始了！齐明突然一声暴吼，然后自己也飞一般的冲向了即将身死的 BOSS。同一时间，还有一些玩家也有了动作。所有9天神朝的玩家，冲！抢 BOSS！ 7天王大喝下令。我也该行动了。隐身中的醉影千秋径自摸向了 BOSS， 但好巧不巧的看到了一个人影从他身边飞奔而去。又是他，速度为什么会这么快？醉影千秋气得咬牙切齿，急忙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反观傲天战魂的诸多玩家，被9天神朝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有些乱了阵脚，甚至有很多人都没看清齐明就被他从身边掠过去了。咦，那好像不是咱们的人。
我靠！副会长，有人要抢 BOSS， 已经冲到咱们的阵地里面了。妈的！有功夫跟我说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弄死他？傲天战魂怒骂一声。我们追不上他啊！他速度好快，我一个弓箭手射出的箭都没追上。第12章高额奖励。什么？怎么会这么快？全敏加点的刺客！傲天战魂怒气更甚，亲自下场直冲 BOSS。与此同时，齐明确实遭受了很多来自傲天战魂玩家的攻击，但不得不说，以他现在的速度，基本没人能跟上他的脚步。唯一可以造成威胁的就是那些远程玩家的骑射。只不过齐明可不仅仅是速度很快，其他属性也同样超过现阶段玩家一大截。再加上傲天战魂的人都掉到了1级，伤害就更低了。不说伤害全部都是1，几乎也差不多。狗蛋儿，你人呢？快点出来啊！齐明看着仅剩下一丝丝血皮的 BOSS， 面色大急。说时迟，那时快，一道棕色旋风带着汪汪汪的叫声就冲到了 BOSS 脚下。5连击，吭哧吭哧吭哧，负11，负10，负50，一个超高的2位数伤害在虎王脑袋上面爆出。好！虎王发出了一声不甘的怒火，然后轰然倒地，死了。狗蛋儿竟然触发不破防的最大伤害了，太好了！齐明喜形于色，根本顾不得身上升级的光芒，急忙伸手把 BOSS 爆出来的所有东西全部捞到了自己的背包中，然后转身就跑。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日月战神击杀森林虎王，唯一 BOSS， 获得 BOSS 首杀奖励，一往无前，唯一金币加10，白银宝箱 X2， 随机技能书 X1。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日月战神击杀森林虎王，唯一 BOSS， 获得 BOSS 首杀奖励，一往无前，唯一金币加10，白银宝箱 X2， 随机技能书 X1。全服公告。伴随着系统提示响起，所有人都不由得愣了一下。我靠，又是他！他是咱们莫尔新手村的人，能在傲天战魂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抢走 BOSS， 是个狠人。日月战神应该是个男玩家吧？能不能带带小妹？小妹花火很多，想展示一下。公共聊天频道内乱哄哄的，可傲天空明此时却是通红了双眼，怒声咆哮：是那个王八蛋散人！怎么又是他？所有人给我通缉那个日月战神！傲天空明，哈哈哈，笑死我了！公会这么多玩家，竟然被一个散人把 BOSS 抢了，厉害啊！9天神潮，撤！打怪练级！七天王放声大笑，带着人离开了。远离荒野森林的更高级地图中，齐明以自己最快的速度甩开了所有追兵，长舒一口气。多加敏捷，果然很明智。看了看刚刚的系统提示，经验赫然增加了4688点，但因为有狗蛋儿，所以他只分到了2344点。即便如此，也足够一人一狗全部升到6级了。搓了搓手，齐明率先把目光放在了背包中多出来的物品上。嘿嘿 ，BOSS 不愧是 BOSS， 竟然掉了这么多东西。除去首杀 BOSS 的系统奖励，虎王一共掉落了10个金币、2件武器、1个宠物蛋、1本技能书，可以说是极其富有了。虎王古巨剑，品阶白银，等级5，穿戴要求战士，武功加55，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5，技能虎王之怒，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武功2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巨力回旋，对周身敌对目标造成武功100%的伤害，覆盖范围5码，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由虎王全身骨头打造而成的巨剑，重若千斤，挥舞起来无人能挡。虎王怒吼法杖，品阶白银，等级5，穿戴要求法师，魔功加60，智力加15，精神加15。技能虎王魂吼，召唤虎王的不甘灵魂发出怒吼，对周身敌对目标造成魔功100%的伤害，覆盖范围10码，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蕴含着虎王死时那不甘灵魂的法杖，拥有着强大的灵魂力量。虎王宠物蛋，品阶黄金。介绍：孵化后可获得虎王宠物。虎王血脉，技能书，使用要求任意虎类宠物，属性全属性加50，且宠物等级提升时全属性额外加10。得，除了宠物蛋我啥都用不了。齐明无奈，不过还好自己有门路，把这些装备全卖上一个好价钱，肯定不成问题。技能书倒是不错，可以和宠物蛋配合一下。齐明暗自嘀咕，然后看向了首杀 BOSS 的系统奖励，一往无前，唯一。类别称号，武功加50，魔功加50，技能冲锋光环，提升10码范围内所有玩家5%双攻击。介绍：率先击杀强大怪物的人才能拥有的荣誉，希望以此激励继续一往无前。
齐明无语，这有称号啥用？他又没有攻击力。算了算了，反正是白来的。至于那个2个白银宝箱，反正成功率100%，合一发。定，2份白银宝箱合成成功，获得黄金宝箱 X1。开启，哗，耀眼的光芒在宝箱中闪烁而出。定，黄金宝箱开启成功，获得宠物空间扩展书 X1。宠物空间扩展书，品阶黄金，使用要求御兽师，属性使用后宠物空间容纳量+2。注：所有品阶的宠物空间扩展书仅可使用1次。好东西！齐明哈哈一笑，直接使用。至于剩下的东西，全合一遍吧，加大收益。定，虎王古巨剑与虎王怒吼法杖合成成功，获得虎王的魂怒之袭。这是什么玩意儿？齐明不由得愣了一下。虎王的魂怒之袭，为1，品阶黄金，等级5，部位上1，物防+100，魔防+100，全属性+20。技能虎王的魂怒之袭，被击时召唤虎王的灵魂，对敌人造成全属性 X1 的无视防御伤害，覆盖范围5码。介绍：蕴含着虎王全部灵魂的强大装备，说它是防具，但更像是一种另类的攻击武器。我操！齐明瞪大了眼睛，这黄金品阶的装备虽然只有1个技能，但却强的有点过分。不出3秒，他就做好了决定，这件装备无论如何都不能卖。自己本来就不能使用武器，毫无战斗力，如果穿上这东西，装备。第13章，虎狼蛋儿。好！一声若隐若现的虎啸响起，齐明低头一看，上衣通体呈现出棕黄色，在胸口部位有着一颗硕大的虎头纹路，尽显狰狞。太 TM 拉风了。而后他看向了属性面板，把自由属性点按照五体无敏加了上去。角色日月战神，等级6，经验03200，称号我是土豪，主职业御兽师，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2580，魔法值2130，物防229，魔防206，速度16.4，力量63，体质86，智力72，精神71，敏捷82，自由属性点0。这属性绝对甩开同等级的玩家一大截，现在即便被打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了。齐明开怀大笑，然后看向同样升到6级的狗蛋儿，埃夫特内猎犬狗蛋儿，品阶黄金，等级6，经验03200，生命值9000，魔法值7200，物攻600，物防450，魔防360，速度48，属性力量300，体质300，智力240，精神240，敏捷240。技能介绍，咧了咧嘴，齐明不禁感慨，狗蛋儿就是狗蛋儿，哪怕没装备都比他强了不止1倍，甚至他都想把虎王的魂怒之袭给他穿了，但可惜一般的装备宠物都不能使用。还有个宠物蛋和2本技能，一本宠物技能，至于另外一本绝对隐匿，品阶黄金，属性使用后将进入隐身状态，除造成伤害的动作外，施法者做出任何动作都不会显露身形，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30秒，魔法消耗200点。看到他的属性后，齐明差点笑出声。伤害？他连攻击都没有，怎么造成伤害？学习，舒服。这下保命能力又提升了很多。最后就剩下宠物蛋了。齐明沉吟一声，先孵化了看看属性再说。森林虎王，未命名，品阶黄金，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900，魔法值600，物攻60，物防45，魔防30，速度3，属性力量30，体质30，智力20，精神20，敏捷15。技能虎王咆哮，增加自身15%攻，降低敌人15%防，持续10秒，冷却时间30秒，魔法消耗50点。技能狂猛一击，对目标敌人造成物攻150%的伤害，冷却时间30秒，魔法消耗50点。介绍：荒野森林中虎王的幼崽，但似乎并没有继承他母亲的全部力量。比狼蛋1级的时候强点有限啊，不过倒是有本技能书能稍微提升一下他的属性，或者用它和狼蛋合成一次试试看。定，狼蛋为万物合成术产物，与森林虎王合成时成功率为50%，是否进行合成？
容我思考一下。齐明细细地琢磨了起来，即使不合成，以虎王现在的属性，再加上技能书，差不多也能和狗蛋持平。如果合成失败了，他就会一瞬间损失2个宠物。可说到底，狼蛋太弱了，召唤出来除了分经验就干不了别的。最主要的是他智商太低。合吧，反正有狗蛋保底，大不了就一人一狗闯天下。齐明下定了决心，但在合成之前，他必须要把技能书给虎王宠物用了，否则成功了，但变了个种类，技能书就没用了。定，森林虎王学习虎王血脉技能书，属性大幅度增加。合成，怀着略带激动的心情，齐明开始了合成。说到底，他的心里也非常好奇，一个双头狼加老虎到底能合出来个什么东西。定，狼蛋加森林虎王合成成功，获得双头虎狼战兽。成了！齐明险些激动地跳起来。双头虎狼战兽，未命名，品阶黄金，无法进阶，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1800，魔法值900，物攻120，魔攻60，物防90，魔防45，速度12，属性力量60，体质60，智力30，精神30，敏捷60。技能变异虎王血脉，升级时全属性额外增加20。技能变异狼王血脉，升级时全属性额外增加15。技能虎啸狼吟，对周身15码范围内的所有敌对目标造成双攻击15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魔法消耗200点。介绍：一种本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上的变异野兽，同时具有虎的力量与狼的灵活，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否则终身无法进阶，且无法诞生后代。我靠，这属性比狗蛋还强啊！齐明双目放光，自己在御兽师意图上又向前了一大步。狗蛋，你可得加油啊，人家已经超过你了。汪！狗蛋不屑，他就知道狼蛋在主人的手上活不了太久，现在成真了。汪！狗蛋发话，让主人把狼蛋的代替品召唤出来看看。呼！吼！嗷！一只比虎王 BOSS 小1号的野兽召唤而出，全身覆盖在虎纹之下，四肢粗壮有力。最令人吃惊的还是他的2颗头颅，左狼右虎。虽然如此，但看起来却是没有任何不妥，反而显得非常和谐，帅炸了。汪！狗蛋儿看着虎狼兽，感觉这家伙好丑，还不如狼蛋儿长得好看。虎狼蛋儿，以后你就是我的专属坐骑了。你这么大的身形，应该能让我骑上去吧？齐明大笑一声，直接给他取了个名字。嗷！吼！虎狼蛋儿的2个脑袋有点疑惑，似乎继承了狼蛋儿的低智商。把狗蛋儿他们2个全部收回宠物空间内以后，齐明施展回城，回到新手村后就瞬间开启了绝对隐匿。看着诸多傲天战魂的玩家正在疯了一般的寻找他，他的心中也十分庆幸，还好系统给了个隐身技能，不然就算在村内估计也会被盯上，到时候想甩掉他们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村长大人，我来交任务了，那头虎王已经被我宰了。见鬼了，谁在说话？皮亚斯被吓了一跳，环视四周，可却根本没看到半个人影。难道是我听错了？喂，村长，我在这里啊！齐明的声音再次响起。妈的，难道真的上年纪幻听了？看来以后得多保重身体才行。皮亚斯支走了身旁的一个美女 NPC， 满脸不舍。第14章，布鲁山的强盗头子。看到这一幕，齐明顿感无语，自己这隐身技能确实好用，但未免好用的有点过头了吧？隐身后，他都没办法主动显形，原地等待了一会儿，他的身形才逐渐显现出来。咦，勇敢的冒险者，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不用在意这些细节，那头虎王已经被我杀了，该给奖励了吧？对，在刚刚我就听到那个大家伙死前的惨叫了，哈哈！莫尔村终于不用再担心他了，这是给你的奖励。定，完成任务，森林王者之殇为1，获得奖励5000经验，随机黄金装备箱 X1。刷，齐明再升1级。不得不说，这一个任务下来，奖励简直丰厚到爆。又有一个宝箱，可惜没有多余的不能合成了。算了，直接开了吧。定，随机黄金装备箱开启成功，获得厄尔沃德的隐容面罩。厄尔沃德的隐容面罩，品质黄金，等级5，属性技能隐藏容貌，可随意隐藏自身容貌，无法被任何技能窥探。介绍：传奇刺客厄尔沃德的随身面罩，想要揭开他的全部能力，或许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据传，厄尔沃德还有另外几件装备遗失在大陆各地，如果能全部集齐，或许能够一探传奇刺客的一生。
黄金品阶的套装。齐明满面惊喜，游戏内的装备爆率本就不高，套装更是如此，哪怕没有属性，附带的技能也相当不错。穿戴，定，获得隐藏任务，厄尔沃德的传奇一生为1。任务内容，请在大陆各地寻找传奇刺客厄尔沃德的全部装备，当前进度1/6。隐藏任务，齐明摸了摸下巴，就算在前世，他也压根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村长，话说你知道厄尔沃德是谁吗？不知道。行吧。齐明无奈，看来这任务能否完成就只能看运气了。村长，那这件装备如何解锁属性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咋啥都不知道？你不是村长吗？村长就得什么都知道。皮亚斯无语，而后他轻咳一声说道：嗨嗨，冒险者，你已经向我证明了自身强大的实力，我还有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当然没问题。在荒野森林的正东方有一座布鲁山，上面聚集了大批强盗，为了村子的安宁，希望你能解决掉他们。皮亚斯目光闪烁着说道：没问题。定，接取任务，布鲁山的强盗。任务要求，请前往布鲁山击杀强盗。注：击杀强盗数量越多，获得的奖励越多。村长，你怎么现在就让他去布鲁山了？雷德皱眉问道。能杀了虎王，他的实力已经差不多了。皮亚斯微微一笑道：布鲁山上的人也该死了。话音未落，就又有一些玩家来找他交接任务了。冒险者，能否请你们帮我去布鲁山击杀强盗？村口，齐明又见到了熟悉的总管大兄弟。20个金币，一个5级白银极品匕首，开个价吧。您哪位？9天大总管稍微一愣，是我呀。齐明摘下了面罩。哦，原来是战神兄弟，厉害啊！从狂傲天战魂的手中把 BOSS 首杀抢了。9天大总管感慨不已。马马虎虎吧。齐明得意一笑道：刚刚我说的东西全都打包吧，给你个优惠价。得嘞，不过现在金币的价格已经开始下跌了，一斤8000块。至于这武器，我靠，还真是个极品，从 BOSS 身上爆出来的。就算是吧，我算算啊，一共算你20万好了，怎么样？可以，成交。20万到账，外加之前的10多万，他今天一天就赚了32万7800，这收获简直了。齐明心里美滋滋，不过他也清楚，等再过一段时间，玩家的打金能力会变得更强，到了那时，金币价格还会跌得更厉害，能有和今天一样收获的日子估计是不多了。就在此时，7天王独自走来。总管，把收到的装备和金币都给我，药水不够用了。没问题。副会长，这位是日月战神。9天大总管指了指齐明。此话一出，7天王顿时眼前一亮，急忙走上前去道：兄弟别急着走，我是9天神朝的副会长之一，加个好友怎么样？可以。齐明没有拒绝，在前期能和9天神朝这种不差钱的公会建立一个长久的合作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互相加完好友后，他没有单个分毫，瞬间就跑没影了。哎，战神兄弟，我话还没说完啊，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公会？重新戴上面罩，齐明把自己的2个宠物召唤了出来，一路杀向了布鲁山。不过因为他已经到了7级，所以低等级的怪物根本得不到太多经验，反而是虎狼蛋儿的等级一路突飞猛进，从荒野森林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3级。双头虎狼战兽虎狼蛋儿，品阶黄金，无法进阶，等级3，经验0400，生命值5700，魔法值3900，物攻380，魔攻260，物防285，魔防195，速度38，属性力量190，体质190，智力130，精神130，敏捷190。技能介绍，算上技能额外增加的各项属性，虎狼蛋儿的属性已经比7级的齐明高出了很多。继续往前走去，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定，已进入布鲁山范围。还没接近，一些7至9级的人形强盗怪物就出现在了眼前。布鲁山强盗，品阶普通，等级7，生命值580，魔法值400，物攻100，物防29，魔防20。技能弯刀袭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3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盘踞在布鲁山一带的强盗手中的弯刀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属性攻击都比得上精英级的虎王护卫了，不过生命值和防御倒是低得可怜。狗蛋儿、狼虎蛋儿，上吧！汪！嗷！吼！
两只宠物直冲而去，分别一次攻击就带走了这强盗的生命。经验给的马马虎虎，再加上狗蛋儿他们会分经验，启明得到的根本不值一提。不过这家伙的钱币爆率是真的高，一只竟然给了整整15铜。除此之外，还有2个材料：强盗弯刀，任务物品，无法与玩家进行交易，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0铜币；破烂的盔甲，修修补补还能继续使用的护甲，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0铜币。强盗弯刀是交给村长的东西，至于另外一个，等下多报一点，合成试试看。而后，齐明带着2只宠物一路杀，不出1个小时，布鲁山下的所有强盗就被清扫一空。在此期间，齐明也没闲着，破烂盔甲几乎每个强盗都会爆出1个，所以系统提示一直就没停过。定，2份破烂的盔甲合成成功，获得完整的盔甲，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50铜币。定，2份完整的盔甲合成失败，2份完整的盔甲合成失败。定，2份完整的盔甲合成成功，获得厚重的盔甲。厚重的盔甲，防御力极强的全身铠，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2银币。似乎也没什么大用，这些破烂玩意儿合到完整的盔甲就可以了，回头全部丢商店。狗蛋儿、虎狼蛋儿，你们俩也别闲着呀！没看到那里有一条路能上山吗？走！汪！狗蛋儿白了他一眼，你刚也没说上山啊！哦，吼！虎狼蛋儿觉得狗蛋儿说的对。2只宠物继续开杀，齐明继续合成，玩得不亦乐乎。一路走走停停，一人2宠，终于到了山顶。这是一个强盗营地，里面人影绰绰，大概得有上百只9级左右的强盗。不等齐明下令，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就撒了欢一般的在强盗群中杀了起来。定，击杀9级布鲁山强盗，玩家经验加10，狗蛋儿经验加10，虎狼蛋儿经验加10，给的经验还不错，全杀了大概能到8级。齐明耸了耸肩，继续自己忙活。半个小时后，布鲁山上的所有强盗被清理一空。定，恭喜虎狼蛋儿升至4级，力量加65，体质加65，智力加50，精神加50，敏捷加65，技能提升包括在内。定，恭喜您升至8级，全属性加10，自由属性点加10。刚准备分配自由属性点，结果一声咆哮就在齐明的正前方响起。啊！是哪个该死的王八蛋把老子的小弟都杀了？定睛一看，是一个表情稍显猥琐、手持双刀的强盗头子。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一双手套，金灿灿的，似乎是个黄金品阶的装备。布鲁山强盗首领瓦克伦，品阶普通 BOSS， 等级10，生命值5000，魔法值3000，物攻600，物防250，魔防150。技能回旋双刀，对周身5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物攻2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魔法消耗500点。技能胆小如鼠，血量低于10%概率触发，有可能会被吓得不敢再攻击。技能摸金之手，攻击敌人时有10%概率偷取对方等级数量的金币。介绍：现任布鲁山强盗首领，据说是被强行推上去的。原本的瓦克伦就只是一个小偷小摸的猥琐强盗，现在混得不尽人意，时常想着跑路离开布鲁山。拥有单独名字的 BOSS， 齐明眉头一挑。对方的品阶虽然只是普通级，但因为有自己的名字，所以也算是唯一 BOSS。死了以后就不会复活，只会刷出新的代替。而且这种拥有自己名字的怪物，也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人，智能智商远超野兽类怪物。而齐明在看到对方第3个技能的时候，就已经下定了决心，绝对不能被攻击到。他都已经8级了，可背包里面根本就没有8个金币啊！这要是被偷一次，不得把他全部榨干。狗蛋儿、虎狼蛋儿，看你们的了！齐明面色严肃地看向了自己的2个宠物。哦，好！虎狼蛋儿的令，看我咬死这个猥琐强盗！汪！狗蛋儿叫了他一声，别主人说什么你就干什么，有点骨气行不行？下一秒，齐明直接进入了隐身状态，暗中观察。这是什么鬼东西？瓦克伦看到虎狼蛋儿以后，面色一惊，挥刀砍去。-218。瓦克伦的伤害不高，对虎狼蛋儿那高达5000以上的血量来说，根本不痛不痒。但因为他感觉到了疼，所以马上开始反击。虎啸狼吟！哦，好！-720。硕大的伤害数字在瓦克伦的脑袋上飘出，惊得他手上的攻击再快3分。但即便如此，他也根本不是虎狼蛋儿的对手。更何况旁边还有个狗蛋儿发动了5连击。-455，-430，-453，-426，-427，-450，一套连招下来，
瓦克伦的血量直降50%还多。随后两只宠物又是接连几次攻击，他终于扛不住了。饶命！饶命啊！瓦克伦开始不断求饶，手上的武器都被丢掉了，开始在营地内不断瞎跑，还真的触发了他的胆小如鼠技能。齐明很是惊讶。就在此时，他的隐身持续时间结束，显露出了身形。喂，那位大哥，这两个怪物是你的宠物吗？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愿意做你的仆人。瓦克伦满脸惊恐，飞一般的跑了过来。听到这里，齐明不禁心中一动。对于其他不明情况的玩家来说，这瓦克伦或许就只是个 BOSS， 哪怕再怎么求饶，肯定也会以死告终。但齐明可是知道游戏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尤其是瓦克伦这种自带名字的 BOSS， 完全可以当作真真正正的人类看待。狗蛋儿虎狼蛋儿，等一下！此话一出，两只宠物停下了攻击，但三双眼睛依旧目露凶光的盯着瓦克伦，似乎随时都会暴起杀人。第15章，小弟瓦克伦，你说愿意做我的仆人，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不会背叛？齐明淡淡的问道。你……瓦克伦满脸发苦，一时间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犹豫了半天，他才咬着牙说道：大哥，我这里有一本技能书，本来是打算以后自己用的，如果你能饶了我，它就是你的了。技能书拿来看看。忠诚契约，品阶黄金，属性可对生命值 10% 以下，等级不超过使用者5级的任意怪物使用， 50% 概率成功。成功后，怪物将会与使用者缔结忠诚契约，永不背叛。魔法消耗500点，冷却时间10秒。看到这里，齐明不禁眼前一亮，这可是比他御兽师的捕捉数强太多了。好东西，拿来！齐明伸手，大哥，你得先答应不杀我。瓦克伦可怜兮兮抱紧了自己的技能书。你是傻的吗？我杀了你，他也是我的。瓦克伦无语凝噎，交出了技能书。学习使用，一气呵成。定。对布鲁山强盗首领，瓦克伦使用忠诚契约失败，剩余次数4。失败了。你是不愿意成为我的仆人，想死在这里？齐明眉头一皱。没有啊，大哥，要不你再试一次？可能是你刚刚用力太小了，这次对我再大些力。什么乱七八糟的？齐明满头黑线，但还是再次使用了忠诚契约。定。忠诚契约缔结成功，布鲁山强盗首领瓦克伦已成为您的宠物。好。齐明满意的点点头，然后顺手把宠物空间中的那条死鱼丢了出去。大哥，你就是我亲大哥呀！谢谢你饶了我一命，以后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瓦克伦感动得泪流满面，可算是保住自己的命了。好说。齐明摆了摆手，查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布鲁山强盗首领瓦克伦，品阶白银，等级10，经验0 51200，生命值5000，魔法值3000，物攻600，物防250，魔防150，速度30，属性力量200，体质167，智力200，精神100，敏捷150。技能回旋双刀，对周身5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物攻 200% 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魔法消耗500点。技能胆小如鼠，血量低于 10% 时概率触发，有可能会被吓得不敢再攻击。技能摸金之手，攻击敌人时有 10% 概率偷取对方等级数量的金币。背包零食。介绍：前任布鲁山强盗首领，后来因为贪生怕死，被某位强大的玩家收为仆从，自此跟随其左右。属性和等级都没有变，还多出来了个背包。齐明稍感惊喜，能拥有自身背包的宠物可是不多见。不过瓦克伦这家伙的属性不算高，等到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升到10级，绝对甩他一条街不止。大哥！瓦克伦突然大喊了一声。我操！你想吓死我？没有，人家这不是看你一直盯着我，有点害羞吗？瓦克伦一副娇羞的模样。齐明额头青筋暴起，吼道：你以后再敢这么说话，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蛋儿和虎狼蛋儿。汪！狗蛋儿不屑，他感觉瓦克伦不好吃。吼！虎狼蛋儿口水横流，眼中金光爆闪。喂！虎狼蛋儿，你不要看着我流口水，咱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都是大哥的小弟，你可不能吃我。瓦克伦怕怕。行了，拿出来吧。齐明再次伸手。啊，大哥你要啥？废话，当然是你身上的战利品了。由于没能杀了瓦克伦，所以齐明连经验都没吃到。刚刚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什么？你身为一个强盗头子，身上就一本技能书？齐明顿时瞪大了眼睛。是呀，
哎，大哥你有所不知啊，我这个老大是被人硬推上来的，根本不想当的。前任老大离开的时候卷走了大部分好玩意儿，我现在就剩下身上这堆东西了。大哥你如果想要，那就尽管拿吧，裤衩子都给你。瓦克伦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齐明满头黑线，这家伙竟然还是个话痨，捕捉错了，要不还是剁碎了喂虎狼蛋儿得了。山上真的就一点好东西都没剩。嘿，大哥就是大哥，眼睛毒得很啊。瓦克伦竖起了大拇指，继续说道，我既然跟了大哥，山上的东西肯定都要一起带走，跟我来吧。大哥请进，这就是我布鲁山的宝库了。瓦克伦满脸的得意。宝库。齐明目光呆滞，站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子内。这群强盗未免穷得过分了吧？宝库里面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唯独的一个箱子似乎还是普通级的。齐明也不知道该说他们穷还是可怜了，强盗都能混到这份上。而后他便自顾自地打开了普通宝箱。叮，普通宝箱打开成功，获得100铜币。我操，没了！瓦克伦你耍我？没有啊大哥，我连老婆本都拿出来了，你还想怎样吗？瓦克伦委屈不已。行吧行吧，哎，一声叹息，齐明带着自己的3个小弟下了山。眼看附近的强盗还没刷新出来多少，他便准备回村交任务了。背包中任务物品有500整，完整的盔甲一顿合成下来有300多，换算成金币不到2个，聊胜于无。除此之外，打怪掉落的铜币也有将近1万，约等于1金币。还有10多件白板装备被齐明全部合成了一遍，然后挑出来3件属性还算不错的自己穿上了。布鲁山长裤，品阶青铜，等级5，物防+10，力量+8，体质+5。介绍：布鲁山一带产出的东西似乎是某个强盗的贴身物品。布鲁山护肩，品阶青铜，等级5，物防+15，力量+5，体质+3。介绍：布鲁山某些强盗喜欢穿戴的护肩，但似乎并不能提升他们太多的生存力。布鲁山长靴，品阶青铜，等级5，物防+10，体质+3，敏捷+3。介绍：布鲁山所有强盗的统一制式长靴，3件装备看起来很像套装，但却根本没有套装效果。大哥，小弟能问问你打算带我去哪吗？瓦克伦问道。第16章高额经验奖励，当然是回莫尔村了。齐明直接说道。莫尔村？瓦克伦顿时跳脚道，我能不能不去？或者你把我收起来？咋了？那里有你的仇人？齐明有些诧异，不过仔细想想，对方一个强盗头子之前指不定干过什么坏事，去了莫尔村没准真会被愤怒的 NPC 活活砍死。但现在跟了他，死了也还能复活，怕什么？就在齐明离开布鲁山以后，一些等级较高的玩家来到了这附近。咦，奇怪，怎么这高等级地图的怪物这么少？谁知道，可能系统设定就是这样吧。怪物少一些更好打，不然几个连成一片，咱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对，那里还有很多没刷新掉的强盗尸体，该不会有人先把这清了一遍吧？你在开玩笑？咱们来的已经很早了，谁能在现阶段清掉这么多怪物？咱们村不是有个日月战神吗？回到新手村后，齐明把3个宠物全部收回了宠物空间，一来是怕瓦克伦真的被 NPC 砍死，二来就是带着狗蛋儿，他们实在太扎眼，如果被傲天战魂的人认出来，还会浪费他升级的时间。村长，我又来了。冒险者，你终于回来了。怎么样，布鲁山一行顺不顺利？那个瓦克伦死了没有？皮亚斯急忙问道。你认识瓦克伦？齐明稍感惊讶。是啊，那可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头子，谁不认识？他死了没有？齐明暗自沉吟，回道：死了，被我杀了。那就好，那就好。皮亚斯松了一口气。这是我从强盗们身上缴获的东西，都给你了，你可得多给我点奖励。齐明从背包中拿出了所有的强盗弯刀。这么多？皮亚斯眼神一凝，对方是把整个布鲁山都屠了。叮，完成任务，布鲁山的强盗，任务物品数量500，获得奖励15000经验1金币。由于击杀强盗数量超过500，额外奖励白银宝箱 X1。由于击杀布鲁山强盗首领瓦克伦，额外奖励白银宝箱 X1。刷！齐明升到了9级，他也没想到这任务的经验竟然那么多，比虎王任务还多了整整1万。角色：日月战神，等级9，经验025600，称号：我是土豪，主职业：御兽师，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4260，魔法值3030，物防348，
魔防256，速度26，力量106，体质142，智力102，精神101，敏捷130，自由属性点0，属性爆炸，但依旧不及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在收服瓦克伦之前，他们两个就分别升级了。狗蛋儿7级，虎狼蛋儿6级。埃夫特内猎犬，狗蛋儿，品阶黄金，等级7，经验06400，生命值10500，魔法值8400，物攻700，物防525，魔防420，速度56，属性力量350，体质350，智力280，精神280，敏捷280。技能介绍：双头虎狼战兽，虎狼蛋儿，品阶黄金，无法进阶，等级6，经验03200，生命值11500，魔法值8400，物攻770，魔攻560，物防578，魔防420，速度77，属性力量385，体质385，智力280，精神280，敏捷385。技能介绍：不得不说，虎狼蛋儿的技能确实强大，才6级属性就已经全面超过7级的狗蛋儿了。静静的欣赏了一下包括自己在内的属性，齐明不由得笑出了声。冒险者，你没事吧？皮亚斯有些奇怪，这小子在傻笑什么？没事没事。对了，村长，你还有任务吗？再来一个。我这里暂时没有任务了，不过等你到10级以后就可以去往主城了。到了那时，应该能接取到更多人的请求。皮亚斯的目光闪烁不停。这样，齐明顿感失望。每提升1级所需的经验值都会翻倍，再加上有宠物分经验，哪怕是越级杀10级的怪物，都得需要3000多只才能升级。光是想想，齐明就觉得头皮发麻。算了，反正不用我亲自动手，大不了泡在炼级点几个小时也够了。冒险者，加油！祝愿你能够早日去往主城。皮亚斯给他打了个气。再次找到雷德，齐明尝试性的问道：“猎人大哥，你收东西不？”“不收。”“收。”雷德脱口而出。“你到底收不收？”齐明疑惑。“收。”那就好说了。哗啦啦，一大票东西被齐明丢在了地面上。怎么这么多？你把布鲁山的强盗都杀了？雷德嘴角抽搐了一下。这你就别管了，给钱。一共是3金币多点，我算你4个好了。齐明豪气地说道。滚蛋！就3个金币，要不要？这家伙果然还是很硬气。齐明恨恨地收下了3枚金币。等一下，你拿了我的钱就想走？咋？你想干什么？齐明满脸警惕地看向了他。村长说了，让我们村内的人帮助冒险者提升实力。这样吧，你去村西的海边给我弄来100个海蟹壳，那3个金币就当是给你的报酬了。雷德轻飘飘地说道。什么？那明明是我卖给你东西的钱，怎么能当报酬？齐明满脸漆黑，要不是看在雷德是 NPC 的份上，他都想让虎狼蛋儿把对方吃了。我说能就能，快去吧，你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定，接取任务，狩猎海蟹。任务内容，请帮助猎人雷德狩猎100个海蟹壳。倒计时59比59。齐明破口大骂，这任务都不能不接，还有时间限制，开什么尼玛玩笑？村长，我按照你所说，给村子里面目前最强大的冒险者安排了任务。雷德自得一笑，很好，希望他能尽快变强，只要解决掉那个女人，莫尔村就没东西能威胁到我了。皮亚斯满意的点了点头。莫尔村西边临海，怪物等级比较高，都在8级以上，10级的也不在少数。这些沿海怪物多以一种大海蟹为主，血厚防高，再加上普通玩家等级稍低，所以现在基本没什么人在这边练级。第17章海边升级。不过这对齐明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普通怪物的属性再高，还能比狗蛋儿他们高，倒是落得个清静。而后他就把狗蛋儿3个全部召唤了出来。上！目标大海蟹。汪！狗蛋儿很兴奋，傻缺主人终于知道他喜欢吃海鲜了吗？嗷！吼！虎狼蛋儿很奇怪，这些玩意儿很好吃吗？瓦克伦，你站在我身边干什么？去打怪啊！嘿嘿嘿，我这不是保护大哥的安全吗？打怪这种小事情交给狗蛋儿他们就够了。你是不是怂了？齐明满脸的不信。啊！瓦克伦语塞，这些大海蟹半人高，看起来就很不好惹，他可是很怕疼的。快去打怪，这次最少给我带10个，不，100个金币回来。啊！
这些玩意儿有金币吗？我应该偷不到的吧？快去！齐明给了他一脚，然后从背包中拿出来了刚刚得到的2个白银宝箱，合成。定，2份白银宝箱合成成功，获得黄金宝箱。开启，黄金宝箱开启成功，获得初级火枪制作书 X1， 初级火炮制作书 X1。咦，2张图纸，初级火枪制作书，工程师职业专属，10铁矿加8铜矿加5银矿。初级火炮制作书，工程师职业专属，50铁矿加30铜矿加20银矿加5金矿。是我的副职业专属。游戏世界难道不应该是剑与魔法的世界吗？怎么会出现火器？齐明倍感疑惑，前世的时候可从来没听说过谁使用过火枪之类的东西。不过他还是把东西都收了起来，虽然现在没有制作他们的材料，但以后肯定用得上。与此同时，8级的醉饮千秋正在刷大海蟹升级。突然间，汪汪汪，嗷嗷，吼吼，你们2个慢点啊，给我留一些，大哥可是让我给他带回去100个金币呢。瓦克伦气喘吁吁，这2个家伙的精力怎么这么旺盛，一只大海蟹都不留给他。是那条狗 boss， 不过那虎狼脑袋的是什么怪物？好诡异。还有个人，莫非是他的宠物？不对，看起来不像，难道是 NPC？ 还是说这3只奇怪的 boss 集合到了一起，然后来屠杀大海蟹？为什么呢？醉饮千秋暗自嘀咕，直接进入隐身状态。随后他就静静地等待了起来。他挑选了瓦克伦这看起来最容易对付的 boss。 没过多久，3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彻底分散开。好机会，如果能杀了这 boss， 我应该很快就到10级了。先试试他到底怎么样。一匕首捅下去，负1，没破防。妈的，谁偷袭老子？瓦克伦挠了挠屁股，怒视身后的醉饮千秋。不愧为10级 boss， 果然难搞。先溜。醉饮千秋还没跑出去2步，就只见2个弯刀抡到了自己身上。负1100。醉饮千秋足。定。瓦克伦击杀玩家醉饮千秋，由于对方率先发动攻击，所以此次击杀不计入罪恶值。什么玩意儿？正跟在狗蛋身后捡东西的齐明一脸茫然。新手村西口，傲天空明正听着几个玩家的汇报。你们说日月战神那个王八蛋在海边？那边现在人不多，应该就是他了。应该。副会长，那个玩家看不见容貌和 ID， 可能是用什么道具挡住了。不过咱们的人一直在注意着日月战神的动向，应该错不了。既然如此，傲天战魂的人集合，今天我就要把那个王八蛋蹲到1级。10分钟后，傲天战魂的1000人就浩浩荡荡地涌入了村西海边。找到日月战神的奖励1000块，杀他1次奖励1万，2次翻倍，无上限。傲天空明冷声下令，乌泱泱的1000人铺散开，很快就找到了正在捡东西的齐明。找到他了，在这里，快来人！我操，什么东西？齐明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这上百号玩家是在哪突然冒出来的？定睛一看，清一色的傲天字开头，傲天战魂的人无疑。妈的，老子有隐容面具，还被他们发现了。狗蛋儿，都怪你，肯定是你被他们发现了。你为啥不能变个样子？汪！狗蛋儿狂翻白眼，你猜我为什么不能改变模样？不等齐明说些什么，傲天战魂的人就直接对他发动了攻击。负5，负7，负1，密密麻麻的伤害在齐明的脑袋上跳出，看得所有傲天战魂玩家面色大惊。这家伙的防御很高，不破防不怕，咱们人多，早晚能磨死他。就在此时，齐明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了一连串的猛烈虎啸。好，一头猛虎虚影从他的上衣直袭而出。负581，负581，负581。定！玩家傲天猛猛对您率先发动攻击，由于虎王的魂怒之袭效果被反杀，不增加罪恶值。玩家傲天石头对您率先发动攻击，由于虎王的魂怒之袭效果被反杀，不增加罪恶值。玩家，一瞬间，刚刚攻击过齐明的人全部倒地身死。我靠，这家伙的技能怎么这么变态？快通知副会长，让他带人过来。与此同时，眼看主人被攻击，狗蛋马上坐不住了，汪汪汪的就冲到了人群中。我操，森林中的狗 boss 怎么出现在这里了？啊，我死了！啊，我也死了！不出1分钟，刚刚还算比较整齐的上百号人直接就被狗蛋冲散了。定！您主动击杀玩家傲天马克，罪恶值+1。您主动击杀玩家傲天金光，罪恶值+1。您主动击杀。听到这里，齐明不禁嘴角抽搐了一下，进入隐身状态的同时，急忙对杀得不亦乐乎的狗蛋叫停。停！狗蛋，你快停下！汪！
狗蛋儿有些疑惑，这些家伙不是要杀主人吗？为什么让我停下来？齐明欲哭无泪，罪恶值可不姓长啊！一点就要刷怪1个小时才能消除，短短时间他就涨10多点，都怪狗蛋儿，下嘴那么快干什么？第18章欢乐的海边时光。不多时，越来越多的傲天战魂玩家聚集到了海边。同一时间，虎狼蛋儿和瓦克伦也聚集到了一起，跟在了隐身的齐明身边，躲在远处。大哥，你被人干了，那叫被攻击。齐明脸一黑，日月战神，你个王八蛋，给老子出来！抢了我的 BOSS 首杀，今天一定要把你杀回1级。傲天空明满脸的冷色，狂吼不止。放你娘的屁！当时你们暴力驱赶普通玩家，而且 BOSS 又没有主人，当然是谁抢到算谁的。隐身中的齐明对了他一句：操！有种就滚出来！傲天空明骂声连连。不待齐明说话，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就按捺不住自己了。你们别冲动，不能主动杀人啊！而后齐明就把3只宠物全部收了起来，然后逐渐显露了身形。看到这里，傲天空明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倍加阴沉，这小子太 TM 狂了，有隐身技能不跑就算了，竟然还敢出现。下一秒，诸多攻击就再次落在了齐明的身上。-5、-4、-1、-1，伤害依旧不破防，但齐明的反击却不是他们那么容易能承受的。-581、-581、-581，宛如割麦子一般，刚刚攻击了他的玩家集体倒下，哪怕是全体加点的骑士，血量也狂降1半之多。不对，这家伙有反伤技能。傲天空明脸色大变，这么高额的伤害，现阶段能抗住的人根本就没几个，这怎么打？看到了，打不死我还不赶紧滚蛋！别打扰我练级！齐明哼了一声，打不死你！傲天空明不信邪，咆哮道：就算不破防，也给我磨死他！但凡死了的人，奖励100块。我有钱了不起是不是？齐明大骂不已，直接脚底抹油开溜。这群人对他确实不破防，攻击以后还会被反杀，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呀，拼了不要命还是能硬耗死他的。至于让狗蛋儿3个屠杀他们，齐明想想还是算了，全杀光了就是上千点罪恶值啊！想要全部清掉，刷怪得刷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操！有种别跑，和我们大战300回合！傲天空明骂了一句，带人狂追。操！有种你 TM 就追上老子，追上了我就和你大战300回合！齐明嘴里毫不示弱。随后，村西的海边就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百上千的傲天战魂玩家撵着一个人东奔西走，玩得好不快活。那是日月战神吧？正在被傲天空明追杀，应该吧？哎，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惹了一个大公会，肯定没好果子吃啊！副会长，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帮他一把？9天大总管问道。不好帮，现在是升级的关键期，不能和傲天战魂的人浪费太多时间。7天王摇了摇头，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日月战神应该死不了，还反杀了不少人，估计这次傲天空明不会得到什么想要的结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齐明的速度奇快无比，根本没人能追上他。就算有一些远程玩家能够攻击到，也破不了防，反而被他的上衣反伤致死。跑到一个海边洞窟附近，他刚要进去，结果里面就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嗦嗦嗦，一头体型5米开外的巨大螃蟹从里面横着走了出来。海蟹王，品阶普通 BOSS， 等级10，生命值10000，魔法值8000，物攻500，魔攻500，物防600，魔防500。技能坚硬外壳，且免疫大部分控制减速效果。技能海洋泡沫，对周身2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魔攻2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蟹钳凿击，对周身2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物攻2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栖息在莫尔村海边洞窟的海蟹王，一身坚硬的甲壳让他几乎没有任何天敌。MMD， 这里竟然有个 BOSS！ 见到对方后，齐明扭头就往回跑。这 BOSS 血厚防高，在不召唤宠物的前提下，他可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嗦嗦嗦，海蟹王猛追不止，8只脚跑得确实很快。咦，日月战神回来了，好机会，弄死他！我靠，那大家伙是什么东西 ？BOSS， 有 BOSS！ 傲天空明眼前一亮，道：杀了那个王八蛋，接管 BOSS。其实不用傲天空明说些什么，齐明就主动带着 BOSS 冲到了傲天战魂的阵营中，因为他根本不能攻击，所以 BOSS 的仇恨值肯定不会一直锁定在他身上。咻！不知道哪个弓箭手射了一箭，原本追着齐明的海蟹王顿时调转车头，
嘴里猛然吐出来了一大片泡泡。负870，负980，负800，我靠！范围攻击，快躲开！伤害太高了，快跑快跑！傲天战魂的众人顿时乱作一团，可还没等活人跑出去多远，海蟹王的一双大钳子就猛然拍在了地面上。负900，负950，负880，范围伤害再次冒出，成片玩家惨死当场。妈的，让你们追我！齐明长舒一口气，隐身了起来。秉承着 BOSS 谁见到归谁的理念，他肯定不能就这么离开，不再抢傲天空明一次，多不好意思。副会长，找不到日月战神了，不用管他了，先解决掉 BOSS， 以后有的是时间弄他。傲天空明直接下令，而后傲天战魂的人就有条不紊地开始围攻 BOSS。隐身中的齐明看到这一幕，也不得不感慨一句：大公会的人确实不一般，哪怕面对一个属性超高的 BOSS， 都能做到合理安排，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除去一开始被海蟹王出其不意地秒杀了一大片，现在他们死人的速度反而变慢了许多。可即便如此，想要打死这个 BOSS， 没有一段时间肯定是不可能的。算了，先去打怪升级，等会儿再来抢。齐明做好了决定，悄摸地离开了。半个小时后，在狗蛋他们3个的不懈努力下，齐明得到了雷德要求的100个海蟹壳。算算时间，傲天战魂那边可能也差不多了。隐身摸回去的时候， BOSS 的血量已经只剩下最后的 10%。第19章海洋的重击。第19，该我出场了。一路隐身走到了 BOSS 身边，他直接就把3个宠物全部召唤了出来。我靠，什么鬼东西啊？是森林中的狗 BOSS， 他会隐身？不对，还有2个都是 BOSS。在一众傲天战魂的玩家稍微混乱之际，狗蛋他们3个就直接对 BOSS 发动了攻击。5连击，虎啸狼吟，回旋双刀，砰！ BOSS 那庞大的尸体倒在地面上，齐明顺手一捞，所有物品全部收入背包，撤。定！击杀海蟹王，玩家经验加 937.5， 狗蛋经验加 937.5， 虎狼蛋经验加 937.5， 瓦克伦经验加 937.5。 眼看自己没能得到 BOSS 的经验，傲天空明瞬间暴怒啊！把他们全都杀了，任何活着的东西都给我杀了，杀了！汪汪汪！狗蛋在主人的授意下开始拼命逃窜，不和这些傻缺冒险者一般见识。嗷！吼！虎狼蛋有点疑惑，这些人类看起来不强，难道不能吃吗？啊！我操！别打了，疼！瓦克伦夺路狂奔，头也不回。10分钟后，齐明3个宠物全部逃出升天，气得傲天空明都快疯了。该死的 BOSS 们，我一定要杀你们全家！莫尔村内，齐明满心欢喜，10多点的罪恶值杀了一只 BOSS 就全消除了。没有着急去交任务，先看了看 BOSS 爆出来的东西：5个金币、2个材料、1件装备。巨型海蟹壳，制作某些白银装备的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0银币。巨型海蟹钳，制作某些白银武器的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0银币。泡沫之杖，品阶白银，等级10。穿戴要求：法师、御兽师。魔攻加120，智力加30，精神加30。技能泡沫攻击，对目标单位1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魔攻 150% 的伤害，冷却时间2分钟。介绍：一种可以发射泡沫的法杖，法杖发射泡沫，似乎显得有些奇怪。爆的东西虽然不多，不过这武器又是个小极品啊，虽然我用不了。齐明摸了摸下巴，先把2种材料合成了一下。定！巨型海蟹壳加巨型海蟹钳合成成功，获得巨钳重壳剑。巨钳重壳剑，品阶白银，等级10。穿戴要求：战士。物攻加150，力量加35，体质加20。技能巨钳攻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 200% 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重壳防御，被物理攻击时有 10% 的概率进行格挡，格挡成功后物防临时增加20点，持续5秒。介绍：由海蟹王的双钳和甲靠打造而成的重剑，集攻击和防御于一身，又是一把极品白银武器。齐明有些牙疼，为什么合出来的东西自己都用不了？要不就再合一次得了。不过现在白银武器的价格还是很高的，以他这2个小极品来说，少说能卖1-2万。万一合成失败，那可是什么都没了。而当想到合成成功价格至少翻倍的时候，他还是没忍住，毕竟有 50% 的成功率。赌狗果然很刺激，没办法，我喜欢当赌狗。合成定！泡沫之杖加巨钳重壳剑合成成功，获得海洋的重击。海洋的重击，品阶黄金，等级
10悟功加150，魔功加150，力量加35，智力加30。技能海洋重击，召唤成片海水攻击2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双攻击150%的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潮水防御，召唤海潮防御自身，临时增加100点双防御，且吸收受到伤害的10%，持续时间30秒，冷却5分钟。介绍：以大型海蟹的身体各部位制作而成的武器，受到海洋的青睐，可借助其使用一小部分海洋的力量。我靠！全职业通用的极品武器！齐明顿时瞪大了眼睛，这可是与他之前合成的火焰双牙不一样。火焰双牙只是附带了火属性的魔法伤害，而这是真真正正的物理和魔法的结合，极品中的极品，牛逼中的牛逼。可惜他还是用不了。哎，这么好的东西又要便宜总管了，这次得多要点。极品黄金武器啊！看了眼好友列表，大总管不在，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算了，回头再说吧。站在猎人雷德面前，齐明拿出了100个海蟹壳，100个，没超出任务时间，你必须给别的奖励，不能用3个金币搪塞我。雷德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奖励就3个金币，不要就还给我。定，完成任务，狩猎海蟹，获得奖励1000经验。齐明心中暗骂，就给了1000经验奖励，塞牙缝都不够啊！嘿嘿，冒险者，我这里还有一些狩猎任务，你要不要试试看？雷德面色不改的说道。我是你大爷！齐明不由得骂出了声。定，接取任务，雷德的狩猎。任务要求：狩猎200个海洋甲虫，200个沙滩杀人贝，200个水萤火虫，200个活体水泡。最终，齐明还是接了雷德的任务。不管如何，他都要自己打怪升级，哪怕雷德的任务不给金币奖励，多给点经验也是可以的。回到村西的海边，傲天战魂的大部分人似乎已经退走，各自练级去了。没人在就好，开杀！3只宠物召唤而出，肆虐整片海滩。海洋甲虫，一种看起来和屎壳郎差不多的蓝色虫子，脚掌大小。沙滩杀人贝，隐藏在沙地下的大型贝壳，一口能吞下一个人。水萤火虫，脑袋大的水蓝虫子，很漂亮。活体水泡，看起来像是一串泡泡组成的怪物，也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变成活物的。一连3个小时，齐明带着宠物们把沙滩清理了一遍又一遍。当他感觉有些麻木的时候，任务终于完成了。看了看自己的经验，还差不到1/4就升级了，希望交完任务能直接到10级吧。定，完成任务，雷德的狩猎，获得奖励1万经验。刷，齐明终于到了10级。第20章莫尔村的主线任务。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日月战神率先到达10级，获得奖励光速侠唯一。定，全服公告，由于玩家日月战神到达10级，现开放等级榜。全服公告，全服公告！哗！无数玩家哗然，开服不到1天的时间就有人到10级了。天哪，日月大神未免也太强了吧！我7升8都要6400的经验，9升10不敢想，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公平，肯定是和 NPC 进行了 PY 交易。我也要！大神求带，我年方58，自带3个娃，以后你就是他们的爹。大神求带！我听说你喜欢男的，楼上的老太婆滚一边去！你抢不过我的！众玩家一阵恶寒，有人说过这位大神喜欢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此时的齐明正在查看等级榜，除了他以外就没别人了。高处不胜寒，终于体会到这种感觉了，爽！开怀一笑，把目光放在了背包中的系统奖励上。光速侠唯一，种类称号，全属性加20，技能光速升级，提升佩戴者10%的杀怪经验获取率。介绍：唯有以光速到达10级的玩家才能拥有它，不仅升级如光速，其他方面也应该如此。这玩意儿还行，但带上它就没有土豪光环的钱币掉落率了。齐明摸了摸下巴，称号能合成吗？定。是否对我是土豪与光速侠进行合成？还真能。齐明大喜过望。合成。定。我是土豪加光速侠合成成功，获得光豪侠唯一。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齐明嘴角抽搐了一下。光豪侠唯一，种类称号，全属性加50，技能光豪光环，处于光环内死亡的怪物钱币掉落率提升15%，处于光环内的玩家击杀怪物时，经验获取率提升15%。介绍：速度与土豪的结合，以光速赚钱，以豪气变速，都不是，我只是光豪侠。
看在你属性还不错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带上吧。齐明有点无语，两个称号合成以后，属性和技能确实提升不少。角色：日月战神，等级10，经验0512000，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师，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5910，魔法值4530，物防430，魔防331，速度37，力量156，体质197，智力152，精神151，敏捷185，自由属性点0。不错不错，现在这属性哪怕站在原地给傲天战魂的人砍应该都死不了吧？还能反弹死他们全部。齐明十分满意，没有先处理背包中那一箩筐的材料，而是走向了村长。到了10级以后，他就能离开新手村去主城了，在那里他才能大展拳脚。村长，我来了！哈哈哈！冒险者，你来得太及时了！皮亚斯放声大笑。咋？你找我有事？没有，不过是看你到了10级，可以去主城了。对，我来找你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我没记错，10级后有一次免费传送到主城的机会。没错。皮亚斯大手一挥，一个蓝色的传送阵出现在了身前。进入传送阵就能到主城了，如果不行，最少需要1周的时间。齐明点了点头，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一步踏入其中。新手村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除了能卖钱的锯齿兔玩具。伴随着眼前白光一闪，他出现在了一个非常漆黑的环境中。仔细观瞧一番后，齐明顿感疑惑，好像主城没有山洞模样的吧？定，进入地图，悲窟洞穴。不应该是去主城吗？为什么会传送到这个地方？齐明满脸的不解。与此同时，系统提示猛然响起。定，区域公告，各位莫尔村玩家请注意，玩家日月战神已触发隐藏任务悲窟洞穴的秘密。定，区域公告，各位莫尔村玩家请注意，由于悲窟洞穴的秘密，现所有村内玩家获得莫尔村主线任务莫尔村的真相，需挑选任意一个阵营加入。任务完成前，任何玩家都不可再使用村中的所有功能。接连2个系统提示把所有人都整懵了。啥情况？这是什么任务？加入阵营，一个是莫尔村阵营，另外一个是东曼城。东曼城不是新手村网上的次级主城吗？这还需要进行选择？难道他们2个不属于同一阵营？莫尔村的玩家疑惑重重，有心想回村看看情况，可一些人还没进去就被几个 NPC 守卫给打了出来，属性稍差一些的竟然直接被打死了。定，你已死亡，未检测到复活点，暂时无法复活。我操，什么鬼东西？老子竟然没法复活了！我也是，妈的，新手村的 NPC 怎么都变敌对了？老子被村长一个魔法弹就打死了啊！我尼玛，我被雷德那王八蛋一箭就射穿了脑袋，死得太 TM 惨了。一群死掉的玩家以灵魂形态飘在莫尔村外，都快把 NPC 骂死了。而没死的人则是再也不敢靠近，盯着莫尔村的真相任务不知所措。不过他们的心中却是已经有了选择，鬼 TM 才会选择加入敌对的阵营啊。就在此时，皮亚斯带领着莫尔村所有的 NPC 一起走到了外面。各位冒险者，我莫尔村决定脱离东曼城的掌控，假如想加入我们，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不加入，那咱们就是敌人。雷德，带人先把附近敌对的冒险者清理一遍。皮亚斯当即下令。啊！我操 ！NPC 屠杀玩家了，官方你们管不管？官方管个屁！日月战神，我 X 你大爷！你自己做任务就自己做，把我们一起带上算怎么回事？该死的日月战神！我傲天空明一定要把你剁碎了喂狗！一声不甘的咆哮后，他被雷德一箭射穿，成为了莫尔村外的众多野鬼之一。第21章悲窟洞穴。与此同时，齐明看着自己多出来的2个任务，陷入了沉思。悲窟洞穴的秘密。任务内容：请在悲窟洞穴内探寻其中的秘密。莫尔村的真相。任务内容：请在莫尔村阵营或东曼城阵营选择一个加入其中。注：选择阵营后，如无特殊情况，将无法改变。阵营任务在前世的时候其实屡见不鲜。游戏内的阵营复杂繁多，哪怕是之前被齐明屠了的布鲁山，其实也可以算作一个单独的阵营。只要玩家想，是可以加入其中的。当然，瓦克伦这个首领弱得要死，有没有人想加入其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于前世的齐明根本就不是出生在莫尔村，而且游戏世界中的新手村也相当的多，所以这个主线任务的流程他并不知晓。即便想加入莫尔村阵营，现在在山洞内可能也做不到。
算了，这鬼地方后面没路，只能用传送阵进来。也就是说，我现在只能往前走。齐明四下看了看，然后召唤出了3大助力。大哥，你终于把我放出来了。咦，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黑？瓦克伦疑惑问道。是个叫悲窟洞穴的地方，前面探路吧。你说什么？悲窟洞穴？瓦克伦顿时傻眼，站在原地，全身止不住的颤抖，一步不敢上前。你怎么了？知道这地方？知道还是不知道呢？瓦克伦又哭又笑，似乎被什么东西吓到了。快点说实话，一开始你不想去木尔村，肯定不是仅因为里面的人想针对你吧？现在又这副模样，这地方到底和木尔村有什么关系？齐明面色不善地问道。呜，瓦克伦哭丧不已，道：大哥，木尔村不是普通的村子啊，皮亚斯你知道吗？他是我原来的老大啊。什么东西？村长以前是个强盗？怎么可能？齐明呆了一呆。我没骗你啊，不仅是他，村子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我原来的兄弟。齐明先是震惊，然后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股难怪如此的荒唐感。猎人雷德的某些做法确实很强盗。你还知道什么？仔细说说。这要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说起。滚！你怎么不从创造世界开始说起？齐明满头黑线。啊，大哥，你想从那么远开始听？好吧好吧，小弟不才，世界历史通识也。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说重点。而后瓦克伦开始缓缓讲述了起来。莫尔村的一众 NPC 在以前确实是强盗，后来的某一天，皮亚斯偶然进入了悲窟洞穴，这才舍弃了强盗首领的位置，带了一部分精英屠了莫尔村，然后霸占了他，成为了村长。这和你那么害怕有关系吗？齐明皱眉问道。啊，皮亚斯老大自从进入悲窟洞穴以后，就好像对莫尔村内的什么东西着了魔，而且还得到了一种非常恐怖的力量。当时很多兄弟都很怕他，如果他不走，走的就该是我们了。是这样吗？齐明自顾自地琢磨了起来，可思考了半天，他也没能想出个所以然。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狗蛋儿，你去前面开路好不好？我怕。瓦克伦可怜兮兮地说道。汪！狗蛋儿不屑，老三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就在此时，呜呜呜，一阵低沉诡异的哭声在洞穴深处传来，吓得齐明和瓦克伦直接抱在了一起。大哥，你还说我，你不是也挺害怕的？废话，这哭声谁听到不害怕？齐明老脸一红，急忙推开了对方。一人三重小心翼翼地不断前行，刚路过一个拐角，一只全身惨白的东西就猛然跳了出来。定睛看去，赫然是一个骷髅怪物，全身没有任何血肉，穿戴着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空洞的双眼中闪烁着灵魂之火的光芒，走起路来咔吱咔吱的，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挺吓人。悲窟洞穴骷髅，品阶精英，等级10，生命值1500，魔法值1500，物攻400，物防75，魔防75。介绍：最低阶的亡灵生物，本不应该出现在任何新手村附近。我以为是什么，原来只是亡灵类的怪物。除了攻击比较高以外，连技能都没有，不可怕不可怕。齐明长舒一口气，不用他发话，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就直冲过去，3下5除2的把他带走了。击杀悲窟洞穴骷髅，玩家经验加250，狗蛋儿经验加250，虎狼蛋儿经验加250，瓦克伦经验加250。倒是把这茬忘了，亡灵类的怪物经验可是很多的。齐明嘿嘿一笑，倒是来了个好地方。不过新手村附近为什么会有亡灵怪物？一定有猫腻。大哥，你为什么总说废话？瞎子都能看出来这洞穴不简单吧？瓦克伦吐槽道。滚！前面开路打怪。继续往前走去，骷髅怪一只又一只，最终都变成齐明经验条的一部分。经验给的很不错，但为什么杀了这么多只连一个东西都没爆？全是穷鬼穷死的。齐明对这些骷髅怪物感到无语，但狗蛋儿和虎狼蛋儿玩的倒是很愉快。在他从骷髅身上收到了数千经验以后，前方的洞穴突然变得开阔了起来。骷髅不在，反倒是有一个女人蹲在一口石棺旁哭泣。除此之外，四周随处可见一些保存的没那么完好的尸体，那是原本的莫尔村村长，还有猎人、铁匠、药剂师，他们竟然都死在了这里。瓦克伦惊呼一声。什么？齐明略一心惊，不用猜，肯定是皮亚斯干的好事。而两人的交谈也吸引了那哭泣女人的注意。当他抬起头，齐明才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人类，是一个亡灵女妖。哭泣女妖佩尔玛，为1，品阶等级10，生命值1，魔法值1，技能黑暗女妖之护，免疫任何非光明系伤害。技能星象光明，
免疫任何10W 点以下的光明系伤害。介绍：原东曼城士兵泽尔埃的爱人因不满丈夫在莫尔村的意外死亡，全心投入亡灵魔法的研究，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不完整的亡灵之力。第22章半亡灵。我操，这不就是无敌吗？齐明不由得瞪大双眼，对方虽然只有1点生命值，但现阶段真的有人能打出来10W 点以上的伤害。与此同时，佩尔玛也看到了他。呜，你是谁？齐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女人看起来像是个怪物，但又像个 NPC。你愿意投身死亡吗？佩尔玛阴恻恻地问道。定，莫尔村的真相任务进度更新，可选加入佩尔玛阵营。这个吗？齐明身为一个人，暂时还没打算把自己弄成不人不鬼的样子，所以我不愿意。不愿意吗？那你就去死吧。死？齐明表情怪怪的，他连攻击都没有怎么弄死他。可下一秒，洞穴四周就闪烁起来了一阵阴森的光芒，一个巨型魔法阵悄然浮现而出，然后缩小到了齐明身边，把他团团包裹在了其中，动弹不得。我靠，这是什么鬼东西？眼看他被攻击，狗蛋儿和虎狼蛋儿顿时不干了，直冲佩尔玛。但任凭他们如何撕咬，都会被一层半透明的防御挡下，丝毫威胁不到对方。生命转移魔法阵。佩尔玛的声音很冷，伴随着他的一声令下，魔法阵再度发威，然后汇聚到了那口石棺之上，与齐明身旁的连成一线。哐当，棺盖掉落，露出了里面的东西，是一个死掉的男人，估计是佩尔玛的丈夫。但不知为何，他的生命值并不满。同一时间，齐明的血条开始疯狂减少。自从进入游戏，他都没损失过这么多生命值。肉眼可见的，石棺中的人血条正在不断回复。拿我的命换他？凭什么？齐明大骂，心中更是无奈至极。MMD， 看来这次死定了，刚升到10级就要掉回去。时间很快过去了10多秒，石棺中的男人突然坐了起来，血条全满。半亡灵士兵泽尔埃唯一，品阶精英 BOSS， 等级10，生命值10000，魔法值10000，物攻800，物防500，魔防500。技能半死之躯，介于生与死之间，导致意识不完整，大幅减缓自身速度。技能亡灵之力，不完整，对任何非亡灵生物造成 1.5 倍伤害。介绍：原东曼城士兵之一告老还乡后，因莫尔村内的某个东西意外死亡，后因佩尔玛的亡灵魔法变成了现在半死不活的状态。泽尔埃，我的爱人，你终于复活了！佩尔玛的哭声更大，依偎在了男人身上。听到这里，等死的齐明才回过神来，自己竟然没死。血条最终定格在了100点，而之前让他无法动弹的魔法阵也全部消失不见。妈的，要不还是溜吧，就算 BOSS 能打死这女妖也没法对付啊！就在齐明思考着如何才能离开悲窟洞穴的时候，泽尔埃突然发出了一声咆哮，手中的断剑对佩尔玛就直接砍了过去。啊，我的爱人，你为什么要攻击我？虽然攻击被挡住了，但佩尔玛还是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咔咔，泽尔埃说不出话，可手上的动作却是根本没停，继续攻击着佩尔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佩尔玛嚎啕大哭，一张本就惨白的脸更白了。我的亡灵力量还是不够吗？我的爱人，你也终究回不到以前了吗？而后，在齐明那错愕的眼神中，他一头撞在了石壁上，血条被自身清空。我去，自杀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或许可能真的很感人，但现在的他可没有闲情逸致欣赏这些，因为泽尔埃已经冲过来了。没有杀不死的东西还不好说，你们3个一起上，弄死他！啊，大哥我不去行不行？这家伙看起来好可怕，我觉得有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应该就够了。瓦克伦满脸可怜地说道。别废话，赶紧去！而后3个宠物就开始大展身手。狗蛋儿5连接，负400，负410，负398，负407，负399，虎啸狼吟，995，回旋双刀，负700。一套连招下来 ，BOSS 的血量已经快掉到 50% 以下了。不得不说，狗蛋儿的输出还是一如既往的高，看得齐明这叫一个身心舒畅。反观泽尔埃，速度是真的慢，挨了一顿打后才发出第2次攻击，哪怕再来一个同样的 BOSS， 齐明都能顺手收拾了。待到狗蛋儿的技能冷却恢复，又是接连5口，咬的 BOSS 血条狂掉。不出1分钟，在别人看来难以对付的精英级 BOSS 就这么被齐明的3个宠物平推了。哪怕受伤最重的狗蛋儿也才不过掉了1000点生命值。定，击杀半亡灵士兵泽尔埃唯一，玩家经验加31250，
狗蛋经验加31250，虎狼蛋经验加31250，瓦克伦经验加31250。刷刷刷，狗蛋升到了9级，虎狼蛋连升3级。这经验，齐明咧了咧嘴，如果没有宠物抢经验，他都能直接升1级了。定，完成任务，悲哭洞穴的秘密，奖励无。行吧。齐明稍感无奈，走到了 BOSS 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所有东西全部落入背包，2个金币，3个材料，装备1件没有。残破的灵魂，泽尔埃的灵魂残余，由于佩尔玛的亡灵魔法不够纯熟，所以导致他的灵魂在复活时消散了大半。泽尔埃的断剑，帝国士兵的制式武器，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无法继续使用。但如果能再次对其进行打造，或许能让它恢复以往的光芒。半亡灵的心脏，一半人类，一半亡灵的心脏，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其中似乎还有着一些灵魂力量，非常稀有。这3个材料看起来怎么都怪怪的，连出售给商店的提示都没有，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能卖钱。齐明很是无语，没有太多犹豫，他直接把心脏和灵魂合成了一下，反正留着也没用。定，残破的灵魂加半亡灵的心脏合成成功，获得魂之心脏泽尔埃唯一。这是把死掉的 BOSS 合出来了。齐明稍微一愣。第23章，魂之心脏泽尔埃，魂之心脏泽尔埃。品阶传说，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300，魔法值300，物攻20，魔攻20，物防15，魔防15，速度2，属性力量10，体质10，智力10，精神10，敏捷10。技能灵魂之体，免疫对心脏以外的所有攻击，受到灵魂攻击时伤害翻倍。技能魂灵之击，普通攻击变为灵魂攻击，若被攻击目标没有灵魂防御，则造成全额伤害。技能来自灵魂的重击，对目标范围20码内的所有敌人造成双攻击1000%的灵魂伤害，若被攻击目标没有灵魂防御，则造成全额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冷却期间无法使用普攻。技能生与死的心脏，击杀非亡灵系怪物时永久增加1点全属性，每级上限100。击杀亡灵系怪物时进阶点数加1，当前进度0.10000。介绍：曾经的人类，后来的半亡灵，现在的灵魂体，令人不胜唏嘘。齐明看着泽尔埃的属性，有些发呆。半晌后，我操！传说机！虽然泽尔埃1级的属性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但架不住技能厉害啊！杀怪就长属性，而且品阶还是100%确认可以进阶的那种。像狗蛋和瓦克伦其实也有进阶的机会，可问题就是齐明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让他们进阶。随后，他把泽尔埃从宠物空间中召唤了出来。呼！一股阴风骤起，然后以一颗心脏为中心，开始不断汇聚，逐渐形成了人类的模样，但看起来却是显得非常虚幻，好似是由一团雾气组合而成。主人，泽尔埃对齐明微一鞠躬。好，太帅了！狗蛋儿，你们仨看看人家，这出场方式简直帅炸了！汪！狗蛋儿不以为意，但心里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一个出场方式。吼！虎狼蛋儿在原地转了个圈，傻了吧唧。不多时，泽尔埃的目光被死去的佩尔玛尸体所吸引。这是佩尔玛，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伸手想要抱起对方，可却根本做不到。佩尔玛，是我害了你。听到这里，齐明也是有些沉默。说到底，不管是佩尔玛还是泽尔埃，都是真实存在的生命。眼前这一幕确实令他心有触动。过了好久，泽尔埃才恢复过来少许，道：“主人，我能请你帮个忙吗？你说，能带我好好安葬佩尔玛吗？我现在这副身体，连触碰他都做不到。”当然没问题。齐明点了点头，径自走向了佩尔玛的尸体。刚把他抱起来，结果一阵光芒骤然升起。原本的女妖尸体从心脏部位开始不断改变，变成了一个30-40岁的女人，然后再由脚部化作斑斑点点的光芒，慢慢消散。佩尔玛，泽尔埃痛苦不已，跪在地面上痛哭流涕。我的爱人，能看到你恢复理智，我就放心了。一个和泽尔埃相差无几的灵魂体在光芒中走出，轻抚他的脸颊。佩尔玛，你还活着吗？傻瓜，我早已被亡灵之力侵蚀了身体，如果不是爷爷送我的那枚光明勋章，我可能在几年前就死了。佩尔玛的语气很温柔。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我之前为了复活你和皮亚斯杀了那么多人，现在死亡对我来说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莫尔村的大家，我对不起你们。佩尔玛的语气中满是自责和歉意。佩尔玛，你不能走。泽尔埃紧紧地抱住了他的灵魂。
看到这里，瓦克伦已经哭成了泪人，没想到他一个强盗竟然这么感性。大哥，我好难受，你救救他好不好？救救我曾经的爱情啊！齐明即将掉下来的眼泪被硬生生的憋了回去。TMD， 人家两口子正在生离死别，你一个强盗头子突然插话干什么？你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佩尔玛有点什么关系呢。我和他当然没关系，只是想起了离我而去的奶奶。齐明满脸漆黑，什么乱七八糟的？瓦克伦怕不是个傻 X 吧？又是爱情又是奶奶，两者有关系吗？大哥你别误会，我原来的爱人叫奶奶，不过他已经死了。就在此时，啪嗒，一块拳头大小的白色古朴勋章在佩尔玛那即将消失的心脏中掉了出来，也预示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主人，救救他！我也想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齐明满脸的无奈。主人，我之前的灵魂都已经不完整了，你还能把我变成现在的样子？难道佩尔玛不行吗？这个，齐明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如果佩尔玛的灵魂变成个材料，然后又有一个半亡灵的心脏，他倒是可以试一试。可是现在，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齐明径自走了过去，把掉在地面上的勋章捡了起来，然后试着与佩尔玛的灵魂进行合成。定，是否使用光明勋章与佩尔玛的灵魂进行合成？系统提示响起，齐明大喜过望，没有任何犹豫，道：合成。定，光明勋章与佩尔玛的灵魂合成成功，获得守护心脏的光明。守护心脏的光明，品阶，使用要求泽尔埃专属，属性守护心脏，免疫任何非光明系以外的伤害。介绍，蕴含着佩尔玛对泽尔埃的全部爱意，两人的爱情至死不渝。看着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光明勋章，齐明的心中不甚感慨，然后把它交给了泽尔埃。佩尔玛，我能感觉到你的存在，以后你和我永远都不会分开了。泽尔埃的语气满是温柔，然后把勋章放在了自己的心脏上。咔嚓咔嚓，勋章发生变化，宛如变成了一股光明力量，把泽尔埃的心脏团团包裹在了一起。其上隐约还能见到一个女人的身影，正保护着自己的爱人。主人，谢谢你。定，泽尔埃对玩家日月战神缔结灵魂契约，永不背叛。第24章全员 BOSS。 齐明感慨万千，想要拍拍泽尔埃的肩膀，结果却是一把穿了过去，让他有些尴尬。不过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话说狗蛋儿和虎狼蛋儿，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契约束缚，以后该不会背叛我吧？汪！狗蛋儿回了他一个理所当然的表情。嗷！吼！虎狼蛋儿不知道背叛是什么，他感觉跟在主人身边挺不错的。在悲窟洞穴内转悠了一大圈，齐明的目光定格在了泽尔埃之前躺着的石棺上。没有路啊，怎么出去？主人，关于佩尔玛学习的亡灵魔法，我大概了解一些。是吗？说来听听。就在我的棺材下面。瓦克伦把石棺推开，齐明直接说道：啊，为什么是我？别废话，赶紧的！哐当，石棺被掀翻，露出了下面的东西，是一块散发着幽紫色的石头。亡灵魂石，品阶传说。介绍，内中蕴含着极为强大的亡灵力量，似乎是某个强大亡灵的残留物。如果放任不管，亡灵力量会逐步扩散，侵蚀生命。传说及材料，齐明目光一凝，把它收入了背包。目前还没有能和它匹配的材料进行合成，先留着以后再说。伴随着亡灵魂石被取走，整个山洞都开始摇摇欲坠了起来，要塌了。终于能出去了。轰隆隆，齐明被各种碎石砸得险些身死，然后从悲窟洞穴中逃了出去。看了看地图，似乎距离布鲁山很近。任务方面依旧没什么更新，估计莫尔村的真相任务得回去以后才能完成。回城。定，由于莫尔村的真相任务，回城技能暂时无法使用。操，还得跑回去？齐明无语，一路赶回新手村，刚一接近，他就被无数的玩家灵魂给吓到了。什么情况？怎么都不复活了？妈的，日月战神回来了！干他！干个屁！你这状态能攻击？日月大神，求你快点把任务做完吧，不然我们都不能复活啊！酷！是啊是啊，你快点吧。MLGBD， 快点滚去做任务！人群中的傲天空明怒骂一声。啊！齐明扣了扣鼻孔，道：你的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要不我一直不做任务，你就一直死着吧。你！傲天空明怒极，傲天战魂的人快闭嘴吧，老子可不想和你们一直死在一起。就是就是，日月大神别和他们一般见识，我求你快点去做任务吧。好说，我可不是傲天战魂那群傻 X， 为了广大普通玩家的利益，我会尽快把任务完成的。齐明自信一笑，不愧是万族世界第一大神，爱了爱了，日月大神牛逼。
我要给你暖床。男的就算了吧。走到了皮亚斯身前，齐明还没说话就把他吓了一跳。你没死？我靠！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果然憋着坏想害我。齐明满脸漆黑。皮亚斯根本没搭理他这茬，而是问道：那个亡灵女妖怎么样了？算是死了吧？齐明如实道：是吗？那就好。莫尔村附近唯一能威胁我的东西已经没了。皮亚斯哈哈一笑道：勇敢强大的冒险者，你要加入我们吗？加个屁！齐明骂了一句：一群傻缺强盗，算计我还想让我加入？既然如此，皮亚斯冷冷一笑：不加入也好，你还有大用。雷德，抓住他！咻！负1000，一箭射来，齐明生命直狂掉，嘴里骂娘且疯狂后退隐身的同时，洞察术顺势而出。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可是让齐明倒吸一口凉气。包括皮亚斯在内的所有人都是 BOSS， 整个新手村一共20-30个 NPC， 现在也就是同数量的 BOSS， 最差的都是精英级，而身为村长的皮亚斯更是一个区域级 BOSS。 最主要的是他们全都聚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完了，哪怕4个宠物一起上，可能都挡不住这么多 BOSS 的同时攻击啊！泽尔埃倒是不怕，但他现在的属性实在是没什么输出。齐明满脸忧愁，难道真的要选择加入新手村阵营？别开玩笑了，根本不可能。一群强盗的阵营能有什么前途？万一哪天被更强大的 NPC 盯上，灭掉他们还不是轻轻松松？更何况对方好像还在计划着什么。就在此时，七天王带着一群玩家走了过来。战神兄弟，你有什么打算？当然是想办法杀光这些 BOSS。 你自己一个人恐怕没什么机会吧？确实比较难办。齐明自顾点头。既然这样，不如咱们合作一次怎么样？一直和这些敌对 NPC 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哪怕到了10级都没办法去主城。可以，这样吧，你的人看起来不少，牵制住他们的2/3，剩下的交给我。2/3？七天王眼神一凝，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邀请对方一起打 BOSS， 毕竟是率先到10级的人，而且还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结果他话都没说完，就被要走了那么多 BOSS。 怎么，信不过我？齐明淡淡一笑。七天王犹豫了一下，说道：不是不信你，就按照你说的做吧。好。不多时，齐明走到了距离莫尔村村口100码的位置站定，然后大喝出声：皮亚斯，我本来是想和你和平谈判的，但你们做的太过分，杀了那么多冒险者，所以我决定替天行道，有种出来单挑。日月大神说得好，为我们报仇，杀光这些傻缺 NPC。 日月大神加油，赢了他们我就嫁给你。没有理会一众玩家灵魂的叫嚷，皮亚斯露出了一丝嘲笑，道：你是白痴吗？单挑？我这么多精兵悍将，为什么要和你单挑？妈的，竟然被 NPC 鄙视了。齐明嘴里咒骂不已，转而说道：七美女，我去了。唰，齐明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进入了隐身状态。看到这里，七天王不禁张了张嘴巴，他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被耍了？对方这是开溜了。第25章深渊信徒皮亚斯。第25。很快，齐明隐身摸到了村内，然后把自己的4大宠物全部召唤了出来。汪汪汪，嗷嗷嗷，吼吼吼！狗蛋儿和虎狼蛋儿一头，3头率先冲出，按照齐明布置下的计划，分别挑选了一个对手。主人，我也去了。泽尔埃留下一句话，然后也冲了进去。反倒是瓦克伦站在齐明身边，犹豫不决。大哥，我还是留在这里保护你吧。他们毕竟是我原来的兄弟，我不想对他们痛下杀手。行吧。齐明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反正还有9天神朝的人一起行动，1000多人面对20-30个 BOSS， 再加上他的宠物，问题应该不大。看到村内似乎已经打了起来，七天王才松了一口气。而后，诸多9天神朝的玩家就蜂拥向了新手村。咱们也别闲着了，一起上，帮助日月大神和9天神朝。没错，不然咱们就只能一直困在这里，杀光这群该死的 NPC。在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下，散人玩家都是一盘散沙，不值一提。倘若有人先行出头的话，散人玩家的力量可是相当恐怖的，因为他们人最多。一时间，整个莫尔村内鸡飞狗跳， NPC 和玩家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就连狗蛋儿他们几个的存在感都降低了不少。我 X 你大爷！傻 X 猎人，让你不收我的材料！傻 X 药剂师，吃我一剑！老子买药你都不卖！阴险狡诈的村长，我要为我的兄弟报仇！不出1分钟，系统提示接连在齐明耳边响起。叮！击杀唯一 BOSS 强盗雷德，玩家经验加500，
全体宠物经验加500。定，击杀唯一 BOSS。定，恭喜泽尔埃升至2级，力量加10，体质加10，智力加10，精神加10，敏捷加10。恭喜泽尔埃升至3级。有宠物在就是舒服，根本不用我进去抢 BOSS 的经验。不过战利品可能就和我无关了。齐明话音未落，不远处的皮亚斯突然嘴里开始呢喃起来了一些诡异的话语。不出3秒，一阵阵阴暗的雾气便从某处地面升腾而起，很快笼罩了整个新手村。定，深渊信徒皮亚斯引动深渊气息，莫尔村将在1小时后彻底毁灭，开启深渊裂缝，请各位玩家尽快阻止他。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新手村要毁灭了？开什么玩笑！我还没到10级啊，新手村怎么就要没了？操！快点弄死这些王八蛋！反观齐明，更是被震惊的无以复加。深渊，皮亚斯一个小小的强盗头子，怎么会和深渊扯上关系？万族世界内，在不转换阵营的前提下，玩家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来自深渊中的各种生物。但根据他的经验，在2转之前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东西才对。与此同时，之前看起来还比较正常的皮亚斯身上不知在何时已经冒出了诡异的黑色气息。不由自主的，齐明再次对着他丢出了一个洞察术。深渊信徒皮亚斯，品阶领主 BOSS， 等级10，生命值 10W， 魔法值 10W， 魔攻3000，物防500，魔防500。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10倍伤害。技能深渊狂潮，对自身3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魔攻 500% 的伤害，冷却时间30秒。技能深渊召唤术，可召唤10级的精英深渊魔物，上限1000。技能深渊陷阱。介绍：原布鲁山的强盗首领，后成为了莫尔村村长，但不知为何接触到了深渊之力，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领主级。齐明大惊失色，这属性和技能真的是现阶段玩家能抗衡的。不过好在这家伙和他知晓的深渊怪物差不多，都是高攻低防，硬要打的话，以狗蛋儿和虎狼蛋儿的属性还是能破防的，就是对方的攻击实在有点猛。随后以皮亚斯为中心，一股恐怖的黑色能量陡然扩散而开。深渊狂潮，负149733，负149810，负149670，诸多将近15万的伤害爆出，使得所有玩家都是瞳孔急剧收缩，包括齐明在内，发了疯一般的逃离皮亚斯身边。我操，这么高的伤害怎么打？这真的是一个新手村 BOSS， 变态的有些过分了吧？妈的，咱们该不会都没法从新手村毕业了吧？一众玩家的脸色极其难看，不知所措。就在此时，皮亚斯的法杖再次敲击地面，一个巨大的魔法阵陡然扩散而开。嗡！下一秒，咔咔咔咔，数量极多且全身散发着黑气的10级精英骷髅在地面下汹涌而出。深渊骷髅，等级10，品阶精英，生命值3000，魔法值3000，魔攻400，物防150，魔防150。技能低级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2倍伤害。介绍：来自深渊中的死者比一般的亡灵更加强大。沃日 BOSS 本身就那么变态了，结果竟然还能召唤这么强的小弟，草啊！打不了打不了，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尽早步行去往次级主城。MMD， 老子去打怪升级了。诸多还活着的散人玩家不消片刻就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七天王都是心生无奈。战神兄弟，我也带人撤了，这 BOSS 很难打，尤其是现在死亡后无法复活，即便能打死，损失估计也远远超过收获。你不如一起走吧。齐明沉默少许，道：你们先走吧，我再看看，没准能有些机会。好吧。随即七天王带人退去。至于村外那些无法复活的玩家灵魂，估计只能等到莫尔村毁灭后被分配到别的新手村才能复活了。村内，齐明看着仅剩下独自一人的皮亚斯，暂时没有离开。对方的属性确实很强，但自己的宠物们可是不死之身，任何玩家的宠物死亡后只需要5分钟便能重新召唤，所以耗死这个家伙。心中想着这些，齐明的脸色突然变得古怪了起来，因为皮亚斯一直在召唤深渊骷髅，自己根本没动。那难道是一个需要持续施法的技能？齐明心中一动，马上让宠物们冲了过去，对着皮亚斯就是一顿暴躁输出。至于那些精英级骷髅的攻击，直接无视，只要弄死了 BOSS， 他们必然不攻自破。狗蛋儿5连接，虎啸狼吟，来自灵魂的重击，一连串的技能下去，皮亚斯血量狂掉。可与他那高达10万的生命值相比，
几乎不值一提。这些东西果然是你的手下。皮亚斯不停召唤骷髅的同时，目光阴冷地瞥向了齐明。瓦克伦，你竟然没死！老大，瓦克伦挤出了一丝异常难看的笑容。皮亚斯冷哼一声，冒险者，你的确不弱，也正因为你很强，我的计划或许才能成功。下一秒，他停止了召唤骷髅，转而对着齐明射出了一道黑色气息。看到这里，齐明不禁大惊失色，10倍伤害啊！这要是被攻击到，再来几个他都得死在这里，绝对隐匿。刚进入隐身状态，结果皮亚斯的攻击就如同复古之狙一般落在了他的身上。完了，也要成为孤魂野鬼的一员了吗？齐明倍感绝望，才刚到10级就要掉回去了。不过系统提示的响起，却是让他稍微一愣。叮，你已被深渊信徒皮亚斯的深渊献祭技能命中，若无法在1小时内击杀献祭目标，将会永久死亡。是那个问号技能，没伤害。齐明松了一口气，但又倍感头疼。永久死亡代表着什么？他一清二楚。会不会影响到现实不好说，但如果这技能真的生效了，他就再也无法进入游戏世界了。献祭目标，齐明眼神不断闪动，现在即便想撤都不行了。既然如此，狗蛋虎狼蛋，你们回来！泽尔埃，你自己用尽一切办法挡住皮亚斯。汪！哦，是主人。反正皮亚斯这个和深渊挂钩的 BOSS 是不可能打出光明系伤害的，所以泽尔埃约等于无敌，杀不了对方，自己也根本不会死。而齐明和另外3只宠物要趁深渊献祭技能发动前找到献祭目标。至于那东西在哪里，也很明显，因为皮亚斯变身以后，深渊之力都是从新手村中的一个房屋内涌出来的。一人3宠冲入房屋内，不出半分钟便在地下室中找到了源头，是一颗硕大的黑蛋，周身黑雾缭绕，正在不断扩散出浓重的深渊之力。这应该是皮亚斯要献祭的东西吧？齐明长舒一口气，只要找到了目标，剩下的就好办了。尝试性的丢过去一个洞察术，黑蛋的属性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深渊魔卵，品阶未知，等级1，生命值100W。介绍：来自深渊的一颗魔卵，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莫尔村，如果让它孵化，或许会出现异常恐怖的东西。100万的血量，齐明的不由得瞪了瞪双眼。第26章收获颇丰。看着面前的深渊魔卵，齐明没有太多犹豫，反正这东西没有攻击，也没有防御，充其量就是个比较肉的靶子而已。狗蛋儿，你们仨去干爆它！下一秒，3大宠物直冲而去。狗蛋儿5连接，虎啸狼吟，双刀回旋。看着他们不间断的输出，齐明稍微松了一口气。1个小时的时间，别说100万血量了，哪怕再来100万都能打光。房间外，皮亚斯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脸色大变之际，指挥着诸多深渊骷髅冲向了齐明所在的房屋。你们谁都进不去！泽尔埃一声咆哮，用他自己的身躯堵住了唯一的入口。来自灵魂的重击，负1200，伤害不算高，与皮亚斯那高达10万的生命值相比，几乎不值一提。该死的亡灵，你为什么还不死？皮亚斯的脸上满是焦急。如果深渊魔卵被毁掉了，那么他……深渊狂潮，庞大的黑色能量涌现而出，正面击中泽尔埃，但却只是换来了免疫2个字。与此同时，身处地下的齐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3大宠物的速度都不算慢，几乎1秒1攻击，大概一算，不到10分钟就能打死深渊魔卵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特地隐身走到房门附近查看了一下情况。泽尔埃坚挺依旧，宛若一个打不死的战神，硬生生地挡住了皮亚斯和诸多骷髅的进攻。得亏皮亚斯的智商不高，而且没有破坏游戏场景的能力，不然这一战还真的不好说。齐明感慨了一声。时间不断流逝，几分钟后，深渊魔卵的血条被彻底清空，原本不断扩散的深渊之力因为失去了源头，开始缓缓消散。定，由于深渊魔卵死亡，深渊献祭技能失去效果。定，深渊魔卵为特殊怪物，无法增加经验值。听到系统提示，齐明才长舒一口气，可算结束了，经验不经验的倒是无所谓。同一时间，屋外的皮亚斯瞬间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属性狂降。该死的冒险者，你们！皮亚斯不甘的话语刚说出一半，就被泽尔埃一发大招送走了。定，击杀深渊信徒皮亚斯，由于他为特殊怪物，无法增加经验值。定，完成主线任务莫尔村的真相，全体莫尔村玩家等级+1。定，玩家日月战神击杀深渊魔卵，获得额外奖励，传说宝箱 X1， 金币 X100， 莫尔村的英雄为1。定，主线任务完成，3小时后将会有东曼城 NPC 接管莫尔村，届时所有 NPC 功能重新开放。
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响起，听得所有玩家稍微一愣。任务完成了，日月大神牛逼！没想到主线任务完成，所有人都能得到奖励，我可是连 BOSS 都没打，结果还白赚了一级。感谢日月大神，日月大神威武！感谢你给我们发福利，日月大佬，我要给你生猴子！村外某个练级点，7天王满脸的震惊，日月战神真的把那个恐怖的 BOSS 弄死了？怎么做到的？不行，这样的人一定要拉拢到9天神朝。另外一边，傲天空明满脸的狰狞，又是这个王八蛋，一定要弄死他！村内的地下室中，齐明放声大笑，不仅升到了11级，还有那么多奖励。莫尔村的英雄，类别称号，全属性加50，技能他是英雄，处于莫尔村时声望封顶，与莫尔村任意 NPC 交易时得到 50% 优惠。介绍：拯救了莫尔村的大英雄。又一个称号，齐明满心欢喜。至于传说级的宝箱，他可不打算直接开。背包内还有2块可以与任意物品合成的万物合成石，现在正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定，传说级宝箱加万物合成石合成成功，获得史诗级宝箱。果然如此，齐明大喜过望，开启。定，史诗级宝箱开启成功，获得史诗品阶提升器 X1。史诗品阶提升器，品阶史诗，属性使用后可提升目标1个品阶，技能、装备、材料、宠物等史诗级及以上品阶无法使用。介绍：一种特殊的器材，只有某种特殊的人才能制作。好东西！齐明眼中金光爆闪，但要如何使用它，还得好好考虑一番。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泽尔埃和万物合成术，因为它们都是传说级，可以把史诗品阶提升器的作用最大化，也或者再等等。纠结呀！随后他把东西收了起来，目光落在了还未消失的深渊魔卵的尸体上。伸手一摸，战利品只有一个材料：深渊之心，品阶传说。介绍：深渊中极其珍贵的存在，蕴含着极为强大的深渊之力。传说级材料。想到背包中还有一块同为传说级的亡灵魂石，齐明根本没有犹豫，合成。定，亡灵魂石加深渊之心合成成功，获得死渊之灵。死渊之灵未命名，品阶传说，等级1，生命值6000，魔法值6000，物防300，魔防300，速度40，属性力量200，体质200，智力200，精神200，敏捷200。技能不死之身，死亡后会在3秒内满状态原地复活，冷却时间1小时。技能一种血脉，升级时额外增加100点全属性，自身无法进行攻击。技能深渊契约，可对任意品阶等级不超过自身的深渊生物使用，强行签订主仆契约，上限3，魔法消耗1000点，冷却时间10分钟。当前03。技能死之呼唤，可复活任意已经死亡的尸体，复活后的尸体与死渊之灵等级相同，具有其10%全属性，上限1000，可存储至自身召唤空间进行统一召唤。被复活的尸体无法拥有技能。介绍：融合了亡灵和深渊这2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于一身的奇异存在，世上很难出现第2个与它一模一样的生物。看着新宠物的属性，齐明已经呆滞在了原地，太 TM 强了。虽然自身无法虽然攻击，但却堪称御兽师与召唤师的融合体。召唤第27章，进入主城。嗖！一声轻响，一颗巴掌大小的黑蛋子出现在了齐明面前，没有四肢，没有脸庞，就是一颗蛋，静静地漂浮在空。啊！齐明嘴角一抽，这卖相实在是不怎么样。就叫你黑蛋儿吧。啊！黑蛋儿撒发出了喜悦的情绪，一个劲地蹭着齐明的脸。由于3小时以后新手村的各种功能才会全部开放，所以齐明现在即便想去主城都做不到。百无聊赖之下，他就带着一众宠物来到了锯齿兔的刷新地，目的只有一个：多刷材料。反正锯齿兔玩具来多少他都不嫌多。正好现在的玩家们都不需要刷这种1级怪，也算是变相的包场了，顺带还能让已经升到6级的泽尔埃长属性。至于他自己也没闲着，之前在海边刷了那么多怪物，材料一箩筐，先全合一遍，提升价值再说。一连2个小时，齐明和材料合得自己头晕眼花，耳边叮叮声响个不停，累死我了！妈的，不合了，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价格低一点就低一点吧，等 NPC 来了全卖了。而在这段时间，狗蛋儿和虎狼蛋儿无所事事，闲得发慌。瓦克伦逗着不断复活锯齿兔尸体的黑蛋儿玩，一切显得十分和谐。不多时，泽尔埃的属性终于刷满了。原本只有1级的黑蛋儿
也升到了5级，同时存储了数百具巨齿兔尸体。魂之心脏泽尔埃，品阶传说，等级6，经验零3200，生命值19800，魔法值19800，物攻1320，魔攻1320，物防990，魔防990，速度132，属性力量660，体质660，智力660，精神660，敏捷660。技能介绍：死渊之灵黑蛋儿，品阶传说，等级5，经验零1600，生命值3万，魔法值3万，物防1500，魔防1500，速度200，属性力量1000，体质1000，智力1000，精神1000，敏捷1000。技能介绍：不得不说，2个宠物的属性提升简直可怕，尤其是黑蛋儿，甚至比同等级的区域 BOSS 还猛。看了看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小时，东曼城的 NPC 就该来了。就在此时，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叮，检测到您的生理机能减弱，是否下线休息？齐明微微一愣，不说不要紧，被提示过后，他甚至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睡过去了。看了眼时间，已经连续在线将近20个小时了，不等 NPC 了，明天再说吧。摘下头盔，一股疲惫感涌上心头，让齐明连吃饭的想法都快消失了。但肚子嗷嗷直叫，他也不忍就这么睡去。大概算了算，他今天一天在游戏内就赚了30多万。强忍困意吃了2袋泡面后，他在手机上下了单，准备更换一下自己的游戏设备。使用普通的虚拟头盔连续在线20个小时左右，人的身体就受不了了。如果换成游戏舱，一站半个月不在话下。距离与游戏完全融合还有一段时间，可不能一直在现实世界浪费时间。真 TM 贵，最便宜的游戏舱都要10多万，还要配合一瓶上千块的营养液，钱不太够花啊。嘀咕了几句，齐明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8点，整整12个小时的休息让齐明精力充沛。刚吃完饭，快递就到了。安顿好游戏舱，倒上足够的营养液，齐明直接躺了进去。上线，回到莫尔村，里面已经没多少玩家了。看了一眼等级榜，让他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睡觉前他还是等级第1，结果现在竟然已经掉到几十万名开外，而第1的赫然已经15级了，是个叫翡翠琉璃的玩家。这家伙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升到15级，前世竟然没听说过。齐明很是感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列前茅，傲天空明、七天王、醉影千秋等等。不再关注这些。诸神宝物袋开启，叮，开启诸神宝物袋，获得灵魂之核 X1， 灵魂之核，品阶传说，介绍：只有极其强大的生物才能诞生的核心，其中蕴含着庞大的灵魂之力。传说级材料吗？暂时好像没什么用。齐明摸了摸下巴。就在此时，一个身穿厚重铠甲的骑士径自走来。村长，您来了。啊，村长，你在叫我？齐明满脸的古怪。是的，昨天您解决了莫尔村的大麻烦，声望在这里已经达到了最高。东曼城下令，如果您想的话，可以成为莫尔村的村长。此话一出，齐明不禁有些异动。成为一村之长，意味着他就是这里的老大，整个新手村都可以算是他的领地，而且还是得到游戏内势力承认的那种。前世的时候，哪怕是诸如9天神朝的那种大型公会，想要夺取一片领地也是千难万难。即便拥有自己的领地，大概率也会受到其他玩家的攻击。但一个新手村可就完全不同了，谁敢攻击这里，都得问问上面的主城答不答应。可留在这里，他该如何升级，如何提升自己？领地在与游戏融合后确实至关重要，但他总不能从现在开始就一直守着这1亩3分地吧。思虑再三，齐明还是决定放弃这个职位。谢谢东曼城的好意，我不想当村长。不当也没关系，我会接替您的职务。这里是城主大人让我代为转交给您的信件。拆开信封，里面的内容浮现在眼前。强大的冒险者，你好，我是东曼城城主伊斯特。听闻你解决了莫尔村的麻烦，我在这里深表感谢。等你来到东曼城，如果有时间，咱们可以见一面。我这里有些东西想要送给你。信中的内容很短，不过却是看得齐明精神一振。打开传送阵吧，送我去主城吧。是。一步踏入传送阵，在眼前白光闪烁之下，齐明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之中。东曼城位于夏炎帝国正东方，其所在区域也被称为东曼岭。
同时，它也是华国服务器的4大次级主城之一，将会接收数千上万个新手村的玩家。此时，城内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终于到主城了，齐明稍显兴奋。第28章，再遇傲天。在新手村的时候，齐明前世知道的很多消息几乎都用不了，而到了主城后可就不一样。哪怕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任务，他不知道具体流程，但某些唯一的成就任务，包括东漫城的主线任务，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升级不着急，城主那也可以等等，现在的条件还不够触发主线任务。齐明细细的琢磨了一阵，然后直接朝城内的副职业区走去，先把一些简单的成就抢先完成再说。副职业区门可罗雀，几乎没什么玩家，只有一些大型工会会在这里留下几个人，用以招收专攻生活职业的玩家。对此，齐明没有感到太多意外。现阶段的大部分玩家，升级才是最重要的，很少会有人浪费时间来这里。而那些收人的大型工会，发展是十分全面的，也或者说，他们从最开始就是想要在游戏内打下一个基础，等到以后与游戏完全融合后，吃喝拉撒就变得必不可少。到了那时，生活类职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一路来到了副职业大厅，齐明看向了在场的几位生活导师。游戏内的生活副职一共8种：采集、锻造、裁缝、厨师、炼金、制药、磨练、建筑。任何玩家都可以拥有所有的副职业，没有数量限制。而想要转职，其实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和对应的生活导师对个话，就能成为初级的生活职业。嘿，兄弟，你是专攻生活职业的吗？加入我们傲天战魂如何？一个叫傲天空龙的玩家径自走了过来，抬了抬眼皮，齐明随口道：没兴趣。傲天空龙眉头一挑，道：你如果专攻生活副职，背靠一个大工会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制作各种东西的材料，你也不用自己打怪升级之类的，专心制作副职产物就行。换做别的工会，齐明或许会有些心动，但看到对方的名字后，他就兴致全无，没搭理傲天空龙。齐明自顾与所有副职导师对起了话。初时还没人在意，但很快傲天空龙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在这里收人已经收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见到个转职副职业的玩家，他这才试着招收一下，但对方的态度实在是让他不喜。胃口不小啊，打算把所有的都转职了。副职业晋升的难度可不比主职业容易，还更浪费时间。但如果在我们傲天战魂，这一切都不算问题。齐明瞥了他一眼，道：我和你很熟吗？废话这么多。你……傲天空龙面色渐冷，道：哼，转职所有副职，你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不怕我带人在城外蹲你？听到这里，齐明露出了一副看傻 X 的表情。傲天战魂的人不仅狂得出奇，脑子也不怎么好用。蹲他？这里可不是屁大点的新手村，东漫城光是大门一共就有4个，外界地图更是大的出奇。想蹲某一个玩家，不是做不到，而是需要足够多的人手。他就不信对方能拼着让自己工会的数千上万人浪费升级时间，只是盯着他。随后，齐明都懒得再看对方，把最后一个副职业转职了。下一秒，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叮！全服公告，恭喜东漫城玩家日月战神完成副职业隐藏成就，获得奖励生活达人为1。全服公告，恭喜东漫城玩家日月战神完成副职业隐藏成就，获得奖励生活达人为1。全服公告。我靠，又是这个家伙，他的运气怎么这么好？1天多就得到了那么多唯一奖励，谁说不是？日月大神，小弟有很多问题请教，还望加个好友。日月大佬，小妹也想请教你几个问题，能不能来东漫城的旅店找我？你那是去请教问题的吗？滚一边去，你懂个屁！公共聊天频道内乱哄哄的，而东漫城副职业大厅中的少数几个正在收人的玩家也全都一愣。然后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唯一一个刚刚转完职的人。你是日月战神，怪不得不肯加入我们。傲天空龙眯起了眼睛，知道了还不滚？齐明哼了一声，操，你是真不怕自己死得难看啊？在新手村的时候，我大哥人手不够，没能蹲死你，到了主城你还跑得掉？傲天空龙怒声道。此话一出，齐明都被气笑了。上千人暴力驱赶普通玩家，强行霸占 BOSS， 结果被我抢了。上千人围攻我一个，被我反杀很多不提，还让我跑了。你们傲天战魂真是菜的抠脚。NMD 有种出城单挑。傲天空龙怒不可遏，单挑？你敢吗？齐明咧嘴一笑，计上心来说道：不怕告诉你，等会儿我就去西门外打怪升级。不是想蹲我吗？现在就叫人吧，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哦，对了，1、2千人可能不够，最好多叫点，让我看看傲天战魂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太 TM 嚣张了！傲天空明气乍连肝肺，恨不得现在就生吞了他。不出3秒，他似乎就拨通了某个人的语音通话，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对方。小子，你有种就和我们去西门外一战。好说，我现在就去。齐明一副胜券在握的语气，刚准备离开，他不由得被迎面走来的一个女玩家吸引了目光。高挑的身材，精致的脸庞，再加上一身新手护甲，显得格外清凉。当然，真正让齐明有点走不动道的并非这些，而是对方的 ID 凋零之蕊。这个名字在前世可是如雷贯耳，被称为最强副职业。据传他甚至可以制作出神级物品，只不过对方早早就加入了傲天战魂，在玩家中的口碑不太好。眼看又来了一人，傲天空龙对着齐明冷哼一声，然后走了过去。这位美女是专攻副职吗？有没有兴趣加入我傲天战魂？所有副职需要的材料，工会全包。凋零之蕊虽然看起来是一副邻家大姐姐的模样，很御，但性格似乎比较柔弱，怯生生地问道：我如果加入你们，能给我提供10个金币吗？第29章凋零之蕊10金币。傲天空龙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今天的人都什么情况？每个开口都这么嚣张，他以为现在的金币是什么？大白菜吗？张嘴就要那么多，不行吗？我可以用东西换。凋零之蕊的脸色有些红。傲天战魂打量了一下对方，语气更加不屑了。你连一身装备都没凑齐，能拿出价值10金币的东西？他倒是不在乎10金币的真正价值，只是现阶段的金币太珍贵了。别说10个了，举整个工会之力，能拿出1000个都算很多很多了。更何况金币对于他们来说还有大用，能省则省。凋零之蕊难掩脸上的失望之色，小心翼翼道：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吧，金币是不可能给你的，不过可以用现实货币代替。只要你加入我傲天战魂，并且签下10年的合同就可以了。你放心，以后每月按时发工资，少不了你的。傲天空龙表现得异常大度。尼玛的，10年！一旁的齐明嘴差点抽到天上去。他还真敢说啊！哪怕现在金币和现实货币兑换比例真的很高，10金币撑死了也就几万块而已。秉承着敌人不好过我就舒服的原则，齐明径自走了过去，笑着问道：凋零美女，不知道你想卖什么，不如给我看看。你应该很需要金币吧？凋零之蕊急忙点了点头，道：我不要现实货币，只需要金币。我妹妹说了，有了这些金币可以赚很多钱。好说，有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合适的话我就收了。齐明话落，还挑衅地看了一眼傲天空龙。很快，凋零之蕊分享给了他一个物品的属性：空间徽章，品阶未知。介绍：某位至强者的徽章蕴含着其一丝力量，若能找到对的人，可以获得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时，齐明的眼神疯狂震动，心脏更是不争气地狂跳了起来。隐藏职业的转职证明。前世的时候，傲天战魂中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隐藏职业，号称空间魔术师，来无影去无踪，杀伤力更是强的可怕，弄得当时很多人都头疼不已。眼看他不说话，凋零之蕊稍显尴尬地问道：这个不值10金币吗？哈哈，装逼装大了吧？现阶段什么东西能值10金币？傲天空龙突然大笑了起来。听到这里，齐明收起了心中的情绪。一个隐藏职业的转职证明能不值10金币？10万都不止。更甚至，他的心中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样的东西10金币就能捡漏？东西我收了，不过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不能加入傲天战魂，得加入我的工会。没问题。凋零之蕊终于露出了笑容。很快，两人交易完毕。齐明惊喜之余，心中对凋零之蕊不禁也怀着一丝愧疚。凋零美女，话说这些金币你打算买什么？不是买东西，我的磨练师职业要晋升，需要10个金币。凋零之蕊如实道。是吗？什么级别？齐明稍微一愣，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高级。高级？傲天空龙瞬间跳脚，不可思议道：你怎么不早说？你也没问啊？傲天空龙后悔不已，一个高级磨练师可是能够制作黄金品阶的魔法装备啊！现阶段的黄金装备有多少？恐怕整个游戏中的产出都能数得过来。嗨，凋零之蕊，你真的不愿意加入我傲天战魂？先前的条件我可以翻倍。不了，我已经答应这位朋友要加入他的工会了。凋零之蕊略带歉意地说道。话说到这里，齐明的心中更加尴尬了，转头对道：傲天空龙，就你刚刚那样，还想让人家加入你们？你的脸皮怎么那么厚？以后可长点心吧，别什么人都看不起，好像只有你们傲天战魂最厉害一样。操！马上和我去西门大战一场！傲天空龙满脸的愤怒。好啊，走！齐明毫不示弱，
然后转头对凋零之蕊说道：“美女，咱俩加个好友，等我什么时候想建立公会了，你一定不能拒绝我。对了，今天欠你个人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千万别不好意思开口。”啊，好，凋零之蕊呆呆地答道。而后，傲天空龙率先急不可耐地离去。反观齐明，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跟了对方几百码，就突然自己隐身，消失不见了。约战？约个屁！他随口说说而已。傻 X 才会浪费时间和一个大公会开战，有这功夫，不如多拿几个简单的唯一奖励更实在。随后，大街上就出现了一个四处和别人搭话的玩家，哪怕是条狗都会聊上几句。大妈，你有什么想倾诉的吗？小弟弟，和哥哥聊聊天怎么样？嘿，那边那个狗子聊5块钱的。十几分钟后，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叮，全服公告，恭喜东漫城玩家日月战神完成隐藏成就，获得奖励。我听你说，唯一。全服公告，恭喜东漫城玩家日月战神完成隐藏成就，获得奖励。我听你说，唯一。全服公告，还来？这才过去多久？没完没了了啊！日月大神，快来旅店找我。大佬，我也在旅店，不如咱们3个一起吧。你一个男的凑什么热闹？聊天频道再次炸锅。东漫城西门，数以千计的傲天战魂玩家聚集在此，准备洗刷在木尔村受到的耻辱。可系统提示的出现，却是让他们都呆了一呆。小龙，你不是说日月战神和你约战了吗？怎么又有关于他的系统提示？傲天空明满脸的阴沉。刚刚他还跟着我呢，看他的样子，完全不惧咱们啊，应该不是怯战了。傲天空龙极为肯定的说道。是吗？那就再等等。不过那家伙会隐身，一转后有反隐技能的人别闲着，没事就照一照四周，别被他偷袭了。傲天空明提醒了一声。第30章神秘塔楼。城内，齐明看着刚刚得到的2个奖励，很是开心。生活达人，类别，称号，全属性加10，技能，热爱生活，生活类职业经验获取难度减少 50%。介绍，这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哪怕无法在野外冒险，也可以借助身上的各种技能在城市中混得风生水起。我听你说，类别，称号，全属性加10，技能，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提升 NPC 好感度时额外增加10点。注：每个 NPC 仅可触发1次。介绍，倾听了上百人的倾诉，足以说明这是一个合格的诉说对象，无论是喜是悲，都可以与他畅谈。属性虽然加的不多，但贵在全部都是称号，无需佩戴。算上之前获得的莫尔村的英雄，齐明的属性又增长一大截。角色：日月战神，等级11，经验0 10.24W， 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师，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8460，魔法值6930，物防557，魔防451，速度54，力量236，体质282，智力232，精神231，敏捷243，自由属性点0，属性还不错，也该去转职了。齐明满意的点点头。至于刚刚得到的隐藏职业转职证明，他暂时没打算用，不是不想，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用。前世的时候，那个空间魔术师确实提过转职证明，所以他才知道，但具体的流程他却是一无所知。更何况现在他有那么多强力宠物，贸然转职，原职业技能可是会消失的。再加上自身没有攻击力，一般的隐藏职业肯定没有御兽师好用。在去职业大厅的路上，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吸引了齐明的注意。这是一座通体石质的塔楼，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却是散发出了点点金属光泽。高耸入云，是整个东漫城中最为磅礴雄伟的建筑，没有之一，甚至比城主大厅还壮观。但凡是路过的人，无一不被它吸引。此时，正有不少玩家聚集在外面。我听 NPC 说，这个高塔是整个主城内最神秘的地方，如果能进去，会得到难以想象的好处，就连地位最高的城主都会对其礼待有加。是啊，我也听说了，不过这塔楼到底要怎么进去，根本不知道啊。嘿嘿，孤陋寡闻了吧？我知道，只要有某个隐藏职业就能进去了。你这不是瞎猜吗？我还说受到某个 NPC 的承认也能进去呢。听着诸多玩家的谈论，齐明的心中也倍加感慨。想他前世第一次抵达主城的时候，也和他们差不多，都被这座塔楼所吸引。夏炎帝国的4大次级主城，每一个中都有一座几乎一模一样的，但在前世，哪怕到了与游戏完全融合以后，似乎都没人能进去一探究竟。不多时，一些玩家按捺不住，开始纷纷上去尝试。
结果却是被守门的2个等级超高的大骑士极为粗暴的轰走了，大有一言不合就弄死你的架势。不仅是散人玩家，还有不少大公会的人也都在尝试，可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就在此时，塔楼内突然响起了一阵暴躁的声音：“滚滚滚，都给老子滚！一个传承者都没有，聚在这里干什么？”话音未落，一个糟老头子从里面走了出来，脸上满是怒气：“都 TM 给我滚！再敢烦我，杀光你们！”真嚣张！主城里的 NPC 比新手村的还嚣张。快走吧，没看到那2个大骑士已经过来了吗？嗖！一众玩家来得快去得也快，眨眼就远离了塔楼。你还不走？惹怒了格瑞纳大人，谁都保不了你。一个大骑士面色不善地看向了齐明。马上就走。齐明脸色讪讪，刚刚他其实也想去碰碰运气，但看这架势，还是别了。等一下，格瑞纳突然说话，看着齐明的眼神爆发出了极致的光芒。主人，我总算等到你了。齐明明显一愣，问道：“你在和我说话？我能进去？”当然可以，快来！老头子，我可是等了好多年了。格瑞纳直接把齐明拉到了塔楼里面。他进去了，2个守门的大骑士呆滞在原地。快去禀报城主，数百年无主的工程师塔楼迎来新的主人了。塔楼内，格瑞纳脸上的兴奋不减，说道：“主人，快进行测试。”啥测试？齐明有点懵。当然是继承工程师遗产的测试了。我能看出您是工程师，但能否继承整座塔楼，还需要亲自尝试才行。我的一条胳膊都坏了好几10年了，就等着您给我换新的了。此话一出，齐明倒是也发现了对方的一条袖子似乎有些空荡。不过，工程师又不是医生，能给人换胳膊？你先等等，能不能跟我好好解释一下，这塔楼是什么地方？你是谁？换胳膊又是怎么回事？好，没问题。我是这座塔楼的看守者，你也可以称我为管家。而工程师是一种从久远年代流传至今的能工巧匠，这座塔楼就是工程师的专属遗产，除工程师以外的其他人都无法窥探其中的任何东西。至于我，格瑞纳咧嘴一笑，扒开了自己的上衣。我尼玛，你到底是什么东西？齐明惊了个呆。主人不用惊讶，我的全身都是金属，脑袋其实也是，只是前主人用了特殊方法让我保持了原本的样子。格瑞纳笑着说道。经过他一番解释，齐明更迷茫了。不过这塔楼属于工程师，对他来说应该没什么坏处吧？主人，您这边请，我马上开启对工程师的专属测试。格瑞纳恭敬地说道。我通过测试是不是就相当于副职业可以进阶了？齐明问道。没错，冒险者中是有这么个说法，只不过第一次是证明您是否有资格继承这里，等到第2次就可以进阶了。行吧，开始吧。随后齐明在格瑞纳的示意下进入了一个传送阵。主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测试很难的。我靠，那你为什么不早说？齐明的身影消失在了传送阵中。第31章副职业的战斗测试。当眼前恢复清晰，齐明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进入专属地图工程师测试幻境。请注意，此地图为1，如果在其中死亡，则无法再次进入。不能死。齐明并不是很在意，以现在的属性来说，能打死他的怪物至少得在20级左右吧。第1轮测试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听到系统提示，齐明赶忙把5个帮手全部召唤了出来。不等他们交流些什么，幻境内就刷新出来了一个又一个类似于机器人的东西，全身闪烁着金属光泽。幻境士兵，品阶精英，等级10，生命值5000，魔法值5000，物防250，魔防250，技能火枪射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无视防御的伤害。介绍：被工程师封印在测试幻境中的特殊生命体，也可以称它们为人造物，专为测试而生。属性不低啊，不过没有攻击力，但那火枪射击……齐明话都没说完，整整10个幻境士兵就极为统一的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砰砰砰，负5000，负5000，负5000，一连串的高额伤害吓得齐明直接进入了隐身状态。看向身前，除了泽尔埃以外的所有宠物都被秒了，哪怕最不起眼、血量最高的黑蛋儿都死得不能再死，触发了复活技能。我靠，伤害怎么这么高？齐明心中震撼不已，这就是火枪的威力吗？他之前还得到了火枪的制作图，只是一直没机会制作而已。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下令：泽尔埃，弄死他们！是，主人。其实不用他说，在看到狗蛋几个全部死掉以后，泽尔埃就已经动了起来。万幸他不承受光明系以外的伤害，
所以即使火枪的威力再大，也威胁不到他。而后，泽尔埃的身体猛然散发出了一股浓烈的纯白色光芒，冲击四方。来自灵魂的重击，负26400，负26400，负26400。10个爆高的伤害跳出，幻境士兵全军覆没。定，第一轮测试已通过，获得奖励：初级火枪制作书 X1。啥？连经验都不给吗？只给了个我有的东西。齐明稍感无奈。定，第二轮测试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秒结束，新一轮的怪物刷新而出。确切来说，应该不是怪物，而是整整10根3米高的箭塔。剑尖寒光闪烁，塔身厚重无比。幻境箭塔，品阶精英，等级10，生命值10000，魔法值0，物攻1000，物防500，魔防0。技能范围射击，极大增加自身的攻击距离。技能初级魔攻免疫，免疫1000点以下的魔法攻击。介绍：工程师建造的箭塔，数百年都不会自然损毁，利于幻境内阻挡测试者。我操，这测试的都是什么鬼东西？就不能来点正常的怪物吗？齐明暗骂一句，还好自己没有显形。泽尔埃，去毁掉他们。主人，我的力量可能无法对这种死物造成影响。仔细想想，好像也对。谁能指望着建筑物会承受灵魂攻击？他们能拥有灵魂？看了一眼宠物空间，狗蛋他们4个的复活时间还有一会儿。好在宠物死亡不会损失经验或者掉级，而且测试没有时间限制，只要等待他们复活就可以了。5分钟转瞬即逝。当狗蛋他们4个复活且被召唤出来以后，箭塔顿时发动了攻击。攻击距离这么远，得有50码了吧？黑蛋你都没攻击去干什么？召唤尸体护着我，免得我被乱箭射死。打！黑蛋停下了脚步，不仅用小巧的身躯极力阻挡着射过来的箭矢，还召唤出了诸多巨齿兔的尸体。而后，狗蛋、虎狼蛋和不情不愿的瓦克伦就直挺挺地冲了过去。不得不说，这些箭塔的单个攻击或许不算太高，但射速是真的快。瓦克伦刚接近一根箭塔，就快被射成筛子了。啊！我操！好疼啊！都给我去死！啊！大哥，我死了！齐明满脸漆黑，真 TM 丢人。身为一个 BOSS 级单位，结果被一根箭塔单挑了。不过好在9级的狗蛋和虎狼蛋邂逅防高，硬顶着箭塔齐射，还是能把他们拆干净的。1分钟后，以2只宠物残血的代价，10根箭塔被全部破坏殆尽。定，第二轮测试已通过，获得奖励：初级箭塔技能书 X1。技能书吗？齐明沉吟一声，暂时没有使用。最后一轮测试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刷！一个体型巨大的金属机器人被刷新而出，肩上一个黑洞洞的炮口，手上2把火枪，背靠10根箭塔。初级人形兵器，品阶精英 BOSS， 等级10，生命值50000，魔法值50000，物防2500，魔防2500。技能火枪射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无视防御伤害。技能肩炮射击，对攻击区域5码范围内造成无视防御伤害。介绍：工程师打造的一种人形兵器，在战争时期无往不利。不过时至今日，似乎就只有工程师的测试幻境中还留有这一句。我操！齐明满脸漆黑，这家伙未免也太肉了吧！5万的血量！狗蛋，你们2个快回来！泽尔埃，这个大家伙交给你了！齐明喊了一声。汪！狗蛋不傻，刚刚就是被和他差不多的东西弄死的，现在可不会去主动送死。嗷！吼！虎狼蛋似乎没听懂主人的意思，晃悠着2只大脑袋就冲了过去。轰！负2万！虎狼蛋足！我去！肩炮这么高的伤害！齐明眼中金光爆闪，要是自己也能有一个。与此同时，泽尔埃已经冲了过去，但任凭人形兵器和箭塔如何攻击，都对他造不成任何的影响，反而是泽尔埃的攻击实打实的落在了对方身上。负1320，负1320，负1320。对付人形兵器这种没有灵魂防御的怪物，泽尔埃是能造成全额伤害的，再加上超高的攻速，打死对方就只是时间问题。等到这东西没了，只剩10根箭塔，还不是轻轻松松。第32章全是副职业专属。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人形兵器的血量稳步下降。在不足2万的时候，泽尔埃一个大招砸下去，对方就直接在原地炸开，死的不能再死。狗蛋、虎狼蛋，还有废物瓦克伦，箭塔交给你们了。大哥你不地道啊，我怎么就成废物了？看我2刀捅穿他们！瓦克伦满脸的不忿，直挺挺的冲了过去。
对箭塔的攻击刚落下一次，他就被一轮齐射秒掉了。不是废物是啥？要不是看你有个能偷钱的技能和宠物背包，我都不想留着你了。对了，瓦克伦那家伙跟了我以后，一个铜板都还没给过我吧？1分钟后，10根箭塔全部被摧毁。定，第一阶段最终测试已通过，获得奖励初级人形兵器制作书 X1。定，恭喜您通关初级工程师测试，获得奖励随机矿石箱 X1000。嚯，这么多！齐明咧了咧嘴，径自走向了刚刚出现的传送阵，眼前一花，他就回到了工程师塔楼之中。主人，你成功了！太好了，我身上的零件终于能更换了，这几百年可是苦死我了。格瑞娜满脸的惊喜。此话一出，齐明顿时黑脸道：测试难度那么高，你就不能提前提醒我一下？要不是他有泽尔埃这个 bug 级杀器，鬼才能通过那么难的测试啊！前任主人说了，不能给任何进行测试的人提前说明。不过有个秘密，我现在能告诉您了。格瑞娜神秘一笑。什么秘密？只要是工程师，哪怕无法通过前任主人留下的测试，也是能够继承这座塔楼的。齐明额头青筋暴起。TMD， 有这种事情你不早说。算了，好歹通关的奖励还不错，不算白忙活一场。清点一下战利品，初级火枪制作书1个，初级剑塔技能书1本，还有刚刚获得的矿石箱和人形兵器制作书。这些东西唯独火枪是最吸引他的。率先开启矿石箱，获得了1000份各种矿石，金银铜铁都不少，制作火枪绰绰有余。消耗10铁矿、8铜矿和5银矿以后，一把小型火枪出现在手中。初级火枪，使用要求：工程师，属性对25码范围内的单体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500点伤害，攻击冷却时间2秒。介绍：为没有攻击能力的工程师量身打造的武器，只有他们这种人才能使用。才500点伤害，是火枪的级别不一样。齐明稍显疑惑，没有深究。不管如何，有了这东西，他至少就有攻击方式了。500点伤害看似不高，但贵在无视防御。而看着没有消失的制作书，他也明了白，这就是一种制作方法。即便没有制作书，只要是工程师职业，外加足够的材料，就可以再次制作。所以，定2份初级火枪制作书合成成功，获得连发型火枪制作书。连发型火枪制作书，工程师职业专属，15铁矿加12铜矿加10银矿。需求材料稍微变多了几个，可连发型这几个字。制作消耗足够的材料，齐明手上光芒一闪，然后出现了一把比初级火枪更加修长的东西。通体漆黑，枪管大约成人的半个手臂长短。连发型火枪，使用要求：工程师，属性对25码范围内的单体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500点伤害，2秒内最多发动10次攻击，冷却时间5秒。介绍：改良型火枪，威力更加凶猛。这何止是凶猛啊，简直是猛到爆炸！机关枪啊！齐明大喜过望，还好这次合成没让自己失望。而后，他按照之前得到的初级火炮塔制作书制作了一次。初级火炮塔，使用要求：工程师，属性需在特殊地带进行建造，可对50码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无视防御的5000点伤害，覆盖范围10码，攻击冷却时间10秒。建造后无法移动，还真的是大炮，可惜现在没法试试它的威力，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和它进行合成。最后还有一本他的副职业专属技能书和人形兵器制作书。初级箭塔建造，属性可在平坦的地面上进行建造，箭塔为物理攻击，无魔法值，各项属性是建造者的2倍，免疫1000点以下的所有魔法伤害，无法移动，魔法消耗3000点，冷却时间10秒，是我属性的2倍。算来算去，以齐明现在的力量值来说，箭塔的攻击力大概不到1000点，倒也算不错了。这东西是技能，无需要消耗任何材料就能使用。学习。随后，在格瑞娜那无语的眼神中，齐明在塔楼的地面上建造了一根箭塔。建造时间很长，大概有10秒左右，与冷却时间相当。定，初级箭塔建造成功，目前存在1/10。注：箭塔最多存在10个，若出现多余，最先建造的将会破坏。初级箭塔，品阶普通，生命值16920，魔法值0，物攻944，物防846，魔防0，速度97。技能初级魔攻免疫1000点以下的魔法攻击。介绍：工程师建造的最初级箭塔，聊胜于无吧，10个加在一起倒也是不错的输出了。齐明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了最后一本制作书。初级人形兵器制作书，工程师专属，1000铁矿加800铜矿加500银矿加300金矿加1灵魂之核。
要这么多材料？齐明无奈，灵魂之和他之前开宝物袋倒是有一个，但其他的一时半会儿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凑齐了。看向万物合成术技能，每天一次的无实物合成还没有使用，来一次。定！恭喜您成功合成锯齿兔玩具。主人，您忙完了吗？格瑞娜突然问道。差不多了，有事？那个，您看我的胳膊，少了它我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齐明陷入沉思，他根本没得到制作胳膊的制作书啊。你知道制作胳膊的方法吗？啊，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只是个管家，不是工程师。格瑞娜呆了一呆。那就等以后再说吧，我看你现在也挺好的。独臂大侠啊。独臂大侠是什么？齐明。第33章职业塔。不再搭理格瑞娜，齐明把目光放在了塔楼内部。整座塔楼很高，肯定不止这一层，但想要继续往上，现在似乎没什么机会，因为楼梯处被一层魔法屏障挡住了。据格瑞娜所说，需要他的实力再强一些才能继续往上，翻译过来就是等级不够。四下转了转，塔楼一层已经没什么东西了。透过窗户向外看去，玩家依旧不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对此，齐明也感到很无奈。他其实对出风头这件事没什么兴趣，所以格瑞娜，等会儿开门，你这么做。哐当，塔楼大门被打开，齐明处于隐身状态中，一溜烟的跑没影了。反观格瑞娜，则是愤怒开口：滚！都聚在这里干什么？烦不烦？那个刚刚进去的人呢？他真的是这座塔楼的主人？有人问道。不是，已经被我打死了。格瑞娜冷哼了一声。一众玩家先是一愣，然后心思逐渐活络了起来。老人家，您看看我是传承者吗？看我，我应该是吧。听到这里，格瑞娜突然笑了起来，道：都走近点，让我看看。呼啦啦，一群玩家瞬间蜂拥而至，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只大脚丫子。砰砰砰，格瑞娜接连几脚踹死了距离最近的几个玩家，然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帮助这么多冒险者魂归故里。我怎么能这么善良？职业大厅内人山人海。此时齐明正在与导师对话。御兽师的一转职业有2个，战兽使和御兽使。后者算是御兽师的进阶版，依旧依靠宠物来进行杀敌，玩家最多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战兽使则是可与宠物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用以增强自身属性。但因为自己没有攻击力，所以齐明完全没有纠结，直接选择了御兽使。定！接取任务，御兽师转职。任务内容，请召唤至少2只宠物。一转任务还是非常简单的。随后齐明选择性的召唤出了不起眼的狗蛋和黑蛋。看到这里，职业导师维尔特眼神微微一凝，道：失落帝国埃夫特内的皇家猎犬，你认识他？这下反倒是齐明有些惊讶了。当然，作为一个强大的御兽师，认识各种兽类是最基本的。不过你的另外一个帮手我确实没见过。维尔特看了黑蛋后笑着道：恭喜你冒险者，能力得到了我的认可。定！完成任务，御兽师进阶，职业晋升为御兽使，原职业技能得到提升。终极洞察术，可探查不高于自身10级怪物的全部属性。终极宠物空间，最多可携带4个宠物，且可进行同时召唤。终极捕捉术，可对生命值 10% 以下的精英及以下怪物使用， 20% 概率捕捉对方成为自己的宠物，魔法消耗300点，冷却时间10分钟，无法对超出使用者5级以上的怪物使用。除此之外，一转后还能学习2个新技能。御兽冲击，对20码范围内的单体敌对目标造成召唤宠物数量 x100 的无视防御伤害，且可造成2秒倒地效果，魔法消耗500点，冷却时间30秒。激励，使用后提升自身所有召唤宠物 10% 速度，持续10秒，魔法消耗300点，冷却时间1分钟。不得不说，御兽师的一转技能简直是弱得令人发指。第一个技能，哪怕他现在有5个强力宠物，最多也才能造成500点伤害，要不是还有2秒的倒地控制，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用处。至于后一个，鸡肋中的鸡肋，他连使用一次的欲望都没有。算了，反正转职只是顺道而已。无奈一叹，齐明看向了立于维尔特身后的一块牌子，是一份御兽系职业的排名。一转后，所有玩家都可以进入一个叫做职业塔的特殊副本。塔内每层都会刷新怪物，击杀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游戏币奖励，越往上奖励越高。每10层一个 BOSS， 击杀后还可以得到额外奖励。目前御兽系的爬塔排名最高才到第9层，甚至连一个通过10层的都没有。不过这也很正常，寻常玩家在没有强力宠物的情况下，很难单挑一个与自身等级差不多的 BOSS。 老师，把我传送到职业塔吧。齐明说道。没问题，不过你可要加油，看看别人，再看看咱们，
连一个通过10层的都没有。哎，维尔特叹了口气，拥有埃夫特内猎犬，我很看好你，不能给咱们御兽师丢人。如果能超过其他人，我不介意给你开个小灶。听到这里，齐明不禁心中一动，这是又来隐藏奖励了。看了看其余职业的爬塔排名，通过10层的确实不少，尤其是弓箭系职业，已经到了19层，是现在最高的。老师您放心，不就是19层吗？手到擒来。齐明咧嘴一笑，好，加油！刷，白光一闪，齐明被传送到了一座高塔中。定，进入御兽师职业塔，第1层考验即将开始。系统提示响起的同时，齐明也把自己的5个宠物全部召唤了出来。几秒后，一只1级巨齿兔刷新而出。除去每10层的 BOSS 以外，塔内每一层都对应了怪物的数量和等级。这对于现在的齐明来说，10层之前几乎阻挡不了他分毫。定，通过职业塔第1层获得奖励10铜币，通过职业塔第2层获得奖励20铜币。通过。由于怪物的数量和等级都比较低，所以前面9层的奖励都很一般。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齐明就来到了阻挡无数御兽师玩家的第10层。定，御兽师职业塔第10层考验即将开始。刷，一只体型庞大的犀牛凭空而出。黑角蜥，品阶普通 BOSS， 等级10，生命值3万，魔法值5000，物攻1000，物防800，魔防250。技能蛮力冲撞，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200%的伤害，且造成持续5秒的眩晕，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黑角闪刺，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500%的伤害，50%概率击破防御，冷却时间3分钟。介绍：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庞大生物，拥有强大的力量，那一根黑色的独角更是能够刺穿盔甲。第34章速通20层。看着 BOSS 的属性，齐明不由得咧了咧嘴，怪不得没人能通过，这属性可是不低，但对他来说却是十分简单。小的们，冲啊！弄死他！伴随着齐明的一声令下，4只宠物瞬息而至。来自灵魂的重击，负26400。泽尔埃一发大招下去，差点把这10级的 BOSS 秒了。而后，狗蛋儿和虎狼蛋儿接连释放技能，很快便清空了对方的血量。定，通过职业塔第10层获得奖励金币 X10。由于您是第一个通关御兽师职业塔第10层的玩家，额外奖励黄金装备箱 X1。奖励还算可以，只是在这个特殊副本中击杀的所有怪物都不会有经验奖励。而后11层、12层、13层，外界职业大厅中，最不起眼的御兽师排行榜上，一个名字正在以一种极为迅猛的速度攀升着。起初还没人在意，但当又有一个御兽师唉声叹气来转职时，这一幕着实是把他惊了个呆。不到1分钟，连跳3层，真的假的？为什么我感觉御兽师弱得跟屎一样？消息不断传开，越来越多的玩家聚集到了维尔特身旁，一个个皆是目瞪口呆。他是这速度真的是在爬塔，分明是坐火箭升空啊！我第8层都打了将近10分钟，谁说不是？在新手村的时候就听说过日月战神的大名，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厉害。我要换职业，我要成为一个御兽师。人群中几个脑袋上顶着傲天2字的玩家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奇怪，日月战神那家伙不是和咱们副会长约战了吗？怎么在这里？难道快通知副会长？东曼城西门外，听完自己人汇报的傲天空明怒到险些背过气去。他带人在这里苦苦等了好几10分钟，结果那个混蛋竟然在职业大厅爬塔，开你妈什么玩笑！小龙，你马上亲自带人去盯着他，只要他敢离开主城，我一定要把他大卸8块，碎尸万段。其他人外出练级时也得多多注意他的动向，但凡遇见了，第一时间通知我。傲天空明疯狂地咆哮了起来。不到10分钟的时间，齐明来到了第19层，其中有着19只2米高的石头人。土岩人，品阶普通，等级19，生命值15000，魔法值15000，物攻400，物防400，魔防400。技能岩石皮肤，减少10%受到的所有伤害。介绍：经由土系魔法演变而成的特殊生命，防御力不俗，典型的血厚防高。不过这对于无视防御的泽尔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待到把他们全部聚集到一起后，一记来自灵魂的重击落下，秒杀全部。定，通过职业塔第19层获得奖励银币 X90。下一秒，齐明便来到了第20层，一只通体纯白的野狼似乎已经等待多时。雪原狼王，品阶普通 BOSS， 等级20，生命值
5万，魔法值5万，物攻3000，物防2500，魔防2500。技能换血术，召唤一片50码的雪地，使其自身在里面可以完全隐藏身形，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雪狼啸，对自身2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物攻300%的伤害，且造成持续5秒的冰冻状态，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寒冷抵抗，减少30%自身受到的所有冰系伤害，免疫大部分冰系负面状态。介绍：雪原中的王者，因常年生活在大雪中，使其不惧严寒。面对这样的 BOSS， 齐明也不得不谨慎了起来，直接开启隐身。其实早在前面几层的时候，除去泽尔埃以外的其他宠物就显得有些乏力了，毕竟他们的等级摆在这里，属性已经做不到碾压这些接近20级的怪物了。而且游戏内是有等级压制的，不管面对的是玩家还是怪物，只要等级超过自身10级，一般单位造成的伤害会减少90%之多，而对方造成的伤害则是10倍增长。如果不是泽尔埃比较特殊，攻击能无视等级压制，齐明估计在18、9层的时候就离开了。泽尔埃，你自己上。是，主人。随后，一狼一灵魂展开了大战。泽尔埃先声夺人，大招之下，众生平等。负26400，一击打空了 BOSS 1半多的血量。哦！雪原狼王被完全激怒，开始了强势反击。换血术一出，就连齐明所在的位置都被冰雪覆盖，让他愈发的小心谨慎。随之而来的还有他的第2个技能，只不过打在泽尔埃身上却是完全没有伤害，只是被定在了原地5秒钟。就这样，在雪地中隐身的狼王对面前的灵魂体一顿狂啃，但就是不掉血。等到1分钟的冷却时间结束，一圈灵魂攻击再次扩散开，带走了 BOSS 的生命。定，通过职业塔第20层获得奖励金币 X100。由于您是第一个通关御兽师职业塔第20层的玩家，额外奖励黄金装备箱 X1， 不算太难。齐明摸了摸下巴，正在考虑要不要继续。有泽尔埃在，他感觉今天甚至能到100层，无非就是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但在网上的21层，对他来说也是有很大威胁的。与怪物相差10级，就算对方属性本身不高，受到攻击肯定也是被秒杀的下场。而且等级压制下，他的隐身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作用。没想到拖后腿的竟然是我。齐明无奈的笑了笑，收起宠物们，自顾退出了职业塔。刚一出来，一道道如狼似虎的目光就齐齐落在了他的身上。有人从职业塔中出来了，是日月大神吗？看不到 ID 和容貌哎，是他，就是他。傲天战魂的人刚才还说日月大佬非常低调谦虚，不喜欢暴露身份。此话一出，几个傲天的玩家顿时狂翻白眼。刚刚有人这么说过，他们分明说日月战神是个藏头露尾、满嘴跑火车的混蛋，怎么到别人嘴里就变成低调谦虚了？第35章导师的青睐。妈的，滚开！都给老子滚开！傲天空龙极为粗暴的带人挤出来了一条路，怒视齐明。日月战神，你个王八蛋敢耍我！此话一出，原本显得有些混乱的职业大厅突然安静了下来。啊！齐明扣了扣鼻孔，道：我哪里耍你了？操！老子带人在西门外等了你将近1个小时，结果你 TM 在这里爬塔，这就是你说的约战？傲天空龙怒骂连连。听到这里，齐明不争气的笑出了声，这群傻 X 还真的在等他。不待他说些什么，维尔特就率先开口：乱哄哄的像什么样子？都一边去！你们没有自己的职业导师吗？一声大喝，让原本还想继续骂街的傲天空龙闭了嘴。任何玩家他都不怕，可如果换成 NPC， 最好还是老实一些，不然被突然打死都没地方说理去。而后诸多玩家后退了一段的距离，但一双双眼睛依旧在盯着齐明。做得不错。维尔特哈哈一笑，继续道：你可是为咱们御兽师争了一把脸，我作为东漫城御兽师导师，授予你东漫首席御兽冒险者称号，还有这本技能书也送给你了。定，获得隐藏奖励东漫首席御兽冒险者第2宠物空间技能书 X1。定，维尔特好感度提升至50点。还有好感度奖励？齐明微微一愣，稍显惊喜。NPC 好感度在游戏中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是这种有名有姓的。倘若能让好感度提升到90，是可以接取隐藏任务的。哎，早知如此，就该把我听你说的称号装备上，还能多涨10点。齐明稍感无奈，看向称号奖励还不错，东漫首席御兽冒险者，类别称号，全属性+50，技能御兽首席，捕捉宠物时成功率提升至 50%， 宠物空间容纳数量+1。介绍：得到职业导师认可的首席冒险者，但此称号不固定，
当有人可以取代的时候，会直接消失。至于那本技能书，第二宠物空间，开启自身第二宠物空间，自身拥有的所有宠物都可存入其中，目前容量01。好东西！齐明大喜过望，哪怕在前世的时候，他都没听说过有人能开辟第二个宠物空间。如此一来，就算再得到黄金品阶的宠物空间扩展书，也能继续使用了。随后，齐明满脸谄媚之色，道：“尊敬的老师，感谢您对我的大力帮助。别人怎么才能取代我的首席称号？当有人的实力超越你，并且在职业塔中的高度也超越你，我会考虑授予他人。”维尔特笑着解释道：“话里有话啊。”齐明双眼一转，前两个看似是条件，但实则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称号要送给谁，全看维尔特的心情。嘿嘿嘿，我这高大威猛的老师，有您的教导，我一定会带领御兽师冒险者成为东曼城的第一职业，把其他人全部甩在身后。齐明一句马屁十分顺畅地拍了出去。好！维尔特眼前一亮，喜色洋溢于表，道：“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等下次城主议事的时候，我看其他导师还敢不敢给我摆脸色。”定！接取隐藏任务，谁是东曼城的第一职业？任务内容：请把自身当前职业的高度提升至东曼城第一，任务时限72小时。若任务失败，维尔特好感度清零。啊！齐明呆在了原地，他刚刚只是随口拍个马屁而已，怎么就接了个隐藏任务？而且这任务内容相当模糊，职业高度要怎么算？属性、等级，还是其他？老师，我该怎么把职业高度提升到东曼城第一？齐明尴尬问道。你天资聪颖，肯定能做到，加油！我看好你哦。维尔特回了他一个信任的微笑。神 TM 天资聪颖。齐明的嘴角疯狂抽搐，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下次再舔 NPC 的时候可不能吹牛逼了。老师，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暂时没有了，保持住职业塔第一的位置就好了。随后，维尔特从怀中拿出了一张魔法卷轴，交给了齐明。如果有人超过咱们，我会通知你反超回去的。加油吧，少年！看了一眼卷轴的属性，齐明又是一呆，欲哭无泪。MD 怎么就管不住这张破嘴？维尔特的强制召唤卷轴，在维尔特觉得需要的时候，会强制把卷轴持有者召唤至身边，被召唤者有10分钟准备时间。此卷轴无法主动使用，无法交易，无法摧毁。齐明欲哭无泪，看了一眼好似比发了春还兴奋的维尔特，急忙隐身离开了职业大厅。哎，日月大神，你别走啊！我有几个御兽师职业的问题想请教你，求大佬带我一起打怪升级啊！我把我妈介绍给你。啊！一群该死的混蛋，把我的男朋友气走了。日月战神，老娘在旅店等你。走在东曼城的大街上，齐明看了一眼早就冷却完毕的诸神宝物袋，使用。定！诸神宝物袋开启成功，获得万物合成时 X1。啊！齐明无语，这东西他不缺啊，每天都能刷出来2块，现在背包里面还剩下3个。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把在职业塔中得到的2个黄金装备箱合成了一次。定！2份黄金装备箱合成成功，获得铂金装备箱。开启。定！铂金装备箱开启成功，获得撕裂战枪。撕裂战枪，品阶铂金，等级15。穿戴要求：骑士，武功加400，力量加50，体质加50，敏捷加50。技能：骑战，处于坐骑上时，攻击距离增加5码。技能：撕裂一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误攻500%的伤害，10%概率击破防御，且造成每秒100点的流血伤害，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3分钟。介绍：这把枪不仅能撕裂人的身体，还能撕裂一般的盔甲，竟然又是武器！齐明无语凝噎，叹息连连。很快，他抵达了城主大厅，里面没有玩家 ，NPC 只有一个。东曼城城主，东曼领领主，夏炎帝国4位传奇大公之一伊斯特。第36章出城。前世的时候，齐明就听说过伊斯特的名号。别看现在的他温文儒雅，好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可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强横的 NPC， 具有一击秒杀百级 BOSS 的实力。面对这种 NPC， 齐明的态度压得非常低，恭敬道：“城主大人，听说你之前找我，我来了。你是拯救了莫尔村的那位冒险者？”伊斯特眼前一亮：“是我。太好了，你终于来了。不过你先等一等，我在等待一位尊贵的客人。”好的。齐明也不在意，自顾地站在了一旁。可这一等不要紧，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就在他稍感不耐烦之际，骑士长走了进来。城主大人，格瑞纳大人说塔楼主人已经离开，可能出城了。是吗？
伊斯特稍显失望，道：“让城内的人多关注一下，他回来以后马上通知我。”是。那个，你们说的塔楼主人该不会是工程师吧？齐明面色怪异地问道。没错。冒险者，难道你认识他？伊斯特的脸上满是惊喜，道：“没想到你这位冒险者竟然连他都认识。快请坐，和我详细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按照格瑞娜的说法，我就是工程师塔楼的现任主人。什么？你就是？伊斯特满脸的震惊，怪不得你能解决了莫尔村的大麻烦，不愧是工程师的继承者。话说城主，你找我有什么事？是这样的，莫尔村的事情多亏了你，按理来说你可以继任村长，不过冒险者以冒险为主，不想留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也能理解。拯救了一个村子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解决了深渊的麻烦，我必须做出感谢。所以我以东曼林领主的名义授予你东曼荣誉男爵头衔。定，获得称号东曼荣誉男爵，这是贵族称号。齐明的呼吸陡然变得急促了起来。要说玩家真正想要在游戏世界立足，最重要的是什么？自然就是得到游戏内某一方大势力承认的身份。虽说冒险者这个身份也是得到承认的，但实际上的冒险者就是平民，地位甚至不如游戏世界的普通原住民。可若是拥有贵族称号，那就完全不同了。即便不提升自身实力，等到与游戏完全融合后，也依旧可以靠这个头衔舒服地生活在主城内。东曼荣誉男爵，类别称号，全属性加100，技能荣誉男爵，自身拥有的罪恶值不超过50点时，可自由出入东曼岭的任意村庄城镇，与东曼岭 NPC 交易时将会得到 10% 的优惠。介绍：东曼岭的贵族，但因为只是荣誉头衔，所以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强！齐明满心的喜悦，语气愈发恭敬，问道：“城主大人，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伊斯特笑了笑，道：“你身为工程师，肯定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手段，但具体如何，还得试一试才行。城主大人尽管吩咐。在东曼岭，人类是主人，但也同样有着许许多多其他种族的领地，其中有些与咱们交好，有些则是怀有异心。你先去把东曼城附近的5个外族领地转一转吧，看看他们有没有别的心思。如果有，能灭则灭，灭不了，回来通知我。”伊斯特脸色严肃道。定，可选接取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任务内容：请前往东曼城附近的5个非人族领地进行调查。这是主线的前置任务。齐明眼前一亮，接受。刚要离开，伊斯特话音再起：“冒险者，还有一件事。前几日我收到城东守墓人的请求，说墓地内的尸体似乎有复活的迹象，你一并去看一下情况吧。”定，可选接取任务：墓地中的异变。任务要求：前往东曼城东边的墓地击杀亡灵生物，此任务中的亡灵怪物皆为唯一，无法刷新，击杀越多奖励越多。接受。齐明咧嘴一笑，亡灵系的怪物好啊，不仅经验超多，还能让泽尔埃涨升阶点数。不过出城前得先把背包中用不到的东西清理一下。呼叫总管大兄弟，在不在？日月大佬又要卖东西吗？是啊，你在东曼城吗？能来东门找我吗？没问题，马上就来。几分钟后，齐明拿出了诸多高品阶装备，外加整整200个金币，全职业通用武器。我靠，15级的铂金武器！9天大总管满脸呆滞，他怎么这么猛？想他们一整个工会到现在打出来最高阶的装备才是个白银级呀！算算吧，一共多少钱？稍等，9天大总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了一个算盘，看得齐明嘴角一抽。金币现在的比例是1比1000，加上那些装备，一共算你50万好了。听到这里，齐明倍感肉疼。这才过去1天多的时间，金币比例竟然降了这么多，早知道昨天就先卖一次了。东曼城墓地位于城东5里开外，而那5个领地则是在稍远的地方，所以齐明准备先去墓地看看。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了，路上他顺带杀怪升级，自己的经验虽然没涨多少，但等级较低的2个宠物已经分别升了1级。魂之心脏泽尔埃，品阶传说，等级7，经验06400，生命值23100，魔法值23100，物攻1540，魔攻1540，物防1155，魔防1155，速度154，属性力量770，体质770，智力770，精神770，敏捷770。技能介绍：死渊之灵黑蛋儿，品阶传说，等级6，经验
03200，生命值36000，魔法值36000，物防1800，魔防1800，速度240，属性力量1200，体质1200，智力1200，精神1200，敏捷1200。技能介绍：两个宠物的属性提升很多，齐名与之相比，甚至连弱鸡都称不上。看了一眼技能列表，诸神储物袋第3次冷却完毕，开启。定，诸神储物袋开启成功，获得替死术技能书 X1。第37章，战前准备。替死术，品阶传说，属性玩家死亡后免除死亡惩罚，3秒后满状态原地复活，冷却时间24小时。复活技能，齐明满脸惊喜，又是个神技，这下好了，哪怕遇到什么强力的怪物，自己也有个容错率了。收拾了心情，他一个洞察术对着面前的怪物丢了出去。亡灵士兵，品阶普通，等级15，生命值5000，魔法值5000，物攻800，物防250，魔防250。技能低级亡灵之力，对任何非亡灵系怪物造成2倍伤害。技能死亡砍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200%的伤害，冷却时间10秒。介绍：东曼城死去的士兵不知为何变成了亡灵。齐明咧了咧嘴，亡灵系的怪物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而且这种士兵可不是骷髅，防御和血量都不低，属性甚至比瓦克伦这个10级 BOSS 还强一点。泽尔埃，为了你的升阶大业，冲吧！是，主人。负1540，负1540，负1540。一连串的攻击落下，亡灵士兵血量狂掉，但却根本攻击不到泽尔埃，属于单方面的碾压了。定，击杀亡灵士兵，玩家经验加450，全体宠物经验加450。给的经验还可以。齐明满意的点点头，继续。随后，一大票亡灵士兵从坟墓中爬了出来，纷纷冲向了泽尔埃。来自灵魂的重击，负30800。技能下去，齐明经验暴涨，多来点，再来点，还不够，继续来，爽啊！亡灵士兵很多，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冲向泽尔埃，可却被他纷纷解决掉，化作经验值。而且有瓦克伦这个移动背包在，就算爆出来了什么东西，都不需要齐明亲自去捡，反正装备爆率低到不行，能爆出来10件就谢天谢地了。至于材料就更不用担心了，同样的能无限叠加，只占据一个背包格子。齐明升级升得不亦乐乎，丝毫没注意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那该不会是日月战神吧？看不到 ID 和容貌，应该是。整个东曼城好像就他喜欢这么藏头露尾。这墓地里面的怪物等级不低，似乎还有几个 BOSS。别废话了，快通知副会长。几分钟后，傲天空明两兄弟得知了齐明的动向。你们能确定是他吗？应该错不了。很好，咱们现在在东曼城有1万人左右吧？叫他们集合，新仇旧账一起算个清楚。对了，把子星也叫上。傲天空明恨得咬牙切齿，区区一个散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丢脸，这如何能忍？哥，对付他自己，动用这么多人值得吗？傲天空龙小心翼翼地问道。别废话，那家伙不是很出名吗？就算没有之前发生的一切，他如果不能为我们所用，也该杀。毕竟在这个游戏内，可不能让某个人压住咱们一个整个公会。傲天空明目光闪烁不停，傲天战魂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这是要有大动作了。是啊，我听他们公会内的朋友说，好像是要去围剿日月战神。我去，只是围杀一个玩家就动用了这么多人，人家之前好歹是开放了等级榜的人，而且还引出了那么多全服公告，肯定强得很。强有什么用？只是一个人而已，能面对傲天战魂一整个公会。一群路人玩家议论纷纷，然后决定跟过去看热闹。与此同时，得到消息的七天王急忙联系了齐明。喂，战神兄弟，傲天战魂的人要对付你，你在什么地方？快撤！先回城避避风头。有多少人？齐明不以为意地问道。据说至少1万。这么多？齐明虽然不怕他们，但还是被吓了一跳。多谢七美女提前告知我这个消息，我欠你个人情。这些都是小事，你尽快回城躲一阵吧，或者去没人能发现的地方。七天王松了一口气，挂断了通话。和1万人正面硬刚，只要不是傻子，应该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他放心了，因为他也不想和自己公会交好的一位高手被傲天战魂打到站不起来。但他殊不知，齐明此时根本就没有躲躲藏藏的想法。傲天战魂还真是阴魂不散，就这么想杀我？齐明冷笑连连，之前约战没去，他只是为了耍一通傲天空龙而已。
而且那时候让他面对上万人是真的毫无办法。但是现在对方这么大张旗鼓过来，也让他心中生出了一股怒气。从始至终，他其实都不算做错了什么，反倒是那群家伙一直不依不饶。看了一眼墓地的地形，计上心来。整个墓地呈现出阶梯状，平坦的地方虽然很少，但在最上方的部分却是有着一块不小的空地，而且背靠山脉，绝对的易守难攻。没有管在墓地中依旧大杀四方的几个宠物，齐明自顾自地开始忙活了起来。定，初级火炮制作成功。定，初级火炮制作成功。定，定，一连4个系统提示，4门火炮被齐明制作而出，尝试在墓地最高点摆放一下，位置足够。不过剩余的材料不够继续制作火炮了，所以他准备多来几把火枪。定，连发型火枪制作成功。定，定，定，4把连发型火枪出现在背包中，齐明略一琢磨，便开始了他的拿手好戏。定，是否用初级火炮与连发型火枪进行合成？果然可以，合成。定，初级火炮加连发型火枪合成成功，获得连发型火炮。连发型火炮使用要求：工程师属性，需在平坦地带进行建造，可对50码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无视防御的5000点伤害，覆盖范围10码，攻击冷却时间2秒，建造后无法移动。好，齐明满目惊喜，继续。定，初级火炮加连发型火枪合成成功，获得连发型火炮。定，定，3个连发型火炮到手。现在他的背包中还剩下2个连发型火枪和2个初级火炮，其中有一个是在塔楼时制作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初级火枪。火枪不能全用了，得留2把防身。连发型火炮也不能进行2次合成，不然这节骨眼失败了就没材料继续制作了。所以不多时，齐明就在最前方建造出了一根箭塔，然后一门火炮落座在他的后方。火炮建造出来就改变了物品本身的性质，已经成为了建筑物，所以2个建筑物应该也能合成的吧。齐明眼中满是期待，来吧。定，初级火炮加初级箭塔合成成功，获得多重火炮塔。2个建筑物光芒流转，直接变成了一个炮塔，前方整整齐齐有着5个炮筒。多重火炮塔，品质青铜，生命值25920，魔法值0，物防1296，魔防0，速度157，技能5重范围射击，可同时攻击10码范围外、50码范围内的5个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2000点伤害，伤害范围目标5码内。技能初级魔攻免疫，免1000点以下的魔法伤害。技能最终速射，倾泻所有火力，瞬间攻击100次，使用此技能后建筑物损毁。介绍：战争利器。看着面前的东西，齐明眼中金光爆闪。最主要的是这多重火炮不占据箭塔的10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初级火炮足够多，他甚至可以无限合成出这种东西。但很可惜，因为材料不够，所以初级火炮就只剩下最后一门。算了，再来最后一个好了。不多时，第2门多重火炮已经被他合成完毕。除此之外，还有3门连发型火炮被摆在了旁边的位置。连发型火炮，品质青铜，生命值10000，魔法值0，物防500，魔防0。技能火炮射击，对10码范围外、50码范围内的敌人呈无视防御的5000点范围伤害，覆盖10码，攻击冷却时间2秒。技能初级魔攻免疫，免疫1000点以下的魔法伤害。介绍：改良型可连续发射的火炮，一般情况来说，1门便可以压制一整片阵地。而后齐明又是一阵叮叮当当，每一门火炮旁边都建造了2个箭塔，防止如果有人冲到火炮10码范围内，导致他们无法反击。更甚至，为了避免这些东西吓到人，他还特地让瓦克伦在墓地中搬来了一些破碎的石块和墓碑堆在前方，算是简单的隐藏一下。不然如果提前被发现，敌人不来了怎么办？既然他们要打，那就打到一方彻底胆怯为止。同一时间，傲天战魂的上万人已经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墓地附近，随行的还有诸多看戏的玩家。1万人，整整1万人啊！别说只是一个人了，就算面对上千人都能一路平推过去。是啊，这已经不是某个玩家有多强的概念了，死了这一次就会有第2次、第3次。我看傲天空明的样子，根本就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日月战神。没错，傲天战魂这一战虽然看起来是以多欺少，但也确确实实地彰显了自己的实力。一个散人招惹了他们，就要出动上万人，估计以后游戏内没人敢跟他们作对了。普通玩家议论纷纷，
傲天空明则是在安排人四下寻找齐明的踪迹，以为躲在一个炼极地里面就安全了。傲天空龙面露不屑道：“别说这些怪物只有15级，哪怕是20级、30级也护不住他。今天一定要打出咱们傲天战魂的威风，让那些跳梁小丑再也不敢出来蹦跶。”当齐明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也看到了墓地外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玩家，密密麻麻，令人望而生畏。就在此时，刚刚还很欢快练级的5大宠物也全部遭受到了攻击。叮！您的宠物狗蛋儿正在受到攻击。您的宠物虎狼蛋儿正在受到攻击。叮！您的宠物狗蛋儿已经死亡，返回宠物空间，复活时间5分钟。您的宠物虎狼蛋儿已经死亡。您的宠物瓦克伦已经死亡。您的宠物黑蛋儿已经死亡。不出3分钟，除了泽尔埃以外的宠物全部被潮水一般的傲天战魂玩家淹死了。但即使仅剩他一个，也不是那么好惹的。来自灵魂的重击，负30800，负30800，一连串超出想象伤害数字爆出，瞬间惊得傲天战魂玩家止步不前。这里面 BOSS 不少，剩下这个属性太高，放他走，先解决了日月战神再说其他。傲天空明急忙出言提醒，如果现在不把对方堵在里面拖入战斗状态，直接一个回城，他们这些人可就是白跑一趟了。你们看，墓地最上面真的有人哎，是日月战神吗？他真的没走，被堵在这里了。围观群众面色各异，感慨、惋惜、不屑、崇拜。1万人这么大的动作，他现在都还不知道，可能他早就看到了，只是一直没走，在等着傲天战魂的人杀过来。此话一出，大部分人都是嗤笑出声。1对1万，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吧。不要以为他引动了不少全服公告就无人能敌了。如果他能把傲天战魂的人全杀了，不，只要能把他们打退了，我就管他叫爹。不多时，傲天空明满脸的冷峻道：“小龙，去给日月战神带个话。哥，你要干什么？只要他肯跪下认错，然后加入我傲天战魂，且签订永不背叛的合同，我就可以原谅他之前做的一切。否则，以后我会分出一部分人死蹲他，直至退游。”傲天空明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而是让诸多看戏的散人也都听到了。原来他们是打的这个主意。说来说去，还是看上了日月战神的实力，这是逼迫他不得不就范，不得不签订卖身契。你们说，那家伙会做出什么选择？什么选择？一个大公会的举例压制，只要不傻，应该都知道怎么选择吧。第38章，1对1万。很快，傲天空龙就一路小跑来到了距离齐明100码外的地方。我哥说了，你如果现在下跪认错，他就停。不用说了，让我认错，我有错吗？哼！齐明立马打断道：“你去告诉傲天空明，等下如果他不给我认错，有你们受的。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大度，下跪就免了。”你！傲天空龙脸色一变，这小子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怎么还不走？等我请你吃饭。齐明的脸上满是冷漠。哼！傲天空龙冷哼一声，急忙退了回去，把齐明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傲天战魂的所有人。嚣张！狂妄！吹 NM 什么牛逼？就他也敢让咱们的副会长认错？既然他依旧冥顽不灵，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上！杀了日月战神的人，奖10万！傲天空明冷声下令。冲！杀！行走的10万块！你可千万别跑！数以万计的玩家瞬间把整个墓地填满，装若疯狂地冲向了齐明。看到这里，他不禁也咽了一口唾沫，也不知道自己这点玩意儿能不能挡住他们。如果不行，那就只能隐身开溜了。500码，300码，100码，50码。终于，最前方的傲天战魂玩家进入到了火炮的攻击范围内。3下5除2的把挡在火炮前方的石块弄走后，他们就自动发威了。轰！第一声炮鸣响起，顿时炸翻了一片人，高达5000的伤害，无人能挡。我靠，这是什么鬼东西？大炮！是 TM 的大炮，这是 NM 啊！游戏世界里为什么会有大炮？傲天战魂的玩家震惊不已，但前方的人想停都不行，因为后面的人正在推着他们前进。接下来全部开始吧！轰轰轰，轰轰轰！定！您主动击杀玩家傲天蓝蓝，罪恶值+1。您主动击杀玩家，罪恶值+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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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明耳边罪恶值+1的声音响个不停，一轮旗射下来，他的名字就已经红得发紫了，罪恶值高达58。一轮50人，1万人不过就是区区200轮而已。我的大炮可是没有弹药限制啊！轰轰轰，轰轰轰！罪恶值+1，罪恶值+1，罪恶值+1！
傲天战魂的玩家成片倒下，比割麦子的速度都快，尤其是多重火炮塔，几乎每秒都不会停歇。而在远处观战的所有人早已惊呆。妈妈，我是在做梦吗？一定是，不然游戏世界为什么会有大炮？不对啊，我没做梦，真 TM 的是大炮。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傲天空明无法理解，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仅仅不到10分钟，公会内玩家的名字就暗了一大片，全死了。就在此时，系统提示的突然响起，仿佛第二次狠狠地击穿了他的心脏。叮！全服公告：玩家日月战神已主动击杀1000名玩家，获得成就奖励大恶人。1000人，这么快就死了1000人，恐怖，太 TM 恐怖了，惹不得呀，绝对惹不得呀！日月战神千万不能惹，这哪里是傲天战魂在围剿他，分明是他对傲天战魂的降维打击。魔法刀剑凭什么能对战火器？诸多看戏的散人玩家都快疯了，不到10分钟杀1000人，就算站在面前给你杀都杀不完吧？炮火依旧轰鸣，在没得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傲天战魂的人哪怕已经被吓得肝胆俱裂，都没有后退半分。这一点就连齐明都不得不感慨，这些家伙是真勇敢，换成他早溜出去1万米了。哥，咱们要怎么办？傲天空明声音颤抖地问道。事情发展成这样，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怎么办？继续。傲天空明咬着牙说道。继续，要不还是撤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人都死了，可能都碰不到他一根汗毛啊。要撤你自己撤，我就不信他的火器是无限子弹。1万人，早晚能淹死他。傲天空明满面阴狠。如果就这么退了，让其他人怎么看待傲天战魂？被一个散人打退了1万人，滑天下之大稽。他的想法虽好，但是轰轰轰轰轰轰，罪恶值+1，罪恶值+1，罪恶值+1，已经1500多罪恶值了，也不知道刷多久的怪物能全部消除。齐明不以为意，既然已经做好决定，那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炮火依旧，而他甚至还有闲心查看了一下自己刚刚得到的系统奖励。大恶人，种类称号，属性双攻击+1000，死亡后消失且掉落率正1000%。介绍：唯有杀戮诚信的人才能拥有此项殊荣，见到佩戴此物者，人人得而诛之。齐明有点牙疼，这鬼称号有个屁用，他又没攻击。而看着傲天战魂依旧没有撤退的迹象，他当然也不会主动收手。罪恶值太多，他都已经1000多了，还差这一点。继续轰，轰到这些家伙全部死绝为止。轰轰轰轰轰轰，罪恶值+1，罪恶值+1。齐明所处的位置很安全，但可是苦了傲天战魂那众多冲锋在前的玩家。副会长怎么还不下令撤退？1万人都快死了1/3了，他好像钻牛角尖了，没打算让咱们撤。什么？啊，我操！说2句话，我怎么变成第一个了？你们快点过来替我！轰！又死一大片。哥，不行了，快让人撤吧。傲天空龙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焦急。你闭嘴！傲天空明目光阴冷森寒，怒声道：子欣呢？怎么还没来？副会长，他刚刚说在打 BOSS， 可能还得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傲天空明气的牙都快咬碎了，怒声道：继续冲，必须要把他拖入战斗状态，等子欣过来。谁敢退，老子就把他逐出工会，追杀到天涯海角。第39章系统悬赏。墓地内炮火依旧震天响，每分每秒都有人惨死，每时每刻都会人回到复活点，连跑尸体都不敢。这地理位置确实不错，只有一条路能上来，不然我可能还真的撑不到现在。齐明看着一位冲到了距离自己20码的玩家，心生感慨。但是傲天战魂能做的也仅仅如此了，以死亡数千人的代价都没能让一个玩家真正碰到他。这场战斗虽然还没结束，但结果却是很明朗了。就算走了，这堆东西也得继续留在这里，没准哪天还能用上。齐明嘀咕了一句，突然感觉有点可惜，为什么玩家死了以后不给经验？看着傲天战魂的人越来越少，他反倒是觉得有些索然无味。1万人不过如此。约莫半个小时后，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叮！全服公告：玩家日月战神已主动击杀1万名玩家，大恶人称号进阶为绝世大恶人。击杀佩戴此称号的玩家将获得黄金宝箱 X10、铂金宝箱 X5、钻石宝箱 X3、传说宝箱 X1、金币10万，等级+10的奖励，且被击杀者等级归0。全服公告！全服公告！一条系统提示的出现，再次炸翻整个游戏。杀了1万人，七天王呆呆地站在原地，
哪怕快被怪物砍死了，都毫无所觉。我以后见了他，可能得绕道走了。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做的事情。傲天战魂只是追杀了他一次，他就杀了人家1万人。唉，早知如此，当时就不应该见财起意，我真是该死啊！为什么非要偷袭他一次，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污点？醉饮千秋嘀咕个没完，四下看了看，直接隐身，似乎生怕齐明在哪突然跳出来给他一下。大神，不对，杀神，请受我一拜，收了我当徒弟吧。放屁，滚远点，那是我爹。尼玛的，不要脸，我们没你这么丑的儿子，对吧？战神老公，我9天神朝诚邀日月大神加入公会，入会直接升为副会长，月薪100万起。醉日月同样邀请日月大神入会，正好我们缺了个领军人物，你来了就是会长。我 Triple X 同上。聊天频道内乱糟糟的，日月战神这个 ID 在这一刻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在对日月大神示好。是啊，这可是以1敌1万的狠人啊，能拉拢到就多个万人敌，以后说话都能大声了。就是不知道傲天战魂的人现在怎么想，偷笑。快别说了，现在人家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墓地外，傲天空明两兄弟相视无言，半个字都说不出。1万人被1人全灭，在此之前谁敢相信？谁敢想象？就在此时，一个身上散发着点点星芒的女弓箭手悄然而至。副会长，你找我。子星，你终于来了。傲天空明松了一口气，刚刚的系统提示，子星的脸色有些异样。不算什么，只要有你在，杀了日月战神，得到的奖励足以弥补损失的一切。只要他死了这一次，重回新手村后，就能蹲到他再也不敢出现在我面前。傲天空明的语气中带着极大的自信。子星无所谓的耸了耸肩，道：人呢？就在墓地里面，你千万不能拖大，能秒杀的话就秒了他。傲天空明提醒道，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激动。死了1万人算什么？只要杀了日月战神，光是金币奖励都有10万。子星点点头，一双眼睛宛如化作了一片星空，倒映着远处齐明的身影。随后弯弓搭箭，星芒爆闪，短短10几秒，他就好似变成了一颗耀眼的星辰。同一时间，处于墓地最高点的齐明也被这一幕所吸引了。那是什么东西？下一秒，一道宛若来自星辰的箭矢直袭而至，速度之快，让他连一丝一毫的反应都做不出。负5万，定！您被玩家子星的碎星之箭技能命中，已经死亡。定！由于替死术的效果，您免去死亡惩罚，3秒后复活。我操！处于灵魂状态的齐明满面呆滞，自己这么高的属性竟然被秒了。子星是那个弓箭手隐藏职业，他不是个散人吗？怎么在傲天战魂？齐明复活后很快回过神来，满脸的不可思议。这个女人在前世可是极其恐怖的存在，所拥有的职业号称能一箭射爆星辰，被玩家们誉为狙击女王，攻击距离远到令人发指。而这也是齐明第一次真正了解了狙击女王这个称号的由来。一个弓箭手攻击距离比 TM 大炮还远，多亏有个复活技能，不然今天还真的栽了。齐明急忙躲在了墓地中的掩体后面，但依旧怕得不行。脑袋上有个绝世大恶人的称号，现在可绝对不能死。泽尔艾，靠你了。是，主人。嗖！不消片刻，他便跑到了墓地之外。就在傲天空明几人奇怪为什么还得不到系统奖励的时候，泽尔艾二话不说，一记大招扩散而出，包括满脸错愕的子星在内，傲天战魂的最后几人也当场暴毙。定！死亡掠夺技能发动，掠夺子星技能回城。这技能也能被掠夺？齐明有些无语，怎么没把秒了他的技能掠夺过来？复活点！傲天空明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艰难地开口问道：子星，你没杀了日月战神？听到这里，子星也倍感奇怪，道：应该是杀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系统奖励。这傲天空明又哭又笑，死了1万人，结果什么都没得到。子星，你的技能还能使用吗？1天后可以。副会长，你还要杀日月战神？那是当然，那么多的系统悬赏，为什么要放弃？第40章，翡翠琉璃。墓地中，齐明正看着遍地的战利品发愁。1万人啊，哪怕10个人掉1件装备，都有1000件了，根本没法全捡起来，丢在这里又显得非常可惜。不远处，一些散人玩家偷偷摸摸的想溜进来捡东西，结果被齐明一个就眼神瞪了回去。算了，摇人吧。喂，总管兄弟，我在东曼城墓地，你快来，多带几个人，我要卖东西。半个小时后，9天大总管火速赶来，身旁跟了整整1000人。
战神哥，小弟来了。嚯，让你多带点人，又没让你带这么多。要打架？没啊，我以为你被傲天战魂的人堵住了，所以才多带了点人。九天大总管尴尬一笑，堵我？开玩笑，你怕不是想杀人越货吧？我脑袋上的系统悬赏不想要？齐明嘿嘿嘿的笑个不停。别开玩笑，我怕，我这1000人都不够你塞牙缝的吧？哈哈，行了，不开玩笑了，让你的人捡东西吧，最后统计一下多少钱给我打过来就行了。齐明拍了拍他的肩膀，真的，这些东西你一件都不要，不自己清点一下？九天大总管吃了一惊，不用，太多了，让你的人来吧。齐明随口说道。听着齐明的话语，九天大总管心中一暖，他知道自己可能是来收拾残局的，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相信他。战神哥，你这个兄长我认定了。几分钟后，墓地变得空空如也。战神哥，我刚刚算了算，装备加武器一共是3597件，大部分都是白板，青铜300多，白银100多，在网上就没有了。齐明耸了耸肩道，开个价吧。这个一件白板按照50块顶价算，青铜的100块，白银的500块，我算你25万好了。对此齐明倒是没有什么异议，如果硬要仔细算的话，装备等级不一样，价格肯定也会有些出入，再加上互相合成可以提升价值，至少还能多赚1/3。不过数量实在太多，而且九天神朝主动与他示好，他也不好什么都不做。对了，如果不是之前七美女提醒我傲天战魂有大动作，我可能真的凶多吉少了。这样吧，打个折，给我24万9好了。齐明说道。听到这里，九天大总管嘴角一抽，这折扣未免太大了吧。送走了对方以后，齐明也非常感慨，一次战斗就赚了20多万，看来以后最好多来几次。而后他开始检查自己剩余的收获。瓦克伦的背包里面任务材料一共有100多个，按照系统的正经爆率，也就是说在轰炸期间和之前最少杀了200-300只亡灵怪物，经验给的相当多。他虽然没升级，但几个宠物却是纷纷到了11级。除去这些，就是杀1万人给的奖励。绝世大恶人，种类、称号、属性：双攻击加10000，死亡后消失，且掉落全身加背包中的所有东西。介绍：恶人中的恶人，狂徒中的狂徒。可能世界上已经没有正常人能够对付他了吧。属性虽好，可对齐明半点提升没有。就在此时，在他那原本的阵地后方，突然走出来了一个花容失色的玩家。在齐明和傲天战魂开战前，翡翠琉璃就已经在墓地内了，确切来说，应该是在墓地之下。刚刚外面炮火震天，吓得他连动都不敢动。现在好不容易平静了，出来一看，墓地中的某一区域好像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的扣下去了好几米。当然，最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墓地中那数以百计的怪物都去哪了？之前的2个系统公告他也听到了，但无论怎么想，翡翠琉璃都不觉得那位杀神会和自己在同一个地图内。只不过，身边这些大炮是什么鬼？前方不远处一个没名字但却有着血红色标记的玩家又是什么鬼？汪！狗蛋儿突然一声大叫，提醒了齐明，还有活人在这里，是等级榜第1的那个。齐明眉头一挑，傲天战魂可以啊，竟然还让个女人埋伏在了我身边。看着自己阵地中多出来的一个女玩家，他直接控制所有的炮口对准了对方。不由自主的，翡翠琉璃全身哆嗦了一下，然后略带哭腔的说道：你是谁啊？这些是什么东西？救救我！你不是傲天战魂的人？我不是。怎么证明啊？翡翠琉璃。而后齐明就带着自己的5员大将外加所有炮口，和对方来了一个非常友善的交流。原来翡翠琉璃也有一个墓地任务，之前一直在地下墓穴。就在齐明阵地的正后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个能进入地下墓穴的入口。刚刚他还真的没发现。既然不是傲天战魂的玩家，那你走吧，我不杀无关之人。齐明极为骚包的说道。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不想走。是吗？所有炮口再次调转，狗蛋儿5人蓄势待发。一瞬间，翡翠琉璃双目含泪道：你欺负我！齐明满头黑线，他还什么都没干啊。算了算了，正好我也有墓地的任务。你的任务是什么？要不一起做得了？真的可以吗？翡翠琉璃小心翼翼地问道。不可以，你走吧。你欺负我！从入口进入地下墓穴，一条甬道不知通向何方。齐明身边跟着5大战将，外加一个打酱油的翡翠琉璃。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任务？分享一下。不，这是我的唯一任务，不能给你。翡翠琉璃认真的说道。齐明脸一黑，自己都答应带他一起做任务了，他竟然还这么小气。那个，你别误会，这个任务真的是我自己的，
不能分享给别人，是这样吗？齐明不以为意，要不是看在对方长得还行，要不是看在他那么爱哭的份上，他才懒得带个拖后腿的一起。泽尔埃前方开路，齐明则是自己正在查看任务列表。其实在狗蛋儿升到10级的时候，他就接到了一个新任务。第41章变异巨型食尸鬼，尘封在历史中的皇家猎犬。任务内容，请找到打开狗蛋儿项圈的钥匙，以此来为他提升品阶。仔细看去，狗蛋儿的脖子上确实有一个项圈，这是封印了狗蛋儿力量的东西。齐明暗自点头，如果能完成这个任务，倒是不用想别的办法提升他的品阶了。与此同时，前方的道路突然变得开阔了起来，而他也见到了进入地下墓穴后的第一只怪物。和人的体型相似，但又像是趴在地面上的狗，尖牙利嘴，丑到不忍直视。墓穴食尸鬼，品阶精英，等级18，生命值1万，魔法值1万，物攻1500，物防500，魔防500。技能实施吞食尸体时，每秒恢复1000点生命值，持续5秒，期间无法移动，无法攻击，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啃食，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100%的伤害，且恢复等比例生命值，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低级亡灵之力，对非亡灵系生物造成2倍伤害。介绍：亡灵生物中异类的存在，智慧较低。哇，它好高的属性啊！翡翠琉璃美目流转，径自走了过去。妹子，你不怕死吗？齐明喊了一声。我没事。说着，翡翠琉璃的身上就冒出了一圈黑色的光芒，然后套在了食尸鬼的身上。不出3秒，食尸鬼消失不见。咦，怪物呢？去哪里了？齐明满脸的狐疑。被我收了，我是一个死灵召唤师呢。翡翠琉璃挺了挺胸膛，看起来非常自豪。你不是人，是亡灵？齐明当即一愣。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亡灵还是人类，总之我能收服这些东西，然后在打怪的时候可以召唤出来。是吗？那还挺厉害。齐明耸了耸肩。等下再遇到亡灵怪物，你不能收，得让我打死。啊？为什么？因为我要经验啊。不行，我的召唤空间还没满，不能让你杀了可爱的他们。可爱？齐明呆了一呆，食尸鬼这种东西真的跟可爱2个字沾边吗？这妹子不仅看起来有点不正常，就连审美都这么与众不同。话说你的召唤空间有多大？一共3000个，现在还差2000多个就满了。我操，3000个？怎么那么多？一瞬间，齐明的目光中充斥了数之不尽的羡慕嫉妒恨，外加一丝杀人越货的冲动。也不知道对方的宠物空间是不是技能附带的。不过很可惜，今天的死亡掠夺已经触发过了。但等到以后，或许……继续往前走去，墓穴中的棺材和尸体越来越多，怪物不止食尸鬼一种，还有诸多骷髅和亡灵士兵，无一例外。但凡是遇到的都被翡翠琉璃收了。来到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室中，一头体型臃肿的恶心怪物正在酣睡。光是接近它，齐明就开始不断掉血。负100，负100，负100。boss 吗？齐明退了出来，直接丢过去一个洞察术。变异巨型食尸鬼，品阶区域 boss， 等级15，生命值10W， 魔法值10W， 物攻5000，物防3000，魔防3000。技能死亡瘟疫，每秒对自身2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100点无视防御的毒素伤害，主动释放时持续10秒，覆盖范围扩大至50码，每秒伤害提升至1000点，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生吞，吞噬单体敌对目标，血量不足 5W 直接死亡，无法吞噬比自身体型更大的东西，如吞噬单位死亡则恢复自身全部生命值，冷却时间1小时。技能臃肿身躯，受到物理伤害时 10% 概率完全免疫，自身速度降低 50%。 技能低级亡灵之力，对非亡灵系生物造成2倍伤害。技能抗性皮肤 BOSS 专属，免疫绝大多数控制，减速。介绍：普通食尸鬼的变异体，生前似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死后受到亡灵力量的侵袭变成食尸鬼，后因太过贪吃成为了现在的模样。这 BOSS 属性不低啊。齐明看了一眼翡翠琉璃，道：妹子，不把他收了，我的职业技能没法收 BOSS， 而且我的任务得打死他。翡翠琉璃满脸的认真。是吗？那你还不上？我打不过他，这属性就算是我把所有的召唤物都弄出来也没办法。而且你不是说带我做任务吗？你打死他不就得了？翡翠琉璃眨了眨大眼睛，满脸的无辜。齐明无语，好事都让你占了呗，我就是个免费的劳动力。
不过话说回来，这 BOSS 目前除了泽尔埃以外，恐怕还真没别的东西能对付。妹子，事先说好，我帮你把 BOSS 打死没问题，但战利品全都归我。你真能打死他？翡翠琉璃的小脸上满是惊讶，问道：你到底是谁啊？为什么看不到名字？这你就别管了。如果不同意我的要求，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好吧 ，BOSS 死了以后，应该会有我的一个任务物品，你得把它给我。成交。看在妹子这么漂亮，嗨嗨，这么懂事的份上，启明我费点功夫又何妨？泽尔埃上，来自灵魂的重击，负48400。一瞬间 ，BOSS 的血条掉了将近一半。而这一幕看得翡翠琉璃顿时瞪大了眼睛，道：“你的宠物竟然这么强？”嘿嘿，那是当然。不过区区一个区域 BOSS 又不是没杀过。齐明自得一笑，然后泽尔埃就站在原地被动挨打，什么都干不了。不对啊，你的宠物是傻了吗？为什么不动了？啊！齐明脸一黑，这点小缺陷你就不能无视？1分钟后，又一个一模一样的爆高伤害跳出 ，BOSS 血量一降到底，险些挂掉。就在这时，他似乎也生气了，原本只有人头大小的嘴巴，突然变成了1米见方，对着泽尔埃就咬了下去。嗝 ，BOSS 打了个饱嗝，血条全满，泽尔埃消失不见。我靠，还真给吞了！齐明看着眼前的景象呆了一呆，然后扭头就跑。除了泽尔埃，剩下的几个宠物可根本对付不了这大家伙，现在不跑更待何时？看到这里，有些呆呆的翡翠琉璃突然反应过来，跟着就一起跑了出去。但他的速度哪有齐明快？不出3秒就被甩没影了。回到自己的阵地后，齐明便把所有的大炮对准了地下墓穴的入口。第42章，抵达第一个领地。几分钟后，翡翠琉璃紧赶慢赶地跑了出来，身后还跟着食尸鬼 BOSS。开火！轰轰轰！负5000，负5000，负2000，负2000！光是火炮的一轮齐射下去 ，BOSS 的血量就再次回到了1半左右。吼 ！BOSS 吃痛。身上的猛然爆发出一股庞大的绿色雾气，瞬间扩散。6！齐明不敢在原地停留，再加上这技能覆盖范围极大，所以他连隐身都没用。不过好在他的炮塔不吃1000点以下的魔法伤害，根本不怕。轰轰轰！又是一轮齐射 ，BOSS 的血量已经见底，但到了这时候，他已经在炮塔的10码范围内了，所以他们都无法再对其进行攻击。不得已之下，齐明召唤出了最傻的虎狼蛋儿，上，把 BOSS 引开。哦！好，虎狼蛋儿得令，吭哧吭哧吭哧，负1，负1，对着 BOSS 一顿猛啃，结果根本不破防，反倒是虎狼蛋儿因为 BOSS 的技能掉了不少血，再加上不破防，所以他连吸引仇恨都做不到。完了，老子的阵地啊，要被 BOSS 拆了吗？齐明欲哭无泪，泽尔埃的重生时间怎么还没好？快点啊！砰！第一根箭塔率先爆掉，齐明不心疼，因为这东西可以随意建造。砰！第一座火炮爆掉，齐明，我操你大爷！别拆老子的大炮！双手拿着连发型火枪，对着 BOSS 就是一顿猛烈输出。负500，负500！两支火枪全部进入攻击 CD， 对 BOSS 造成了10000点伤害，但依旧没能改变他拆炮塔的想法。妈的，你敢！与此同时，泽尔埃终于在他的宠物空间内复活了。砰！第二座炮塔爆掉。啊！我要宰了你！齐明怒发冲冠，泽尔埃，快去秒了他！是，主人。由于之前火炮的攻击 ，BOSS 本身的血量已经没剩下多少，所以泽尔埃冲过去以后，直接就放大了。来自灵魂的重击！哦，哇，吼，嗷 ！BOSS 发出了一连串的惨叫，然后死掉了。定！击杀变异巨型食尸鬼，玩家经验加70W，全体宠物经验加70W，东曼城地区声望加100，罪恶值1000。刷刷刷！接连不断的升级光芒在齐明的身边亮起，不仅他连升2级，就连宠物们也全都到了13级。而一旁的翡翠琉璃同样也升级了，小嘴还张得老大，似乎没想到这么强大的一个 BOSS 竟然死得如此简单。算上他们两人跑路的时间，一共都没超过15分钟。BOSS 的尸体旁东西爆了一大堆，光是装备就有3件，闪烁着白黄相间的光芒。其中有一件最让齐明惊喜，是非常难得的首饰，而且还是黄金品阶的瘟疫项链。品阶黄金，等级15，魔防加350，体质加50，智力加50，精神加50，技能瘟疫扩散，每秒对周身5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100点无视防御的魔法伤害，此技能可主动开启或关闭，无冷却时间。技能毒素免疫，免疫大部分中毒伤害，
介绍：携带着瘟疫的项链，一般人最好离它远一些。项链的属性很不错，最主要的是2个技能对齐明来说非常有用，一个增加了他自身的输出，另外一个增强生存能力。只是很可惜等级有点高，暂时装备不上。至于剩下的2件又全是武器，他都懒得看属性了，回头直接合成。除此之外，还剩下2个材料和一个黄金宝箱。因为事先说好，所以齐明倒是没有着急把材料全收起来，万一翡翠琉璃的任务物品被他拿走且不能交易，那就不太好了。掀开宝箱，唰，金光闪烁，宝箱内只有1件装备，确切来说应该是一双靴子，厄尔沃德的疾走皮靴，品质黄金，等级5，属性技能如履平地，不受大部分减速和地形影响，可在特定环境下保持满1速。介绍：传奇刺客厄尔沃德的随身皮靴，想要揭开他的全部能力，或许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据传厄尔沃德还有另外几件装备遗失在大陆各地，如果能全部集齐，或许能够一探传奇刺客的一生。咦，是任务套装之一？齐明眼前一亮，看来之前在新手村接到的任务好像也没那么难以完成。不过因为这双靴子没有附加属性，所以他暂时没打算装备。看向最后的材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 BOSS 那奇丑无比的脑袋。变异食尸鬼的头颅，任务物品，无法与玩家交易，可交给东曼城主伊斯特。亡灵结晶，死灵师职业专属，任务物品，无法与玩家交易。还真都是任务物品。齐明摇了摇头，然后把亡灵结晶交给了翡翠琉璃。这是你的任务物品吧？是的，谢谢你。好了，墓地里面的东西都没了，而且怪物不会刷新。我走了，咱们有缘再见。好，谢谢你帮我完成了任务。翡翠琉璃对他挥了挥手。离开墓地，齐明看了看自己的罪恶值，不就是9000点吗？9只区域 BOSS 而已，简单。第2个任务走起。2个小时后，不就还剩下8998罪恶值吗？简单个屁啊！齐明欲哭无泪，他都在野外转悠2个小时了，别说区域 BOSS 了，就是精英怪都没遇到几只。草率了，早知道会这样，傲天战魂进攻的时候我就该跑，为什么要杀他们那么多人？一路走来，他已经能见到一个领地轮廓了，范围不大，也就5、6个新手村的大小，其中还能见到一些1米多点的绿皮矮子。这里正是伊斯特让他调查的5个非人族领地之一——哥布林的鼓槌部落。说起来，这里也算是东曼城的有灵另类的玩家落脚点，里面的哥布林都算是友善 NPC， 玩家不能主动攻击，否则会被东曼城的 NPC 通缉。原本齐明还想着在这第1个非人族领地里面大杀四方减轻罪恶，但看现在的样子，好像是没什么机会了。万幸这里不算玩家城镇，所以即使他的罪恶值再高，也不会受到哥布林的攻击。第43章鼓槌部落。第43，看来要在野外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了。走到部落门口，齐明被2个哥布林拦住了。停！我们鼓槌部落现在不欢迎任何人类，快离开！齐明皱了皱眉头，我是东曼城的冒险者，奉伊斯特城主的命令前来进行调查。你爱是谁是谁，快离开！2个哥布林张牙舞爪的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锤子。妈的，有什么可嚣张的？齐明愤愤不平，要不是看这些小矮子是友善 NPC， 他早就动手了。就在此时，部落内突然传出了一连串的惊呼，一股股血红色的气息不断蔓延，但凡是接触到的哥布林都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什么情况？齐明一愣，不好，皇子殿下带来的东西又发生异变了，快跑！呼啦啦，一群哥布林从里面汹涌而出，险些把齐明撞了个跟头。再次看去，被红雾侵蚀的哥布林都已经大变模样，通体血红，而且身上还覆盖着一些诡异的纹路，似乎全部失去了理智，变成敌对了。齐明眼前一亮，血咒哥布林，品阶精英，等级20，生命值2万，魔法值2万，魔攻1500，物防600，魔防600，技能血气狂暴，提升自身100%所有伤害和速度，造成伤害时恢复同等生命值。介绍：本应是热爱和平的哥布林，不知被什么东西侵蚀，失去了理智，见到任何东西都会毫不犹豫的攻击，属性还挺猛，拦住他！齐明瞬间开溜，而后5大战将直接挡在了他面前，各展身手，狗蛋儿5连接，虎啸狼吟，死之呼唤，双刀回旋，还不等泽尔埃动手，血咒哥布林就被直接秒掉了。现在宠物们都到了13级，所以根本不会被20级的怪物等级压制，但杀死了这一只，似乎引发了连锁反应，一双双猩红色的眸子在红雾中不断闪烁，格外阴森。下一秒，哇啦哇啦哇啦，
诸多血咒哥布林如同疯了一般朝齐明冲了过来。这么多！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响起：叮！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请解决鼓槌部落的异变，倒计时59:59。任务果然更新了，还有时间限制。齐明眉头一挑：大家伙儿都别闲着了，上吧！主人，请等一等。泽尔埃突然开口：怎么了？那些红雾很奇怪，最好不要触碰到它们。听到这里，齐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退出去了很远距离。他现在有将近9000的罪恶值，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死。你们也退到外面，等那些家伙冲出来再攻击。齐明下令。随后，5个宠物也全部远离了红雾，等待着血咒哥布林自己过来送死。叮！击杀血咒哥布林，玩家经验加2625，全体宠物经验加2625。叮！击杀血咒哥布林，击杀，经验还不错，就看里面到底有多少这种东西了。希望能多洗掉一些我的罪恶值。与此同时，一些活着逃出来的哥布林正在唉声叹气不断。这已经是第3次了。皇子殿下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酋长，得想想办法呀，不然皇子殿下自己可能都要死在咱们这里了。听到这里，齐明也是不禁感慨，没想到这些哥布林之间的感情还挺好。但接下来的几句话却是让他有些无语。如果皇子殿下死在这里，其他部落肯定会攻打咱们。我也不想他死在这里，但现在不是没办法吗？一个名为法比恩的老哥布林酋长满脸愁容。最近这几天，鼓槌部落都已经死了上百个族人了，继续这么下去。嘿，需要我的帮助吗？齐明主动走了过去。冒险者，法比恩略有犹豫，然后说道：如果你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如果你能帮助皇子殿下，我们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叮！可选接取任务：被血咒侵蚀的哥布林皇子。任务要求：击杀或解救哥布林皇子，让鼓槌部落恢复平静。接受。任务来了，哪有不接的道理？再加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些红雾并没有继续扩散，只是覆盖了部落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有着一丝消散的迹象，想来这任务不会太难。最主要的是，齐明觉得这里面肯定有 BOSS， 如果能把 BOSS 打死，就能大大减轻他的罪恶了。血咒哥布林不断从部落内冲出，但却被齐明的5个小弟纷纷斩杀。一直到半个小时后，部落中的红雾才逐渐消退，或者说是好像被什么东西吸收了回去。好！一声恐怖的嘶吼突然响起，定睛看去，是一只体型稍大、全身血红且长满了狰狞骨刺的哥布林。被血咒侵蚀的哥布林皇子昆特里为1，品阶领主级 BOSS， 等级20，生命值 50W， 魔法值 50W， 物攻15000，物防10000，魔防10000。技能哥布林乱击，瞬间对周身2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攻击10次，每次造成物攻300%的伤害，且使目标陷入倒地状态，持续5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战锤轰鸣，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1000%的伤害，极大概率摧毁对方装备，且使其陷入眩晕状态，持续5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哥布林皇子，受到所有哥布林的爱戴，作战时可召唤出哥布林勇者卫队，现无法使用。技能血咒之力，提升自身300%所有伤害和速度，造成伤害时恢复同等生命值。技能抗性皮肤 BOSS 专属，免疫所有控制，减速。介绍：哥布林中仅存的皇室血统本想着自己复兴哥布林帝国，所以游走在大陆上提升实力。可后来他似乎得到了一件什么东西，导致性情大变，久而久之终于被侵蚀。当齐明看到对方的属性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跑。尼玛的50万血量啊！哪怕泽尔埃的大招没 CD， 都得将近10次才能把他打死。至于狗蛋儿他们就更别提了，上去2-3下就要被锤死。第44章强横哥布林。好！昆特里一声咆哮，然后就在锤石部落中肆虐了起来。体型虽然不大，但每一击都能摧毁一座房屋，极其恐怖。冒险者，请帮帮我们！法比恩急忙说道。齐明嘴角抽搐了一下，转头问道：泽尔埃，你觉得自己面对他有问题吗？应该没问题，在他的身上感应不到太多的灵魂力量，是吗？那就上吧，打死他，我的罪恶值应该就能消除很大一部分了。随后泽尔埃就径自冲了上去，甚至这次都不需要齐明说些什么，在见到 BOSS 的第一瞬间，狗蛋他们几个就全部蔫了，丝毫没有主动出击的意思。不多时，泽尔埃和昆特里的大战打响。-2860， -2860。泽尔埃的攻击依旧那么朴实无华，但却可以造成全额伤害。反观哥布林王子则是大开大合，手中的大骨头锤子直接抡圆了，毫不停歇地砸在泽尔埃身上。
哥布林乱击，砰砰砰，接连10次攻击，看得齐明心惊肉跳。这技能虽然没给泽尔埃造成任何伤害，但却瞬间破坏了攻击范围内的所有东西。哪怕泽尔埃不吃这种伤害，都被压制的动弹不得，只能被动挨打。这要是他被打中一次，有几条命都不够死的。战锤轰鸣，一声宛若炸雷的巨响，一击之下，就连大地好像都在疯狂震颤，寸寸皲裂。强，太强了！如果能把他收过来，就算傲天战魂再来1万人，我可能都不需要提前布置阵地了。齐明目光闪烁不停，但很快就泄了气，因为不管是忠诚契约还是终极捕捉术，对目标等级都有要求。哥布林皇子是20级，他才13级，等级相差超过5级，根本没法用。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齐明叹了口气。大战继续，但一旁观战的哥布林突然不干了。冒险者，让你的手下不要伤害我们的皇子。没错，如果皇子死了，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妈的，老子再救你们啊！不然以你们这些弱鸡的属性，还不得被 BOSS 全杀了？齐明满脸无语。冒险者，皇子殿下他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他胸口的那块石头，把他打碎，或许能拯救皇子。法比恩面色严肃地说道。此话一出，齐明才注意到昆特里的胸口处似乎真的有一块红色的石头，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与他融为了一体，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所以看得不是很真切。略作犹豫，齐明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来是即便他能捕捉到这个 BOSS， 以现在对方那六亲不认的模样，恐怕也根本没法控制；二来就是他还有个任务没完成，如果真的被这些哥布林敌对，谁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泽尔埃，攻击他胸口的那块石头。闻言，泽尔埃没有任何停顿，一记普通攻击直接击中了那块石头。负5万，巨额的伤害猛然跳出。弱点攻击，伤害竟然这么高。齐明稍微一愣，与此同时 BOSS 全身一颤，暂时停止了动作，脸上出现了挣扎的神色。快杀了我，我要坚持不住了。话都没说完，昆特里就再次陷入了狂暴状态，对着泽尔埃就是一顿猛烈输出，但依旧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看来是那块石头控制了他。齐明略一沉吟，大吼道：泽尔埃，拼尽全力攻击那块石头，最好把它彻底打碎。是，主人。或许是有了刚刚被打的经验， BOSS 似乎有意在回避自己的弱点被攻击，就连他自己的攻势都减缓了不少。不多时，机会再次出现，泽尔埃瞬间把握住，再次一击打在了那石块之上。负5万，咔嚓，轻微的碎裂声突然响起，昆特里又是痛苦的哀嚎了起来。再来一次，应该就彻底碎了。泽尔埃，快上！不用齐明提醒，他自己就已经主动发起了攻击。来自灵魂的重击，磅礴的灵魂力量猛然汇聚，然后骤然扩散而开，连带着那石块都被笼罩在了其中。咔嚓咔嚓，砰！石块炸裂，从 BOSS 的胸口处全部掉落在地。啊 ！BOSS 哀嚎不已，甚至因为那石块的破碎，导致他的生命值都瞬间降到了不足1%，身上的血色正在不断消退，那种诡异神秘的纹路和骨刺也在缓缓消失不见。10几秒钟的时间，昆特里就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一个绿皮矮子。快跑！他的力量要爆发了！话音未落，位于地面上的血色石块碎片突然开始轻微的震动了起来。眼见如此，齐明断不敢耽搁，急忙说道：泽尔埃，快跑！瓦克伦和虎狼蛋儿马上把 BOSS 救出来。哦，好！虎狼蛋儿一马当先的冲了过去。大哥，要不我就算了，应该不用我去吧？瓦克伦小心翼翼的问道。快点去！被踹了一脚后，瓦克伦才不情不愿的跑了过去。每次都是他干脏活累活。不行，下次得拉着狗蛋儿一起。10几秒后，昆特里被救了出来。就在此时，那些碎片猛然爆发出了一股强悍的力量，无数红雾骤然爆发，极为凶猛的扩散开来。我靠！快跑！齐明果断开溜，连带着身旁诸多的哥布林也是忙不迭的四散逃窜。几分钟后，红雾终于停止了扩散，但整个石锤部落却是已经被完全摧毁，不复存在。定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以解决古锤部落的异变，请确定古锤部落是否会背叛东曼城。嗨！一声轻咳惊醒了正在盯着任务的齐明。喂，你别死啊！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你救出来的。看着奄奄一息的昆特里，外加周围哥布林娜已经开始敌对的目光，齐明顿时愁容满面。谢谢你拯救了我的族人，嗨，冒险者，我已经被血咒魔石侵蚀的不成样子，活不了多久的。第45章，奇怪的特性。啊，那你临死前能不能让你的族人不要敌对我？他们还没给我任务奖励啊。齐明情真意切地说道。嗨，昆特里没说话，但从他那不断狂翻的白眼来看，应该是被气到了。皇子殿下，
法比恩走到近前，老泪纵横，道：“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哥布林一族就再也没有恢复往日强盛的可能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齐明明显看到了对方眼神中的一丝解脱和笑意。这老东西绝对没憋好屁，估计巴不得昆特里快点死掉，只要对方的死和鼓槌部落没什么关系就行了。而实际上，大部分的哥布林其实对于恢复往日的荣光根本就没什么兴趣，不然鼓槌部落也不会和东曼城交好了。冒险者，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嗨嗨，哎，我靠，你别死啊！唯一的希望就是什么啊？你快说啊！齐明急忙晃悠了他2下。冒险者，皇子殿下的意思应该是想让你收了他。法比恩目光狡黠地说道：“收了他？你身为异世界的冒险者，不会真的死亡？如果皇子殿下跟了你，也会一样。”话说到这里，齐明也听明白了，对方这是求着他把昆特里收为宠物。我可以试试看，但不保证能成功。好。而后忠诚契约释放而出，笼罩了昆特里。眼看对方依旧死气沉沉，没什么变化，齐明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如果收不了，他可就算是打死对方的元凶了。到时候可得快点溜，不能被这些哥布林围起来。现在的情况，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几秒后，奄奄一息的昆特里似乎恢复了少许，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叮，忠诚契约缔结成功，哥布林皇子昆特里已经成为您的宠物。成了？齐明大喜过望，这可是一个领主级 BOSS。哥布林皇子昆特里为1，品阶传说，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9000，魔法值1500，物攻600，物防450，魔防75，速度40，属性力量300，体质300，智力50，精神50，敏捷200。技能哥布林乱击，瞬间对周身2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攻击10次，每次造成物攻3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魔法消耗500点。技能战锤轰鸣，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1000%的伤害，极大概率摧毁对方装备，且使其陷入眩晕状态，持续5秒，冷却时间1分钟，魔法消耗1000点。技能哥布林皇子，受到所有哥布林的爱戴，作战时可召唤出哥布林勇者卫队，现存量0时。技能哥布林皇族血统，可无条件命令所有哥布林，等级提升时全属性额外增加100。介绍：哥布林中仅存的皇室血统，等到他成长起来的时候，必定能成为一位新的帝王，变成1级了。齐明看着昆特里的属性，心中倒是没有太多惊讶，估计是因为那块血色石头被打碎的缘故。而且区域级以上的强大 BOSS 被玩家收服后，都会改变品阶和自身属性，哪怕提升到了与之前相同的等级，也肯定没有身为 BOSS 时的强大。但仔细说来，昆特里的属性在1级宠物里面已经不算低了，甚至可以说非常高。冒险者，感谢你救了我。昆特里对齐明深鞠一躬，以示感谢。小事。齐明点了点头，然后问道：我是你的主人，你会听我的话吗？昆特里的双眼转了一圈又一圈，道：冒险者，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我绝对不是你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我的主人。我现在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所以你得还我自由。我靠，那我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齐明不由得眉头一皱，道：去东边跑1圈，然后回来。不可能。昆特里哼了一声，道：你命令不了高贵的我。这么嚣张？齐明有点牙疼，这宠物如果以后也不听话，可是会出大乱子的。不过嘛，现实世界有句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上！揍他！狗蛋儿率先发动，他早就看这个绿皮矮子不顺眼了，一口咬在了他的屁股上。啊！你个蠢狗，咬我干什么？虎狼蛋儿刺儿冲出，2只脑袋对着昆特里大吐口水，似乎没听懂齐明说了些什么。操！你个丑八怪的口水怎么这么臭？就连毫无攻击力的黑蛋儿都冲了过去，用屁股砸了对方一下。你个黑蛋子，什么东西那么臭？瓦克伦犹豫了一下，抽冷子给了对方一刀。啊！哥布林们，杀光他们！昆特里惨叫连连。1秒后无事发生，10秒后无人说话，1分钟后没有任何一只哥布林做出任何动作。难道你们要背叛自己的皇子吗？昆特里怒不可遏。皇子殿下，不，现在不应该叫你皇子殿下了。你跟随了冒险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宠物了吧？除非你能脱离冒险者的掌控，否则已经没有回归哥布林一族的机会了。哥布林老酋长满脸笑容地说道：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哥布林没一个好东西，都是软骨头、贱骨头。
听到这里，齐明不禁笑出了声，这家伙还挺狠，顺道把自己都骂了。大哥，他似乎还没屈服。瓦克伦小声说道。小问题，不管是人还是别的什么生物，都有一种奇怪的特性。狗蛋儿他们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齐明，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解。这种特性就是继续揍，给我往死里打！汪！狗蛋儿吐了吐舌头，他还以为主人有什么好办法，原来是继续打到对方屈服。哦，好！虎狼蛋儿可不管那么多，主人下令了，那他就会坚决执行。吭哧吭哧，昆特里的属性确实不低，但现在只有1级，所以他最终惨死在了虎狼蛋儿的两嘴之下。第46章，双头哥布林巨人。5分钟后，齐明把复活的昆特里召唤了出来。服了没有？你也不看看我的人都多强大，你一个区哥布林还敢跟我嚣张？我可是你的主人！齐明鼻孔朝天的说道。我不服，揍他！吭哧吭哧，昆特里再次惨死在了虎狼蛋儿的两嘴之下。又是一个5分钟后，昆特里再次复活。服了吗？齐明问道。我不服，揍他！第3个5分钟后，服了吗？你不服，揍他！等到昆特里再次复活被召唤出来后，不等齐明问话，他就急忙说道：老大，我服了，拜托你别打我了，以后我就是你最忠诚的打手。什么狗屁哥布林帝国的荣耀，让他见鬼去吧！哈哈，早点这样不就好了？齐明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就知道世界上没有打不服的人，更何况是一只哥布林。老大，在和你离开之前，我还想再做一件事。昆特里说道。好说，去办吧。而后，昆特里走到了法比恩面前，冷哼一声，给我找来10个哥布林勇士，我要让他们成为我的卫队。此话一出，不等老酋长说话，齐明急忙说道：等一下，要勇士干什么？全要召唤师啊！要召唤师干什么？齐明咧嘴一笑，你召唤召唤师，召唤师召唤自己的召唤物，如果可以，召唤师的召唤物也是召唤师，无限套娃。啊！昆特里似乎被绕晕了，道：老大，我们哥布林不会召唤术，没有召唤师。那你为什么能召唤哥布林卫队？骗我是不是？没有啊，因为我是他们的王子，而且有一个召唤空间，所以才能让10个勇士跟随我一起，但只能是哥布林。昆特里的面色稍显无辜。是这样吗？齐明无奈地叹了口气，原本还想着借助昆特里组建一支哥布林军队呢，现在看来是没什么机会了。半小时后，昆特里挑选好了10位哥布林勇士，看着他们，齐明有些呆滞，这 TM 是哥布林？刚刚鼓槌部落发生异变的时候，刚刚那些血咒哥布林肆虐的时候，怎么没见到他们出现？每一个哥布林勇士几乎都有着2米开外的身高，身上肌肉爆炸，如果不是长得尖嘴猴腮，外加绿色的皮肤，谁知道他们会是哥布林那种绿皮矮子？大哥布林勇士，品阶白银，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900，魔法值450，物攻60，物防45，魔防23，速度6，属性力量30，体质30，智力15，精神15，敏捷30，技能实锤狂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200%的伤害，冷却1分钟，魔法消耗100点。技能哥布林狂暴，以失去双防御的代价提升200%的物攻，持续30秒，冷却5分钟，魔法消耗200点。介绍：哥布林中的异类，具有强大的体魄，被称为哥布林中的勇士。属性倒是比较一般。齐明耸了耸肩，这些家伙单拿出来可能不怎么样，但架不住数量多，整整10个。不对，10个，不正好能合成5次？你们10个哥布林勇士听好了，我是你们主人的主人，也就是你们皇子的老大。现在想让你们2合为一，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你们愿意吗？听到这里，10个哥布林勇士面面相觑，显得有些呆。老大，你这是什么意思？昆特里有些疑惑。齐明没说话，他可不管昆特里或者哥布林勇士同不同意，肯定都要尝试一番。昆特里是他的，哥布林勇士是昆特里的，不就等于都是他的？岂有不能合成的道理？定，是否对2个大哥布林勇士进行合成？听到系统提示，齐明自顾大笑了起来。果然可以合成。定，2个大哥布林勇士合成成功，获得双头哥布林巨人。双头哥布林巨人，品阶黄金，等级1，经验0100，生命值1500，魔法值900，物攻100，物防75，魔防23，速度10，属性
力量50，体质50，智力30，精神30，敏捷50。技能巨锤狂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300%的伤害，冷却1分钟，魔法消耗100点。技能巨化狂暴，以失去双防御的代价提升500%的物攻，持续30秒，冷却5分钟，魔法消耗200点。介绍：哥布林勇士中的变异者拥有着堪比巨人族的强大力量。看着面前这几乎有着3米高的双头大家伙，齐明心惊不已。不管属性如何，这模样是真唬人。更何况人家的属性也还可以，好歹是个黄金级宠物。接下来，嘿嘿嘿，齐明看着剩下的8个大哥布林勇士，双目放光。定，2个大哥布林勇士合成成功，获得双头哥布林巨人。定，2个大哥布林勇士合成成功。接连4次，一共整整5个双头哥布林巨人站在身边，齐明别提多有安全感了。那个谁，哥布林老头，再给我来10个大哥布林勇士。法比恩的目光有些呆滞，这个冒险者什么情况？怎么让2个族人变成1个了？只不过目前来说，除了他好像没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昆特里。自己的卫队变得更加强大，他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管别的事情。几分钟后，10个双头哥布林巨人全部成型，看得齐明那叫一个身心舒畅。冒险者，你结束了吗？法比恩小心翼翼地问道。结束了，还有事？我们的部落啊，你得帮忙救救我们的部落呀。此话一出，齐明才看向了原本的鼓槌部落。由于侵蚀了昆特里的力量在其中肆虐了一番，所以这地方应该算是废了。你不说我都忘了，拿来吧。齐明伸手。啊，你要什么？老哥布林酋长疑惑问道。当然是完成任务的奖励了，我都帮你拯救了昆特里，你不得表示表示？法比恩嘴角一抽，这冒险者怎么这么贪心？皇子殿下都已经跟他了，他竟然还要别的东西。定，完成任务，被侵蚀的哥布林王子获得奖励1000经验。第47章高贵的哥布林皇子。老头儿，你耍我？齐明瞪大了双眼，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竟然只得到了1000经验奖励。强大的东曼城冒险者，请求你帮帮我的族人，部落被毁，我们以后就没地方住了呀。你看看那些幼年哥布林，他们还是孩子啊，只要帮了我们，你要什么我都给。法比恩老泪纵横，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欲绝，肝肠寸断。看到这里，齐明也是暗自琢磨了起来，让他给这些哥布林重新建造一个部落。别开玩笑了，别说他不会，就算会他也不干。刚刚那么难的任务就1000经验奖励，鬼才会继续帮助这些家伙。不过嘛，所有事情在他这里都是有转圜的余地的。老头儿，帮你不是不可以，得先拿东西。齐明直接说道。什么东西？你的部落里面有什么好东西都拿来呗，反正你们留着也没用。这个法比恩一时眉头紧锁，不说话。他不说不要紧，有人说，老大，鼓槌部落里面有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叫哥布林战神锤，是9月年代的哥布林皇帝留在他们这里的。昆特里直接把自己的族人卖了，谁让他们刚刚一点忙都不帮？皇子殿下，那可是皇帝亲自赏赐给我们部落的神器，不能交出去。老酋长气急不已。是吗？你们连我这个唯一的皇子都不认了，还在乎那东西？昆特里撇了撇嘴。话说这地方真的有神器？齐明不是很相信，一个小小的哥布林部落凭什么有神器？老大，我绝对不会骗你。昆特里拍着胸口，信誓旦旦。这样的话，老头儿，东西拿来，我可以替你去问问东曼城城主，或许他能给你们找个新的住所。齐明说道。你好。老酋长一咬牙道，连皇子殿下都不在乎哥布林的荣光了，我又需要在乎什么？拿去。说着，他就把一个只有小拇指大小的锤子交给了出去。齐明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后对昆特里咆哮了起来。你 TM 管这叫神器？拿它剔牙我都嫌小啊。昆特里满脸的无辜说道，他真的是神器啊。老大，不如你把它交给我试试。半信半疑间，齐明把东西交给了对方。当昆特里刚一握住那超级小的锤子，咻的一声，它就变成了2米开外的一柄大锤，上面还有着一层层极其复杂且神秘的绿色纹路，看起来十分不凡。我去，还真是好东西啊。齐明眼神一凝，查看了一下它的属性。哥布林战神锤。品质：穿戴要求哥布林帝王。属性：介绍，哥布林一族的神器之一，唯有真正的哥布林帝王才能让它发挥出全部的力量。没属性？还是说我看不出来？昆特里，你不是能使用它吗？什么情况？齐明皱眉问道。这个嘛，昆特里目光微微闪烁，突然大吼了一声，吃我一锤！没人能成为高贵的哥布林皇子的主人。轰！
锤子落地，周围的地面不仅出现了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壑，其中还有着一层翠绿色的能量猛然爆发而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号，险些秒了接近2万血量的狗蛋儿。不得不说，1级的昆特里得到锤子后，这伤害简直高得有点离谱了。MMD， 我就知道这绿皮矮子没安好心，死不悔改，揍他！齐明大骂一句，要不是自己刚刚站得比较远，可能也要被波及到了。现在这节骨眼，他可是绝对不能死。下一秒，5大战力怒目而视，狗蛋儿5连接，虎啸狼吟，双刀回旋，死之呼唤，来自灵魂的重击。一连串的恐怖伤害在昆特里的脑袋上面跳出，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让自己的卫队动手，就殒命当场，回到了齐明的宠物空间内。但那把哥布林战神锤却是掉在了地面上。妈的，都已经成为我的东西了，竟然还敢反抗，真是不知死活！齐明骂骂咧咧的，刚刚差一点就死了，这王八蛋哥布林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他。5分钟后，嘿嘿，老大别生气嘛，刚刚是我一时冲动了，保证没有下次了。昆特里满脸谄媚，揍他！1个小时后，有气无力的昆特里被召唤了出来，然后直接躺在了地面上摆烂，道：要杀就杀吧，反正我不会真的死亡。主人，还要继续吗？瓦克伦跃跃欲试地问道。想他一个强盗头子，今天竟然能暴揍哥布林一族的皇子，爽飞了！齐明哼了一声，说道：昆特里，你真的觉得自己不会死吗？如果再有下次，我解除和你的契约，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死得很难看。你不能这么做！昆特里顿时从地面上跳了起来，一双大眼睛一个劲地转个不停。你先把战神锤还给我，我以后肯定老老实实的。想得美！等我觉得可以了的时候，自然会把东西给你。现在嘛，10个双头哥布林巨人，去把你们的主人打死！齐明懒洋洋地说道。我靠！你说什么？你竟然让我的卫队对我下手？我可是高贵的哥布林皇子，他们怎么可能听你的？轰轰轰！10柄硕大的锤子接连不断砸在了昆特里的身上，让他再次嗝屁。这10个大家伙还不错，看起来虽然有些呆，但可是要比昆特里听话多了。齐明满意的点了点头。不多时，昆特里再次出现，满脸的不忿和郁闷，自己可是高贵的哥布林皇子啊，怎么就落到了现在的下场？把你的卫队全部召唤出来！你要干什么？昆特里本就很大的眼珠子瞪得更大了，这王八蛋冒险者竟然还要让他的卫队杀死他，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反抗！出来吧，我的卫队们，老大在呼唤你们。第48章，顺利回城。看着正在不断表扬哥布林双头巨人忠诚的齐明，昆特里的心中别提多难受了。完蛋，以后估计是只能待在这个冒险者的身边了。强大的冒险者，你什么时候才能回东曼城帮我们解决居住的问题？法比恩突然问道。定，可选接取任务：鼓锤部落的未来。任务要求，请为鼓锤部落的所有哥布林寻找一个新的居所。接受。任务没有不接的道理，但是现在我回不去东曼城啊。齐明看着法比恩，两手一摊，还剩下将近9000的罪恶值，别说回城了，他哪怕是接近东曼城，恐怕都会被 NPC 卫兵乱刀砍死。啊，那我们怎么办？这附近可是有不少强大的野兽出没。法比恩叹了口气，你们不是有大哥布林勇士吗？怕什么？他们不是要跟皇子殿下离开吗？你们的部落内就只有20个大哥布林勇士。是啊，齐明。说到这里，其实齐明自己也很头疼。如果真的按部就班在野外刷怪，他1年可能都回不去。而且因为刚刚没能弄死昆特里，所以并没有得到击杀 BOSS 后的减少罪恶值奖励。就在此时，昆特里嘿嘿笑着说道：老大，你难道是因为杀的人太多才不能回东曼城吗？是啊，这个好办，你跟我一起回去就没问题了。我好歹是哥布林一族的皇子，东曼城肯定会给我几分面子的。昆特里拍着胸口保证道。真是这样吗？齐明满脸的不信任，这家伙估计又憋着坏想害他呢吧。但不管如何，他都想尝试一番，一直在野外也不是个事。而且另外4个非人族领地都不在这边，不横穿东曼城街道的话，天知道他要绕开多少个高等级地图才能全部走一遭。离开前，齐明看向了法比恩，问道：伊斯特城主派我来是确认一下，你们是否有叛逆的心思？冒险者，你不用多说了，我们绝对没有背叛东曼城的打算。法比恩急忙道。定。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已确定鼓锤部落的想法，当前任务进度1/5。一路隐身回到了东曼城附近，齐明这才把昆特里召唤了出来。走，跟我来，我看谁敢对老大不利。昆特里大步向前，自信满满。结果齐明刚走到城门口，就被无数 NPC 卫兵堵住了。是你？
杀了1万冒险者的恶徒，奉城主之命，拿下，关起来！乌泱泱，一大片卫兵把目瞪口呆的齐明里3层外3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别说隐身逃跑了，能飞出去治蚊子都相当困难。妈的，昆特里你个二货，这下害死我了！齐明欲哭无泪，在游戏里面被卫兵抓住，虽然不至于和死亡一样有那么严重的惩罚，但让他蹲牢狱得蹲多久？将近9000的罪恶值啊！1点10分钟，还不得把牢底做烂了？等一下，你们仔细看看我是谁！平地一声惊雷，昆特里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最前方，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不就是个哥布林吗？既然你和这个大恶人走在一起，就证明是一伙的，一起拿下！停！我可是高贵的哥布林皇子昆特里，还不快让你们的城主过来迎接我！哥布林皇子，一众 NPC 卫兵表情怪异，这绿皮矮子有病吧？老大，快把锤子给我啊！那是现在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了。现在的齐明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至少他还不想在东曼城的监牢里面浪费大把的时间。随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他把锤子交给了昆特里。看看，都睁大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这可是我哥布林一族的战神锤。告诉你们，我老大，嗨，这位冒险者现在代表的不仅是你们东曼城，还是我哥布林一族的使者，是我最亲近的仆人。仆人？齐明脸一黑，这绿皮矮子是真敢说啊！等交完任务，从东曼城出去，一定要他好看。这锤子看起来好像真的不一般，就算不是，这个哥布林似乎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一个卫兵小声说道：“是啊，鼓槌部落和咱们是有灵，如果真的把他一起抓了，算了，还是先带他们去见城主吧。”而后，诸多 NPC 卫兵如临大敌一般的把齐明和昆特里围在了中央，一步步的走向了城主大厅。路上少不了被诸多散人玩家围观。这家伙好大的阵仗，竟然被那么多 NPC 团团保护住了。难道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NPC 来到咱们东曼城了？不对，那是个玩家。他脑袋上面那个红色标志必杀标识，是罪恶值极高才会出现的必杀标识。现在这个阶段会有这种标识的人，他是日月战神。一时间，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都是瞬间惊呆。杀了1万人，脑袋顶着必杀标识，竟然还能这么堂而皇之的被 NPC 亲自护送。路人玩家满心不解，可一些有心人却是开始不断把这个消息传递了出去。日月战神回城了，一旦激起千层浪。原本东曼城中是没有太多玩家的，因为很多人都在外面刷怪练级。但这个消息一出，冷清的主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变得喧闹了起来。有人想看戏看热闹，有人则是想着如何才能把齐明脑袋上的系统奖励弄到手。更甚至，傲天战魂都想带人现在去把他弄死了，不过好在被拦住了，因为紫星的那个强力技能还没冷却完毕。不多时，齐明和昆特里外加一大票 NPC 卫兵一起抵达了城主大厅。当见到他的时候，伊斯特直接眉头大皱，道：“男爵阁下，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凶恶之徒，杀了那么多人，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就是如此玷污贵族头衔的吗？”你看看他。齐明直接把昆特里推到了自己身前。这位是皇子殿下。伊斯特愣在了原地，然后急忙起身相迎，问道：“皇子殿下，你怎么会来东曼城？”第49章，伊斯特的敲打。看着伊斯特那尊敬的样子，昆特里的心中别提多舒服了。这下老大可以看到他的价值了吧？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继续做出那么过分的事情。更甚至，未来的某一天，他还很有可能恢复自由身，成为对方的主人。想到这里，昆特里不禁直接站在原地傻笑了起来。砰！齐明踹了他一脚，说道：“城主问你话呢。”啊，对，东曼城的城主你好，我是哥布林一族高贵的皇子，你来找我是为了鼓槌部落？伊斯特问道。是，也不是，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通知你一声，这位冒险者是我最亲近的仆人，也是我哥布林一族的使者，以后他再来东曼城可以随意进出。皇子殿下的意思是让我无视他的杀戮？伊斯特微微皱眉。是啊，冒险者这种东西又不会真的死亡，杀再多能怎样？昆特里表现得毫不在乎。伊斯特有些头疼，然后朗声说道：“来人，请皇子殿下去好好休息，我要和冒险者单独聊聊。”随后，昆特里就在诸多美食的诱惑下自己溜了。冒险者，在你说出昆特里来东曼城的原因前，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伊斯特缓缓开口。齐明的心里有些打鼓，这家伙把昆特里支走，怕不是要单独对付他吧？城主，你想说什么？这次是第一次，也是你唯一的一次在犯下杀人罪名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地进入东曼城。哪怕你是莫尔村的英雄，
就算你是工程师的继承者，杀了人也要负责。如果不是看在昆特里的面子上，你早该被关进牢房。等你从东曼城离开，最好洗刷掉自己的罪恶再回来。好吧。齐明无奈。好了，有什么事说吧。是这样的。而后，齐明就把在食尸鬼 BOSS 身上获得的任务材料交给了对方。食尸鬼？伊斯特微微皱眉道：“食尸鬼这种东西，在亡灵中也是一种异类，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整个墓地的尸体都发生变化，其中一定还有什么隐情，你必须去查清楚。”定。完成任务，墓地中的异变。由于您的罪恶值较高，所以无法获得任何奖励。定。由于您完成东曼城城主的任务，罪恶值100。齐明呆了一呆，不给奖励反而减少了100罪恶值。两者说起来，到底谁更好一些，还真的很难确定。定。由于您的罪恶值过高，强行接取任务，墓地中真正的秘密。任务要求，请前往东曼城墓地查清尸变的真正原因。行吧。齐明悠悠一叹，继续道：“城主，还有在鼓槌部落的事情。”完完整整的交代了一遍后，伊斯特顿时眉头紧皱。你说的都是真的？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齐明疑惑。你说的能让哥布林变异的东西，恐怕是只有高等血族才能使用的血之诅咒。血族？齐明眼神一凝，所谓的血族其实就是吸血鬼。在游戏内，这些家伙的等级可是不低，而且东曼城的主线任务流程就有一部分是关于血族的。不多时，伊斯特叹息了一声，道：“长久以来，血族都是东曼城一个难以铲除的威胁。没想到他们已经对咱们的友邻下手了。”听到这里，齐明直接问道：“城主，那还需要我去鼓槌部落做些什么吗？”“不用了，我会亲自派人去监视他们的动向，以免真的与血族进行联合。”齐明点了点头，倒也不是很在意，说道：“城主，鼓槌部落的酋长法比恩让我问问你，能不能给哥布林们安排一个新的住处？因为之前的事情，导致他们原本的部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新的住所。”伊斯特沉吟一声，与他们交好，其实就是为了提前预警更东方的亡灵异族是否会入侵东曼城。现在这件事你也不用管了，我会处理的。定。完成任务，鼓槌部落的未来。由于您的罪恶值较高，所以无法获得任何奖励。罪恶值10。齐明咧了咧嘴，从不同的人身上接取的任务果然不一样。城主给的任务完成了罪恶值100，哥布林的才识果然是一群穷鬼。冒险者，最近几天东曼城会迎来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你的恶名太甚，所以最好不要再出现在东曼城附近，免得惊扰了那位客人。洗刷掉所有罪恶后再回来吧。”伊斯特突然说道。行吧。齐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自己好歹是个万人敌，怎么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城主大厅外，齐明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玩家，甚至要比之前傲天战魂为杀他的时候还多。日月战神出来了。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然后一群人顿时就围了过来。战神大佬，希望你不吝赐教，告诉我怎么才能在有红名的情况下回到主城。滚开啊！问这种无聊的东西干什么？日月大神，你今年多大？有媳妇了吗？喜欢男的女的？还是不男不女的？不管怎样，我都可以。你考虑考虑。一众玩家外加齐明都被惊到了。这些家伙，我还是走吧。隐身。开溜！日月大神，你别走啊！我的爱人，你快回来！爹，等等你儿子我啊！一众散人玩家依旧乱哄哄的，但有些人则是也一起快速离开了。原来他就是日月战神狂星，咱们比一比谁先杀了他。人群中一个名叫狂影的玩家淡淡一笑：“好啊，咱们两个都是隐藏职业，游戏以来都没有遇到对手，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万人敌到底怎么样。你先给他来个标记，免得找不到位置。”狂星嘿嘿一笑，没问题。狂影点了点头，然后对着隐身中的齐明释放了一个技能暗阵标记。这技能虽然没有任何伤害，但却可以时刻掌握被标记人的动向。第50章，隐藏在墓地中的 BOSS。 隐身走在东曼城的大街上，齐明有点纠结，到底该去先做哪个任务。墓地还有后续，可去了东边，再想回城借道就没这么简单了。犹豫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给他发来了语音通话：凋零之蕊。喂，日月大神，你好，你好，有事吗？哪个？你。凋零之蕊的声音有些紧张，一时间都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到底有啥事？齐明疑惑道。过了好一会儿，对方似乎鼓足了勇气，道：“你之前不是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请你帮忙吗？我有个任务很难，你能不能帮帮我？”听到这里，齐明稍感头疼，罪恶值高到离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刷完。自己这张破嘴，
为什么非要随意许诺别人这种事情？不过想到在对方手上骗了个隐藏职业的转职证明，他的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你的任务在什么位置？东曼城北方，可以直接坐传送阵来一个叫红山镇的地方。北方？齐明看了一眼地图，刚好和剩下的4个非人族领地在差不多的方向。不等他说话，凋零之蕊就急忙道：你如果因为红名不方便，可以让我妹妹把你传送过来。传送过去？齐明稍微一愣，问道：我在什么位置都可以吗？是的。话说到这里，齐明也做好了决定。你等等，我先去做个小任务，好了通知你，怎么样？没问题，谢谢你。红山镇内，凋零之蕊正在被一个与他长相相差无几的女孩教训。老姐，你骗人的时候能不能别那么心虚啊？可是骗人不对啊。哼，那家伙的脑袋上有那么多悬赏，谁看都不想要。咱们这叫光明正大的抢。可是抢也不对吧？好了好了，等他过来带你做完任务，这笔不菲的奖励咱们就收下了。一路回到了墓地后，齐明直接进入了地下墓室，仔细查看了一番，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任务也没有个确切的标记，让我怎么完成？齐明有些无奈，刚要离开，结果之前食尸鬼 BOSS 所在的墓室内就响起了一阵噪音，一面墙壁突然被打开了。啊，睡得好舒服。我的食尸鬼们都去什么地方了？一个身穿黑袍看起来有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左顾右盼，然后把目光放在了齐明身上。这里竟然还有个隐藏空间。齐明稍显惊讶，一个洞察术丢了过去。亡灵召唤师潘德卡为1，品阶区域 BOSS， 等级20，生命值10W， 魔法值10W， 魔攻1000，物防1000，魔防1000。技能复活死尸，可对任意死亡的尸体释放，复活后成为自己的仆从，上限2000。技能死亡波动，对自身2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魔攻 500% 的伤害，造成死亡时尸体直接复活成为亡灵，冷却时间30秒。技能高阶亡灵之力，对任何非亡灵生物造成5倍伤害。介绍：隐藏在东曼城墓地的亡灵召唤师，本人虽然是一个亡灵，但却并不邪恶，因为喜欢研究尸体，所以经常辗转在各个墓地中，生平从未杀过任何一个活物。这20级 BOSS 的属性真弱。齐明摸了摸下巴，不过对方却有着一个极其巨大的召唤空间，2000个召唤物大军正在向我招手啊！齐明嘿嘿一笑，嘿，那个亡灵召唤师，给你个机会成为我的宠物干不干？什么东西？潘德卡愣在了原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半晌后，他才皱着眉头说道：你是个冒险者，我的食尸鬼们都去了什么地方？被你杀光了？你可以这么说吧，怎么样？要不要来我这里？齐明说着，直接在这狭小的墓室中把自己所有的宠物全部召唤了出来。尤其是当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出现的时候，险些把潘德卡击死。怎么样？我和召唤师差不多，够强大吧？你跟了我，保证以后吃香喝辣，最主要的是不用害怕死亡。齐明挤眉弄眼地说道：人类，你杀了我的食尸鬼，我可以不管，因为我不喜欢杀人。但你如果想杀我，我是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想杀你了？齐明无语。潘德卡根本不管他说些什么，长笑一声：出来吧，我的亡灵大军。此话一出，齐明立马严阵以待。如果对方真的能召唤出2000只亡灵生物，那他可是得马上跑，不然被围起来，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万一死了。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他的面色稍显古怪。潘德卡双手高举，嘴里念念有词，一副老神棍的模样。嗡！一阵诡异的嗡鸣声突然响起，然后一个极其巨大的魔法阵就以他为中心开始不断扩散。出来吧，我的亡灵大军！呼！咔嚓咔嚓，一只完整的骷髅被他在墙边角落召唤了出来，但马上就散架了，因为空间不够，刚一出来就直接被哥布林双头巨人给击死了。击杀20级精英级骷髅士兵，玩家经验加26250，全体宠物经验加26250，哥布林双头巨人经验加26250。刷刷刷！齐明身边金光狂闪，才刚跟了他没多久的所有哥布林等级暴涨。哥布林皇子昆特里为1，品阶传说，等级9，经验025600，生命值81000，魔法值37500，物攻5400，物防4050，魔防1875，速度440，属性力量2700，体质2700，智力1250，精神1250，敏捷2200。技能介绍：双头哥布林巨人，品阶黄金，等级
9经验0.25600，生命值13500，魔法值5700，物攻900，物防675，魔防285，速度90，属性力量450，体质450，智力190，精神190，敏捷450。技能介绍，哎嘿，他的召唤物直接被挤死了。齐明差点笑出声，亏他刚刚还那么担心自己被上千只怪物包围。仔细想想，哪怕他不召唤自己的宠物，就以墓室中的这点空间，也根本不可能让 BOSS 召唤出2000只亡灵生物。怎么样，现在愿意屈服了吗？齐明笑眯眯地看着潘德卡。第51章，宁死不屈。潘德卡，你该死的冒险者，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方法限制我发挥！潘德卡不禁脸色大变。怎么，你还不愿意屈服在我强大的实力之下吗？也或者，你继续召唤亡灵，没准什么时候就能打死我呢？齐明脸上满是阴险的笑容，即便不能把这个家伙捕捉成为自己的宠物，也得好好利用一下。2000只亡灵怪物啊，算上越级击杀，再加上亡灵怪物本身的高额经验值奖励，他甚至感觉自己能在这里升到20级。只不过潘德卡也不是傻子，在得知自己根本无法召唤出全部帮手以后，他就直接一个转身钻到了先前出来的空间。哎，别跑啊！经验值你等等我！齐明直接带着一大票宠物追了过去。潘德卡边跑边召唤亡灵生物，嘴里也没闲着。该死的冒险者，我没打算杀你，你为什么非要追着我不放？你等等我啊！我也没想杀你，咱们再好好聊聊。齐明边追边让宠物杀怪，哪怕是20级的精英亡灵生物，也抗不住他这么多高阶宠物的伤害。尤其是泽尔埃，都快杀疯了，短短时间就让所有人都升了1级。不得不说，越级击杀亡灵怪物的经验实在是太香了。刷，升级的光芒再次闪烁而出，齐明率先升到了15级。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杀太多潘德卡召唤出的亡灵，撑死了都不到100只。角色：日月战神，等级15，经验0.163.84W， 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使，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19260，魔法值17130，物防1097，魔防961，速度122，力量576，体质642，智力572，精神571，敏捷603，自由属性点0。兄弟，你别跑了啊！我没有恶意的。齐明看了一眼自己升级后的属性，继续狂追。放屁！你把我的召唤物都杀了，还说没恶意？潘德卡满脸抓狂，他积攒了这么久的低阶亡灵，短短时间就死了那么多。该死的冒险者！因为你，今天我就要做下第一个杀孽了。伴随着潘德卡的一声咆哮，巨大的魔法阵瞬间把整个地下洞穴铺满，而后一个又一个低阶亡灵在其中闪烁而出，或是骷髅，或是食尸鬼，整整上百只同一时间出现，甚至其中好像还有几个非常强横的存在。定睛看去，赫然是5只 BOSS， 虽然全部都是普通级的，但如果能把他们全杀了……想到这里，齐明嘴里大喊一声：“对不起了，你的这些东西太吸引人，我得把他们全杀了！”啊！你放屁！谁杀谁还不一定呢！一起上，杀光面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潘德卡疯狂咆哮，他确实是个亡灵，可从来没有杀过人啊，顶多只是对一些死去的尸体动动心思。一个素未谋面的冒险者，为什么非要弄死他？他想不明白这个问题。齐明同样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他明明没想杀对方，为什么潘德卡就非要反抗呢？老老实实的跟在他身边躺平不好吗？而后，一场大战马上爆发开来。潘德卡的亡灵生物确实还有很多，但架不住齐明的每个宠物都强横无比，就算是最弱的瓦克伦，都敢跟在双头哥布林巨人身后补刀。场面十分混乱，但又显得有那么一丝秩序在其中。因为冲向齐明的所有亡灵生物，几乎都没有能活过10秒的，即便有几个 BOSS， 也都被泽尔埃全部单挑，化作了齐明升级路上的经验。刷刷，全体再升2级，这升级速度比坐火箭还快。而到了此时，潘德卡似乎也有点黔驴技穷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原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怎么这么倒霉？明明没干过什么坏事，怎么就被一个这么强大的冒险者盯上了？潘德卡欲哭无泪，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积攒了数百只亡灵生物，结果今天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死绝了。嘿嘿嘿，怎么样？还不准备跟我吗？我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你啊！齐明径自走了过去。你个该死的冒险者！
我可是亡灵一族的召唤师，怎么可能跟随你一个人类左右？潘德卡满脸的不忿。哎，此言差也。看看他，哥布林一族唯一的皇子，现在不还是我的打手？你比他的身份更高贵。齐明摊着手说道。哼，区区一只哥布林，怎么能与我相提并论？潘德卡不屑地哼了一声。你找死！老大，既然他不愿意屈服，那就揍他。昆特里一双眼睛溜溜直转，似乎想到了什么不美好的回忆。不能揍。齐明很快做好了决定。为什么？能打我为什么不能打他？昆特里不可思议地问道。齐明没说话，但眼神已经表明了一切。昆特里再怎么样也只能召唤10个双头哥布林巨人。潘德卡和他可不一样，整整2000只亡灵生物的存储，比黑蛋儿还多了整整1倍。这岂是一个傻缺哥布林能比的？更何况黑蛋儿复活的尸体可是没法拥有技能的。遥想到让对方那2000个空间都存储相差无几的召唤师，然后再让那些召唤师继续存储召唤师，如此循环往复，齐明都快兴奋疯了。而且对方这个高阶亡灵的身份在以后也会有大用。潘德卡，你真的不想跟我？废话，宁死不屈。你杀了我吧。这好吧。齐明无奈一叹，然后嘴里不断嘀咕了起来，道：系统你给点力啊，弄死潘德卡以后一定要把他那2000格的宠物空间给我爆出来，哪怕缩点水都没事。话落，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就一马当先的冲了过去，对潘德卡一顿狂咬。反观他的攻击落在2只已经升到17级的宠物身上，几乎可以说是不痛不痒。啊！气死我了！潘德卡一边被打一边气得跳脚。在没有了任何召唤物以后，他自身的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这样，不到1分钟的时间，潘德卡就快被打死了。与此同时，齐明直接走上前去。忠诚契约？你这是干什么？潘德卡一愣神的功夫就被契约直接制住了。第52章深渊裂缝。亡灵召唤师潘德卡，品阶黄金，等级1，生命值90，魔法值150，魔攻10，物防5，魔防8，速度0.2，属性力量1，体质3，智力5，精神5，敏捷1。技能复活死尸，可对任意死亡的尸体释放，复活后成为自己的仆从，上限2000。技能死亡波动，对自身2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魔攻500%的伤害，造成死亡时，尸体直接复活成为亡灵，魔法消耗100点，冷却时间30秒。技能高阶亡灵之力，对任何非亡灵生物造成5倍伤害。介绍：原是不喜杀戮的和平爱好者，很可能和本身的弱鸡属性有关，专心钻研召唤低阶亡灵的魔法，后来遇到某位更加强大的召唤师，实在不敌后屈辱屈服。这回到1级以后的属性，未免也太尖弱了。齐明满脸的无语，如果不是看在这家伙有个极其巨大的召唤空间，外加是个高阶亡灵，他都想直接合成一次了。就在齐明和潘德卡缔结忠诚契约之前，一些有着查看等级榜习惯的玩家被齐明那突然冒出来的 ID 给吓了一跳。我靠，日月大神在干什么？之前还在等级榜上看不到名字，怎么突然就升到第1了？不愧是咱们华夏区的第1大神，这升级速度简直了，厉害啊！10级以后所需要的经验几乎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没想到他，日月大神求带，我是你的老婆啊！这个王八蛋，升级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傲天空明满脸的狰狞，在被杀了整整1万人后，他就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升级大业中，准备在等级榜上一展拳脚，最好拿个第1，借此来恢复一下傲天战魂的名声。可结果谁成想，他刚到13级，就有个极其不顺眼的 ID 一路冲上了第1名。与此同时，有一行人正在墓地中小心翼翼地接近齐明留在这里的大炮。日月战神不在了，没想到连东西都没拿走，咱们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收起来。一个名为星辰大海的玩家双目放光，我靠，你不想活了？万一被攻击，咱们就10个人能坚持几秒？我看那些大炮好像也没有主动攻击咱们的意思，试试看。星辰大海不信邪，径自走了过去。刚刚他说的好听，但实际上还是非常怕死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但凡有任何异变，他都会马上跑路。不过当他接近那些大炮的时候，却是都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哈哈，太好了，这能灭杀1万人的东西归我了。星辰大海眼中金光爆闪，尝试着把他们收到背包内，可根本不行。就连齐明自己这个主人都没法把建造出来的东西弄走，其他人就更不行了。要不是他心存善念，没有把大炮设置成任意攻击模式，恐怕这几个玩家早就死无全尸了。不行啊，为什么拿不走？星辰大海有点牙疼，道：都过来帮忙。
地下洞穴内，齐明正看着面前的一个深不见底的裂缝，沉默不语。就在刚刚，潘德卡和他说明了这里的一切。墓地中的尸体尸变确实都是他干出来的，但潘德卡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就是因为面前的这条裂缝。深渊裂缝？齐明眉头微皱，距离东曼城这么近的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高级东西？主人，我一直没有离开，就是为了研究它。潘德卡说道。是吗？那你研究出来什么了？什么都没有。齐明无语，准备先行离开。这深渊裂缝实在是有点细小，连昆特里这个矮子都没法进去，所以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不如把事情禀报给伊斯特。但如果他仔细看去，就能发现这个裂缝似乎是在不断扩大，只是速度比较缓慢而已。定任务：墓地中真正的秘密进度更新，请把深渊裂缝的消息告知动漫城主伊斯特。没法回城啊。齐明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个任务得多等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了。就在此时，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定，各位东漫城的玩家请注意，东漫城墓地下出现深渊裂缝，且在不断扩张中。原墓地区域即将改变成副本空间，20级多人副本墓地中的裂缝，率先通关副本的队伍将会获得唯一奖励。各位东漫城的玩家请注意，各位，连续3次系统提示弄得齐明愣了一下，这地方要变成副本了。话音未落，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定，检测到您正处于东漫城地下墓穴，因副本空间即将出现，您被强制传送离开。传送的光芒在齐明的身上亮起，而他的所有打手们也极为统一的被送回了宠物空间。3秒后，齐明眼前一花，已经出现在了墓地之外，而在他的身旁还有10个面带迷茫的玩家，为首的正是星辰大海。咦，咱们的人怎么多了一个？我靠，必杀标识，是日月战神。此话一出，所有人顿时一个机灵，就他自己一个人，好机会啊！估计他也是刚被传送出来，不如咱们把系统奖励拿了怎么样？星辰大海面带激动，小声说道。这不好吧？他可是能把1万人都杀光了。他又没有大炮在身边，怕什么？咱们人多，秒了他就是。听着他们旁若无人的议论，齐明不禁露出了一丝无语的表情。他又不是聋子。泽尔埃被直接召唤而出，甚至没给对方几人继续说话的机会，一记大招在原地扩散开。-74800，-74800，恐怖的伤害爆出，星辰大海等人瞬间暴毙。哎，这就是出名的下场吗？齐明悠然一叹，转头看去，整个墓地都在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所笼罩，从外再也看不清内部的东西。10几秒后，在墓地原本的入口处出现了一个圆形的传送阵，可惜是20级的副本，现在还进不去。话音未落，齐明就只感觉脑袋突然一晕，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第53章被偷袭。控制技能。齐明的身体虽然动弹不得，但意识却是相当清晰，不由得脸色大变。下一秒，虎王的魂怒之袭发挥效用，一个猛虎虚像直冲而出，但似乎是因为攻击者的距离太远，所以他冲到了一半就消失不见了。可那偷袭他的人却是根本没有停下。-150，-148，-137。5秒后，齐明恢复了过来，脸上满是阴沉。刚刚的伤害确实不高，完全威胁不到他，但这暗中偷袭的混蛋实在是让他不喜。刷刷刷，所有宠物被召唤而出。汪汪汪！狗蛋儿狂吠，径自朝着东边疾驰而去。不仅是他，泽尔埃和虎狼蛋儿也在第一时间跟了过去。昆特里，你和所有双头哥布林护在主人身边。瓦克伦面色严肃，自己也没有动弹，直接挡在了齐明的身前。50码开外，狂心的脸色有些呆滞，自己一个弓箭手隐藏职业，而且还是全力加点，竟然只能打出来了100多点的伤害。仔细看去，对方的血条就跟没动弹一样。他那一身看起来就很低级的装备，怎么能这么柔？也没见他开类似魔法盾的技能。狂心眉头大皱，然后猛然一惊，那条狗是什么东西？还有那虎狼脑袋的诡异生物是在朝他冲过来。汪汪汪汪！狗蛋儿怒气冲冲，主人只有他能咬，谁那么不长眼，敢偷袭主人？吼！哦！虎狼蛋儿觉得狗蛋儿老大说的对，他也想咬主人。唯独泽尔埃这个看起来最不正常的表现的最正常，进入技能范围后，一个来自灵魂的重击就砸了下去。Miss！ 狂心毫发无伤，速度竟然都这么快。狂心脸色大变，要不是他看情况不妙，开启了自己隐藏职业附带的一个能100%躲避伤害的技能，怎么这么多诡异的东西？之前也没听说墓地附近有这么多奇怪的怪物，不好对付，先走。刷！狂心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泽尔埃稍微一愣，
失去了攻击目标。他不能侦破隐身，不代表别人也不行。狗蛋儿的鼻子一个劲抽动，不出2秒就察觉到了对方的行踪。5连接，接连5口下去，狂星直接原地裂开，就连手上的那把长弓也掉落在地。定！由于玩家狂星主动对您发起攻击，所以此次击杀不增加罪恶值。系统提示响起的同时，让齐明的目光格外森然。狂星又一个弓箭手隐藏职业。前世的时候，这家伙可是与子星并称为弓箭双子星，攻击距离也相当远，尤其喜欢暗中偷袭，死在其手上的高手玩家没有1000也有800。最主要的，对方是来自一个叫狂人的公会。看来我脑袋上的重额悬赏让很多人都坐不住了。齐明满脸的冷色，这个仇先记下了。瓦克伦，去把战利品捡回来。好嘞，我就爱干这种简单的活。瓦克伦屁颠屁颠的把狂星掉落的长弓捡了回来。精准战弓，品阶黄金，等级10，穿戴要求暗袭弓手，物攻加300，力量加30，敏捷加60，技能精准，射出的箭矢不会丢失目标，100%命中。技能远射伤害，攻击50码以外的目标时附加100点无视防御的伤害。技能眩晕打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误攻100%的伤害，且眩晕5秒，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一把具有不错准头的战弓，但一般人都无法驾驭它。这东西隐藏职业专属。齐明眉头一挑，又是个好东西，可惜普通职业都没法用，看来只能等个品阶差不多的合成了。东漫城复活点，狂星呆呆地站在原地，自己的职业专属武器竟然被爆了。与此同时，语音通话申请突然响起：喂，狂星，我看你刚刚的名字好像黑了，死了。狂影的声音传了出来，被日月战神那个王八蛋爆了。是吗？你那么高的攻击力和那么远的攻击距离都没能打死他。还有，你的职业隐身技能没用。狂影的语气有些凝重。不是没用。狂星的语气满是复杂，不解、无奈、愤怒，不知该作何解释。不如咱们两个配合一下，应该能弄死那个家伙。你想怎么办？东漫城墓地外，因为副本的出现，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但因为等级要求过高，所以来的玩家都是查看一番就离开了。至于齐明，则是主动联系了凋零之花。喂，凋零美女，我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去帮你了。好的好的，谢谢你，我马上让我妹妹加你好友，把你传送过来。定，玩家凋零之落向您发送好友请求。接受。定，您与凋零之落已成为好友，对方向您发动虚空传送，是否同意？同意。刷，齐明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很快便出现在了一个比新手村稍微大一些的小镇之外。日月大神，你来了。凋零之蕊的眼神有些闪躲，但还是主动打了个招呼。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亲妹妹，13级法师。看向对方身旁的另外一个女孩，齐明眉头一挑，双胞胎。人来了，那咱们就走吧。日月大神，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们才行。凋零之落笑盈盈地说道。齐明看了看四周，不动声色地进入隐身状态。刚刚才被偷袭过，再加上对方也只见过一面，不怪他谨慎一些。咦，你人呢？凋零之落稍微一愣。没什么，我这个人在野外习惯隐身赶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吗？日月大神，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们姐妹俩会惦记你脑袋上的系统奖励吧？凋零之落打趣道。那怎么可能？隐身中的齐明脸色稍显尴尬，问道：你们的任务目标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的红山里。第54章红山矮人。定睛看去，小镇之外的不远处确实有一座通体红色的山脉，而这也是红山镇名字的由来。山内盛产一种叫做红玉石的东西，经由某些生活复制的锻造，可以成为高品装备的制作材料，价格不菲。但因为现阶段玩家的等级不高，所以红山这个等级稍高的地图附近暂时还看不到太多玩家。对了，蕊美女，话说你的任务该不会是进阶副职业的吧？齐明问道。是的，从初级到高级只需要花一些金币就行了，但我要晋升特级，需要几种比较稀有的材料。凋零之蕊详细的说道。齐明倍感心惊，这才多久，他就要晋升特级副职业了？不愧是前世被称为最强生活副职的玩家。说起来，这座红山其实也是齐明的任务目标之一。内中有个其他种族的领地，矮人，与古锤部落一样，也算是东漫城的友邻。不过里面的矮人只是占据了山体的一小部分，剩下的很大范围都算是危险区，怪物等级普遍都在20级左右。一路走走聊聊，三人很快抵达了红山之外。矮人，一种比哥布林长稍微高上一些的类人族，相传体内流淌着上古泰坦的血脉，拥有着极其强横的实力。喜欢生活在山内，
更是大陆上出了名的能工巧匠，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精良的武器装备，在上古年代地位非常高。此时，齐明三人正在目瞪口呆听着一个矮人大兄弟的介绍。嘿嘿，几位，你们想在红山内开采红玉石吗？现在我红山部落正在优惠大促销，每人只需10金币就能在里面尽情采矿，无论数量多少都可以自由带出去。对了，还有另外一个优惠政策，每人100金币，我可以派专程的向导带你们去红玉石最多的地点。采矿这件事非常解压，还能锻炼身体，几位考虑考虑。这家伙齐明的嘴角不断抽搐，前世也没听说过矮人足触奸商啊。那个不花钱能不能进？凋零之蕊问道。不花钱？矮人大兄弟冷哼一声，露出了极其嫌恶的表情，道：滚！一群穷鬼，浪费我时间！我靠，这么嚣张！齐明瞪了瞪眼睛，道：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爱谁谁，滚！操！我可是东漫城城主钦点的特使，专程来你们红山部落进行调查的。看你这样子，是准备背叛东漫城？不怕城主带人来收拾你们？齐明极为不满地说道。听到这里，矮人大兄弟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几人，不由得撇了撇嘴。原来是东漫城的冒险者，进去吧进去吧。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红山内可是相当危险的。哇，日月大神好厉害，三言两语就让 NPC 放咱们进去了。小妹，咱俩之前可是费了好大功夫都没进去。凋零之蕊满脸笑容地说道。听到这里，凋零之落不禁满头黑线，道：老姐，你可不要忘了咱们的目的。随后几人顺利进入红山部落，和鼓槌部落的规模差不多，里面有不少矮人。下一秒，一个又一个矮人大兄弟突然就围了过来。是东漫城的冒险者，来看看我打造的武器吧，精良中的精良，极品中的极品，童叟无欺，只要1000金币。来，我打造的全身铠可是大陆闻名，只要500金币。我去，这群矮人什么情况？穷疯了吗？齐明随意看了几件装备，屁的极品，最高才青铜。那个，我是来红山寻找红玉精髓的，你们知道什么地方能找到它吗？凋零之蕊的声音不大，但却让原本叫卖的诸多矮人瞬间闭了嘴，一个个的脸色都显得非常难看。啥情况？齐明稍微一愣。就在此时，一个年老的矮人缓慢走来，是他们的酋长麦贝斯。几位冒险者，你们不是来解决我们矮人之间的事情的吗？什么事情？齐明稍微一愣。红山内确实有不少红玉精髓的存在，但就在最近几个月，他们已经被另外一群矮人全部占领了。说到这里，麦贝斯露出了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这是来任务了？齐明嘿嘿一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冒险者占领了红玉石矿脉的那群矮人，原本也是红山部落的一员，可不知为何脱离了我们，还发动了战争。短短几天时间，我们就损失了很多人手。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请你们查清这件事背后的真相？麦贝斯叹息着问道。定，可选接取任务：矮人间的战争。任务内容：前往红山深处，帮助红山部落解决掉敌对矮人，或查清他们之间战争的真相。啊！齐明顿感无语。战争？红山部落撑死了能有300-400个矮人就算不错了，这叫什么战争？不过嘛，任务来了还是要接一下的。定。任务：东漫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请解决红山部落之间的争斗。正好，一举两得了。齐明耸了耸肩，说道：红山内的道路四通八达，想要找到那群矮人应该很困难吧？不如给我们来个向导怎么样？没问题。麦贝斯打手一挥，刚刚在门口拉客的那个矮人大兄弟就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马迪利，你带几位冒险者去吧。而后，齐明三人外加马迪利大兄弟便朝着红山内部离开了。山道内随处可见一些零零散散的红玉石，这些东西价格本身就不低，再加上它有万物合成术，更是能够提升它们的价值。所以，秉承着见到就是我的这一原则，齐明根本没客气，哪怕是个渣子都被他收了起来。冒险者，你刚刚拿走的红玉石都属于我红山部落，一共1万金币。马迪利目光闪烁着说道。第55章，震惊两姐妹。放屁！大陆上的东西怎么就是你们的了？齐明丝毫没惯着马迪利。你，哼，我不走了，不给我1万，不，最少给我10万金币，我才能走得动路。马迪利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一个20级的 NPC 有什么可嚣张的？齐明眼睛一眯，然后嗖，在凋零之蕊两姐妹那震惊的眼神中，包括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在内的所有宠物都被他召唤而出。咕哝，日月大神，这些是什么东西？
凋零之落目光震颤着问道：“我的宠物？啊？怎么这么多？”齐明笑了笑，没有解释，只是说道：“昆特里，去揍那个矮人一顿，别打死了。”昆特里眼中金光爆闪，难道这是他的继承者？那个矮子，滚过来挨打！呸！你个绿皮矮子，也好意思说我？操！老子可是高贵的哥布林皇子，你才是绿皮矮子！两人话不投机，顿时战作一团。不出10秒，马迪利被揍得鼻青脸肿，胡子都被薅掉了一大半。臭矮子，跟我斗！昆特里洋洋得意。而后，迫于齐明的淫威，马迪利不得不继续带路。随着他们不断深入红山，一只只红色的石头人怪物也在不断出现。红山石人，品阶普通，等级20，生命值1万，魔法值1万，物攻1500，物防1000，魔防1000。技能山石之体，减少10%受到的物理伤害。技能石块投掷，对20码范围内的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200%的伤害，概率造成倒地状态，持续1秒，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红山内的独特生物，全身都覆盖在坚硬的岩石之下，属性好高啊！日月大神，拜托你了。凋零之落满脸的微笑，好说。随后，在齐明几个宠物的乱揍之下，红山石人碎了一地。定，击杀红山石人，玩家经验加168，全体宠物经验加168。经验真少。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和别人组队打怪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获得原怪物经验的75%，再加上红山石人只是20级的普通怪物，能给这么多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摸尸体，装备钱币一个没有，反倒是爆了不少矿石，铁矿、铜矿、红玉石等等，加在一起赫然有着7、8块，这倒是不错。齐明眼前一亮，正愁没有建造新大炮的材料呢。接下来就是众多宠物们的一路平推。虽说这里的普通怪物经验不咋样，但架不住数量多，3步一个，5步一群，数量多起来，3人分到的经验还是比较可观的。当然，战利品全部默认给了齐明，这一点凋零之蕊两姐妹倒是没什么异议。小妹，咱们要不还是放弃原本的打算吧？啊，老姐，前面咱们差不多就能动手了，你怎么突然打退堂鼓了？别看他捡的东西多，等下不全都是咱们的。凋零之落小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就算真的要打，咱俩也打不过他吧？还有那么多宠物，这么强大的一个玩家，交好肯定要比骄傲更好一些吧？怕什么？前面就快到了。”凋零之落鼓舞了一下姐姐。其实早在齐明来之前，他们两人就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过红山了，因为遇到了20级的 BOSS， 所以才退了出去。不多时，一个岔路口出现在几人眼前。本以为有马迪利带路会出什么差错，结果凋零之落没想到对方竟然也引着齐明去了 BOSS 的所在地。或许是因为刚刚被打了一顿，所以这位矮人大兄弟和两姐妹的想法出奇的一致，坑死齐明。几位，走这边。马迪利指了一个方向。3分钟后，前方的地面陡然开阔了起来，10多只五颜六色的硕大石头人正趴在地面上酣睡。那些全是 BOSS。齐明大喜过望，能遇到 BOSS 对他来说确实再好不过了，毕竟他的罪恶值还有很多，刷小怪实在太慢了。宝石巨人，品阶精英 BOSS， 等级20，生命值10W， 魔法值10W， 物攻3000，物防2500，魔防2500。技能宝石暴击，对自身5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物攻300%的伤害，且极大概率造成倒地、眩晕、失明等负面状态，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五彩身躯，减少30%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害。技能采光流转，使用后自身进入无敌状态10秒，冷却时间1小时。技能抗性皮肤，免疫所有控制，减速。介绍：由红山内的各种矿石组合而成的东西，因为某种特殊的力量才获得了生命。这么多 BOSS， 日月大佬，靠你了。凋零之落的双眼一转，抬起了自己的武器。没问题，交给我吧。齐明嘿嘿一笑。下一秒，速度最快、属性最高的黑蛋儿不情不愿地冲了过去。10多只 BOSS 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全部拉到一起，杀起来才更快。日月大佬，你这是干什么？不一只一只打吗？凋零之落疑惑问道。那样太浪费时间了。齐明耸了耸肩。不多时，10几只 BOSS 就全部被黑蛋儿吸引了仇恨，追着他一顿撵。嘎嘎嘎！黑蛋儿心累，为什么挨揍这种事情非要让他去干？昆特里那矮子不是更好的选择吗？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语，昆特里不满地撇了撇嘴。黑蛋儿，你不厚道啊！
交谈之际，泽尔埃已经冲入了 BOSS 群。来自灵魂的重击，负74800，负74800，10多个恐怖的伤害陡然爆出，差点把所有 BOSS 都秒了。看到这一幕，凋零之落刚刚抬起的武器不由自主地放了下去，瞪大双眼，小嘴大张。那看起来好像个灵魂的东西，伤害怎么这么高？10多只 BOSS 都没能牵制住日月战神，那他还怎么动手？不等他说些什么，剩余的宠物纷纷冲了过去，然后在普通玩家看起来非常难以对付的 BOSS 群就这么一一爆开，诸多各种各样的矿石掉了一地。定击杀宝石巨人，玩家经验加21195，全体宠物经验加21195，罪恶值100。击杀宝石巨人，接连10多个系统提示让齐明又无奈又惊喜。无奈是经验真的少，10多只才给了不到50万经验，不过罪恶值确实减少了1000多，还算不错。收拾好了所有战利品，其中正好有凋零之蕊需要的红玉精髓。扭过头，他正好看到了两姐妹那呆滞的眼神。蕊美女，这是你的任务物品吧？是。凋零之蕊呆呆地接过了东西，看着对方那真诚的样子，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日月大神，对不起啊，我们把你叫来是准备抢你身上的系统奖励。此话一出，不仅齐明呆愣当场，凋零之落更是直接傻在了原地。什么东西？齐明瞪大双眼，一副很受伤的表情。对不起。凋零之蕊如同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低着头不知该说些什么。唉，算了，我脑袋上的奖励别说是你们了，哪怕是一条狗知道了可能都会疯了一样的过来咬我，你能主动说出来也算不错了。齐明无奈地摆了摆手。你不怪我们吗？怪倒不至于，因为你们还没对我动手。不过嘛，我的心里很受伤，你们准备怎么补偿我？齐明嘿嘿嘿地笑了起来。这个，小妹，你不是说要找个男朋友吗？我觉得日月大神还不错。凋零之蕊极为认真且严肃地说道。啊！两人同时傻眼，齐明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其实并没有打算真的要什么。至于凋零之落，则是一副恨不得弄死自己姐姐的表情。日月大神，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别人。不用了。齐明嘴角一抽。那这样吧，等我晋升到特等副之后，第一个制作出的装备送给你。这个好，比什么女朋友之类的强多了。齐明认真地点头。啊！你们两个，我要杀了你们！凋零之落疯狂地尖叫了起来。没有了隔阂之后，凋零之落的话明显变多了，拉着齐明问东问西。日月大神，你的那个宠物在哪弄的呀？我也想要一个。那个黑蛋好可爱，能不能送给我？你看我姐姐漂亮吗？我用它换你的那个强大的宠物好不好？听着耳边的话语，齐明满脸漆黑。凋零之落这丫头嘴怎么这么碎？继续深入红山，一路上几人又遇到了几只20级的 BOSS， 不过在泽尔埃的强大火力下，纷纷化作了他们的经验值。马迪丽，你认识路吗？都走了大半天了，还没到地方。齐明皱眉问道。那个，快到了。马迪丽此时已经快被吓懵了，他确实在故意绕路，把齐明三人引到一些连红山部落都认为很危险的地方。可谁成想，那灵魂一样的东西简直强到爆炸，根本没东西能挡住他。话说，你该不会是在故意绕路吧？齐明的眼中满是质疑。第56章，山星之户。怎么可能？红山内的道路错综复杂，只有我们矮人族才能认清。马上就到了，你们跟紧我。半个小时后，马迪丽停下了脚步，悄悄摸摸地躲在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后面。前面就是从我们部落分裂出去的那些家伙的地盘了。听到这里，齐明打眼一看，人还挺多，光是能看到的矮人就有200-300。这要是真打起来，我没准会有些危险。齐明摸了摸下巴，先准备一下好了。之前材料不够，但刚刚打了那么多怪物，可是没少给齐明爆出来各种矿石。随后，在凋零之蕊两姐妹那再次震惊的目光中，他徒手搓出来了一门大炮。大炮？是啊，保险起见嘛，万一他们是敌对的，也好有个应对的方法。齐明咧嘴一笑。不到2分钟，一共5门多重火炮塔被齐明布置在了前方。马迪丽，去通知他们说东曼城特使到了，让人过来迎接我。啊，他们和我们是敌人啊，我去被杀了怎么办？马迪丽面色发苦。废话，我去被杀了怎么办？齐明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继续道，顶多我让泽尔埃陪你一起，谁敢动手直接灭了他。你好吧。马迪丽无奈一叹，往前挪动一小步，甚至没出火炮阵的他便扯着嗓子喊了起来。麦肯兹，我是红山部落的马迪丽，带着东曼城的使者前来，懂事的话快点出来迎接。我靠，你怎么不回到红山部去喊？这么远人家能听见？
齐明满头黑线。话音未落，不远处的诸多矮人就纷纷看了过来，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模样。而后，一个体型粗壮的矮人手持双斧从中走了出来。马迪烈，你敢来我们这里，不怕回不去吗？哼，谁会怕你？东曼城特使在此，你不出来迎接，就是对东曼城的大不敬。到时候特使大人一定会带人灭了你们。马迪利狐假虎威道。东曼城？麦肯兹不屑一笑道，很快我就将成为矮人族的第8位王。区区一个东曼城，算得了什么？马迪利，你回去通知酋长，最好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从今天起，红山就是矮人族的第8大王国。如果东曼城非要干涉我们的事情，我不介意对他们发动战争。什么乱七八糟的？齐明满脸的无语。区区几百号人也好意思自称王国，还发动战争？几百人的如果叫战争，那他和傲天战魂1万人的对决，岂不是能称为世界大战了？冒险者，你们都看到了，麦肯兹已经疯了，要怎么伴随你们吧？马迪利摊了摊手。弄他。泽尔埃，你上，能杀多少算多少，剩下的全部引过来。是，主人。嗖！泽尔埃一路飘到了矮人阵营中，原地开打。-74800，-74800，一片超高的伤害爆出，看得远处的齐明心情舒畅。可等了半天，却是一个系统提示都没有。难道这些矮人的血量都超过了泽尔埃的输出？齐明满心的疑惑。再次看去，泽尔埃大招范围内的矮人大部分确实都已经空血了，可不到2秒的时间就全部回满，一个没死。哈哈，山脉之心的力量已经开始浮现，谁都无法阻止我们了。麦肯兹的表情极其亢奋，挥舞着双斧就对着泽尔埃一顿乱砍，可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反观齐明几人身边的马迪利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了。山脉之心？他竟然在这里找到了山脉之心，那是什么东西？齐明问道。是一种只有在古老山脉中才能诞生的东西，传说中是我矮人一族的力量源泉，可以借助其打造出神器。拥有它，别说成为一个王了，如果使用得当，甚至可以统领整个矮人族。上次出现，据说还是在数百年前。神器，人类能用吗？齐明顿时双目放光地问道。马迪利呆了一呆，问道：冒险者，你要干什么？你们和东曼城是友邻，他们和你们是敌人，自然也就是我的敌人，杀了他们，义不容辞。齐明大义凛然道：你是想抢山脉之心吧？屁话，那叫抢吗？杀了他们，那就是我的战利品。齐明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摸了过去，随便对着一个矮人发动了洞察术。叛变的红山矮人，品阶精英，等级20，生命值25000，魔法值25000，物攻2000，物防800，魔防800。技能力量重击，对自身1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物攻300%的伤害，概率造成倒地或眩晕，持续3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山星之护，处于山脉之心范围内时，受到死亡伤害后免疫，恢复全部生命值。介绍：原红山部落的矮人，后跟随麦肯兹脱离部落，欲要使用山脉之心称王称霸。怪不得打不死，这技能竟然连冷却都没有。齐明倍感头疼，这怎么打？话说山脉之心的范围有多远？不知道。那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怎么才能对付这些被山脉之心守护的矮人？不知道。靠！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齐明无语。马迪利更加无语，他要是早知道这些，打死都不会过来啊。看向依旧对着泽尔狂砍的麦肯兹，齐明又是一个洞察术丢出。野心背叛者马迪利唯一，品阶领主级 BOSS， 等级20，生命值30W， 魔法值30W， 物攻10000，物防8000，魔防8000。技能战斧突袭，瞬间移动到30码范围内的任意敌人身边，眩晕对方10秒，且造成物攻500%的伤害，冷却时间10秒。技能战斧狂击，撕裂单体敌对目标所有防御，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先祖之力，使用后各项属性翻倍，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小时。技能山星之护，处于山脉之心范围内时，受到死亡伤害后免疫，恢复全部生命值。介绍：原红山部落的副酋长偶然间找到山脉之心后，野心膨胀，欲要建立第8个矮人王国，实力非常强横。第57章特来助阵。看着麦肯兹的属性，齐明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虽说比不上曾经同为领主级 BOSS 的昆特里，但架不住人家的技能厉害啊，而且也拥有山星之护，约等于不死的存在。
也不知道那山脉之星到底在什么位置。如果把他们引开一段距离，能杀了吗？齐明暗自沉吟，但却没显得太过急迫，因为那群矮人正在围殴泽尔埃，一个个打得相当起劲，可就是造不成伤害，得好好想个法子才行。与此同时，距离齐明等人100码以外的地方，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正在不断接近。狂影，你的技能都冷却完毕了吧？咱们这次一定要弄死日月战神那个家伙。狂星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放心，有我的辅助，那家伙必死无疑。狂影脸上带着极大的自信。不出1分钟，两人就看到了前方的情况，他们正在打怪，刚好适合偷袭啊。狂影嘿嘿一笑，道：“兄弟，准备好得到系统奖励了吗？”当然，那就开始吧。话落，一个灰色的圆形光圈在狂影的手上突然升起，飞出去后便急速扩大，笼罩了附近100码的范围。定，你已被封墨魔法阵笼罩，所有技能均已失效。什么情况？不待齐明三人反应过来，又是几圈颜色不一的魔法阵落下，系统提示也随之再次响起。定，你已被降能魔法阵笼罩，全属性减半。你已被囚困魔法阵笼罩，无法脱离。身上闪烁着3种颜色不一的光芒，再看向四周覆盖了极其巨大的魔法阵，齐明不由得脸色大变。那群矮人还有这么恐怖的能力？这 TM 怎么打？最主要的，火炮本身是没有攻击力的，能够造成伤害都依靠技能。也就是说，在这魔法阵之中，他的火炮完全没用。唯一值得庆幸的，可能就是泽尔埃并不在这些魔法阵之中，继续抗住所有矮人的输出应该不成问题。就在此时，同样处于魔法阵之中的狂星两人耳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定，你已被友军的封墨魔法阵笼罩，所有技能效果提升 100%。你已被降能魔法阵笼罩，全属性提升 100%。你已被囚困魔法阵笼罩，生命值提升 100%。哈哈，终于可以开始了。看着同伴技能生效的狂星终于坐不住了，直接跳了出去，大喝道：“日月战神，咱们又见面了！”此话一出，齐明几人都是稍微一愣，纷纷回头。当他看到狂影的时候，不禁眉头大皱，怪不得这些魔法阵感觉很耳熟。前世的时候，狂影这家伙可是狂人公会中的第一辅助，虽说攻击能力很弱，但诸多辅助魔法阵可是强的没边。又是你！齐明眼睛微眯，嘿嘿嘿，你脑袋上的系统奖励我要定了。狂星猖狂一笑，弯弓搭箭，嗖，负800。一个伤害数字在齐明的脑袋上跳出后，狂星心神大定，这家伙也不是无敌的嘛，最多10几次攻击就能弄死他了。反观齐明，则是心神俱震，在被魔法阵压制的情况下，这家伙一击就打掉了他将近1/10的生命值。日月大神，咱们怎么办？这些魔法阵好强的效果。凋零之蕊急忙问道。怎么办？跑不掉的话，打死他们2个不就行了？齐明看了一眼自己全部黑掉的技能栏，不禁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笑容。下一秒，他便冲向了狂星。即便全属性被减半了，他的速度属性依旧有64点，远超现阶段的大部分玩家。嗖，数十码的距离转瞬而逝，狂星有些震惊对方速度的同时，急忙进入了隐身状态。隐身？齐明咧了咧嘴，四周都是碎石，你能跑到哪去？啪嗒，一块小石头自顾滚动了几圈。看到这里，齐明毫不犹豫的一个大逼斗抽了过去。啪！负5127，爆高的伤害陡然跳出，处于隐身状态的狂星直接被打了出来。看着自己仅剩下的一丝血皮，他的目光中满是不可思议。被3重魔法阵加持，结果还差点被秒了。封印我的技能，把我困在这里，就能杀了我吗？你们真以为我这绝世大恶人只是说说而已？齐明露出了一丝狞笑。封印所有技能，就代表着他工程师副职业的技能也被封印了，所以原本毫无攻击力的他，反倒是能进攻了。再加上绝世大恶人称号带来的10000点攻击力，哪怕被减半，齐明的伤害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随便一脚收掉了半死不活的狂星后，他看向了已经彻底傻在原地的狂影。嗖！狂影待愣之际，齐明已经急速杀来，又是一个大逼斗落下。负5500，打人的感觉竟然这么爽！一直没有攻击，我都快忘了这是个什么滋味了。齐明哈哈一笑。当系统提示响起以后，他笑得就更畅快了。定！死亡掠夺技能发动，掠夺狂影技能封墨魔法阵。封墨魔法阵，品阶钻石，属性使用后封印目标范围100码内的所有技能，且提升友军 100% 所有技能效果，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正愁不知道怎么对付那些矮人呢，齐明没忍住打开了公共聊天频道，输入了一行话。
感谢狂人公会的2位大兄弟特来助阵。啥情况？狂人公会是哪个公会？难道日月大神已经加入了他们？很有可能，不过这公会没听过啊，难道是个小型公会？大神的想法摸不透。可惜啊，为什么我就拉拢不到日月大神？聊天频道内短暂沸腾了一小会儿，便恢复了平静。只不过在东曼城复活的狂影2人却是没那么快能恢复平静了。操！老子的风墨魔法阵技能怎么没了？啊！狂影、日月战神在公共聊天频道内说话了。狂星小声道。翻看一阵后，狂影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气得直接原地下线了。红山内，由于狂影身死，刚刚困住齐明几人的魔法阵已经全部消失。第58章卡位。日月大神，刚刚那2个家伙是谁？凋零之落疑惑问道。和你们一样，想要我命的人。齐明打趣道。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怎么还没忘？凋零之落的脸色相当尴尬。我可是很记仇的，不补偿我一下，我怎么能忘？齐明开玩笑道。日月大神你放心，等我职业进阶后会好好补偿你的。凋零之蕊认真道。没错没错，老姐会补偿你的。还有，那些矮人数量不少，打怪我也很在行的。凋零之落挥舞着小拳头说道。你这就不用了，山人自有妙计。齐明嘿嘿一笑，不待对方说话，一个灰色的圆形光圈便在他的手上飞了出去。是刚刚的魔法阵，那2个家伙还没死。凋零之落急忙警戒地看向了四周。放心，这是我的技能。你的？2姐妹同时一愣，有点不明所以。没有解释这件事，齐明直接大喊了一声：泽尔埃，把那些矮人们引到这个魔法阵里面。是，主人。随后泽尔埃疾驰而回。只不过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那群矮人竟然没有追过来，而是在魔法阵外面停了下来。哼，冒险者，你当我们是聋子吗？这魔法阵肯定不简单，谁都不要进去。麦肯兹冷笑不止。哎，我操，这么聪明，齐明很是牙疼。嘿嘿，日月大神，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凋零之落突然笑了起来。怎么？你能让他们主动进来？齐明惊讶问道。那倒不是，但我能强制让他们进来。忘了告诉你，我可是个隐藏职业呢，叫做虚空法师。凋零之落的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然后嘴中开始念叨起来了一阵魔法咒语。虚空转移，四周空气似乎突然震动了一下。呼啦啦，一瞬间，原本处于魔法阵之外的诸多矮人直接被转移进来了将近1/3。看到这里，齐明大喜过望，对凋零之落竖起大拇指的同时，急忙让小弟们冲了过去。正如他所想，被封印了技能后，这些家伙的山形守护也完全失去了效果，不消片刻就被清理一空。定，击杀叛变的红山矮人，玩家经验加844，全体宠物经验加844。击杀叛变的红山矮人，系统提示接连响起，不由得让齐明搓了搓手，说道：洛美女，厉害啊！你这技能 CD 多久？不长，3秒而已，但施法距离比较近。3秒，这也太短了吧！齐明大感震惊，这要是在和玩家对战中，即便没有任何伤害，3秒来一次，都能把任何人弄得晕头转向了。虚空法师空间徽章，不待他仔细询问些什么，凋零之落的虚空转移已经冷却完毕，这次直接就把还没跑出去几步的 BOSS 给弄到了魔法阵中。黑蛋儿，看你的了！召唤巨齿兔，把他给堵在里面。打！黑蛋儿扭动了一下身躯，然后一大片被他复活成为亡灵的巨齿兔瞬间密布整个魔法阵，把 BOSS 围了个水泄不通。瞧瞧，此为高端玩家的操作，叫做卡位。齐明自得一笑。凋零之蕊2姐妹再次看呆，卡位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吧？啊！该死的冒险者，这些都是什么鬼东西？一旁的麦肯兹怒声咆哮，一抚一只巨齿兔，但奈何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太多了，在没有了技能加持的情况下，站在这里给他杀都得杀上一段时间。而后，作为一个没了技能的肉靶子，麦肯兹在众多宠物和5个炮塔的集火下，很快就饮恨当场。定，击杀野心背叛者麦肯兹，玩家经验加 260W， 全体宠物加 260W， 玩家罪恶值3000。刷刷刷！凋零之蕊2姐妹一连升了好几级，但齐明和宠物们却是一级没升，需要的经验实在是太多了。而在见到了自己老大挂掉后，还活着的那些矮人们倒是硬气得很，完全没有打算逃跑，一个个自己冲到了魔法阵内，是要为麦肯兹报仇，但结果却是被直接压制，很快就死光了。磨尸体了，潘德卡，你也别闲着，能复活一个算一个，等到见到别的召唤师以后，再把用不到的丢掉。齐明吩咐道。是，主人。刷刷刷！
但凡是被齐明摸过的矮人，转瞬被潘德卡复活，这一幕看得凋零之蕊两姐妹又是震惊的不行。对视一眼后，两人都很庆幸他们及时的悬崖勒马。真要是打起来，不提那几个强到没边的宠物，光是这些召唤物都够他们喝一壶了。不多时，齐明收拾好了所有战利品。不得不说，这群矮人实在是穷得令人发指，好歹有100-200个，结果爆出来的金币都不到10个，怪不得红山部落的那些家伙都是奸商。除此之外，各种矿石还是比较丰富的，普通的金银铜铁，高级一些的红玉金髓等等，零零总总的加在一起得有3-4千块。至于 BOSS 本身也是穷的叮当响，一共就爆了50个金币，外加2件装备。力量战斧，品阶铂金，使用要求战士，等级20，务工加1000，力量加300，敏捷加100，技能力量冲击，对自身周围1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务工150%的伤害，概率陷入倒地状态，持续2秒，冷却时间30秒。技能力量增幅，提升自身10%力量属性。介绍：唯有强大的战士才能驾驭的重型战斧。重铁战靴，品阶黄金，等级15，物防加200，体质加50，敏捷加50。技能重量防御，使用后免疫一次非自身造成的位移效果，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不到身躯，使用后免疫一次非自身造成的倒地效果，冷却时间1分钟。介绍：极具重量的靴子，穿上它后坚如磐石。武器没啥用，鞋子倒是不错，能把身上原本的破烂装备换下来，算上之前得到的瘟疫项链，齐明虽然没有升级，但属性又提升了不少。角色：日月战神，等级17，经验300W655.36W， 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使，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23070，魔法值17730，物防1277，魔防991，速度136，力量596，体质769，智力642，精神641，敏捷680，自由属性点0。第59章，离开红山。山脉之心不在他身上吗？齐明稍显疑惑地看向了麦肯兹那些矮人的地盘，在其中找了一通，他发现了一处通往地下的入口。几人进去没走多远，便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而齐明也终于知道为什么麦肯兹没有把山脉之心带在身上的原因了。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石块漂浮在空，散发着一种棕色的光芒，显得极其厚重，少说的有10多米。成长中的山脉之心，品阶帝王。介绍：只会在古老的山脉中孕育而出的石头，传说中是矮人一族的力量源泉，但这一个还不完整，正在成长中。虽然早就知道这东西不简单，但齐明还是被他的品阶震惊了。尝试性的把它收入背包，结果系统提示的出现让他相当无奈。定，成长中的山脉之心无法离开生长地点，可惜。齐明满脸的惋惜，这东西虽说看不到任何属性，但光是一个帝王级的材料也相当难得了。如果能用其合成一次，说不定真的能出现神话级物品。算了算了，先把你留在这，等成长好了我再来取也一样。齐明嘀咕了一句，但好巧不巧的，这句话被一旁的马迪利听到了。冒险者，山脉之心独属于我矮人一族，你即便能把它弄走也毫无用处，不如还是把它留在这里吧，我红山矮人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是吗？齐明满脸的不信。走在回去红山部落的路上，齐明询问了一下凋零之蕊复职晋升所需要的剩余材料，刚好在杀掉麦肯兹以后，那些东西都被爆了出来。你真的要把这些都免费送给我？一些小玩意而已。齐明耸了耸肩，好歹从对方身上骗过来了个隐藏职业的转职证明，这些暂时用不到的材料他还是不会吝啬的。谢谢你。凋零之蕊开心一笑道：我马上回去交任务，然后给你制作高品阶的装备。说完，两姐妹就在原地回城了，相约有时间在一起打怪升级。只剩下自己一人后，齐明倒是也无所谓，看了一眼已经冷却的诸神宝物袋，开启。定，诸神宝物袋开启成功，获得铂金品阶提升器。铂金品阶提升器，品阶铂金，属性使用后可提升目标一个品阶，技能、装备、材料、宠物等铂金级及以上品阶无法使用。介绍：一种特殊的器材，只有某种特殊的人群才能制作。品阶提升器。齐明摸了摸下巴，想起自己背包里面还有个更高品的，之前纠结了很久还没有使用。
但现在死亡后会爆出身上所有的物品，所以他也不再犹豫。定，铂金品阶提升器使用完成，死亡掠夺技能提升至铂金级。定，史诗品阶提升器使用完成，万物合成术技能提升至史诗品阶。死亡掠夺为1，品阶铂金。属性：击杀任意单位时，20%概率永久夺取对方一个技能，每天可触发2次。万物合成术为1，品阶史诗。属性1，可对任何同类型的2到3件物品进行合成，装备、材料、药剂等，成功率100%。属性2，每天在背包内生成3块万物合成时，可代替任意物品进行合成。属性3，每天可进行1次无实物合成，无需消耗任何物品，成功率20%。2个技能的提升效果都还可以，尤其是万物合成术，2合1与3合1相比，确实有着极大的变数和可能。无实物合成。定，无实物合成成功，获得铁矿。齐明一路回到红山部落，他把麦肯兹的死讯告知了酋长麦贝斯。唉，麦肯兹还是死了。麦贝斯的语气有些复杂，但很快就变得兴奋了起来。山脉之心，没想到我红山内竟然有一个山脉之心。冒险者，我代表所有红山矮人，由衷的感谢你。以后你就是我们最尊贵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背叛东曼城。定，完成任务，矮人间的战争，获得奖励，金币 X10，经验加10W。由于您为红山矮人带来山脉之心的消息，额外奖励，红山部落声望加10000，封顶，等级加1。刷！齐明虽然直升1级，但依旧忍不住嘴里吐槽了一通。真抠门，那可是个神器胚子啊！就给我1级的经验。声望封顶，一个小部落的声望封顶有屁用？定，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已确定红山部落的想法，当前任务进度2/5。而后，这群矮人就不再搭理他，而是纷纷朝着山脉之心的所在地开始移动。好吧，估计这里是没任务了。离开红山部落后，齐明看了一眼任务地图，城主的任务还剩下3个地点，他们之间距离非常近，但与他现在的距离确实还有一些。一路上顺道打怪，洗清罪恶。期间诸神宝物袋冷却完毕后，剩余的2次也都被他用了，开出来了还算不错的东西。一个黄金级的宠物空间扩展书，由于他原本的宠物空间已经使用过了，所以这第2个就用在了导师维尔特送给他的第2个宠物空间上。宠物携带量再加2个。至于第2个东西是一份残缺的地图，东曼岭的残缺地图，品阶未知。介绍：东曼岭某个地点的部分地图，如果能凑齐它，或许可以找到一份意想不到的宝藏。大致看了看，齐明认出了地图上的某些标志，似乎在东曼城的东方。算了，等什么时候能回城再去看看吧。3个小时后，齐明终于抵达了第3个任务地点——牛头人的战屠部落。只不过还没进去，他就被面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入眼所见，全部都是死状凄惨的尸体。正常的牛头人体型壮硕，每个都是肌肉棒子，可现在这些尸体却是只能堪堪看出来他们原来的羊毛。身上的血肉似乎完全消失不见了，全死了，血族干的。齐明摸了摸下巴。第60章，改变种族的道具。定，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可选把战屠部落被毁灭的消息告知城主伊斯特，或寻找到真凶。耳边系统提示响起，让齐明不由得暗自琢磨了起来。一个20级的 NPC 部落被灭，真凶肯定不弱吧？少说的是个领主级 BOSS， 他的罪恶值现在还剩下5000多。如果能弄死对方，倒是可以加快一些脚步。算了，先去另外2个领地看看好了，反正距离也不远。半个小时后，齐明的脸色有些沉重。另外2个部落，一个是半人马的铁蹄部落，另外一个是蜥蜴人的绿森部落，全都被灭了。死相真惨，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在同一个家伙手上的。齐明嘀咕了一句，在附近转悠了大半天，他才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一片片鲜红的血液在地面上不断延伸，通向了一处山洞。虎狼蛋儿头前探路。哦，好！虎狼蛋儿晃悠着2只大脑袋冲了进去，不到半分钟，他就被一个庞然大物撵出来了。定睛看去，赫然是一个极其丑陋的人形怪物，全身密布鲜血，好似是由诸多尸体组合而成，4只胳膊，3条大腿，一大一小2个残破的脑袋，要多丑有多丑。这是什么鬼玩意儿？齐明嘴角一抽，被对方这卖相丑到想一脚踹死他。污血战兽，品阶区域级 BOSS， 等级25，生命值25W， 魔法值25W， 物攻7000，魔攻7000，物防5000，魔防5000，
技能污血爆发，对自身3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双攻击200%的伤害，且触发污血加深效果，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污血加深，对攻击自身的敌人造成污染，每秒减少2000点生命值。技能缝合身躯，受到死亡伤害时，可吞噬自身的一部分，恢复10%最大生命值。技能鲜血之力，攻击时恢复造成伤害的同等生命值。技能抗性皮肤，免疫大多数减速控制。介绍：一种被血族制造而出的怪物，专为杀戮而生，喜欢生活在阴暗的洞穴中。果然和血族有关。齐明撇了撇嘴，道：泽尔埃，这个丑东西交给你了。是，主人。泽尔埃直飘而去，来自灵魂的重击，负74800。一击之下 ，BOSS 的血条直降1/3左右，最多4次就能弄死他了。随后就是泽尔埃被动挨打，等待自身技能冷却完毕。但就在此时，洞穴内又是接连几声非人的咆哮响起，整整5只污血战兽汹涌而出。这么多，难怪能灭了3个 NPC 部落。齐明眼前一亮，把他们全都弄死，自己的罪恶值就能清得差不多了。反正对于泽尔埃来说，弄死一只还是弄死一群，区别不大。几分钟后，最先出现的污血战兽血条被清空，然后在齐明和诸多宠物那嫌弃且厌恶的眼神中，他把自己的一条胳膊吞了，恢复了一点血量。好天恶心啊！这鬼技能，他们身上那么多能吃的地方，估计还得多浪费几分钟时间。齐明扭过了头，不再看这恶心的一幕。10多分钟后，6只污血战兽纷纷死在了泽尔埃手中。定，击杀污血战兽，玩家经验加200W，全体宠物经验加200W，罪恶值1000。击杀污血战兽，接连6个系统提示响起，齐明不仅罪恶值清理一空，更是直接升到了19级。所有宠物们也纷纷到了18级，经验相当丰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遇到这么多 BOSS 扎堆了。齐明感慨一声。定，任务：东曼城外隐藏的威胁进度更新，5个领地已调查结束，请回城禀报伊斯特。定，您的罪恶值已清零，系统悬赏消除。好，齐明长舒一口气，可算把自己的罪恶洗清了。摸尸体，6只 BOSS 一共不到100个金币，装备7件，最高不过白银级，而且属性都很一般，可以说是穷到令人难以接受了。除此之外，还有6个一模一样的材料。被污染的血核，品阶白银。介绍：血族独有的力量源泉，但这一颗已经被完全污染，一般生物都无法使用其中的力量，毫无用处。既然没什么用，那就用它们试一试升阶后的万物合成术好了。定，被污染的血核 X3 合成成功，获得污血之力，纯粹的污血之力。品阶黄金。属性：使用后自身将拥有污血之力，改变原种族。介绍：驱除了原本其中会令生物失去智慧的负面力量，变得更加纯粹。改变种族的道具。齐明看着手中的一团黑红色血液，眼神一凝。即便到了游戏后期，这种东西都相当难得。可是如果他没猜错的话，使用了污血之力，应该会变成血族。而东曼城又与之敌对，他是绝对不会使用的。更何况血族中所谓的污血之力，可以说是最低等的那种，甚至不如之前侵蚀了昆特里的血咒。身为东曼城的冒险者，以后肯定会和血族有接触，我自己不能用，但宠物们还是可以的。只是这污血之力的品阶未免太低了。齐明思虑良久，用剩下3个被污染的血核又合成了一次，而后2次合成。定，使用万物合成术合成出的物品进行合成时，成功率降低至20%，是否合成？咦，技能品阶提高后，这个概率也提升了。齐明微微惊喜。合成。定，纯粹的污血之力 X2 合成成功，获得亚斯塔路血统。亚斯塔路血统。品阶传说。属性：使用后将获得高等血族之力，改变自身种族。介绍：血族之神的嫡系血统，拥有它将成为血族中极为尊贵的存在。好东西！齐明眼前一亮，高等血族之力可比什么污血之力强太多了。该给谁用呢？齐明看向了自己的诸多宠物，狗蛋儿和虎狼蛋儿就算了，身为动物连话都不会说，即便成为了高等血族，恐怕也没什么大用。人形宠物的话，潘德卡是亡灵，泽尔埃是灵魂。数来数去，如此之多的宠物，结果就瓦克伦一个纯正的人类。只是这家伙的属性实在是有点弱，把一个传说级物品给他用，未免太过浪费了。算了，反正宠物空间还有3个空余，下一个捕捉个强点的人类。第61章，再来一次。终于可以安心回城了。齐明满心的轻松，这下即便不小心挂掉，也不用担心系统悬赏了。
看着技能栏中的2个回城，他不禁有些异动。有一个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是在子欣身上掠夺过来的。技能之间可以合成吗？试试看。定。是否对回城 X2 进行合成？真可以。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东西，万一没了回城，跑回去的话。思来想去，万物合成术对任何相同东西的首次合成，差不多都是提升其原本的属性。所以，来吧。定。回城 X2 合成成功，获得传送术。传送术。品阶黄金。属性1，可在任意地点设置传送点，当前数量1/10，东漫城传送点。属性2，未被攻击时3秒内可以传送至任意传送点，冷却时间10分钟。我去，好东西啊！齐明大喜过望，这可是要比之前的回城技能强太多了。冷却时间极大缩减，而且只要不被攻击就能用，哪怕他的宠物在战斗状态中也一样不会受到干涉。逃跑神技，最主要的还是那10个传送点，使用得当，绝对能大大减少跑路的时间。东漫城，齐明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心情别提多畅快了。1万点罪恶值，不过短短1天多的时间就全部清零，舒服至极。见到伊斯特后，他把这一路上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西北方的3个兽人部落全部被血族的战兽毁了。伊斯特眉头大皱，是的，不过那些污血战兽都被我弄死了。干得好，男爵阁下辛苦了。定。完成任务，东漫城外隐藏的威胁，获得奖励金币 X1000，等级+1。刷，齐明再升1级，终于到20级了。对了，城主大人，墓地中尸变的原因我也调查清楚了，是个亡灵干的，已经被我收服了。不过在里面出现了一个深渊裂缝。齐明如实说道。什么？伊斯特先是一惊，然后不禁长吁短叹了起来。多事之秋啊！深渊的威胁，血族的挑衅，还有……男爵阁下，多谢你告知我这件事。墓地外我会加派人手看管，防患于未然。定。完成任务，墓地中真正的秘密，获得奖励金币 X100，经验加10W。这任务的奖励倒是不咋地。男爵阁下，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就请回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伊斯特沉声道。城主大人，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齐明试探性地问道。暂时没有了，尽可能的提升自身实力吧。过段时间与血族的战争或许就该开始了。东漫城墓地外此时聚集了不少玩家，傲天战魂、9天神潮，还有诸多散人。一个20级的副本，他们这些15、16级的人来干什么？齐明稍显疑惑，查看了一眼等级榜，顿时惊呆。他已经从第1的位置掉下去了，暂时排名在100开外。前面的大多都是大公会的玩家，散人屈指可数，而第1已经再次变成了翡翠琉璃，23级。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御兽师就是这点不好，宠物会分经验，以至于升级速度比寻常职业慢很多。不过这也让他明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聚集在副本外面了。只要队长的等级满足副本要求，其余队员差一些也是能进去的。每个副本的首通奖励都与首杀 BOSS 相当，极其丰厚。只是现阶段的玩家能不能打过这个副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与此同时，傲天战魂的一些高层正在墓地的不远处商量着什么。空明副会长，日月战神就在副本门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狂影阴沉着脸问道。咱们？不用你，让我的人弄死他就行了。傲天空明看了他一眼，道：你我虽然算是合作，但主次可是要分清的。听到这里，狂影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我的战斗力虽然一般，但辅助技能很强，一起上把握更大一些。不用了，等奖励到手以后，你的那份少不了。傲天空明拒绝道。此话一出，狂影心中不禁大骂一通。傲天战魂的人真是一群傻 X， 你们要是能杀了日月战神，之前还至于被他灭了1万人。狗眼看人低。不多时，紫星姗姗来迟。副会长，我技能冷却好了，日月战神在什么地方？那个谁，狂影是吧？把他的坐标给我的人分享一下。傲天空明吩咐道。狂影心中冷笑连连，不需要我的辅助是吧？等下如果你们失败了，我看你还能这么嚣张吗？得到了确切的坐标后，紫星二话不说，对准一个方向弯弓搭箭。上次失手不知道缘由，但这次他的攻击绝对不可能再失败。咦，那片亮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怎么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副本门口的一众玩家皆是一愣。原本准备独自下副本的齐明一开始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但当那光芒越来越大后，他不由得也是看了过去。那是，我靠，是紫星那女人的技能，该不会又是对我放的吧？对于唯一弄死过他一次的东西，他的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没有任何犹豫，
齐明直接一步踏入传送阵，只要躲在副本里面，对方的技能再强也不可能追踪进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半个身子都消失在传送阵的时候，一道闪烁着璀璨光芒的箭矢猛然袭来。负5万，定！您被玩家子星的碎星之箭技能命中，已经死亡。定！由于替身术的效果，您免去死亡惩罚，3秒后复活。我尼玛！处于灵魂状态中的齐明暴怒不已。傲天战魂的这些王八蛋，没完没了了是吧？老子的必杀标识都没了，你们还要偷袭我？就在副本门口的玩家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齐明已经满脸怒气的复活了。绝对隐匿，用尽生平最快速度，他几乎眨眼间就来到了傲天空明等人身旁。第62章，真正的约战。奇怪，还没有系统提示？傲天空明满脸的疑惑问道：子星，你的技能该不会落空了吧？还是又失败了？不会，我的技能锁定敌人后就不会落空，而且系统提示已经说我增加了罪恶值，应该是把他杀了。只是子星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与此同时，隐身中的齐明已经满脸森然的来到了他们身边。一群该死的王八蛋！弓箭手第一隐藏职业是吧？大公会仗着人多欺负人是吧？想要我脑袋上的系统悬赏是吧？今天就 TM 把你们全灭了！下一秒，齐明大手一挥，自身的7个宠物闪烁而出，给我全杀了！伴随着他一声令下，黑蛋率先发难，嗖嗖嗖，无数巨齿兔亡灵被召唤而出。潘德卡次之，之前在红山复活的诸多矮人哇啦哇啦的杀了出去。最后就是昆特里，10个双头哥布林巨人出现后，差点把傲天战魂的人当场吓死。我靠，这些是什么鬼东西？怎么突然就出现了？那个灵魂是先前墓地中的 BOSS， 这些东西全是 BOSS， 怎么接近咱们的？不对，巨齿兔是新手村的低级怪物啊，他们的伤害好高。我死了！仅仅一瞬间，傲天战魂的人就阵型大乱。撤！快撤！傲天空明满脸的不忿和无奈，怎么每次针对日月战神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么大的乱子？可不等他跑出去几步，泽尔埃就急速杀来，与在墓地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一发大招下去，傲天空明和子星就全部回城复活去了。定！由于您主动击杀傲天空明，罪恶值+1。由于您主动击杀，罪恶值+1。罪恶值+1。定！死亡掠夺技能发动，掠夺傲天空明技能，回城。操！竟然又没把子星那女人的大招掠夺过来。隐身中的齐明不由得骂了一句，运气真差。而伴随着傲天空明这个带头的副会长死亡，傲天战魂还剩下的玩家都是不敢在原地多留，能跑的全跑了，跑不掉的全部倒地身亡。等级一不说，或许还能爆出来身上的某些装备。几分钟后，看着地面上的诸多物品，齐明的心情依旧不是很好。翻看了一下刚刚的击杀提示，狂饮的名字赫然也在其中。联手了！齐明冷笑一声，针对我是吧？老子还要针对你们呢！东漫城复活点，傲天空明等人皆是沉默不语，竟然又失败了。反观一旁的狂饮，脸上满是幸灾乐祸。傲天战魂的人真是一群傻 X， 非要自己逞能。这下好了，不仅没得到系统悬赏，结果自己还被灭了。不过让狂饮感觉很奇怪的是，之前在日月战神身上施加的暗阵标记居然没了。他的这个技能，只要目标没有死亡，就会一直存在。也就是说，对方可能真的死了，但却没有死亡惩罚，是某个技能的效果吗？墓地外，在诸多玩家那呆滞的眼神中，齐明表演了一把徒手搓大炮，整整10门连发型火炮，外加10根箭塔被他安置在了副本入口。既然傲天战魂的人不依不饶，那就别怪他无情了。他拼了不要首通奖励，也要把他们的所有人都挡在门外，一个都 TM 别想进去。都给老子听好了，我是日月战神，我给傲天战魂普通玩家10秒钟离开的时间，不走的我亲自送你走。齐明冷声道。我操，太 TM 嚣张了吧，这副本又不是你家的。就是，先前我们不是都输给你了吗？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几人话都没说完，就只见齐明手持双枪，砰砰砰，接连20次攻击，瞬间击毙了面前的几个傲天战魂玩家。既然不想走，那我就送你们回城。齐明面色不改，10门火炮瞬间开火，轰轰轰，罪恶值+1，罪恶值+1。操，又来，快跑！妈的呀，我死了！日月战神，我 X 你大爷！傲天战魂的诸多玩家亡魂皆冒，凡是能跑的几乎眨眼就消失在了原地。整整10门火炮啊，比之前灭了1万人的时候还多。伴随着大炮的不断轰击，原本还热闹非凡的墓地已经变得有些门可罗雀了。这些可是大杀器，
虽说齐明已经明说只是针对傲天战魂，但散人玩家不敢赌，万一过去被秒了，上哪说理去？日月大神太霸道了，我爱你！操！你个花痴男！他看似是把傲天战魂的人堵在外面了，可咱们不也进不去了吗？这太不地道了吧？这不是跟傲天战魂差不多了吗？欺负咱们散人！众多玩家议论之际，七天王带着一大队人陆续的过来了，包括他在内，20级的人很多，至少5、6个。咦，日月大佬，你咋不进去？这是在堵门？没有，你们想去就去吧，我在这里等人。等人？那这些大炮是？七天王稍微一愣，没什么，闲得无聊，摆着玩而已。齐明随口道。啊！七天王稍感无语，问道：要不咱们一起下副本，把手通奖励拿了？面对自己大金主的邀请，齐明多少还是有些纠结的，但很快他就坚定了内心，说道：你们先去吧，我得等人。好吧。七天王摇了摇头，带人踏入了传送阵。看着他顺利进入了副本，其他一些散人玩家也坐不住了。日月大神，我们能进去吗？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当然可以，不过进去之前你们得帮我个忙。齐明淡淡地说道。什么事你尽管说，告知你们所有的朋友，再让他们帮我传递消息，就说我在副本门口等着傲天战魂的人，如果他们有种，如果傲天空明还算个男人，就过来应战。我去，日月大神这是又要屠他们1万人？看他样子似乎很生气，这次可能不只是屠1万人那么简单吧？10万？10万就开玩笑了吧？站在原地让你杀都得杀好几天啊！第63章进入副本。不出10分钟，身在东曼城的傲天空明就得知了齐明的约战消息。MLGB， 操！这王八蛋太 TM 嚣张了！傲天空明气的嘴都歪了，这是对傲天战魂赤裸裸的挑衅。如果不做出任何回应，那他的脸往哪搁？虽说在大多数玩家的眼中，早在齐明杀光1万人的时候，傲天战魂就已经没有脸面可言了。哥，咱们要怎么办？傲天空龙小声问道。怎么办？傲天空明的脸色极度阴沉，道：必须得想办法弄死他。狂饮，你不是说自己的辅助很厉害吗？和子欣一起动手。此话一出，狂饮忍不住狂翻白眼。刚刚如果他就一起动手，说不定都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想起我了，爷 TM 不干了。一句话没说，狂饮自顾离开了。操！傲天空明无能狂怒中，在副本入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依旧不见傲天战魂的半个人。齐明不屑地撇了撇嘴，一群怂包。与此同时，刚刚进入副本的七天王带人退了出来。日月大佬还在等人，真的不打算和我们组队一起吗？七天王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好笑。看了他们一眼，齐明疑惑问道：你们队里的人都20级了，没过去？这过不去啊，能通关的可能就只有你了。七天王哭笑不得道。什么意思啊？齐明更加疑惑了。和我组队吧，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了。七天王再次邀请。话音未落，凋零之落拉着自己姐姐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喂，日月帅哥，等等我们啊！你们也来了？是啊是啊，听说你在副本这里，我们就马上过来了。下副本的话也带上我们呗，让我们蹭个手通奖励。你放心，不白让你操劳。老姐，上！弄服他。凋零之蕊无语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和齐明发起了交易申请。刷刷刷，一连5把20级的铂金法系武器。我去，这么大手笔！齐明瞪了瞪眼睛，嘿嘿嘿，我老姐还可以吧？这下舒服了吗？组队吧！凋零之落满脸的得意。小洛，再胡说我就打你！凋零之蕊满脸通红，这丫头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没问题，等我一下。齐明话落，然后便开始自顾合成了起来。定，百目法杖加紫叶法珠合成成功，获得百叶大木。定，烈石魔杖加气和法杖加4元法书合成成功，获得元素气流。5个铂金法系武器全部合成，看了一眼品阶，全部到了钻石级，而且属性相当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齐明一个都装备不了。随后他又把背包中所有用不到的装备武器全部合成了一遍。齐美女，我这有不少好货，交易一下。齐明搓了搓手。好。七天王被他这一出弄得稍微一愣。呼啦啦，一大票高品装备，外加1000多金币，看得七天王美目大睁，怎么这么多？算算多少钱吧，然后一起组队下副本。齐明笑着说道。东西都很不错，光是金币就价值几十万了，算上装备的话，打个整数，100万。成交！齐明心中喜不自胜。
他这些东西值100万吗？大概率是不值的。七天王的如此示好，齐明可是看得明明白白。反观凋零之蕊两姐妹，已经无语到了极致。日帅哥，你该不会把那些武器都卖给他了吧？凋零之落问道。什么破名字，以后不许这么叫我。齐明满头黑线，东西我都用不上，不卖钱留着也是浪费。组队吧，带你们把手通奖励拿了。作为一个6人副本，除去他自己以外，七天王加凋零两姐妹还有2个空位。日月大佬，你还有别的人选吗？如果没有，不如我再加2个人。七天王问道。随你，多谢。定。玩家9天骑士长加入队伍，玩家9天00加入队伍。2人一男一女，一个骑士一转的重骑兵，堪称隐藏职业以外的第一肉盾。另外的女孩是一转光明牧师，辅助加血为主。一切准备就绪，进副本。七美女，你说这个副本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齐明问道。你等下就能见到了。七天王的笑容有些怪异，刚往前走几步，一种奇怪的怪物就迎面而来，看起来是一种不足人膝盖的黑色虫子，8只脚不断的来回倒腾，速度还挺快。深渊甲虫，品阶普通，等级20，生命值1万，魔法值1万，魔攻800，物防500，魔防500。技能甲虫噬咬，攻击时使目标受到无视防御且无法驱除的100点伤害，持续3秒。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2倍伤害。介绍：深渊中才会出现的虫子，数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后极难对付。属性倒是不低，但这东西很难对付吗？就是他把你们打出去的？齐明诧异地问道。这倒不是，他们的技能虽然很强，但一个一个打还是没问题的。七天王笑着摇摇头。到底啥东西？弄得这么神秘。齐明愈发好奇了。眼看深渊甲虫已经冲了过来，齐明二话不说，直接把宠物们全部召唤了出来。上！灭了他！哇啦啦！在一众宠物的围殴之下，深渊甲虫甚至连2秒都没活过就挂掉了。定！击杀深渊甲虫，玩家经验加375，全体宠物经验加375。经验比较一般，对于齐明现在升级所需要的经验来说，9牛1毛。齐明自顾去摸尸体，啥都没有。反观9天神朝的3人，此时已经全部瞪大了眼睛，呆滞地看着他的宠物们。日月大神，这些是什么东西？9天00震惊问道。他们都是我的宠物。齐明耸了耸肩。宠物怎么这么多？第64章，副本中最大的障碍。10分钟后，墓地中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深渊甲虫了，无一例外，全都被齐明的宠物们屠杀殆尽。不过不得不说，这些虫子的爆率还是挺高的，刚刚杀死的那些，除了一些材料以外，还一共给他贡献了至少10件装备。虽然都是白板，但也聊胜于无了。日月大神厉害啊！副会长，还好你和他的关系不错。9天骑士长感慨道。是呀，但七姐应该不只是觉得日月大神厉害吧？说不定某人已经春心萌动了呢。能收服咱们这女强人的人，肯定得强上加强啊！9天00打趣道。00，你好呀，竟然敢开我玩笑了，找打！七天王笑骂一声，但却根本没有反驳对方说的话。眼看齐明要继续向前，他急忙喊道：等一下！咋了？想要装备？齐明问道。不是，你能带我们打副本就很好了，战利品当然都是你的。七天王微微一笑，前面就比较危险了。对，很危险。看着几人那古怪的表情，齐明很是无语，问道：有什么事不能直说？继续往前走去，稍微那么一抬眼皮，他的脸色也变得丰富多彩了起来。你们说的危险，难道是那个？是啊，日月大神，靠你了。9天00嘻嘻笑着说道。我造孽啊！齐明捶胸顿足，悔不当初。在他的正前方，赫然是几门红明的敌对大炮。不用说，肯定是他之前留在这里的那几个。嗨，七美女，这些东西的攻击很高吗？齐明尴尬一笑，明知故问道。这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骑士长全体加点，血量已经5000多了，而且算上重骑本身的减伤技能，结果还是被2发炮弹打死了。七天王摊了摊手。果然，齐明泪流满面，早知道副本区域会把他的大炮算进去，当初还不如让 BOSS 把他们全拆了。现在好了，竟然成为了挡住他自己的东西。就在此时，已经有人在区域频道内开始聊起这件事了。这副本里面为什么会有大炮啊？我们好不容易解决了那么多虫子，结果被几炮就轰出来了，这还怎么拿副本手通？你们还能刷虫子，我们连虫子都打不过呀！
不过话说，大炮是什么鬼？我想应该是日月大神的东西吧。这地方变成副本以后就被同步了进来。话说到这里，所有参与副本的玩家都陷入了诡异沉默。那可是能灭杀1万人的恐怖武器，而这副本最多一次才能进入6人，完全没可比性啊！算了，副本首通就都别想了，除了日月大神，估计谁都拿不到。你还想着首通奖励？有那些大炮守在上面，咱们这些普通玩家能见到 BOSS 都谢天谢地了。看到这些，齐明自己也满是尴尬。没想到一个无心之举，竟然让一个副本的难度提升了不知多少。战神，你有方法冲破自己的阵地吗？七天王问道。这个，齐明摸了摸下巴，道：可以试试看。好，那就让你的宠物们一起冲过去，多来几轮应该就能搞定他们了。冲过去？齐明摇了摇头，硬冲那不是自己找死。就算他的宠物再强，也抗不住连发型火炮的不断射击。泽尔埃估计不怕，但他拿建筑物又没什么办法。说起来，他倒是有2个办法。第一就是在布置大炮和上方的对轰，可如此一来，势必就要进入上方火炮的射程之内。齐明的属性现在确实不低，但也抗不住几次轰击，所以绝对隐匿。咻的一声，齐明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连带着他的所有宠物也都被收回了宠物空间。咦，日月大佬，你人呢？九天灵灵愣了一下，应该隐身了，我记得他好像有个隐身技能。七天王感慨道。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感慨不已。身为一个脆皮召唤师，竟然还有个隐身的保命技能，这生存能力简直不提了。不对，他本身好像也不脆。与此同时，处于隐身中的齐明正在不断祈祷，千万别能反隐啊！我建造你们的时候可根本没看到任何反隐的字样，如果弄死了我，我和你们没完。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大炮的最远攻击距离，他把一只脚伸了进去，眼看没有受到任何攻击，这才松了一口气。还好不能反隐，看来我的火炮还是有缺陷，以后得找机会试着弥补一下，不然面对大批量刺客的时候还真没什么好办法。暗自下定了决心以后，他便一溜烟地摸了过去。待到距离所有大炮10码范围内，齐明直接把所有小弟都召唤了出来，拆了他们。汪汪汪！嗷嗷！吼吼吼！呀呀呀！瓦克伦，你乱叫什么？齐明无语。哎呀，这不是看大哥需要我上场了吗？心情十分激动。不出2分钟，所有东西被破坏殆尽。好了，你们都过来吧，没事了。不多时，所有人都抵达了地下墓穴的入口，而在里面还有更多的深渊甲虫。除了它们，似乎还有一些体型稍大的虫子，是精英怪。深渊甲虫，品阶精英，等级20，生命值12000，魔法值12000，物攻960，物防600，魔防600。技能甲虫噬咬，攻击时使目标受到无视防御且无法驱除的200点持续伤害。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5倍伤害。介绍：深渊中才会出现的虫子，体型稍大，是其中族群中的佼佼者。属性比普通品阶的稍微强点，可依旧不是齐明宠物们的对手。定击杀深渊甲虫，玩家经验加1875，全体宠物经验加1875。这个经验还算不错。齐明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去，这怪物竟然给了我2万多的经验，这么多！凋零之落震惊道。是啊，经验太多了。日月大神，多谢你带我们打副本，爱你哟。九天灵灵嘻嘻一笑，嘿嘿，好说。第65章卖宠物。齐明自得一笑，指挥宠物们打怪的同时，他自己也没闲着，开始把刚刚获得的所有东西不断合成。定战士长剑与刺客短刃合成成功，获得青铜级骑士长枪。定合成成功，合成成功。七美女，还收装备不？当然收了，你有多少我全要了。七天王直接说道。对方能免费带他打副本已经是诚意十足了，现在的他可根本不会拒绝什么。哗啦啦，20多件装备被齐明如同丢垃圾一般的丢在了地面上，反正这些东西属性一般，而且等级偏高，所以他根本就没什么用。又这么多，而且品阶怎么都这么高，这是骑士职业的专属武器啊，属性好高啊！我去，这么多高等级的护甲，厉害啊！九天骑士长眼巴巴的看着齐天王。行了，知道了，这些你能用的都给你，拿着吧。嘿嘿，谢谢副会长。玲玲，你也挑自己能用得上的收起来吧。好，谢谢七姐。我看刚刚爆出来的那些装备，白板居多吧？怎么会是这么高的品阶？七天王满心疑惑的问道。齐明咧嘴一笑，并没有解释什么，
最终又得到了几万块的报酬。而后，他看向了深渊甲虫爆出来的材料：甲虫甲壳，制作某些装备的材料，可出售给商店，价格50铜币；甲虫心脏，制作某些首饰的材料，可出售给商店，价格10银币。深渊甲虫一共就爆出来了这2种材料，精英的也一样。其中心脏比较值钱，10银币一个，略易沉银，他就用2种材料合成了一次。定，甲虫甲壳与甲虫心脏合成成功，获得深渊甲虫宠物蛋。咦，是宠物？齐明稍感惊讶，自从离开新手村以后，他可是很少能用材料合出来宠物了。深渊甲虫，品阶青铜，等级1，生命值600，魔法值600，物攻40，魔攻40，物防30，魔防30，速度4，属性力量20，体质20，智力20，精神20，敏捷20。技能甲虫噬咬，攻击时使目标受到无视防御且无法去除的100点伤害，持续5秒。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2倍伤害。介绍：深渊中才会出现的虫子，数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后极难对付。属性不能说很差，但也比较一般。齐明琢磨了一阵，觉得留着它也没什么用。七美女，你们收宠物吗？宠物？七天王顿时眼前一亮，看向了狗蛋儿他们，问道：你想卖哪个？价格随你开。此话一出，还在一线奋战的诸多宠物都是停顿了一下手中的动作，眼巴巴地看向了齐明。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七美女，你误会了，我没想卖它们。汪！狗蛋儿松了一口气，继续咬虫子。虎狼蛋儿没听懂主人说什么，只是觉得自己突然没由来的一阵心慌，然后继续杀怪。你不想卖它们，那想卖什么？七天王稍感失望。这东西，齐明把刚刚合成出来的深渊甲虫属性分享给了对方。这个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啊，竟然有和怪物一样的无视防御技能。七天王美目一亮，他们可不是齐明，随便拿出来一只宠物都能碾压深渊甲虫。100点的无视防御伤害看似很少，但如果甲虫一直攻击，这伤害就可以一直持续。而且游戏内每个玩家都可以召唤宠物跟随作战的，只是除了御兽师以外，其他职业很难携带多只。到了现在，除了最开始选择御兽师的人，基本上没多少人能够得到宠物蛋，更不用提青铜品质的了。所以这东西可是要比同品阶的装备更加珍贵。东西我要了。你觉得什么价格比较合适？七天王说道。我也不懂，你看着给吧，我还有很多。齐明咧嘴一笑，还有很多。9天骑士长他们人都傻了，他是能生宠物吗？自己带了那么多不提，竟然还有很多。你到底有多少？七天王问道。我算算。齐明沉吟一声，从进入副本到现在，他击杀的甲虫没有300也有200，材料几乎是每只必掉，大概100多只吧。你如果能都收了，可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齐明笑着说道。100只？几人不禁惊声尖叫了起来，眼睛瞪得老大。咋？你吃不下这么多？齐明失望地问道。吃得下，再来100只我都能吃得下。七天王忙不迭地答应，这种宠物可是相当难得啊。100只集体冲锋，哪怕每个打出1次伤害，都足够把技能伤害叠加到很高很高了。能吃下就好，现在咱们商量一下价格吧。齐明笑眯眯地说道。你等我一下。七天王说完，直接拨通了大总管的语音通话。总管，帮我查查现在宠物蛋都是什么价格？青铜级的。啥？副会长，你爆出来青铜级宠物蛋了？为啥不留着自己用？别管了，马上帮我查。好，等我2分钟。大概查了一下，青铜级的宠物蛋很少，主城现在只有几个人在卖，每个要价都在1万以上。不过据我估计，过2天价格就能掉下来。9天大总管如实说道。好，我知道了。你现在马上集合100人，等级较高、装备较好的玩家优先，让他们在东漫城等我。挂断了通话，七天王看向了齐明，道：战神，刚刚我和总管的通话你都听见了，我也不瞒你，普通的青铜级宠物1万，你这个最少能有1万5，所以行了，多的就不用说了，看在咱们是老朋友的份上，给你打8折。齐明极为爽快地说道。听到这里，七天王双眼中异彩大放，然后走到了齐明身边，伸出了自己的玉手。谢谢你。好说。齐明咧嘴一笑，与对方握了握手。你别说，还挺软。第66章秒杀 BOSS。 交易结束，整整120万到账，让齐明的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甚至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如果不是傲天空明送给了他万物合成术，他这几天即便能赚钱，
恐怕也没有这么多。以后再遇到他，得稍微客气点。对，没错，得客气一些。杀他的时候再快点，不能让他感受到任何痛苦。随后，在凋零之落姐妹那可怜兮兮的眼神下，齐明免费送给了他们一人一只。谢谢日帅哥，不许再这么叫我。齐明满脸漆黑。不多时，几人直接把自己刚刚得到的宠物召唤了出来。不得不说，深渊甲虫的脉象实在是有点一言难尽。在地下墓穴中继续前行，但凡是有拦路的怪物，都被齐明的宠物们3下5除2的解决掉了。而跟随在他身边的七天王等人也在等级榜上飞速攀升，看得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那叫一个震惊难言。继续往前走去，几人很快回到了齐明当初遇到食尸鬼 BOSS 的房间。此时，里面一只更加巨大的深渊甲虫正趴在地面上酣睡。深渊母虫护卫，品阶普通 BOSS， 等级20，生命值5万，魔法值5万，物攻4000，物防2500，魔防2500。技能护卫重击，攻击时使目标受到无视防御且无法驱除的500点伤害，持续10秒。技能母虫庇护，距离母虫一定范围时减少 20% 受到的所有伤害。技能护卫之心，自身死亡前母虫受到的所有伤害全部由护卫来承受。介绍：深渊母虫的护卫以守卫母虫为天职。这 BOSS 的属性不低啊！9天骑士长瞪大了眼睛，哪怕自己是队伍中唯一的肉盾，都不敢踏前一步。战神，有问题吗？七天王问道。当然没问题了。齐明咧了咧嘴，开玩笑，有泽尔埃在，哪怕是500万血量都叫他死无葬身之地。不用他多说什么，所有宠物们就极为自觉地站在了原地，唯有泽尔埃径自上前。日月大神，你怎么就让一个宠物去了？其他的都看着。9天00满脸的疑惑，同样也问出了其他人的心声。一个足矣。齐明极为骚包地说道。来自灵魂的重击，负79200，伤害爆出 ，BOSS 当场毙命。定，击杀深渊母虫护卫，玩家经验加9375，全体宠物经验加9375。经验是真少啊！狗蛋儿，你们几个少抢点我的经验。齐明无奈地叹了口气，没有在意他说些什么。原本在聊着天的9天神朝3人，此刻全部没了声音，场面安静的有些诡异。战神，你这个宠物真的不卖吗？如果能把它给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七天王俏脸微红，声音很小，只有齐明听到了。卖谁我都不可能卖泽尔埃，你死了这条心吧。此话一出，七天王不由得被气笑了，他是真没听出来话里的意思。哎呀呀，七姐春心萌动了呢，刚刚那句话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哟。9天00突然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啊，00你笑话我？看打！摸尸体，2个材料，5件装备，还有个青铜宝箱。不得不说，一个普通 BOSS 能爆出来这些东西已经很多了。把材料和宝箱先收入背包，然后齐明大致查看了一下几件装备，穿戴等级要求都在15级到20级，而且没他能用的。七美女，这些装备都给你吧。好，我算算多少钱，给你打过去。七天王点头说道。这几件就算了吧，算是我送你的好了。齐明笑了笑。真的？七天王稍显惊喜，眼神中更是带着一丝别样的味道。哎呀呀，七姐又开始了。9天妙妙偷笑一声。00，你再笑话我就从副本中出去。看着背包中的战利品，齐明倒是没有掀开宝箱，毕竟自己能合成，先留一留，万一等会儿再来几个呢。至于那2个材料，母虫护卫的头骨，制作某些白银装备的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金币。母虫护卫的前爪，制作某些白银武器的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金币。价格倒是很不错，不过齐明可没准备就这么卖掉它们，合成。定，母虫护卫的头骨与前爪合成成功，获得深渊魔虫药剂。咦，药剂？深渊魔虫药剂，服用后可永久增加自身5点全属性，每人限使用1次。好东西！齐明眼前一亮，这种能永久增加自身属性的东西，可是要比装备之类的更加实在，毕竟会永远跟随玩家。直接服用，全属性加5。角色：日月战神，等级20，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使，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26070，魔法值18780，物防1352，魔防1043，速度146，力量631，体质819，智力677，精神676，敏捷730，自由属性点0。可惜
每人只能服用一次。齐明满脸的惋惜之色，继续往前走去。难得迎来了一段没有怪物的路程。越过通道，几人来到了之前潘德卡所在的洞穴内。眺目望去，原本的魔界裂缝已经变成了一道非常巨大的深渊，而在它的旁边有着整整5只深渊母虫护卫，环绕着一只体型更加巨大的虫子。和普通的深渊甲虫不太一样，这最大的虫子通体白色，显得十分臃肿，脑袋上有着整整2排眼睛，身下还有2排小腿，密密麻麻。深渊母虫，品阶区域 BOSS， 等级20，生命值 50W， 魔法值 50W， 物防10000，魔防10000。技能产卵，受到攻击时会生产深渊甲虫，每分钟上限100。技能呼喊护卫，受到攻击时身旁所有的母虫护卫属性增加 50%。技能无限护卫，深渊母虫不会任何攻击方式，护卫就是它最好的进攻手段。当护卫全部死亡时，每10分钟重新召唤一只母虫护卫。技能抗性皮肤，免疫绝大多数控制，减速。介绍：深渊中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虫子，一只便可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且因为它胆小的性格，每时每刻都会有诸多小型虫子护在身边。第67章副本首通。这 BOSS 的属性，除去齐明以外的人直接呆滞在了原地。50万的血量啊！万族世界开服到现在，他们都没见过这么高的生命值。一个区域级的 BOSS， 这属性绝对不低了。尤其是双防御，现阶段的玩家能破防的估计没有几个。更何况还有5个普通 BOSS 在他旁边虎视眈眈，想要首通这个副本，哪怕全员到了20级，机会都不大。再加上 BOSS 们本身技能的联动，不杀死全部的护卫，根本就威胁不到母虫。战神，这东西要怎么搞？七天王目光无力地看向了齐明。直接上呗，或者什么？用它刷经验啊？齐明咧嘴一笑。啊，刷经验？几人同意呆。不过仔细想想，如果母虫技能召唤出来的怪物也给经验，这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刷经验副本，而且还是源源不绝的那种。先试试看，如果不行就弄死他。齐明说道。好，泽尔埃上，其余人护在我们身边，但凡有冲过来的怪物，全杀了。而后泽尔埃就一人冲了过去，刚一接近，他就给所有 BOSS 一个大礼，来自灵魂的重击。轰！所有护卫 BOSS 直接就被秒了，唯独母虫本身因为护卫 BOSS 的技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定！击杀深渊母虫护卫，玩家经验加9375，全体宠物经验加9375。击杀深渊母虫护卫，击杀！眼看自己的护卫全部身死，深渊母虫直接开始召唤出了一个又一个深渊甲虫，纷纷冲向了泽尔埃。待到他的技能冷却结束，又是一记来自灵魂的重击，无数爆高的伤害冒出，所有深渊甲虫惨死当场。不给经验，齐明稍显失望，刷经验的想法直接泡汤。既然没什么可刷的了，那 BOSS 就去死吧。泽尔埃，打死那个最大的虫子。是，主人。来自灵魂的重击，负79200，接近8万的伤害猛然爆出。哪怕之前见到过这一幕，也依旧把9天神朝的几人再次惊到了。伤害真的太高了。七天王一双美目盯着齐明看个不停。接下来就是泽尔埃对母虫单方面的碾压了，一个伤害超高，一个连攻击都没有，结局已经很明了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深渊母虫就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庞大的身躯直接摔倒在地，甚至直接炸开了。看到这一幕，吓得齐明等人连忙躲避，生怕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沾到身上。定！击杀深渊母虫，玩家经验加110W，全体宠物经验加110W。定！区域公告：恭喜日月战神小队率先通关副本墓地中的裂缝，全员获得首通奖励，等级加1，金币 X100，东曼城地区声望加1000，黄金宝箱 X2。刷刷刷，升级光芒闪烁不停。我靠，日月大神果然牛逼！副本首通被他拿到了，不愧是咱们华夏第一大神，不对，是全服第一大神。日月大神，求教怎么才能躲过你那些火炮的攻击啊？我们已经被虐死好多次了。聊天频道再次被引爆。副本内，齐明正在收拾着 BOSS 本身的战利品，5件装备全部都是黄金品阶，2个材料，母虫的大脑和外皮，看起来有点恶心。1本技能书，还有另外1本书，不过却不是技能书，暂时不知道有什么用。由于 BOSS 是被第一次杀死，所以爆率还是相当高的。没想到奖励竟然这么丰厚，尤其是那1000声望值，等到5000以上的时候，就能真的建立工会了。七天王满脸笑容。听到这里，齐明倒是没有感觉任何意外。现阶段的各家工会其实只有名没有实，
想要在游戏内建立一个得到主城承认的公会，要求相当高。除去声望的硬性要求外，还有整整100万金币。这也是诸多大公会为什么会一直收金币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有对应的道具，可以得到优惠，甚至是完全剩下那100万金币。只是现阶段还没人能得到这种物品。战神，谢谢你。七天王再次道谢。好说，咱们谁跟谁都是朋友。齐明哈哈一笑，啊，等会儿退出副本，你们先不着急走，我这还有一些东西想卖，不过得等一会儿。没问题。战神，要不这样吧，以后你再出售任何东西都找我，不管什么我都收。咱们两个达成一个长久的合作，你看怎么样？七天王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嘿嘿，你不说我也不会找别人，毕竟你是我的大财，嗨嗨，大客户嘛。而后众人纷纷退出副本。当齐明出现在其余玩家的面前时，一群人瞬间眼红，张牙舞爪的就冲了过来。日月大神，求解，要怎么才能通过你大炮的封锁？日月大佬，分享一下通关攻略呗，反正首通奖励你都拿到了。没错没错，求大神分享，最好是连 BOSS 怎么打都一起说一下。看着状若饥渴的一群玩家，齐明被吓了一跳。一开始他还以为这些家伙是要来杀他的，没有太多犹豫，他就把通关整个副本的经验分享给了所有人，包括隐身接近大炮，还有最终 BOSS 和普通 BOSS 之间的技能配合等等，说的那叫一个细致入微，丝毫不落。第一人，华夏区第一人非日月大神莫属，光凭这攻略就不止甩别人几条街。说的太对了，一般人通关副本谁会把攻略这么早分享出来？日月大神无愧第一人的宝座。听着诸多玩家的话语，齐明的心中别提多舒服了。不过很快，喂，谁 TM 摸我？我是第一人，也别摸我呀！我靠，哪个傻 X 偷偷的亲了我一口？架不住玩家们的热情，齐明直接开启了隐身，一溜烟的跑出去了很远。七美女，我先走一步，东西等下再卖给你。好的，你自己小心。第68章甲虫套装。直到跑出去了很远，齐明才松了一口气，还好没人追来。来吧，合成。定。母虫长剑，黄金，加母虫巨斧，黄金，加母虫匕首，黄金，合成成功，获得深渊甲虫的脚步套装。深渊甲虫的脚步套装。品阶铂金。等级20。部位鞋子。物防加450。力量加80。体质加80。敏捷加80。技能虫群移动，使用后无视大部分特殊地形，可保持满移速持续30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甲虫的脚步，使用后免疫大部分减速效果，且移动速度翻倍，持续30秒，冷却时间1分钟。套装属性为激活。介绍：由无数深渊甲虫所打造而成的长靴，穿上它可以踏过千山万水，甚至能进入深渊一探究竟。套装。齐明稍微一愣，这件装备不仅属性很高，而且附带的技能也非常实用，不管是逃跑还是追击，绝对都是一大利器。最主要的是套装的一部分，游戏内的套装极其稀有，哪怕在前世，他也只是穿过一身20级的制式青铜套而已，和现在这件完全没法比。穿戴，哦，可当他看了一眼自己双脚上的东西，险些吐出来。这哪里是靴子，分明就是一群指甲盖大小的深渊甲虫在不断爬行。虽然没有什么感觉，但光是看一眼，齐明就有种百爪挠心般的难受。隐藏装备特效。下一秒，鞋子原本的样子发生改变，好像一双普通的黑色长靴。这下舒服多了。齐明长舒一口气，看了一眼背包中的母虫材料，只有2个，也不知道没有第3个能不能合出来好东西。算了，拿普通甲虫的材料充个数好了。定。母虫大脑加母虫外皮加甲虫甲壳合成成功，获得深渊甲虫的反击套装。咦，这3种材料竟然也能合成套装？齐明面色一喜，定睛看去。深渊甲虫的反击套装。品阶铂金。等级20。部位上衣。物防加500。力量加100。体质加100。技能虫群防御，使用后在身上覆盖一层深渊甲虫，最多可吸收等于佩戴者生命值 50% 的伤害，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甲虫的反击，被攻击时对攻击者造成佩戴者全属性 X5 的无视防御伤害。套装属性2件，全属性加30。介绍：由无数深渊甲虫所打造而成的上衣，不仅能够依靠甲虫的力量防御自身，还可让他们主动进行反击，附带了反击技能。太好了！齐明眼中金光爆闪，这可是要比虎王的魂怒之袭更加强横。而且
那虫群防御技能也相当不错，自身约等于多了 50% 的生命值。有了它，那5级的装备就能光荣退休了。穿戴，哦，和鞋子差不多，上衣的本质就是一群虫子在他身上乱爬，这感觉不能说是恶心吧，只能说是万虫是心一般的难受。还是隐藏特效吧。全部合成了一遍 ，BOSS 爆出来的装备还剩下2件，先留着，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好地方打怪升级，再加上套装不齐，所以副本还得刷。等再爆出来别的装备，可以试着和他们合成一下。还有一些东西，继续合吧。定，黄金宝箱加黄金宝箱加白银宝箱，是否进行合成？合，反正单独开肯定不如这么来的实在，即便有个白银拖累也无所谓。定，合成成功，获得传说宝箱。好，齐明喜不自胜，竟然越阶了。开启，定，传说宝箱开启成功，获得无限材料箱。这是什么？宝箱开箱子，系统也跟我玩套娃。齐明微微一愣，无限材料箱，品阶传说，属性每天固定刷新100个可以采集获得的材料，存储上限1万，若到达上限不取出，则无法继续刷新。介绍：一种神奇的箱子，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材料。这东西应该能刷新出我副职业需要的各种材料吧？齐明摸了摸下巴，开启。金银铜铁都有，但各个数量却是不多，其中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诸如木材、花草之类的，林林总总正好100个。最后还有2本书。生命共享，品阶铂金，属性可与自身所有的召唤物共享生命，自身每受到伤害时，由所有召唤物均摊。召唤物死亡前，主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齐明呆了一呆，然后放声大笑，竟然把母虫最强的技能爆出来了，而且还相当于是加强版。自己别的不多，就是宠物多。有了这本技能书，他几乎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了。没什么可说的，合成是不可能合成的，直接使用。舒服啊，这一次副本之旅简直是血赚中的血赚。至于那最后的一本书，其实是一个触发任务的物品。定，是否打开来自深渊的日记？请注意，打开后将会获得隐藏任务，如无法完成将会受到惩罚。那还是再等等吧。齐明自语一声。关于深渊，他了解的也仅限于前世的一些经验，只知道是另外一个地图，里面的怪物非常难对付。说起来，哪怕到了与游戏完全融合的时候，真正进入过深渊的玩家也屈指可数。穿上几件装备后，齐明的属性再次提升一大截。角色：日月战神，等级21，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使，副职业：初级工程师，生命值30720，魔法值19380，物防2234，魔防973，速度157，力量831，体质974，智力697，精神696，敏捷785，自由属性点0，除了没有攻击力以外，剩下都挺好。就在此时，七天王的语音通话来了：喂，战神，我还在副本门口，你什么时候回来？听到这里，齐明当即一愣，和东西合得太开心，都把之前答应人家的事情忘了。抱歉，马上回去，不过装备没几件，金币倒是有一些。齐明带着歉意说道。第69章带小号。隐身回到了副本门口，齐明喊了一声：七美女，我在这里。你在哪？来东边一点，我怕出去以后又有人把我围起来。好。很快，齐明显露身形，把金币全部交易给了七天王。都没了，如果还有什么装备的话，我会联系你的。这样，七天王似乎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笑着说道：这次真的多谢你了，没有你的话，副本首通肯定轮不到我们。不仅九天神朝欠你一个大人情，我也欠你一个人情。好说，都是朋友。又闲聊了几句，七天王就急匆匆离开了。而后，不等齐明主动说些什么，就被眼尖的玩家看到了。日月大神来了，快让路，让开，别挡着咱们华夏区第一人下副本。呼啦啦，诸多散人玩家自动让开了一条路。见到这一幕，齐明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嘿嘿，各位不用这么客气。对了，话说日月大神，你要自己一个人下副本吗？我们没见到你的队友啊。如果缺人，你看我怎么样？你才10级，去了也是添乱。日月大神看看我，我都11级了，带我吧，带我们吧，日月大神，带我们吧。声浪一阵接一阵，弄得齐明满心无奈。带不带人其实对他来说区别不大，以现在21级的等级来说，下副本的经验其实已经不算很多了，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把剩下的几件套装也爆出来。这样吧，我每次可以带5个人，先到先得。不过事先说好，里面爆出的所有东西都得归我。齐明说道。此话一出，就只见一群玩家宛如海啸一般朝他涌来，吓得他险些隐身跑路。定！玩家燃烧的胸毛申请进入队伍。这是什么屁名字？定！玩家傲天月溪申请加入队伍。哎，我去！傲天战魂的人过来干什么？滚一边去！我不杀你们就不错了。定！玩家 Triple X 申请加入队伍。定！申请入队的系统提示不绝于耳，最终齐明随便挑了几个人加了进来。多谢日月大神，以后我燃烧的胸毛就是你的人了。小弟不才，上得了炕，下得了厨，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上炕就不用了。齐明嘴角一抽。不多时，6人小队进入副本，看得其他玩家都是羡慕不已，恨自己为什么没多生2条腿，刚刚跑得那么慢，没能加入日月大神的队伍。不远处，一众傲天战魂的玩家沉默不已，傲天空明更是半个字都说不出。短短时间，这一个散人玩家的势头竟然已经超过了一整个公会。刚刚他们组队的时候，可都没几个散人进队。几个小时后，齐明带了一波又一波玩家通关了5、6次副本，哪怕只是跟在宠物身后捡东西，这不断重复的过程也让他身心俱疲。不过结果却是好的，他在玩家中的声望隐隐又提升了一个台阶。现在这个时期，能免费带散人小号的可是根本没有第二家。好了，各位，我还有事，得先离开了，等以后有时间再带你们吧。回见。隐身跑路，一气呵成。几次副本过后，齐明的等级根本就没变化。20级再往后所需要的升级经验，简直可以说是令人发指。不过材料装备之类的他倒是收获不少，只是很可惜，打死了整整10次，最终 BOSS 就只爆出来1件套装。深渊甲虫的回响套装，品阶铂金，等级20，部位下装，物防加450，力量加80，体质加80，技能虫群肆虐，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双攻击 X5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甲虫的回响，使用后对自身1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失明、失声、耳鸣等负面状态，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套装属性：2件全属性加30，3件全属性加50。介绍：由无数深渊甲虫所打造而成的裤子，甲虫一出，所有人都会陷入极大的混乱。不得不说，深渊母虫 BOSS 实在是太不给力了，还得让齐明自己钻研剩下套装的合成方法。回城，看着背包中一箩筐的材料，继续合成。定！甲虫甲靠加甲虫心脏加母虫大脑合成成功，获得深渊母虫宠物蛋。咦，把 BOSS 合出来了。深渊母虫，未命名，品阶白银，等级1，生命值5000，魔法值5000，物防250，魔防250，速度2，属性力量0，体质167，智力500，精神167，敏捷10。技能产卵，每分钟产出一个普通深渊甲虫，上限100。介绍：魔界深渊中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虫子，一只便可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且因为它胆小的性格，每时每刻都会有诸多小型虫子护在身边。齐明有些无语，这深渊母虫宠物的1级血量确实很高，但架不住它完全没攻击力，而且技能也没有 BOSS 的强，只有1个产卵，不能说非常没用，只能说太过鸡肋。先留着，不行回头卖给齐天王好了。继续合成，这次又换了一个组合，毕竟齐明的目的是套装，不是宠物。定！母虫大脑加母虫外皮加甲虫心脏合成成功，获得深渊母虫宠物蛋。我无奈的摇了摇头，继续换。定！甲虫心脏加甲虫甲靠加母虫外皮合成成功，获得深渊甲虫的凝视套装。深渊甲虫的凝视套装，品阶铂金，等级20，部位头盔，物防加300，力量加50，体质加50。技能虫群手心，使用后在1分钟内免疫大多数眩晕、失明等负面状态，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甲虫的凝视，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10秒眩晕，冷却时间5分钟。套装属性：2件全属性加30，3件全属性加50，4件全属性加80。介绍：由无数深渊甲虫所打造而成的头盔，具有极强的负面防御能力。第70章城内事宜。头
头盔。齐明不禁咽了口唾沫，这玩意儿要是戴在脑袋上，岂不是就等于被无数虫子在头上爬来爬去？光是想想，他都感觉自己要死了。不过那80点全属性和装备本身的属性还是非常吸引他的。思虑再三，齐明直接闭上眼，把隐容面具换了下来，然后关闭了头盔特效。好像也没什么感觉，还好，最后还剩一件护肩，希望能给我合出来吧。接连不知合成了多少次，齐明都没能得到护肩。难道护肩不是用材料合成的？必须要 BOSS 才能爆出来。心中疑惑的同时，他也开始清理起来了背包中的装备。属性品阶一般的2合1，提升一下价值，回头卖给7天王。属性品阶较高的3合1，没准就能出个极品。就在他合成合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一阵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叮！维尔特的强制召唤卷轴发动，请您在10分钟内做好准备。齐明稍微一愣，导师找我？几分钟后，齐明来到了职业大厅。咦，你自己过来了？维尔特径自迎了上来。是啊，就在城内，所以就过来了。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城主那边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作为御兽师的冒险者首席，这次或许能参与一下。维尔特的语气稍显凝重。什么事情？齐明疑惑问道。暂时不能告诉你，需要等待城主的命令。齐明更加疑惑了，这是要来大任务了？和主线任务有关。随后他学习了新的20级职业技能御兽守护，每召唤一只宠物，提升自身1%全属性。振奋之语，使用后提升自身所有召唤宠物10%双攻击，持续10秒，魔法消耗500点，冷却时间1分钟。2个技能中规中矩，也算有些提升。与此同时，一个 NPC 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各位导师，城主请你们去议事，我先走了，你不要离开东曼城，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维尔特说完就和其余7个导师离开了。齐明耸了耸肩，现在已经到了21级，正好趁这个时间把职业塔的30层打通。叮！进入御兽师职业塔第21层考验即将开始。刷刷刷！齐明召唤出所有宠物，等待着怪物的降临。几分钟后，系统提示接连响起。叮！通过职业塔第21层获得奖励1银币，通过职业塔第22层获得奖励2银币。短短10多分钟，他就来到了 BOSS 所在的30层。正前方，一只全身覆盖在毛发下的类人形怪物已经出现。嚎叫雪人，品阶普通 BOSS， 等级30，生命值10W， 魔法值10W， 物攻4000，魔攻4000，物防2000，魔防2000。技能暴雪嚎叫，召唤暴风雪，对自身周围5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魔攻150%的伤害，期间自身无法移动，持续10秒，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雪人的凝视，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3秒眩晕，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厚重皮毛，减少10%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害。介绍：生活在寒冷地带的雪人，因喜欢不断嚎叫而几近惨遭灭绝。看着 BOSS 的属性，齐明二话不说发动了刚刚学习的新技能振奋之语。兄弟们，上！来自灵魂的重击，负87120。泽尔埃的伤害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增幅了10%双攻击后，大招差点把 BOSS 秒掉。接下来就是其余宠物的一通暴揍，把血量不多的 BOSS 带走了。叮！通过职业塔第30层获得奖励金币 X200。由于您是第一个通关御兽师职业塔第30层的玩家，额外奖励黄金装备箱 X2。竟然又是装备箱！齐明深感无奈，这种随机装备的箱子大概率是开不出他能用的吧。没有犹豫，直接合成。叮！黄金装备箱 X2 合成成功，获得铂金装备箱。开启。叮！铂金装备箱开启成功，获得兽灵戒指。兽灵戒指，品阶铂金，等级20，魔防加500，力量加80，智力加80，精神加80。技能召唤兽灵，使用后随机召唤出一只兽灵，无法攻击，可抵御3次任意伤害，持续30秒，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兽灵震爆，使用后对1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2000点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冷却期间无法召唤兽灵。介绍：封印着兽灵的戒指，借助其中的力量，可以短暂抵御自身受到的伤害。咦，好东西！齐明大喜过望，直接穿戴。能抵御任意伤害的技能可是不多见。至于那第2个技能，可有可无。离开职业大厅，他便火速赶往了工程师塔楼。在1楼找了一大圈，都没见到格瑞娜。奇怪，人呢？出去遛弯了。齐明很是无奈，
原本还想问问对方能不能继续向上，让自己的副职业进阶一下。看了一眼2楼楼梯口的封印，他自顾走了过去，一头撞上去，通过了。等级果然够了。齐明稍显兴奋，副职业的能力可是要比他的主职业强太多了。而后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定，接取任务，终极工程师进阶。任务内容，请制作或召唤一支人形兵器。这任务倒是不难。齐明翻了翻背包，材料足够。定，人形兵器制作成功。初级人形兵器，品阶黄金，生命值5万，魔法值5万，物防2500，魔防2500。技能火枪射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5000点无视防御伤害。技能肩炮射击，对攻击区域无码范围造成2万无视防御伤害。技能永不死亡的身躯，此单位不会真正死亡，受到损伤时可缓慢自行恢复生命值，受损严重时可由工程师进行维修。介绍：唯有工程师才能打造的一种人形兵器，只为战争而生，没有等级，但属性倒是和之前测试时遇到的一模一样，还多了个不死技能，也算很不错了。话音未落，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定，完成任务，终极工程师进阶，原职业技能得到提升。第71章副职进阶。齐明看了看工程师副职的技能，之前一共有3个，尊贵双手和全系精通没有任何变化。初级箭塔升级成了终极箭塔，终极箭塔建造，可在平坦的地面上进行建造。箭塔为物理攻击，无魔法值，各项属性是建造者的5倍，免疫5000点以下的所有魔法伤害，无法移动，魔法消耗5000点，冷却时间10秒。属性提升还挺多。齐明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开始环视塔楼的2层，与1层差不多，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唯独有一样吸引了他全部的目光，是一个极其华丽的宝箱，其上有着2个巨大的孔洞，也不知有什么作用。这是给我准备的吗？齐明搓了搓手，还不等他开启，人形兵器就自顾走了过去。随后在他那抽搐的眼神中，对方把手上的2把火枪插在了宝箱的孔洞上。这开箱钥匙还真是够奇特。定，工程师专属宝箱开启成功，获得品阶提升器制作书 X1， 技能提取器制作书 X1， 宠物空间扩展制作书 X1， 终极火炮制作书 X1， 终极火枪制作书 X1， 终极人形兵器升级书 X1。 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齐明直接呆滞在了原地。半晌后，我操，这些我都能自己制作？齐明的眼神中满是火热。火枪和火炮比较熟悉，但前3个可是极其稀有的东西，无关品阶，那些物品本身就十分难得。如果不是有诸神宝物带技能傍身，他根本不可能在此之前接触到任何一个，哪怕在前世到了游戏中后期的时候，任何一个都重金难求。他还依稀记得曾经出现过一个史诗品阶提升器，拍卖出了接近上亿的价格。而后齐明急不可耐地看起了制作所需的材料。品阶提升器，任意黄金品阶或以上物品加1000铁矿加1升结石。技能提取器，任意黄金品阶或以上物品加1000铁矿加1提取石。宠物空间扩展书，任意黄金品阶或以上物品加1封印石加1空间石。看着3个制作书所需的物品，齐明暗自琢磨了起来。最低都要黄金以上的物品，也就是说他们制作出来的最低品阶都有黄金级。铁矿倒是好说，只是那些特殊的石头他现在一个没有，看来以后再得到黄金级的装备得多留一些才行，不能全都卖掉。齐明嘀咕一声，然后拿起了最后的人形兵器升级书。终极人形兵器升级书，初级人形兵器加 1W 铁矿加10灵魂之核加8终极火枪加4终极火炮加1毁灭炮。需要的材料果然不少。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提其他，光是1万铁矿他现在就凑不齐，而且还要整整10个传说级的灵魂之核。至于那毁灭炮，他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算了，还是火枪和火炮来得更实在。说着，齐明便开始按照终极火枪的制作方法弄了起来，和初级所需的材料一模一样，只是数量变多了一些而已。定，终极火枪制作成功。终极火枪使用要求：工程师，属性对25码范围内的单体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1000点伤害，攻击冷却时间2秒。介绍：为没有攻击能力的工程师量身打造的武器，只有他们这种人才能使用。伤害与初级相比翻了1倍。现阶段的玩家满血状态下生命值最多也就7、8千，能打出1000伤害已经非常高了。再来2把，合成后正好把之前低级的都替换掉。定，终极火枪 X3 合成成功，获得死亡咆哮。这是什么？齐明稍微一愣，死亡咆哮，
使用要求：工程师。属性1，对30码范围内的单体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1000点伤害，攻击冷却 0.5 秒。属性2，使用后在10秒时间内无攻击冷却，持续时间结束后此物品损毁。介绍：突突突突，那是什么声音？是死亡在咆哮吗？看着手中纯黑色的修长利器，齐明很是惊喜，这才是真正的机关枪啊！一手一把，他甚至感觉自己可以不用宠物单挑一般的 BOSS 了。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叮！维尔特的强制召唤卷轴已发动，请您在10分钟内做好准备。又来！齐明稍显无奈，早知如此，之前他就该让这卷轴发动了。原本还想试试能不能去往塔楼的更高层，现在是没机会了。10分钟后，齐明被传送到了领主大厅内，环视四周，人还挺多，光是 NPC 就有将近20个。城主伊斯特、8位职业导师，还有一些身穿铠甲的军士，这些就是东曼城中地位最高的一群 NPC 了。除此之外，每个职业导师身旁还站着2、3个玩家，大部分他都认识。紫星、凋零之落、狂星。除此之外，傲天战魂和9天神朝这2个大公会也有一些人在其中。不多时，伊斯特面色严肃地说道：“诸位冒险者，今天召集你们过来，是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要拜托你们。现在可以从各自导师那里询问有关情况了。老师，到底什么情况？东曼城的高层都汇聚在此了吧？”齐明问道。是的，今天的事情非同小可。不过在说之前，我问你个问题，东曼领东方是哪个种族的领地，你知道吗？东方？齐明微微沉吟道：亡灵。没错，东南方是亡灵族的领地，但东北方却是居住着精灵一族。您的意思是和精灵族有关？是的。维尔特的表情倍加严肃，缓缓道：1月前，帝国与精灵族决定要进行一次和平会议，地点就在东曼城。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精灵族的公主会亲自前来。算算日子，也差不多该到了。而就在今天，有人来报，精灵族的公主在抵达绿野森林的时候遇袭了，生死不知。齐明恍然，原来伊斯特之前和他提起过的那位尊贵的客人是精灵族公主。第72章，城主的唯一任务。老师，城主叫我们这些冒险者过来，是为了精灵公主？齐明问道。没错，你现在见到的这些冒险者，都是各个导师麾下比较出众的。但具体如何，还要由城主来做决断。话音未落，伊斯特开口道：“各位冒险者已经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吧？因绿野森林毗邻亡灵族领地，再加上血族从旁虎视眈眈、深渊裂缝的不断出现，所以东曼城无法派出军队去探查情况。所以，我决定把此次的任务交给在场的一位冒险者。一位？”众人皆是眉头一挑，在场的玩家可是不少，想要这次任务的名额，或许得互相争一争了。城主大人，我推荐我的学生来执行此次任务。”维尔特率先说道。不待伊斯特说话，紫星身边的傲天空明就突然冷笑道：“这样不好吧？在场这么多人，御兽导师一句就能决定任务归属。说得不错，精灵公主事关重大，必须谨慎选择，实力强大者才能担此重任。”另外几位导师纷纷附和了起来。看到这里，傲天空明不由得阴笑一声，说道：“我听说日月战神是御兽师首席，实力十分强大，或许真能执行这次的任务。”齐明稍微一愣，这家伙在为他说话。精灵公主代表了咱们人类和精灵的友谊，理当救援，但弱者去了，估计毫无用处。所以，为了让日月战神证明一下自身实力，不如让各职业首席共同挑战一下他。傲天空明淡笑道。听到这里，齐明才露出了恍然和理所应当的表情。他就知道傲天空明没那么好心。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去绿野森林的冒险者就该实力强大。伴随着另外几位职业导师再次发声，维尔特的脸色不禁有些难看。你们想让他1对7？开什么玩笑？先不说能不能做到，换做你们的学生首席，难道能做到这一点？维尔特他自己都没反对，你那么着急干什么？是啊，御兽师，多么强大的一个职业！只要帮手够多，1打7，1打700都可以啊！几位导师揶揄不断。眼见如此，齐明也终于理解维尔特为什么非要让他成为东曼城的第一职业了。估计他以前也没少被这么挤兑过。老师，我如果打死他们，能否完成您之前交给我的任务？你有把握？维尔特惊讶问道。那是当然。齐明自信道。好吧，你如果能打赢他们，就是东曼城冒险者第一职业。话说到这里，齐明嘿嘿一笑，转头问道：城主大人，我如果在这里不小心杀了他们，您可不要怪罪我。这是当然。
得到了城主的首肯后，齐明眼神微冷地看向了傲天空明，这王八蛋隔三差五就跟他找茬。正好，今天当着 NPC 的面再杀你一次，不是要挑战我吗？也别各个职业的首席了，在场的玩家有一个算一个，想挑战我的，一起上吧。我退出，不参与。凋零之落直接说道，然后还对着齐明眨了眨眼睛。九天神朝全体退出，不参与。七天王缓缓说道。两人在此之前都算是与齐明有些交集，知晓他的强大，所以肯定不会自找没趣。反观傲天空明只是在一个劲的冷笑，问道：多几个少几个无所谓，剩下的人呢？都要参加吗？在城主大厅里面，你总不能布置几门大炮吧？没了那些东西，你又算得了什么？各职业最强者联手，我看你还 TM 怎么嚣张？既然都做好决定了，那就开始吧。伴随着伊斯特的一声令下，齐明二话不说，掏出来2把死亡咆哮，直接发动属性2，突突突，负1000，负1000，负1000，一阵猛烈的枪声响彻大厅，眨眼间就把傲天空明打成了筛子，死的不能再死。那是什么鬼东西？狂星大惊失色，刚欲弯弓搭箭，结果自己脑袋上就疯狂冒出1000的字样，步了傲天空明的后尘。而到了此时，其余人似乎才刚刚回过神来，眼看子星要有什么动作，齐明瞬间调转枪口，突突突，子星暴毙，联手。不过如此。齐明咧嘴一笑，哪怕剩下的人见到这一幕都准备转身逃跑了，他也没打算放过对方。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在2把死亡咆哮损毁的同时，在场挑战他的玩家就全部挂掉了，刚好10秒。这是工程师的武器吗？原来他是工程师塔楼的继承者，怪不得有那么大的信心。几个导师议论纷纷，然后满脸羡慕嫉妒恨地看向了维尔特。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学生，干得不错。定，完成任务，谁是东漫城的第1职业？获得奖励 50W 经验，维尔特好感度提升至100点。直接窜到了100点。齐明大喜过望，这样就能接取导师的隐藏任务了。老师，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急不急，等你从绿野森林回来后再说。维尔特畅快大笑。好了，既然男爵阁下赢得了挑战，那么就尽快出发吧。记住，你此次的主要任务是探查情况，如果有可能救援精灵公主，哪怕是死了，也要把她的尸体带回东漫城。伊斯特缓缓说道。定，接取任务，绿野森林的情况为1。任务要求，请去东漫岭东北方的绿野森林探查情况，如果能把精灵公主带回东漫城，将会得到丰厚奖励。绿野森林位于东漫岭和精灵族领地的交界处，路途遥远，光靠一双腿走过去肯定不行，哪怕精灵公主没死，等齐明到了，可能对方也凉透了。传送阵处，诸多傲天战魂的玩家聚集在此。看到这一幕，齐明不由得眯起了眼睛。第73章，去往绿野森林。傲天空明，你这是要干什么？齐明眯着眼睛问道。怎么，我们做传送阵你也要管？傲天空明满脸的阴沉，他也没想到在城主大厅的时候竟然又被对方赢了，而且还赢得那么简单，让他错过了这次城主亲自发布的任务。做传送阵我肯定不管，但你如果是来找我的麻烦，可别怪我回头在城主那参你一本。齐明冷哼一声，这家伙还没撅屁股，他就知道对方要拉什么屎。随后齐明瞪了他一眼，自顾进入了传送阵。副会长，这次要不还是别干扰他了。子星突然说道。子星，你什么情况？难道要站在那小子那边？他脑袋上的系统悬赏，你难道不想要了吗？傲天空明眉头竖拧，语气中带着止不住的怒气。我不是这个意思。子星有些心累，说道，如果系统悬赏还在，你觉得他能自行出入东漫城吗？我去练级了，最近几天都别找我，调级太多，得抓紧时间补回来。此话一出，傲天空明突然一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齐明系统悬赏消失的事情，他其实也有点猜测，只是心中不愿承认自己错过了不菲的系统奖励罢了。哥，咱们还去吗？傲天空龙问道。犹豫少许，傲天空明咬着牙道，去，哪怕没了系统悬赏，也不能让他这次的任务那么好过。很快他直接走向了传送师。你要去绿野森林外的森木镇？不行，城主下令，除了刚刚的男爵大人，现在谁都不能去。操！傲天空明无能狂怒中。不多时，齐明抵达了森木镇，然后便直奔东北方的绿野森林。一路上他也没闲着，之前刷副本的材料多到爆，趁着现在把用不到的东西合成一下。定，深渊母虫加万物合成时加母虫大脑合成成功，获得深渊虫王。深渊虫王，未命名，品阶铂金，等级1，生命值
9000，魔法值9000，物防450，魔防450，速度6，属性力量0，体质300，智力800，精神300，敏捷30。技能生产母虫，每小时在自身的卵空间内生产一只与自身等级相当的深渊母虫，上线时可进行统一召唤。母虫无持续时间，永久存在，直至死亡。技能生产护卫，每小时在自身的卵空间内生产5只与自身等级相当的母虫护卫，上限5时，可进行统一召唤。护卫无持续时间，永久存在，直至死亡。介绍：凌驾于深渊母虫之上的王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父母，一只虫王便可攻下一座城池。咦，用万物合成时竟然能合出来这么好的东西，这属性不错嘛，就叫你虫蛋好了。齐明哈哈一笑，然后把刚刚得到的宠物咕弄咕弄咕涌咕涌，一个只有人头大小的白色肉虫爬到了齐明脚边，亲昵地蹭了他2下。怎么这么小？你这卖相还不如母虫啊！咕弄，虫蛋儿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主人怎么能用孩子和他相比？话说，你在我的宠物空间内能进行生产吗？齐明问道。虫蛋儿摇了摇头，表示否定。这样，那你就先跟在我身边吧。咕涌咕涌，虫蛋儿直接爬到了他的肩膀上，然后发出了幸福的叫声。他在主人的身上感觉到了非常多的甲虫气息。你还挺懒，算了，就这么趴着吧，赶紧生产，没准等会儿就用上了。而后，他把所有的宠物都召唤了出来。各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新的小弟，虫蛋儿。汪！狗蛋儿喊了虫蛋儿一声，但他没回话。哦，好，哗啦啦，虎狼蛋儿的2个大脑袋晃悠了半天，口水横流。这虫子看起来怎么那么肥美？虎狼蛋儿，我警告你，虫蛋儿是我的小弟，你不能吃它。哦，虎狼蛋儿委屈的点了点头。逗了虫蛋儿一会儿，齐明继续合成。定，母虫护卫的头骨加母虫护卫的前爪加万物合成时合成成功，获得深渊甲虫的利刃套装。哈哈，万物合成时果然不错，竟然把套装的最后一件给我合出来了。齐明哈哈一笑。深渊甲虫的利刃套装，品阶铂金，等级20，部位护肩，物防加350，力量加60，体质加60。技能虫群利爪，对10码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流血、中毒等负面状态，持续10秒，每秒伤害100点，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甲虫的利刃，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全属性 X1的无视防御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套装属性：2件全属性加30， 3件全属性加50， 4件全属性加80， 5件全属性加100。技能深渊虫巢，使用后每10点魔法值将会召唤出一只与自身等级相同且属性为佩戴者 10% 的深渊甲虫，魔法值耗尽后此技能无法使用，冷却时间24小时。介绍：由无数深渊甲虫所打造而成的锋利护肩，具有甲虫一族那强大的攻击特性。最后一件套装穿戴上后，齐明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暴涨一大截。角色：日月战神，等级21，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使，副职业：终极工程师，生命值43080，魔法值28680，物防3927，魔防1938，速度203，力量1318，体质1386，智力1007，精神1006，敏捷831，自由属性点0。很快，齐明来到了一处十分古怪的地方。正前方是一片森林，左边郁郁葱葱，看起来十分正常，但右边却是漆黑一片，好像所有的植物都枯死了一般。绿野森林，从这个名字来看，肯定不应该是右边吧？齐明说着，尝试性的往右走了一段距离。定，进入亡灵族领地，死亡大地。果然不是，转到去左边。定，进入精灵族领地，绿野森林。森林中一片祥和，看起来丝毫不像发生什么意外。几分钟后，一个遍地狼藉的村子映入眼帘，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应该就是精灵族生活的地方了。第74章100级 BOSS 的吸引力。此时，绿野森林的一个村子中，齐明有些不寒而栗地看着面前的东西。正常的精灵族，无论男女都以俊美著称，可现在他见到的却是一些全身紫黑、青面獠牙的怪物。魔化精灵战士，品阶精英，等级25，
生命值3万，魔法值3万，物攻2000，魔攻2000，物防1500，魔防1500。技能魔化切割，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双攻击2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魔化，对所有生物造成双倍伤害。介绍：本是绿野森林中的精灵族，热爱和平与自然，不知为何变成了这个样子。魔化怪物，齐明眉头一挑，属性倒是不低，不过对他来说依旧不算什么。上，弄他！一声令下，他的宠物们就齐齐冲了过去，3下5除2的解决了对手。定，击杀魔化精灵战士，玩家经验加37500，全体宠物经验加37500。刷刷刷，趴在齐明肩膀上的虫蛋儿连升好几级，经验还挺高。而在杀死一只魔化怪物以后，似乎引动了连锁反应。原本看起来空无一人的村子，不知在什么地方冒出了诸多魔化精灵。战士、弓箭手、法师，应有尽有。不过这在齐明看来都是会行走的经验值。上，杀光他们！伴随着宠物们一顿冲杀，魔化精灵成片倒下，无一河之江。继续深入村子，齐明很快就见到了精灵魔化的原因。一道巨大的深渊横亘大地，附近的一个石台之上摆放着一具尸体，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黑袍的家伙，看起来与人类差不多。一个洞察术丢过去，让他不禁脸色大变。魔族大法师奥伦伦，投影，品阶传奇 BOSS， 等级100，属性介绍：魔界的大法师拥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并且可以把任何生物魔化变成自己的仆从。我靠，100级的传奇 BOSS， 一个20-30级的地图里面怎么会出现这么恐怖的 BOSS？ 齐明都快被吓傻了。100级啊！本以为只是个简单的探路任务，结果谁能想到会遇到这种东西。与此同时，奥伦伦也发现了他，略一歪头道：人类。咯噔，齐明的心顿时一沉，面前的 BOSS 根本没法打，光是等级压制都能把他压死180次了。不过看到对方没有主动攻击的样子，他倒是也没着急逃跑。一个100级的 BOSS 如果想杀他，跑可能根本没用。我是人类，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要干什么？精灵村子是你破坏的？台子上躺着的是精灵公主吗？你在对她做什么？齐明一连串的问题抛出去，直接就把奥伦伦问懵了。半晌后，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人类，马上离开这里，否则我不介意让自己再多一个仆人。离开。齐明双眼一眯，微微闪烁。一个100级的敌对 BOSS 不直接动手，竟然主动让他离开，有问题。看对方的样子，双手正散发着一股股黑气，不断注入到石台上的尸体内，好像无暇他顾。如果能现阶段就磨死一个100级 BOSS， 这奖励简直无法想象。不说直升100级，50级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更何况现在齐明已经没有了系统悬赏，最多不就是死一次。玩游戏嘛，哪有不死的道理？所以所有人护在我身边。泽尔埃，你自己上，弄死他。是，主人。面对一个根本看不见属性的 BOSS， 除了泽尔埃，其他人肯定没什么用。而后来自灵魂的重击，负1。我靠，大招都没破防，这家伙有灵魂防御。齐明眼神一凝，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泽尔埃吃瘪。人类，不要妨碍我，马上滚开，否则我一定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强大。奥伦伦怒目而视，但却根本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冒出的黑气反而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主人，他太强了，我对付不了。泽尔埃直接说道。齐明晃悠了一下双腿，但见到 BOSS 依旧没有任何攻击的迹象，他怎么就那么不想离开呢？下一秒，死亡咆哮在手，砰砰砰，负1000，负1000。火枪可不是别的，不管对方的防御到底有多高，都可以无视，而且不会被等级压制。要不是背包中的材料因为制作人形兵器已经所剩不多，他都想在这里布置一个火炮阵的开轰了。人类，你已经彻底激怒我了，等一下我就会让你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感觉。奥伦伦怒声咆哮，可血条根本就没见减少。此话一出，齐明的脾气也上来了。哎呀，我操！嚣张什么？老子是冒险者，冒险者懂不懂？根本不会死啊！砰砰砰，又是几枪，可 BOSS 的血条依旧跟没动弹一样。随后，齐明便把人形兵器召唤了出来。出来后的他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对着奥伦伦就是一顿狂轰滥炸。砰砰砰，负5000，负5000，轰轰，负2万，负2万。这伤害看得齐明身心愉悦，但却把奥伦伦气得哇哇大叫了起来。啊！该死的人类！
你这是在自取灭亡！不仅是你，等到我魔界大军进入这个世界，你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惨死。但很显然，不管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肯定都不能停下来，否则早就把齐明秒了。还敢这么嚣张！给我上，一起打死他！齐明直接让所有的宠物都开始攻击，反正对方就是一个人肉沙袋，不打白不打，即便全是1的伤害，早晚都能磨死他。嗡！一阵诡异的声音突然响起，齐明的3大召唤师纷纷发威，500-600只巨齿兔亡灵，200-300个矮人亡灵，其中最壮观的当属虫蛋儿。10只深渊母虫被召唤出来后，开始疯狂产卵，一只只深渊甲虫宛如海啸一般冲向了 BOSS。不仅如此，还有他套装附带的技能深渊虫巢，接近3万的魔法值，也就是将近3000只深渊甲虫。第75章，恐怖的魔气入侵状态，短短几秒钟，数千只召唤物。反观奥伦伦，双目微凝，这该死的人类怎么还能召唤深渊甲虫？来不及多想什么，他的脑袋上就冒出了数之不尽的1。齐明的想法虽好，但深渊甲虫都是近战，再加上他原本的那些宠物，所以根本不足以让每只都攻击到奥伦伦。不过定睛一看，深渊甲虫的噬咬技能正在不断生效，负10，负10，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跳出，看得齐明这叫一个心神振奋。虽说因为等级相差过大导致这无视防御的伤害变低了10倍，但也总比没有强。伴随着深渊之力技能不断叠加，伤害数字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自己和人形兵器的不断轰击，奥伦伦血条的消失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妈的，跟我嚣张，老子用宠物都能堆死你！10分钟后，奥伦伦的血条减少到了 80%，20分钟后 60%， 转眼间1个小时即将消逝，而奥伦伦的血条也仅剩下最后一丝丝血皮，马上就要死了。真 TM 肉啊！我这么多东西都磨了1个小时，你该死了呀！齐明一直瞪大的眼睛显得有些红，可当他想到100级 BOSS 爆出来的东西，立马就不困了。人类，我承认你很有毅力，竟然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想杀死我这个投影。奥伦伦的语气恢复了平静，道：不过现在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听到这里，齐明顿时一惊，这意思是他能进行反击了？不行，得加把劲，尽快把他弄死。人类，如果不是我的这具投影蕴含了本体的太多力量不能死，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假如你这次不死，咱们还会再见的。奥伦伦冷笑一声，身体一歪，掉入了深渊中，消失不见。我操！老子耗了那么长时间，就这么跑了。齐明满脸的扭曲，心痛到无法呼吸。一个即将死亡的100级传奇 BOSS 啊！老子的战利品啊！就在此时，原本躺在石台上的精灵公主尸体突然动了一下，然后猛然起身，看向了他。与之前见到的魔化精灵不同，精灵公主的外貌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变化，依旧精致的不似这个世界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17、18岁的女孩，而且一双眼睛中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个，你没事吧？齐明小心翼翼地问道，然后顺手丢过去了一个洞察术。异常的精灵公主，艾尔文，品阶未知，等级30，属性介绍：被奥伦伦杀死后复活的精灵公主，本身似乎没什么改变，但却显得有些异样。你是冒险者？艾尔文开口，声音十分空灵，哪怕只是听一听，好像就有着令人身心舒缓的作用。没错，我是东曼城的冒险者。你如果没什么大碍，不如跟我回去。齐明找了个比较好的说辞。要说对方真的没问题，鬼才会信啊！名字上就带着异常2字，能没问题？艾尔文眨了眨眼睛，仅仅只是这一个动作，就险些让他沦陷其中。面前的公主实在是太美了，就算是敌对 BOSS， 他都不禁都生出了一个怪异的想法：引颈救路吧。这么美的人儿，怎么可能对他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主人说了，让我苏醒后杀了你。一瞬间，陶醉在对方美貌中的齐明猛然惊醒。你的主人该不会是那个奥伦伦吧？没错，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所以……话音未落，艾尔文的全身就泛起了一丝黑色，一颗若隐若现的黑色石头出现在了他的眉心，就连那精致的脸庞都变得狰狞了起来。下一秒，魔气直冲而来，瞬间就把齐明掀翻在地。叮！由于生命共享效果，您未受到伤害，全体召唤物生命值100。多少？齐明满面惊骇。要知道，现在他的召唤物可不仅仅是自己的几个宠物，还有几百只亡灵和数千只深渊甲虫。粗略一算，这看似普通的一击，少说打出了30-40万的伤害。假如没有那些深渊甲虫，齐明连带着所有宠物可能都要被这一击直接打死。不仅如此，
在被攻击后，他还中了一个负面效果。魔气入侵，减少10%全属性，除杀死施术者外，无法驱除，且此状态每小时翻倍增强，死亡后不会消失。这 TM 是什么鬼东西？齐明大惊失色，然后急忙命令自己的所有东西去攻击艾尔文。现在这节骨眼可不是看对方漂亮就下不去手的时候，也不是死掉一次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杀了艾尔文，他的全属性过段时间还不得都掉成负数。咦，你竟然没死！艾尔文稍显惊讶，自语道：怪不得主人说你有点力量，但不管如何，主人的命令我一定会坚决执行。呼呼呼，接连几道魔气飞来，吓得齐明忙不迭地开启了隐身，然后直接开溜。虽说一时半会儿他可能死不掉，但能不被攻击还是别了。与此同时，诸多召唤物也开始发威，各种各样的攻击，各种各样的技能纷纷落在了艾尔文的身上。虽说看不到他具体的生命值，但血条却是在不断减少。相比较奥伦伦来说，对方可是弱了不止一筹，至少泽尔埃是能破防的。只要能破防就好说。齐明满心的恨意，但并不是对精灵公主，而是对那天杀的奥伦伦。一个这么可爱的小美女，竟然被他残害了。以后再见，必须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由于齐明进入了隐身，而且还躲得老远，所以艾尔文就把攻击目标放在了诸多宠物身上。首当其冲的就是输出最高的泽尔埃。叮，您的宠物泽尔埃受到攻击，进入魔气入侵状态。对宠物也有效。齐明眉头大皱，急忙查看了一下泽尔埃的状态栏。魔气入侵，除杀死释放者外，无法驱除此状态。倒计时59比59。倒计时结束后，将会彻底被魔气控制，无视一切契约羁绊，成为施术者的傀儡仆从。第76章进入深渊。我操，怎么跟我的不一样？齐明大骂一句，难道就因为泽尔埃不是玩家，所以才会被魔气控制？妈的，不能闲着了，所有人加大输出，尽快打死他。而后死亡咆哮再次出现在手中，射击，突突突突突突。在所有人的围攻下，艾尔文的血条开始狂掉，很快就不足1%。又是几枪下去，对方的生命值被直接清空，但却没死。眉心的黑点闪烁不停，艾尔文马上又被一层浓郁的黑色团团包裹住，血量全满。我靠，你耍赖！齐明呆了一呆，然后狂吼道：急火他的脑门儿！汪汪汪！狗蛋儿得令，这家伙很诡异，必须得死。一个跳跃，狗嘴咬住了艾尔文的脸颊。哦，吼！虎狼蛋儿大叫一声，狗蛋儿老大，给我留一半！吭哧吭哧，一狼一虎一狗3个脑袋同时啃在了艾尔文的脑袋。这如此诡异的一幕，看得齐明不禁脸皮疯狂抽搐。他让他们攻击，又没让他们咬住人家的头啊！快下来，你们挡着那块石头了！狗蛋儿迅速落地，给泽尔埃让开了攻击道路。虎狼蛋儿不情不愿地松开了嘴，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那个精灵的脑袋有点甜。来自灵魂的重击，100W，极其恐怖的伤害数字在精灵公主的脑袋上跳出，一时间让她痛苦难耐，额头的黑色石块出现了一丝丝裂纹。继续，不要停！齐明大喊一声，自己同时也瞄准了对方。突突突，100W，100W，接连几个伤害数字跳出。艾尔文的血条虽然没什么变化，但他确实已经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呆呆地跪坐在地，一动不动。伴随着泽尔埃最后一击落下，叮，魔气施术者已死亡，您的魔气入侵状态消失。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齐明长舒一口气，走到精灵公主身边。他眉心的那块黑色石头已经彻底破碎，到底还是失去了生命吗？齐明悠悠一叹，然后试着把它收入到了背包中。由于对方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所以就不算是活物了，只能算是个物品。材料，这里的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吧？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魔界深渊，径自走了过去。深不见底，里面黑漆漆的一片。回想起自己手通墓地副本时得到的那本日记，齐明不由得嘴角一抽。那个隐藏任务可是要进入深渊的。不过看这样子下去容易，但怎么才能上来？刚准备离开，结果地面突然剧烈的震动了起来，一股庞大的吸力在深渊裂缝中不断扩散。什么情况？齐明先是一呆，然后瞬间就被吸了进去。叮，您已进入深渊，来自深渊的日记自动激活，获得同名任务。任务要求：查询日记的来源。请注意，此任务难度极高，进入深渊裂缝后倒计时开启，10小时内无法完成任务将会受到惩罚。操！齐明又忍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他根本不想来的呀，怎么就被吸进来了？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已经自由落体将近1分钟了。这鬼地方到底有多深啊？不会等下直接摔死我吧？
齐明欲哭无泪，前世根本没来过深渊，完全没经验啊。但没过多久，他就露出了一丝惊疑不定的表情。原本应该是垂直向下的深渊，突然变得横了过来，让他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也或者说，并不是深渊本身横了过来，而是这地方的重力方向不同。还好，至少没有被摔死。齐明松了一口气，环视四周，由于是第一次来，所以他也有些好奇。只不过这鬼地方看起来诡异非常，没有天，没有太阳，上下好像全是大地，而且空空荡荡，似乎一个活物都没有。哎，来都来了，就顺道把任务做了好了。齐明叹了口气，打开地图看了一眼，万幸有个任务指引，不然这千篇一律的鬼地方还真不知道该往哪走。召唤出所有宠物，开拔！不多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响起，定睛看去，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深渊甲虫正在从各个方向不断涌来，看得齐明头皮炸裂，密集恐惧症患者慎入。深渊甲虫，品阶精英，等级25，生命值15000，魔法值15000，物攻1000，物防750，魔防750，技能甲虫噬咬，攻击时使目标受到无视防御且无法驱除的200点伤害，持续5秒。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5倍伤害。介绍：通往魔界的深渊中才会出现的虫子，体型稍大，是其中族群中的佼佼者。等级比副本内的高了5级，不过对于齐明来说依旧不在话下。正好他现在升级所需要的经验非常多。开杀！狗蛋5连接，虎啸狼吟，来自灵魂的重击，双刀回旋，哥布林乱击。一连串的技能落下，深渊甲虫成片死亡。定！击杀深渊甲虫，玩家经验加18750，全体宠物经验加18750。击杀深渊甲虫，击杀！无数系统提示响起，齐明的经验值突飞猛进。就这样，一个人带着一票宠物和深渊甲虫杠上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个小时，刷，金光闪过，齐明升到了22级。不过，当他看到依旧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深渊甲虫时，他呆滞了。怪不得看似距离很近的任务给了他整整10个小时，光是这些虫子就得不知杀多久啊！1小时他才往前蠕动了不到100码，而且因为虫子太多，他的有些宠物都死了不止1次，甚至之前只剩下一个泽尔埃，逼得齐明不得不进入隐身状态保命。好在这些虫子只是精英怪，没有反隐的能力，要不还是隐身过去算了。一直杀虫子得杀到什么时候？做好了决定，齐明直接在隐身状态中把所有的宠物收了回去。眼看没有了任何攻击目标，如同潮水一般的深渊甲虫这才四散分开。第77章深渊幽灵。没有了甲虫的阻拦，齐明便快速朝着任务地点疾驰而去。到了此时，他才有心情看一看那日记上的具体内容。不管是谁得到了这本日记，希望你能看完。我是东曼城守军亚德里斯。2月前，或许是2个月前吧。我落入深渊之中太久，已经记不清时间了。那时城主命我和一些同僚前去调查独眼巨人部落附近出现的深渊。那些一只眼的大家伙很好客，或许是长年累月的和平，让他们和人类缔结了很深的友谊。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们，虽然独眼巨人的食物并不符合人类的胃口。第一晚宁静地度过了。第2天我们去往深渊，可没想到独眼巨人竟然背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把所有人都推入了深渊之中。来到深渊的不知多少天，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余同僚全部死在了那些恶心的虫子口中。我恐怕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吧。昨天我遇到了数只母虫，被他们的护卫重伤，应该活不了太久了吧。这本日记我会丢到母虫的嘴里，希望有朝一日它能把它带出去，被人发现。但这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吧。最后我只有一个愿望，回到我的家乡。日记看完，齐明的心中多少有些唏嘘。不过话说回来，都落到这种鬼地方了，这位亚德里斯还有心情写日记？不对，根据亚德里斯的日记所说，他去的地方明明是独眼巨人部落，怎么日记会出现在东曼城墓地？齐明满是疑惑，一时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多时，他抵达了目标地点。满是黑色的深渊中，唯有这一处异常显眼，是一具惨白的骸骨，在上面还能见到诸多啃食过的痕迹。被虫子吃的只剩下骨头了吗？齐明微微一叹，然后看向了尸体旁的一块黑色石头。深渊魔石，品阶史诗，属性蕴含着深渊中特殊力量的石头，但一般人都无法操控它，反而会被其中的力量所侵蚀。史诗级。齐明眼神一凝，把它拿在了手中，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也没有被侵蚀的迹象。算了，先收着，没准以后能用得上。随后他把一旁的骸骨也收了起来。定！来自深渊的日记任务进度更新，
请在倒计时结束前离开深渊，并把亚德里斯的尸体带回东曼城。倒计时7点30分42秒，还剩下7个小时，要不继续刷怪？反正只要使用传送术就能瞬间离开了。而后召唤全体宠物，继续升级。5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齐明杀了不知多少甲虫，感觉自己都有些麻木了。偌大的深渊中，就 TM 这一种怪物，不仅怪物千篇一律，就连爆率都低得可怜。数个小时的奋斗，金币不到1000，装备几十件，反倒是甲虫身上的材料堆满了整个背包。除此之外，经验倒是很多，宠物们都升到了21级，而他自己也到了24级。刚准备合成一下背包中的诸多战利品，几只若隐若现的身影就突然在地面上升腾而起。这是什么？齐明疑惑之际，迎接他的是一只硕大的半透明巴掌。定，由于生命共享效果，你未受到伤害，全体召唤物生命值2631。我操，什么东西伤害这么高？齐明大惊失色。虽说在深渊的这段时间，黑蛋儿和潘德凯的亡灵生物都已经消耗一空，但他本身的宠物外加哥布林双头巨人就有整整19个，每一只都掉了2000多生命值。如果换成他自己承受这个伤害，也就是将近5万，可以瞬间秒杀他。定睛看去，3只和泽尔埃相差无几的灵魂体正在他的身边，再次伸出来了自己的巴掌。深渊幽灵，品阶区域 BOSS， 等级20，生命值20W， 魔法值20W， 灵魂攻击5000，灵魂防御3000，技能灵力震爆，对自身5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灵魂攻击3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灵魂一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灵魂攻击10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灵魂形态，免疫一般的魔法和物理攻击，受到眩晕、倒地等负面状态时效果翻倍。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10倍伤害。介绍：飘荡在深渊中的幽灵，不知是如何形成的，但会阻挡一切想要通过这里的生命。看着对方的属性，齐明的眼神中满是震动。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拥有和泽尔埃差不多属性的怪物，而且一来就是3个。也就是说，除了同为灵魂体的泽尔埃，其他人都对付不了这些家伙。不过，黑蛋儿，深渊契约，刚好3个！齐明大吼道：“打！”黑蛋儿得令，全身扩散出了与深渊一模一样的黑色。不消片刻，系统提示响起：定，黑蛋儿的深渊契约生效，深渊幽灵已成为他的仆从。黑蛋儿的深渊契约生效，黑蛋儿。接连3次，3只深渊幽灵便呆滞在了原地，好似完全没有智慧。深渊幽灵，品阶铂金，等级1，生命值5000，魔法值5000，灵魂攻击500，灵魂防御250。技能灵力震爆，对自身5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灵魂攻击300%的伤害，魔法消耗1000点，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灵魂一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灵魂攻击1000的伤害，魔法消耗1000点，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灵魂形态，免疫一般的魔法和物理攻击，受到眩晕、倒地等负面状态时效果翻倍。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10倍伤害。介绍：飘荡在深渊中的幽灵，只有某些特殊的力量才能降服他们。属性虽然不如 BOSS 时那般强大，但贵在和泽尔埃一样是灵魂攻击。哈哈，以后我的杀气又多了3个。齐明开怀一笑。2个小时后，齐明并没有再次遇到深渊幽灵，就连甲虫的数量好像都变少了许多，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杀太多导致的。看了眼时间，任务还剩半个多小时，回城。传送术，定。由于您身处于深渊内，空间力量不稳定，传送术失效。第78章，出去了，但没完全出去。你说什么？齐明当即一呆，然后马上收回所有宠物，隐身，用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来的时候没走太远，不算打怪的时间，最多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肯定能出去的。安慰了一下自己，他脚下的速度也是更快了。20分钟后，齐明已经快失去理智了，因为深渊内的所有地方看起来几乎都一模一样，甚至连个参照物都没有。再加上现在所在的位置看不到出口，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走。简单来说，他迷路了。妈的，就这么一条直线我都能走错。齐明恨不得给了自己一巴掌，为什么非要贪恋这鬼地方的经验？经验哪都有，要是任务失败受到了惩罚，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惩罚其实还是次要的，万一他真的没办法从这里离开啊！我操！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鬼哭狼嚎一阵后，齐明继续朝前狂奔，也不管方向对不对，只要顺着一个方向走，早晚都能出去的。
大概，可能，也许能走出去吧。几分钟后，一道不属于深渊内的微光出现在眼前，看得他精神一振。出口，我来了！急速飞奔而至，齐明一个大跳，从深渊中出去了。定，您已离开深渊，任务倒计时结束。定，您已进入魔界。什么东西？齐明满面呆滞，不由得看向了四周。正如系统提示所说，这地方根本就不是人类的世界，但好像也不是深渊。天空雾蒙蒙的，看不见太阳。前世的时候，他好像根本就没听说过魔界这个地方，也或许是游戏的进程还没到那一步。此时，在齐明的身边，无时无刻都有着一种淡黑色的雾气，好像与之前侵蚀了艾尔文的一模一样。不等他做些什么，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定，您已陷入魔气入侵状态。老子就知道！齐明有些抓狂。传送术，定，由于您身处魔界，传送术失效。操！无奈之下，齐明便开始自己走动了起来。不走不要紧，仅仅只是走了几步，他就被吓得退回了原地。正前方，一个等级高达100级的黑色大狗怪物不断走动，险些发现他。100级，齐明欲哭无泪，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会落到等级这么高的地图里面？先前他敢面对同为100级的奥伦伦，主要还是因为对方无法反击，但前方的那条狗明显是可以攻击他的。如此大的等级压制，就算他有火枪能破防，估计也会在打死对方之前先死掉。不过刚刚走动了几步，确实也让他稍微看清了周围的环境。正处于一个山谷内，具体多大不知道，从哪里才能走出去也不知道。要不我自杀一次，没准就能回到东曼城复活了。虽然会掉等级，就是不知道这魔气入侵状态会不会消失，没人对我施术。难道我要把整个魔界破坏掉，才能驱除这种状态？想到这里，他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唉声叹气不断。要不还是自杀吧。话落，他便朝着之前见到的怪物走了过去。与此同时，山谷的最里面有着一座纯黑色的破败宫殿，占地范围不大，在破败中却隐含着一丝庄严厚重。其中仅有一人高坐在王座之上。突然间，宛如在小憩的他睁开了眼睛。奇怪，我这地方竟然还会有客人吗？咻！一个女性身影极为突兀地出现在了这人面前，单膝跪地。王，要不要我出去看看？也好，我这难得来一位客人，可不要惊吓了他，带过来吧。是。走到那100级的怪物面前，齐明知道自己应该是查看不到对方的属性，但还是丢过去了个洞察术。魔域犬，品阶精英，等级100，属性介绍：魔界牢狱中最低级的狱卒，喜好杀戮的同时还会吃掉所有敌人的尸体。我尼玛，老子死一次都不够，还要被吃掉！齐明恨得咬牙切齿。算了算了，死一次能回家，总比一直待在这种鬼地方强。带那只狗杂种，吃爷爷一枪！突突突！死亡咆哮瞬间开火。吼！一声不似犬类的长啸响起，对方猩红的双眸瞬间盯住了齐明。不等他冲过来，伴随着啪啪2声响起，魔域犬的嘴中发出了一声声惨叫。嗷嗷！转瞬间，那100级的怪物就跑没影了。看到这里，齐明不禁咽了口唾沫。面前浓郁的魔气中正有哒哒哒的声音传来。妈的，这鬼地方不会还有什么更恐怖的东西吧？逐渐的，一个苗条的身影在魔气中走了出来。定睛看去，齐明当即一愣，人类？不对，全身皮肤宛如火焰一般通红，一袭黑色的紧身皮甲，头顶2根弯曲的长角，一张小嘴处2颗不大的尖牙裸露在外，手上还拿着一把正在燃烧着的鞭子。即使如此，他的面容看起来依旧很精致，丝毫没有因为其他而破坏这种魅惑的美感。咦，你是什么东西？来人看到齐明后明显一愣。哎，我去，美女，你什么意思啊？才见面就骂人？齐明有点无语，小心翼翼地丢过去了一个洞察术。恐惧魔焰，佩洛斯，为1，品阶传奇 BOSS， 等级150，属性介绍：魔界魔域谷中被囚禁之人的使臣，拥有令所有生物都会感到恐惧的魔界之焰，而他那魅惑的外表时常会让陌生者忽略他本身的强大。我操啊，又是一个传奇 BOSS， 等级还那么高。齐明瞪大双眼，这可是比之前见到的那个奥伦伦还恐怖了不知多少倍。这要是被他手上的鞭子抽一下，齐明都能想到自己惨死的模样了。而后他便露出了一副慷慨就义的表情，道：杀了我吧。杀了你？佩洛斯眨了眨眼睛，稍显狐疑。这外来者什么情况？是主动过来求死的？第79章魔王莫格里。刷刷！佩洛斯手中的长鞭宛如活物一般，直接把齐明捆了起来。
甚至为了不伤到他，他还特意把上面的火焰灭掉了。我靠！你要杀就杀，绑住我干什么？你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齐明呆了一呆。特殊癖好？佩洛斯露出了一丝灿烂的笑容，道：你猜对了，我的爱好可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哟。我……啪啪！齐明刚吐出来一个字，结果就被鞭子尾抽在了脸上。虽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一种莫名的屈辱感直袭全身，弄得他哇哇大叫了起来。你就算要虐待我，也得换种方法呀！难道只是抽我？我不服！你得变着花样来，是吗？佩洛斯嘻嘻一笑，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他。互相接近后，齐明才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道：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什么？佩洛斯被说得微微一愣，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大喜过望的表情。你如果不会被王杀死，那就是我的玩具了。希望你能撑得久一些，那些魔域犬太弱了，连10分钟都撑不过。齐明脑补了不知道什么画面，心中一股恶寒陡然升起。而后他就在佩洛斯的强行带领下进入到了山谷的最里面，四周随处可见的一些遗骸，还有诸多魔域犬。不得不说，这佩洛斯真的是有种恶趣味，但凡是见到了魔域犬，都会用他那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制作的高跟鞋踹上几脚，每一击都能打掉不少血量，疼得他们嗷嗷乱叫。不多时，宫殿出现在眼前，齐明犹豫着问道：你刚刚说的王就在这里面？没错。佩洛斯嘻嘻一笑，松开了对他的束缚，道：你自己进去吧。不去行不行？你说呢？佩洛斯笑容不减，一鞭子抽在了他的身上。啊！我操！怎么这么疼？齐明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不小心踏入了宫殿内。砰！大门轰然关闭，吓了他一跳。抬眼看去，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高居王座，正在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么多年来，我这里的第一个客人竟然是个人类。齐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这家伙是佩洛斯的王，估计等级之类的只会更恐怖吧。洞察术，被囚禁的魔王莫格里，唯一，品阶，等级，属性，介绍。果然，除了名字，竟然连等级都看不到。齐明心中悠悠一叹，道：你把我抓来这里是为了什么？要不你还是直接杀了我吧。抓你？莫格里的脸色有些古怪。难道不是你闯入了我的领地吗？这个吗？齐明尴尬一笑，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说说看吧，你一个人类是如何来到魔界的？而且还能进入我的牢狱内？难道是人类准备进攻魔界了？莫格里淡淡问道。不是，我是……话说到一半，齐明这才反应过来，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莫格里哈哈一笑，不回答也没什么，但如此一来，你就不仅仅是死亡那么简单了。如你所见，这里是一个牢狱，连我都没办法离开，你就更加没机会了。正好牢狱中能说话的东西比较少，不如你就留在这里，平日里陪我说说话。也或者，我现在杀了你，然后把你的灵魂制作成陪我说话的工具。看你的样子和普通的人类似乎还有所不同，本体好像并不在这个世界。可即便如此，你的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听到这里，齐明心中顿时一惊，面前的家伙竟然连这一点都能看出来，还能囚禁灵魂。说到底，冒险者在这个世界不怕死的唯一原因就是死后会有灵魂在复活点复活。假如死后的灵魂被囚禁或者遭遇了其他变故，现实世界中的他可能也会因此受到牵连。这鬼地方！齐明苦笑连连，现在的情况，他想要强制下线好像都做不到。人类，现在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了吗？莫格里微笑着问道。行。随后，齐明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仔细讲述起来了事情的经过。听完后，莫格里不由得眼前一亮，道：魔域谷内出现了连通人类世界的深渊。是的。齐明如实答道。莫格里微微沉吟，深渊，看来我可能有机会离开这里了。听到这里，齐明没由来的呆了一下，这家伙该不会是想借助深渊进入人类世界吧？自己该不会把一个极其恐怖的 BOSS 放到东漫城附近吧？如果真是如此，坏了，这 BOSS 连等级都看不到，万一把东漫城毁了怎么办？千古罪人！齐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各位玩家兄弟姐妹们，各位 NPC 大哥大婶们，如果这家伙真的会毁掉东漫城，你们可千万不要怪我呀！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得为自己活命着想。齐明嘀咕个没完，丝毫没注意莫格里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我靠，你贴我这么近干什么？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类？齐明无语，看对方的样子，魔界生物似乎并不知道冒险者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算了，你是谁都无所谓。如果想离开这里，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莫格里说道。什么条件？该不会是把你也一起带出去吧？你能把我带出去？莫格里露出了一丝嘲弄，道：你弱得可怜，甚至还不如一只魔域犬，即便有深渊在，以你的能力也没法把我带出去。我这是被鄙视了吗？人类，你在身在魔界，无时无刻都会被魔气侵蚀身体，难道不想离开吗？莫格里循循善诱道。当然想啊。很好，你如果肯为我办事，那么回到人类世界还是有机会的。莫格里微微一笑。第80章受制于人。为你办事？齐明眉头一挑。没错，千年前我被小人算计，囚禁于此，但如果借助深渊裂缝，我或许就能离开这个牢狱了。到了那时，而你要做的就是回到人类世界后听从我的命令，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能离开这里，然后攻下你们的世界，再借助这个落脚点反攻回魔界。莫格里淡笑着说道。我靠，我身为一个人类，凭什么帮你攻下我的世界？齐明满面呆滞，这家伙说话还真是够直接啊。就凭我能让你离开魔界，就凭我可以随意决定你的生死。当然，我不是那么无情的人，完成了我交代的任务，少不了你的好处，而且还能让你再也不会受到魔气的侵蚀。至于好处具体是什么，你以后会知道的。莫格里随口道。听到这里，齐明不禁暗自思考了起来。当务之急肯定是从魔界离开，但面前这个家伙似乎也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结果，所以解除自身的魔气入侵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万一真的会长时间留在这里，他可不想自己的属性掉到负数，然后被普通怪物随意拿捏。好吧，我答应你。齐明点了点头，反正如果能回到人类世界，莫格里身在魔界，难道还能对他做什么？肯定不行。很好，你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余生庆幸。佩洛斯，王，您找我。佩洛斯推门而入，附到他的身上，和他一同去往人类世界。莫格里下令道。附身？佩洛斯的表情有些古怪。王，他比魔域犬还弱，如果承受不住，可能会死。莫格里无所谓的摇了摇头，死就死吧。齐明心中咒骂不已，这两个家伙还真不客气啊，一直拿他跟狗比较个什么劲。不过话说，附身是什么鬼？而后佩洛斯就走到了齐明的面前，一双红唇亲吻在了他的脸颊上。你亲我干什么？齐明懵了，下一秒佩洛斯就化作了一道绯红的火焰，钻入了他的身体内。这是啊！齐明顿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疼，太 TM 疼了。他也没有想到，在与游戏完全融合前会承受这样的痛苦，生命值不断减少，眨眼间就已经濒临死亡。就在此时，莫格里出手了，一团黑气在他的身上汹涌而出，直接没入了齐明的体内。佩洛斯，我封印了你大部分的力量，不然这个人类真的会被烧死。跟随在他身边，有什么事情即刻向我禀报。是，王。齐明的身体内传出了佩洛斯的声音，而他自己则是逐渐恢复了过来，表情相当呆滞。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个女人就钻入自己的身体里面了？嘻嘻，人类，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不对，应该是同居了，多多关照哟。佩洛斯的声音在齐明的耳边响起。我关照你妹啊！齐明满心的不忿。定，由于您获得佩洛斯附身状态，所以魔气入侵状态消失。佩洛斯附身被恐惧魔焰附着到了身体内，可以无视魔界魔气对自身的侵蚀，但他会时刻监视你的动向。监视我？齐明嘴角抽搐了一下，莫格里这个老王八还真是鸡贼啊！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听话，竟然还派人监视他，奶奶个腿的！人类，为了方便咱们之间的沟通，我亲赐予你与我联系的力量。莫格里话音落下，系统提示就在齐明的耳边同时响起。定，获得技能莫格里之影。莫格里之影可随时随地与莫格里进行沟通，同样的，对方也可以随时随地和你进行远程通话。尼玛，这技能有个屁用！双重监视，齐明愤恨不已。你个老瘪三，给我等着！等到了100级以后，一定横推了你！还 TM 为你传递消息，传递个鬼啊！还有这个东西，你也一起拿着吧，等到时机成熟，使用它。说着，莫格里的身上飞出一道黑影，落在了齐明的手上。莫格里的部分力量在特定时间使用后，可召唤魔王莫格里，能召唤 BOSS。齐明眼神一凝，倒是丝毫没有客气，把他收了起来。好了，人类，你可以回去深渊了。有佩洛斯的指引，你应该能回到原本的世界。莫格里摆了摆手，应该。齐明满脸漆黑，急忙离去。回深渊的路上，齐明依旧腹诽不已。来一趟魔界，不但没什么收获，自己反而还受制于人，这叫什么事？妈的！
让老子帮你打下人类世界？开尼玛什么玩笑！齐明不由自主地骂出了声。西西，你是不是把我忘了？佩洛斯的声音突然响起，然后啊，姐姐你轻点，疼！齐明倒吸一口凉气，这小娘们儿竟然能暗中烧他，不行，得想个法子。大丈夫生于天地间，怎么能如此受制于人？耻辱！喂，你怎么不走了？难道不想离开魔域了？说着，齐明就再次感受到了体内一阵火辣辣的舒爽。不多时，他站在了一个深渊裂缝前。说起来，齐明本以为魔界应该是在人类世界下面的，结果这里的深渊竟然也是垂直向下的。也就是说，想不通，不想了。话说，我想这些破玩意儿干什么？小子，你又在干什么？还不下去？丽丝说道。大姐，你认识回去的路吗？大概吧。大概？是啊。深渊不属于魔界，也不属于人类世界。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深渊可以称之为第三世界，是在魔界和人类世界的中间地带，自成一界。这样，齐明摸了摸下巴，没太听懂。不过这也不妨碍他跳下去。一步踏入深渊，开始了自由落体运动。但因为有着上次的经验，所以他并未惊慌。几分钟后，齐明站在了深渊的地面上。第81章，终于回归。定，已进入深渊，倒计时开始，9点59分59秒。倒计时结束后，还未离开深渊，将会受到惩罚。原来那不是任务的倒计时，而是能在深渊中停的时间。齐明恍然大悟，然后急忙问道：“大姐，说吧，该往哪边走？”我感觉应该是那边吧。那边是哪边？我不是给你指方向了吗？你不会自己看？你在开玩笑？我都看不到你在什么地方啊！你是用意念给我指的方向。嘻嘻，也对哦。把这件事忘了，往东走。咚！齐明的脸皮疯狂抽搐，这女人就不能说前后左右？在深渊这个鬼地方，谁能分清东西南北啊？1个小时后，在佩洛斯不断的指引下，齐明终于迷路了。你到底认不认路？不靠谱啊！小弟弟，你不信我就自己走。你们人类这么弱，在深渊可是待不了太长时间呢。到了那时，再想离开可就难上加难了。佩洛斯无所谓的说道。行吧，姐姐，求你给我指个正确的路。这还差不多，往那边走。2个小时后，齐明从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洞中窜了出来，夺路狂奔，身后还跟了如同潮水一般的深渊甲虫。大姐，你还是不靠谱啊！不认识路也别瞎指啊！那地洞明显不是出去的路。我知道啊，我只是很好奇里面有什么，结果竟然只是一些小虫子。佩洛斯兴趣缺缺。啊！齐明额头青筋直冒。你跑什么啊？这些虫子又不厉害，打死他们不就好了？废话，你数数看他们有多少，我能杀完吗？刚刚那个地洞明显是个深渊甲虫的巢穴。齐明愤恨不已。3个小时后，齐明终于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出口，一步踏出。啊！我终于回来了！人类世界的空气真是清新无比啊！我操，怎么又回到魔界了？傻了吧？我说这不是，你非要来。虽然看不到佩洛斯的表情，但齐明很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在幸灾乐祸，甚至就连那我早说了你非不听的样子，他都能感受得一清二楚。突然间，一只长相怪异的高等级怪物猛然袭来，齐明大骂一句，身体一歪，重新回到了深渊内。由于他从深渊中离开又回去，以至于倒计时重新计算，倒也不算毫无收获。过了好久，齐明终于在佩洛斯的指引下见到了一个新的出口，没有太多犹豫，一步踏出。定！您已进入亡灵族领地，死亡大地。定！由于您是第一个进入魔界的人，获得奖励：恐怖的魔界，唯一。恐怖的魔界，唯一。类别：称号。全属性+50。技能：我去过魔界，可短暂抵抗魔气入侵状态。介绍：唯有真正进入过魔界的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怖。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齐明放声长笑。去了一趟魔界，没想到还能得到个称号奖励。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只不过，他为什么会从亡灵族的深渊中出来？仔细想想，深渊虽然是一个单独的世界，但实际上更像是连接人间和魔界的另类通道。所以，各个裂缝之间可以互相连接，好像也不奇怪。而后，他便尝试使用了传送术。唰！齐明消失在了原地。看着四周熟悉的东西，他不禁泪流满面。可算回来了，以后说什么老子都不去深渊里面了。这里就是人类的世界吗？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佩洛斯说道。哼，一边去！
现在我没时间搭理你。齐明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是这样吗？佩洛斯的声音有些诡异，然后我错了。齐明马上认怂。这还差不多，我累了，要睡觉，没事不要打扰我。哼。东曼城内，齐明正在思考着自己以后该怎么办。一直有佩洛斯跟在身边，身体里总显得没那么轻快和自由。算了，没什么办法，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而且这件事恐怕不能和 NPC 提起，不然我这间谍的罪名算是坐实了。齐明摇了摇头，然后看向了背包中的2具尸体，亚德里斯和精灵公主。因为已经死去，所以现在他们就只是个物品。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随后他把潘德卡召唤了出来。潘德卡，你能复活他们吗？咦，这是很浓郁的自然力量，哪怕已经死亡了，还与活着的时候一般无二。主人，这个精灵应该是精灵族中很尊贵的存在吧？潘德卡问道。没错，她是精灵公主。齐明如实说道。此话一出，潘德卡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了起来，道：主人，那具骷髅没什么，我很轻易就能把它复活，但这个精灵不行。哦，为什么？现在大陆上的各个种族之间难得和平，我如果把精灵一族的公主变成亡灵，势必会受到他们的敌视。如此一来，您作为我的主人，肯定也会被敌视，是这样吗？齐明有点无奈，不是他缠人家的身子，而是他觉得如果能把活着的对方带回去，肯定能得到更多的任务奖励。话说，你如果复活了那个骷髅，能让他恢复生前的记忆吗？不行的，他已经死去多时，灵魂力量早已不复存在，我只能让他成为一个行走的躯壳。潘德卡如实说道。行吧。齐明摇了摇头，普通的骷髅对他来说基本上可有可无，精灵公主又不能变成亡灵。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了点别样的想法。精灵公主不能变成亡灵，是因为如此一来就等于把人家的种族都改变了，精灵族能接受才怪。但如果不把他的种族改变呢？而后齐明把在深渊中得到的魔石拿了出来。第82章精灵族来使。这东西好像和奥伦伦之前控制他的差不多，如果用它控制了艾尔文的尸体，应该不算变了个种族吧？还是精灵？不过我现在的材料不够，只有这一个，如果能再多点什么东西就好了。听着齐明的话语，一旁的潘德卡陷入了呆滞。主人这是要弄什么幺蛾子？如果把精灵公主变成之前在森林中魔化的样子，可能还不如把她变成亡灵了。一路来到了城主大厅，齐明见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人。一群精灵正剑拔弩张的与东曼城守军对峙着。伊斯特，你还没找到我们的公主吗？我们之所以会让公主前来，就是对你们人类的信任，可现在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在距离东曼岭如此之近的地方失踪，你们人类难辞其咎。此话一出，伊斯特也是头疼不已。这群尖耳朵的家伙真是不讲道理。精灵公主不知去向，又不是他干的。况且绿野森林也只是距离东曼城比较近，说到底还是精灵的领地。你们的公主在自己家里失踪，反倒和我来要说法。就在此时，齐明径自走了进来。男爵阁下，你终于回来了，快说说绿野森林内发生了什么。伊斯特急忙迎了上来。一时间，大厅内的所有人都是把目光放在了齐明的身上。城主，咱们单独聊聊。你这是？难道？好吧。随后两人来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内。男爵阁下，精灵公主该不会真的已经死了？尸体我已经带回来了，不过看外面那些精灵的态度，如果把她的尸体拿出来，恐怕会引出什么事端吧。齐明如实道。哎，你说的没错，这些高傲的精灵肯让公主亲自前来，足以说明他们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可为什么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哎，伊斯特叹息连连。城主，咱们要怎么办？无论如何，公主的尸体都要带给他们，这件事绝对不能隐瞒，否则以后暴露，事情就更加难以解释了。伊斯特沉声说道。好，我知道了。齐明点点头，直接把艾尔文的尸体从背包中拿了出来。看着他那栩栩如生，好似睡着一般的样子，伊斯特更是叹息不止。交给我吧。伊斯抱着尸体，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大厅内。那是公主？伊斯特，你在干什么？快放开公主！一群精灵瞬间围了上来，眼神中满是怒火。可当他们感觉不到任何生命气息的时候，都是一个个愣在了原地。为首的精灵甚至直接跪在了地面上，眼中含泪。公主，你这是怎么了？阿贝尼，公主殿下她死在了绿野森林，是被我东曼城冒险者带回来的。她是怎么死的？被称为阿贝尼的精灵看向了齐明。被深渊中出现的东西杀死的，
是一个叫奥伦伦的魔界大法师。魔界人？阿贝尼顿时站了起来，目光变得极其犀利，道：深渊会时常出现不假，但魔界人已经千年没有出现在过大陆上了。你骗我！是不是你们这些人类对公主下了杀手？启明愣了一下，大呼冤枉。他说的100%是事实。阿贝尼，我东漫城冒险者不辞劳苦把公主的尸体带了回来，你就是这么感谢他的吗？魔界人是很久没有踏足过咱们的世界了，但最近这段时间深渊裂缝出现的过于频繁，难免会有魔界人在其中通过。如果不是他，公主可能连尸体都没了。伊斯特皱眉说道。哼！阿贝尼自知理亏，不再说话，而是从怀中取出了一枚青色的果子，刚一出现，就有着一股极其浓郁的生机在其中迸发而出，哪怕是齐明这个玩家都能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是生命之树的果实。伊斯特脸色微变，城主，这东西很珍贵吗？齐明小声问道。何止是珍贵，据传精灵族内有一棵生命之树，上面的每一颗果实都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哪怕是死去多时的人都可能被救回来。这样，齐明目光微微闪烁，要是能把这东西弄到手，然后用它与精灵公主的尸体合成，不多时，在接触到生命之树的果实以后，艾尔文的尸体确实瞬间就充满了极为浓郁的生机，只不过他却根本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不管用！阿贝尼脸色大变。公主，请原谅我的无礼。说着，他便把手中的果实一分为二，碾碎了其中一半，喂到了公主嘴里。一时间，艾尔文被一股浓郁的青绿色光芒包裹在了其中。1秒、2秒、1分钟、2分钟，很快10分钟过去了。艾尔文身上的绿色光芒逐渐消退，而他依旧还是老样子，静静地躺在那里，不似死亡。这……阿贝尼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连生命之树的果实都无法把公主救活，世界上可能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办到这件事了吧？看到这里，齐明镜子走了过去，表情极其肃穆，道：节哀。都是因为你们！阿贝尼双目充血，吼道：如果不是为了参加你们人类发起的会议，公主她又怎么会遭遇不测？我尼玛！你这找茬找的未免也太儿戏了吧？你怎么不说让公主来的时候多带一些强大的护卫？再说了，她是死在了你们自己的领地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齐明满脸的无语。冒险者，公主的死你难辞其咎，给我拿下！齐明大骂不已，这精灵简直是失了智，不可理喻！住手！阿贝尼，这里是东漫城，不是你精灵的领地，我的冒险者如何，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伊斯特的脸上带着一丝怒气，这些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底线，现在还要当众问责东漫岭的荣誉男爵，开什么玩笑？真以为他是吃素的？第83章，生命魔灵。都等一下，别急着动手。齐明突然开口：你叫阿贝尼对吧？想不想让公主复活？你什么意思啊？阿贝尼制止了其余欲要动手的精灵，眉头大皱。嗨嗨，你们应该不想让他以亡灵的形态复活，对吧？废话，我精灵一族的公主怎么能变成那种肮脏的东西？阿贝尼怒声说道。既然你们不想让他变成亡灵，还想把他复活，不如交给我试试。齐明继续道。你一个人类能干什么？阿贝尼眉头大皱。齐明摊了摊手道：我是个冒险者，有些能力可是你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当然，想要让他复活，得给我一颗生命之树的果实。此话一出，在场的精灵都是暗自议论了起来。半晌后，阿贝尼才走到了齐明面前，面色很冷，道：冒险者，生命之树的果实我只带了1颗，剩下的半颗可以交给你，但如果你不能把公主复活，你依旧要为她的死付出代价。齐明咧嘴一笑：付出代价？付你妹啊！老子和她的死又没关系。从见到这些家伙开始，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不从他们身上薅下来点什么，誓不罢休。即便不能复活精灵公主，得到半颗果实也是好的嘛。如果真的失败了，到时候东西收下，烂摊子交给伊斯特处理就好了。东西拿来吧，然后你们都退出去。齐明说道。退出去？你要对公主做什么？废话，当然是复活她了。不行，我们要旁观。哼，我还不行呢，想让她复活就出去。齐明哼了一声，让他们旁观？别开玩笑了，根本不可能。犹豫再三后，阿贝尼把剩下的半颗果实交给了他，然后带人离开了城主大厅。城主大人，你也带人出去吧，或者给我准备个没人的房间。好，不过你真的有把握能复活他吗？如果不行，伊斯特目光微微闪烁。放心吧，即便不行，我也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交代。齐明拍着胸口，
极为自信。生命之树的果实残缺，品阶史诗，属性服用后增加10W 生命值和魔法值，可叠加。介绍：精灵族圣树上产下的果实，每一颗都蕴含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量。我操！齐明呆了一呆，即便在前世，他都没见过属性这么猛的东西。到了现在，他甚至有些犹豫要不要把这东西自己用了。说实话，能否把公主复活，他根本就没有100%的把握。但最不济也能用魔石和他的尸体合成，但最终能得到个什么东西，就不得而知了。无奈的摇了摇头，齐明最终决定还是尝试一番。定，精灵公主尸体加深渊魔石加生命之树果实残缺，是否进行合成？竟然真的可以！齐明更加无奈了。他本想着，若是果实无法合成，就偷偷留下，反正没人知道。现在的话，呵欠睡得还挺舒服。小子，你的身体还挺暖和的嘛。佩洛斯的声音突然响起。我靠，你能不能不要突然出现？吓我一跳。没有搭理他这茬，佩洛斯发出了一丝轻疑。咦，这是深渊魔石，你要用它做什么呀？那个女孩是什么？好漂亮啊，姐姐想疼爱她。佩洛斯的语气中满是惊喜。一边去，和你没关系，和我无关。小弟弟，你该不会是想用深渊魔石控制她，然后干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吧？嘻嘻，姐姐我有经验哟，要不要传授给你一些？佩洛斯自得地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齐明满头黑线，然后直接进行了合成。也不知为什么，这次的合成时间要比之前都长，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只见他左手的魔石正在不断粉化，形成了一道道能量，右手的生命果实化作一道能量，与黑色的能量交织在了一起，然后注入到了精灵公主体内。不多时，定，合成成功，获得生命魔灵艾尔文为1。系统提示响起，原本还是尸体的精灵公主直接睁开了眼睛，稍显迷茫地看了看四周。真活了！齐明喃喃自语。不过这精灵公主看起来怎么和之前不太一样了？身上依旧带着浓郁的自然气息，但在她的身上却是出现了一道道若隐若现的黑色纹路，不时的还会闪烁出现，显得不太真实。由于不知道精灵公主到底是不是属于自己，所以他直接丢过去了一个洞察术。生命魔灵艾尔文为1，品阶史诗，等级1，生命值 15W， 魔法值 15W， 物攻 1W， 魔攻 1W， 物防7500，魔防7500，速度1000，属性力量5000，体质5000，智力5000，精神5000，敏捷5000，技能自然亲和，可使用所有自然魔法，伤害为魔攻的 500%。 技能天生射手，使用弓箭为武器时伤害提升至 500%， 且具有极高命中率。技能生命之力，自身拥有极大的生机，受到伤害后每秒恢复 10% 最大生命值。主动使用时恢复自身50码范围内所有友军最大生命值的 50%， 魔法消耗10000，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深渊之力，对任何非深渊生物造成10倍伤害。技能绝美容颜，专属，所有生命见到它以后都会不自觉地降低心理防线，对某些男性具有极大杀伤力。技能精灵皇室血统，升级时额外增加1000全属性。技能深渊血统，升级时额外增加1000全属性。技能精灵公主封印，状态出生灵智，由于先前的死亡，所以艾尔文原本的意识已经全部消失，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不会轻易认可任何人，需提升与他的好感度才能被他认可。好感度0100，好感度50以上此技能消失。装备无。介绍：复活、重生，或者说是新生的一位绝无仅有的精灵，完全不同的力量集于一身，或许只有神之力才能做到如此吧。第84章，我妹妹。看着艾尔文复活后的属性，齐明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脑海中一片空白。几分钟后，他的嘴里才冒出来2个字：牛逼。一级的属性不仅全面碾压齐明，更是把他的所有宠物都虐得体无完肤。活了！佩洛斯稍显惊讶道：小弟弟，你的力量很奇特嘛，竟然能把东西互相融合到一起。哼！齐明没搭理他，而是试探性的和公主打了个招呼。嘿嘿，那个你好。艾尔文迷茫地看向了齐明，张了张嘴，可却只是吐出一个饿字。饿了。齐明明显一呆，游戏内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可玩家在与游戏完全融合前根本不需要吃吃喝喝，毕竟食物的价格也不便宜，
使用后只是会临时增加一些属性。你等等，我看看背包里面有能吃的东西吗？母虫的大脑，母虫的外皮，深渊甲虫的甲壳，好像没有。听到没有食物，艾尔文难掩眼神中的失落，然后孤零零地坐在了地面上。看到这一幕，齐明马上抽了自己一巴掌。我怎么这么该死，竟然让如此美丽的人儿饿肚子，太该死了啊！话说，你能进入我的宠物空间吗？艾尔文表示不理解。算了，试试看吧。收，毫无效果。果然，他虽然是我合成出来的，但却根本不算是我的人。齐明暗叹一声，到底还是得把他暴露到其他人面前。你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拿食物回来。话落，齐明便一人跑了出去。冒险者，精灵公主怎么样了？复活了吗？伊斯特见到他后，急忙问道。海默，我饿了，给我准备一些食物。齐明直接说道。饿了？阿贝尼的脸色稍显阴沉，道：冒险者，你到底是在复活公主还是干什么？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吃饭？废话，你以为复活一个死人很容易，很消耗体力的好不好？齐明脸不红心不跳的撒了个谎。不多时，伊斯特就命人拿来了诸多食物，什么瓜果蔬菜、面包、酒水，甚至还有一整头烤乳猪。男爵阁下，这些应该够了吧？如果不够，我再让人拿。够了，够了。齐明搪塞了一句，然后把东西都带进了房间。当埃尔文看到这些后，他的一双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丝毫没管瓜果蔬菜，抱着烤乳猪就开始啃。啊，妹妹，你不是个精灵吗？难道不应该是喝露水吃果子长大的？怎么这么喜好肉食？齐明呆了一呆。埃尔文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话。不得不说，她真的是太美太可爱了，就算抱着一头猪啃都不影响任何美感，甚至就连那头猪好像都变漂亮了许多。一时间，齐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同样如此的还有他体内的佩洛斯，好美啊！弟弟，你快点找机会把我放出去，我想和他亲近亲近。什么玩意儿？齐明脸一黑，这娘们儿不是好人啊，整天就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10多分钟后，所有食物被一扫而空。艾尔文打了个饱嗝，这么能吃？齐明嘴角抽搐了一下，他以后该不会被这丫头吃穷吧？谢谢。艾尔文对齐明眨了眨眼睛，仅仅只是这一个动作，就险些让齐明当场融化，实在是太可爱了。不过他对艾尔文倒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把她看成了一个小妹妹。定，艾尔文对您的好感度提升10点。看来好感度100点还是挺简单的，只要再喂他9顿就可以了。齐明暗自点头，而后齐明把艾尔文带到了众人面前。看到他后，所有人不由得都是吃了一惊，看着齐明的眼神又惊又喜，他竟然真的能把死去的生命复活。不过阿贝尼身为精灵，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不对，他不是公主殿下。冒险者，你把公主殿下怎么了？此话一出，齐明还没什么反应，艾尔文就直接躲到了他身后，眼神中带着一丝惧怕。没办法，现在他就只对一个人有好感。喂，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吓到我妹怎么办？你妹？嘿，说话就好好说，骂人干什么？阿贝尼的脸色极其难看，道：我精灵一族尊贵的公主怎么会是你的妹妹？齐明耸了耸肩，说道：你自己看不就知道了。你觉得她现在和谁比较亲近？你该死的冒险者，我要杀了你！停，闭嘴！老子都把公主复活了，你还想怎样？她跟不跟你走，认不认识你可就不关我的事了。更何况我只是说过会把她复活，又没说让她变回原本的样子。齐明笑的这叫一个阳光灿烂，你们这群精灵傻了吧？老子会玩文字游戏。果然，在这些话说出来以后，阿贝尼真的背对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是眼神中的恨意越来越浓。伊斯特，等我把这件事禀报女皇，你们一定会为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阿贝尼撂下一句狠话，然后带人急匆匆的离开了。定，精灵族全体对您已产生厌恶，暂时最好不要进入他们的领地。行吧？齐明无所谓，他们不待见他，他还不待见他们呢。当然，埃尔文除外。男爵阁下，算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伊斯特叹了口气。城主大人，你别这么悲观嘛，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是不是该谈谈奖励的事情了？我不仅探查了绿野森林的情况，还把埃尔文公主的尸体带了回来，甚至把她复活了，这可是超额完成任务啊！齐明嘿嘿一笑。伊斯特满脸无语，道：好，这是给你的奖励。定，完成任务，绿野森林的情况，获得奖励 50W 经验。第85章，丰厚奖励没了。
齐明满脸的无语，费这么大功夫就给了点经验奖励，你还想要什么？精灵族因为你都已经被气走了，以后不管是劝说他们还是其他，不都是我的麻烦？伊斯特没好气地说道。也对，行吧。对了，我这还有个东西要交给你。齐明从背包内把亚德里斯的尸体拿了出来。这是谁的尸体？伊斯特疑惑问道。他叫亚德里斯，这是他生前的日记，我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亚德里斯？伊斯特急忙抢过了齐明手中的日记，开始仔细地翻看了起来。看完日记后，伊斯特的脸上带起了一丝不可遏制的怒气。独眼巨人，他们该死！啊！我靠！你吓我一跳。话说这位亚德里斯到底是谁？是原东曼城守军之一，同时也是我的亲弟弟。男爵阁下，感谢你把他带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心中早就知道他可能已经……谢谢你。伊斯特满脸郑重地说道。定，完成任务，来自深渊的日记，获得奖励1000金币，等级+1，东曼城地区声望+5000，黄金宝箱 X2，随机技能书 X1，深渊之行为1，伊斯特好感度提升至30点。刷！齐明再升一级。原本他还觉得在魔界和深渊中浪费了不少时间，但这隐藏任务的奖励足以抹平他心中的不舒服了。黄金宝箱不着急开，等什么时候再来一个合成后再说。而且自从在工程师高塔的2楼得到了诸多制作书以后，黄金品阶的东西还是要多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至于那本随机技能书和称号也相当不错。深渊之行为1，类别称号，全属性+50，技能深渊之行，位于深渊内时可查看各个裂缝通往的确切地点。介绍：我曾经去过深渊，那是一段十分美妙的旅程。空间跳跃，品阶黄金，使用要求智力大于1000，属性使用后可朝任意方向瞬间移动10码，魔法消耗1000点，冷却时间1分钟。略作沉吟，齐明把技能书收入了背包。反正自己的保命能力很强，也不差这一点，暂时先不学，等待以后合成。刚想到这里，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定，3块万物合成石已刷新至您的背包。又过了24小时了。说着，他率先开启了已经冷却完毕的诸神宝物袋。定，诸神宝物袋开启成功，获得升阶石 X1，升阶石，品阶传说。介绍：单独使用可以提升某些特殊物品的品阶。制作品阶提升器的材料。齐明倍感惊喜。现在他背包中的黄金品阶物品有不少，但更高品的却是没有几个。东西先留着，等什么时候能制作传说乃至更高品阶的提升器再说。不过刚刚刷新出的万物合成石还是能利用一下的。定，万物合成石 X2 加空间跳跃，合成成功，获得连续空间跳跃。连续空间跳跃，品阶铂金，使用要求智力大于1000，属性使用后可朝任意方向瞬间移动10码，最多跳跃3次，魔法消耗1000点，冷却时间1分钟。可以了，学习。再多一个保命技能，齐明喜笑颜开。随后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定，您在东曼城地区声望已超过5000，获得建立工会资格。建立工会，齐明摸了摸下巴。现阶段就拥有了建立工会的资格，确实很难得，尤其是建立游戏内的第一个工会，能够得到唯一奖励。只是现在他缺少还100万金币，自己不行，或许可以。与此同时，伊斯特缓缓说道：男爵阁下，你带回了亚德里斯的尸体，我十分感谢你。还有件事，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当然没问题，去独眼巨人部落调查，如果可以，把他们彻底剿灭，为亚德里斯报仇。伊斯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意。定，可选接取任务，探查独眼巨人部落。要求，请前往东曼城北方的阴风部落查看情况。接受。男爵阁下，独眼巨人属于远古泰坦的分支，十分强大，你此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伊斯特提醒道。放心吧。齐明拍了拍胸口，区区一个怪物部落，他可没放在眼里。刚刚离开城主大厅，他就感受到了四周不少玩家的目光。定睛一看，是一些傲天战魂的玩家。由于城主亲自发布的任务，他们没能分一杯羹，所以傲天空明就派人一直守在了这里，想要看看那任务还有没有后续。结果谁知道这一等就是那么长的时间，还在盯着我，可真有闲心啊。齐明无语地摇了摇头，径自离去。出城做任务之前，齐明还有2件事要处理一下。职业大厅内，维尔特正在大肆赞赏着他。不错，很不错，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是我的荣幸。嘿嘿，老师过誉了。齐明咧嘴一笑，问道：您这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到这里，维尔特突然唉声叹气了起来。
难得你有这份心，我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老师请说。这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新手御兽师。那个，老师，要不咱们直接说重点怎么样？齐明无语道。好吧好吧，年轻时的我曾经去死亡大地历练过，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亡灵，为了保命，遗失了老师赠予我的武器。你想帮我，就把它找回来吧。定，可选接取隐藏任务，维尔特的武器。任务内容，请去死亡大地找到御兽师导师维尔特的武器，并把它带回交给对方。接受。虽说他不能确定10多年前遗失的东西能否真的找回来，但任务还是要接的。告别了导师，齐明花费大笔金币给艾尔文购买了诸多食物后，就在东曼城内传送到了北方的红山镇。第86章与公主同行。离开小镇后，齐明便把所有宠物都召唤了出来。呀！艾尔文的双眼中突然迸发出了惊喜的光芒，直接走到了狗蛋儿和虎狼蛋儿的身边，大眼眨呀眨，似乎很喜欢他们。汪！狗蛋儿疑惑，这不是他之前咬过脸的那个精灵吗？怎么活了？哦，好！虎狼蛋儿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沦陷了，两只大脑袋一个劲的摇晃，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曾经咬过他的脑袋。不仅是他们两个，其余一众宠物在见到艾尔文以后都是瞪大了眼睛。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可爱的女孩？不由自主的，每人的眼神中都带起了一丝宠爱，包括11个哥布林，还有在齐明身体里面的佩洛斯，甚至他都能听到他的姨母笑了。咦？艾尔文看到了灵魂形态的泽尔埃，走过去摸了摸他。你好，我叫泽尔埃。大叔。听到这里，泽尔埃那一双灵魂眼睛瞬间融化，整个身体似乎都有些不稳定了。我呢？潘德卡急忙挤了过去。爷爷，好，哈哈！潘德卡放声大笑，宠溺地摸了摸艾尔文的脑袋。公主殿下，你看看我，该叫我什么？瓦克伦凑了过去。叔叔。这一声叔叔叫的瓦克伦心花怒放，似乎都有些迷糊的找不到北了。与此同时，其他人也都眼巴巴的看着艾尔文。绿哥哥，好多绿哥哥。嘿嘿，妹妹你以后就跟着本皇子，不对，跟着哥哥。我看谁敢欺负你。昆特里拍了拍胸口。皇子殿下，他在叫我哥哥。一个双头哥布林巨人嗡声说道。滚！我是皇子，我才是他的哥哥。我是。另外一个双头哥布林巨人上前一步。我才是。不，我是。砰砰砰，11个哥布林打了起来。就在此时，一只不开眼的野外怪物发现了他们，咆哮一声就冲了过来。这一幕顿时把艾尔文吓得花容失色，不由自主地躲在了齐明身后。一瞬间，所有宠物齐齐看向了那只怪物。虎啸狼吟，死亡波动，来自灵魂的重击，双刀回旋，哥布林乱击，巨化狂暴，巨锤狂击，所有大招齐开。那只野外怪物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不过这还不算完，复活死士！潘德卡大喝一声，死去的怪物被复活，敢欺负我们的公主，揍他！潘德卡率先冲了过去，而后虫蛋爬到了艾尔文的肩膀上，咕哝咕哝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好像是在安慰他。嘻嘻，谢谢。艾尔文这一笑，直接把所有人原地融化，全部傻笑的看着他，包括齐明。看到这里，狗蛋不屑的汪了一声，不就是个精灵吗？又不是没见过。但是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可爱？嘿嘿嘿，狗蛋没忍住，也跟着傻笑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齐明才回过神来。嗨嗨，都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傻了吧唧的成何体统？大哥，刚刚好像就你看起来最傻吧？瓦克伦说道。齐明一路走走停停，有艾尔文这个小公主在身边，齐明感觉自己都不像是去做任务的，而是陪她在野外度假。可因为她不属于齐明，所以即使路上杀了不少怪物，艾尔文也没有升级，还是1级。进入地图，野蛮平原，应该快到独眼巨人部落了吧？齐明放眼看去，这附近的怪物不少，玩家也有一些。经过他在深渊和魔界浪费的这段时间，大部分玩家都已经到了20级以上。为了不太引人注目，他还是把所有宠物收了起来，准备隐身过去，免得再被玩家围上。但是当看到艾尔文以后，他又是有些无奈，这丫头没办法收进去啊。咦，这里有个1级的小号？不会吧？1级怎么能来主城？不知道啊。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挺漂亮的。几个玩家看到了艾尔文，然后径自走了过来。妹子，有队伍吗？不如和我们组队，让哥哥们带你光速升级。不等艾尔文说什么，一旁的齐明顿时面色一怒，滚一边去！听到这里，为首的一人眼睛微眯，嘿嘿笑道：兄弟，不如一起组队打怪升级。没兴趣。是吗？
那如果我说非要邀请你们组队呢？此话一出，齐明才注意到对方的名字傲天斩仙，傲天战魂的玩家无疑。怎么，现在野外练级都有强行组队这一说了吗？齐明的脸色有些冷。是又怎么样？小子，眼睛放亮点，这可是我们傲天战魂的大少爷，看上他是你们的福气。齐明还没说话，佩洛斯就率先不干了。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豆丁，小子，他们欺负我妹妹，去干死他们！齐明心里抽搐了一下，话是这么说没错，但就不能说得更好听点。什么叫干死他们？打这个字才更恰当一些吧。不多时，齐明语气淡漠地说道：傲天战魂里面还有少爷，不知你是谁家的少爷？傲天空明，哼，他不过是个副会长，怎么能跟少爷相比？听好了，我们少爷可是傲天战魂董事长的独子。是吗？齐明故作震惊道：话说这位董事长算哪根葱？你！傲天斩仙面带怒色道：小子，滚开！否则什么？让傲天战魂的玩家围杀我？齐明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知道还不快滚！算了，我觉得你没有走的必要了。杀了他，那个女的留着。傲天斩仙直接下令，而后一众傲天战魂的玩家就把齐明团团围了起来。果然都是一个鸟样，傲天战魂里面应该没有好东西吧？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有种亮出来名字，以后见一次杀一次。傲天斩仙满脸的不屑。第87章傲天斩仙。哦，我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但说出话的应该算数吧？齐明笑眯眯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想让你每见我一次就杀一次啊，千万别手软，不然我还手的时候多不好意思。话落，齐明就把自己的 ID 亮了出来。日月战神。傲天斩仙稍微一愣，好像在哪听说过这个名字。反观他身后的几个玩家都已经呆在了原地，就连双腿都在止不住的颤抖。这位傲天战魂的大少爷游戏水平很一般，而且才进入游戏不到1天，如果不是有公会内高等级的玩家带他，他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到东曼城。都愣着干什么？上啊！杀了他以后收尸。傲天斩仙皱眉说道。少爷，他是日月战神啊。有人提醒道。废话，我又不是瞎子。少爷，他是日月战神啊。另外一人再次提醒。你们什么情况？日月战神好像确实有点熟悉。傲天斩仙沉吟一声，但没想起来是谁。日月大神，对不起，我们少爷才刚进入游戏没几个小时，而且他不管公会里面的事情，所以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走。傲天斩仙的一个小弟点头哈腰的说道。等一下，我看你们刚刚挺嚣张的啊，现在怎么怂了？不准备见我一次杀一次了？齐明冷哼一声。你别开玩笑了，少爷他不认识你，所以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这么算了吧。几个傲天战魂的玩家都是勉强一笑，遇上谁不好，偏偏遇到了这个杀星。自家少爷也是，以后见到没名字的玩家就不能和声和气的说话，非要把说的那么绝。傲天战魂是和对方有仇，但他们只是几个普通玩家，即便要对付日月战神，也还轮不到他们。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是傻 X 吗？快点杀了他！傲天斩仙有些烦躁，自己这群人到底怎么了？很好，就怕你也怂了。不愧是傲天战魂的大少爷，牛逼！齐明咧嘴一笑，身边猛然闪烁起来了一个又一个光芒。嗖，不出3秒，狗蛋儿他们尽数登场。我靠！傲天斩仙直接傻眼，也终于想起来面前的人是谁了，是那个屠了1万人的家伙。兄弟们，有人要欺负咱家小公主，该怎么办？齐明歪了歪脑袋。什么？宠物们瞬间炸锅，根本不需要齐明多说些什么，直接就冲向了傲天斩仙几人。一阵小小的鸡飞狗跳后，潘德卡嘿嘿一笑，复活死尸。只见傲天斩仙几人的尸体迅速褪去血肉，变成了一具巨骷髅。我去，你可以啊，连玩家的尸体都能复活。齐明瞪了瞪眼睛，嘿嘿。潘德卡自得一笑，然后把他们收到了自己的召唤空间。与此同时，红山镇复活点内，叮，您的尸体已经消失，强制在复活点内复活。刷，傲天斩仙等人复活了，等级掉了1级。正常情况来说，玩家死亡后会在复活点出现灵魂，然后可以用灵魂跑尸体，如此一来死亡只会掉等级，但尸体都没了，可是会极大增加自身穿戴装备的爆率。正如现在，他们的一身装备被爆出去了70%。日月战神，傲天斩仙的脸上满是阴沉的愤怒。要说他真的不知道齐明是谁，肯定不可能。只是这个游戏 ID 他一时间真的没想起来，毕竟游戏对他来说就只是一种单纯的消遣。但即便如此，
作为一个从小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肯定无法咽下这口恶气。就算是游戏，也只能是欺负别人，不能被人欺负。谢明，你现在立刻带人来红山镇。什么？接到通话的傲天空明眉头微皱，日月战神把我杀了，去给我报仇。正好之前听我爸提起过，说他影响咱们公会的发展，这次一劳永逸的把他做掉。是吗？傲天空明眉头一挑，这小子竟然也惹上对方了。正愁不知道该怎么主动去挑衅，结果正当理由就送上门来了。日月战神真是有两下子，或许你能间接帮帮我也说不定。傲天空明心中自语，然后对傲天斩仙说道：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人过去。野蛮平原内，齐明没有在乎自己多出来的几点罪恶值，继续带着自己的宠物们前往任务地点。随着不断深入，四周的玩家也逐渐少了起来。宠物们前面开路，齐明则是在后方和艾尔文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妹儿啊，你自己不打怪升级吗？艾尔文疑惑，似乎不是很理解。好吧。饿了没？吃饭吗？不饿。果然是之前吃太多了，以后可不能一次吃那么多了，撑坏了怎么办？齐明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责怪。哦，艾尔文露出了可怜的表情。有杀气。齐明心中一惊，只见所有宠物，包括佩洛斯，都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看着他。如果他们不是居于人下，恐怕已经要冲过来生吞了他了。都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以后不说他了还不行吗？齐明眼角一抽。一众宠物露出了这还差不多的表情，继续打怪。不多时，系统提示响起，叮，您已进入阴风部落。这就是任务地点了吗？齐明跳目望去，平原之上有着一个半大不大的盆地，里面阴风阵阵，怪不得叫阴风部落，这地方挺邪门啊。盆地内高大的石质建筑物林立，即便相隔还有段距离，他也能看到其中一些身材魁梧的家伙，正是他此行的目标——独眼巨人。这是一种长相十分奇异的怪物，身高5米开外，全身都覆盖在一层宛如实质的皮肤之下，头上独眼独角，嘴边还伸出来2颗弯曲的獠牙，看起来十分不好惹。第88章阴风部落内的血族。独眼巨人的等级相当高，最低的都有30级。也不知是因为这些家伙还未与人类彻底撕破脸皮，还是怎样，齐明抵达部落内的时候确实没受到攻击，但也没人搭理他，独眼巨人们都在各忙各的。而就在部落的不远处，有着一处深渊裂缝，刚准备过去看看，结果齐明就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是你？咦，你是日月战神？醉影千秋微微一愣。嘿，我可是记得你偷袭过我一次。啊，误会啊，都是误会。醉影千秋面色发苦，他也没想到在这地方会遇到这位杀神，而且看对方的样子，好像还挺记仇。但实际上，齐明没打算对他做什么，毕竟这家伙不是傲天战魂的人，还不至于让他记恨这么长时间。怎么，在这附近打怪做任务？是啊，接到了个隐藏任务。是吗？拿来吧。齐明伸手。啊？拿啥？废话，当然是任务了，分享给我，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齐明十分大度地说道。好吧。叮，醉影千秋邀请您加入队伍。叮，醉影千秋分享隐藏任务，阴风部落的真正主人，要求找到阴风部落内的异常。注意，此任务有可能会让独眼巨人变成敌对怪物。哟呵，你这任务不错呀，自己单挑整个部落中所有的独眼巨人。齐明笑眯眯地问道。日月大佬，你就别挖苦我了。醉影千秋无奈一叹，他才24级，虽然在玩家中已经算是升级比较快、比较顶尖的那种了，但单挑整个阴风部落，那就是在开玩笑了。这样吧，告诉你个秘密，这个部落不是好东西，我的任务是灭了他们。齐明说道。是这样吗？大佬，那不如你把任务也分享给我。醉影千秋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不行。齐明拒绝道。而后两人外加一众宠物就在独眼巨人部落内转悠了起来，寻找着醉影千秋任务的蛛丝马迹。不过绕了一大圈，什么异常都没发现，独眼巨人也没有攻击他们的迹象。这么难搞，要不直接开打得了，打起来以后肯定就有东西出来了。齐明摸了摸下巴。这不好吧，整个部落的巨人没有1000也有800。醉影千秋说道。怕什么？有我呢。齐明自信一笑，然后看向了身后的宠物们，道：兄弟们，开打了！汪汪汪！吼吼吼！所有宠物全部冲向了独眼巨人，大战瞬间开始。该死的人类冒险者，我们是东半城的友邻，为什么要攻击我们？难道是咱们和野蛮人部落的事情暴露了？什么？
那不能留他们，把人类全部杀光。一群独眼巨人哇哇乱叫，转瞬就全部变成了敌对怪物。而他们喊出来的那些话，却是听得齐明两人面色古怪。这群家伙头脑还真是够简单的。就在此时，从一座石屋之中走出来了一个人类，身穿黑色长袍，只有一张脸裸露在外，皮肤显得格外的白皙。只不过他的一双眼睛却是十分奇怪，眼白很多，中间仅有一小点红色，看起来相当怪异。这里还有别的人类？齐明微微一愣，丢过去个洞察术。血族使者加布尔，品阶普通 BOSS， 等级30，生命值 25W， 魔法值 25W， 魔攻7000，物防5000，魔防5000。技能血影突袭，瞬移至目标单位前，造成魔攻 200% 的伤害，眩晕5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鲜血之击，攻击时对敌人造成持续100秒的流血伤害，每秒伤害100点。技能血族之力，提升自身 200% 的速度和伤害，且恢复造成伤害的等量生命值。介绍：来自血族领地的使者，不知在阴风部落内干什么。血族？齐明微微皱眉。到了此时，他也察觉到了什么。或许独眼巨人背叛东曼城和魔界或者深渊根本就没关系。不等他多想什么，加布尔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然后化作一团鲜血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血影突袭，定。由于生命共享技能，您未受到伤害，所有宠物生命值869。您已陷入眩晕状态，无法做出任何动作。您已陷入流血状态，每秒生命值100。这家伙伤害不低啊！齐明暗暗心惊，在深渊内走一遭后，他可是又多了3个宠物深渊幽灵，所有人均摊伤害竟然还有800多。这也是因为他没有召唤更多东西，不然对方肯定打不出这么多伤害。可即使齐明没什么生命危险，还是把一旁的艾尔文吓了一跳。哥哥！而这突然的声音也让正在对齐明不断攻击的加布尔转头看去。一瞬间，他的眼神中出现了一抹惊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一定要把她带回去，不许伤害我哥哥！艾尔文虽然显得有些犹豫，但还是挥了挥手掌。轰隆隆，天上闪烁起了一丝雷光。下一秒，一道雷霆猛然劈下。-1，因为等级相差过大，所以艾尔文根本没破防。但雷系魔法本身自带的麻痹效果，却是让加布尔全身颤抖不止，宛若被电疗了一番。竟然敢攻击我！你不是人，是精灵！加布尔的脸色稍显阴沉，转瞬冲向了他。啊！艾尔文明显被吓到了，眼神楚楚可怜。可即便如此，依旧没能让 BOSS 停下脚步。啊！小子你敢！潘德卡一声暴吼，目眦欲裂。敢欺负他，我要你死！泽尔埃怒声咆哮。所有人，去宰了那个王八蛋！昆特里哇哇乱叫。TMM 的，小子你快点醒过来啊！我妹妹要被杀了！佩洛斯大骂一句。如果不是他出不来，可能早就一鞭子把加布尔抽成碎片了。即便如此，加布尔的攻击还是先一步落到了艾尔文的身上。第89章，再被偷袭。9W， 因为等级相差过大，所以加布尔的伤害极其恐怖，瞬间打空了艾尔文的一半血量，把他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不知所措。看到这一幕，哪怕是醉饮千秋都待不住了。这混蛋 BOSS 竟然连这么可爱的女孩都打，真 TM 该死啊！不出3秒，齐明的所有宠物就站在了艾尔文身前，然后啊啊啊！加布尔发出了一连串的惨叫，然后被清空了生命值。复活死士，让你欺负我们的公主！潘德卡狠狠地瞪着复活以后的加布尔，根本不用他说些什么，昆特里等人就把他又杀了一次。定！击杀血族使者加布尔，玩家经验加 7W， 全体宠物经验加 7W。 与此同时，齐明也从眩晕状态中恢复了过来，然后冲到了加布尔的尸体旁，猛踹30脚。该死的东西，竟然敢欺负我妹妹！眼看加布尔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一众独眼巨人都是面露震惊之色。血族的使者死了！可恶的东曼城冒险者居然把使者杀死了！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都让开！雄浑的声音突然响起，一个身高10米左右的独眼巨人直冲而来。阴风部落首领卡登唯一，品阶区域 BOSS， 等级35，生命值 50W， 魔法值 50W， 物攻15000，物防10000，魔防10000。技能巨人猛击，对目标范围10码内的所有敌人造成物攻 300% 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巨力回旋，对自身5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物攻 300% 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独角撞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 1000% 的伤害，
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薄弱泰坦血脉，自身造成的所有物理伤害提升 1.5 倍，且所有攻击极大概率附带倒地、击飞、眩晕等状态。技能：抗性皮肤，免疫绝大多数控制，减速。介绍：阴风部落的最强者，传闻他的曾祖是远古泰坦，不过血脉流传到他这里已经相当稀薄。可即使如此，也不能小看他，不愧是35级的区域 BOSS， 属性这么猛。齐明目光微微闪烁，道：泽尔埃你自己上，即便有超过10级的属性压制也不怕。其他人把普通的独眼巨人清理干净。是，主人。来自灵魂的重击，负92400。仅此一击，独眼巨人 BOSS 的血量就险些掉了1/5。看到一众宠物分工明确，一旁的醉影千秋说不羡慕是肯定不可能的。这么多打手，谁不想要？尤其是那个看起来跟一团灵魂一样的宠物，伤害简直是高到离谱，而且似乎还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为什么会有这么变态的宠物？几分钟后 ，BOSS 哀嚎一声，惨死当场。定，击杀阴风部落酋长卡登，玩家经验加 200W， 全体宠物经验加 200W。经验不少，但齐明和宠物们还是没能升级。至于普通的独眼巨人，则是也被清理掉了很大一部分。不过，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大都死了以后，顿时乱作一团，开始四散奔逃。好了，不用追了。齐明下令，然后开始清点战利品。首先就是加布尔这个家伙，简直可以说是穷到掉渣，连金币都没爆。定，任务：阴风部落的真正主人进度更新，请把发生的事情告知东曼城主伊斯特。这任务算是完成了。随后，齐明走到了卡登的尸体身边，战利品全部收入囊中。35级的黄金装备5件基本都用不上，要么合成，要么留着制作工程师道具。金币100，黄金宝箱1个，材料3个。独眼巨人的眼球，制作某些药剂的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20金币。独眼巨人的残缺皮肤，制作某些黄金装备的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0金币。蕴含泰坦血脉的独角，一种极其珍稀的东西，是制作某些传说装备的必要材料，可出售给任意商店，价格100金币。前2个材料没什么，但当看到第3个，齐明不禁眼前一亮，这还是他第一次捡到能制作传说装备的材料，光是卖商店的价格就高达100金币，得先留一留。除此之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独眼巨人的身上还有一封信。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家伙真的会写信吗？拿到另外一封信后，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定，可选接取任务：独眼巨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约定。任务要求：可把信件选择交给野蛮人部落的首领或东曼城主伊斯特。不出意外的话，这野蛮人部落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齐明摸了摸下巴，东西先收起来，等会儿回城交任务。随后，他就用之前得到的一些材料开始合成。定，独眼巨人的眼球加独眼巨人的残缺皮肤加母虫外皮合成成功，获得强壮药剂。强壮药剂服用后永久增加使用者10点全属性。倒也还算不错。齐明直接把它一饮而尽。哦，真鸡儿难喝。随后，之前任务获得的2个黄金宝箱，再加上刚刚得到的1个合成。定，黄金宝箱 X3 合成成功，获得传说宝箱。开启，哗，光芒亮起，就连一旁的醉影千秋都忍不住看了过去。传说宝箱开启成功，获得灵魂之和 X1。竟然只开出来了1个材料，齐明嘴角抽搐了一下。这东西说有用吧，确实有点用，但说没用吧，1个也确实用不上。不多时，他把获得的那些黄金装备也全都合成了一遍，最高不过铂金。但即使有1-2件能用，他暂时也不会换下深渊甲虫套装。应该可以回城了，但那野蛮人部落……话音未落，齐明突然感觉眼前一黑，动不了了。定，由于生命共享效果，您未受到伤害，全体宠物生命值1。您已进入眩晕状态，无法移动。同一时间，齐明的身上就出现了一连串指甲盖大小的深渊甲虫，急速飞向了偷袭者。负31490。一个刚刚从隐身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刺客，满脸的错愕，然后挂掉了。定，由于甲虫的反击效果，玩家傲天影刺已经死亡。由于玩家傲天影刺主动攻击您，所以此次击杀不计入罪恶值。齐明耳边的系统提示接连响起，但他却是根本什么都做不了。而后，一个个身影极为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赫然全部都是傲天战魂的刺客玩家，而且数量相当多。我靠，他们什么时候来的？醉影千秋被吓了一跳，然后自己也进入了隐身状态。日月战神和傲天战魂的仇怨，他可是不想掺和半分。不远处，傲天空明正看着这一幕，露出了一丝笑容。日月战神，这下你该死了吧？
对我的安排还满意吗？上千的隐身刺客摸到他身边，肯定能杀了他。那就好。哼，一个在游戏里面稍微强一点的家伙，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连我都敢杀。傲天斩仙冷哼一声，眼神中带着一丝快意。只不过有些话傲天空明没说，包括齐明的反伤技能和超高的属性。他真正的目的本来就是让对方再次记恨傲天战魂，借此或许可以。你在这里看戏吧，我先走了。傲天空明说完就自己回城了。可不出3分钟，正在偷袭齐明的诸多刺客玩家就已经死了1半多了。不仅没能打掉他的生命值，反而每个下手的人都被反伤反死了。再加上齐明的宠物，这点人根本不够看。不对啊，空明副会长不是说咱们1000人不断偷袭控制，肯定能磨死日月战神吗？怎么这么半天了还不见他的血条有所动弹？妈的，这小子又变强了！空明副会长冲动啊，闲着没事又来惹他干什么？这下好了，咱们这点人全要折进去了。嘘，这次可不是副会长的锅，要怪就只能怪咱家少爷。还没死的傲天战魂玩家议论纷纷，等轮到自己的时候，直接露出了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随便一击落在齐明身上，然后就被反死了。一开始，傲天斩仙还是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可到了现在，他却是已经呆滞的瞪大了眼睛。他知道齐明很厉害，借助莫名其妙的火炮杀了整整1万人，但在来之前，傲天空明可是制定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计划。既然正面冲杀没机会，那就偷袭。不管怎么说，日月战神都只是一个人，上千个刺客只要接近了他，单是控制链衔接就能让对方一直定在原地，想动根本不可能。如此一来，就算属性再高能有什么用？不是早晚得被磨死。可这完美计划的结果却是大大超出了傲天斩仙的预料。他知道想要杀了日月战神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人的死亡速度竟然会这么快。伴随着最后一个人闭眼砍了齐明一刀后，傲天战魂的刺客队伍全军覆没。第90章内忧外患。无一例外，傲天战魂死亡的刺客全部选择了在复活点复活，根本不敢跑尸体。到了此时，傲天斩仙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为时已晚，因为齐明已经用他那高达200以上的速度，连带着3次空间跳跃疾驰而来。是你小子，我没主动去找傲天战魂的麻烦你，就该烧高香了，竟然还敢来偷袭我！你，曹你大爷！傲天斩仙破口大骂，反正逃应该是逃不掉了，不如临死前过把嘴瘾。很嚣张啊，小子！齐明嘿嘿一乐，看到对方的笑容后，傲天斩仙顿感不妙。来人啊，给我把他扛起来！扛起来！傲天斩仙脸色大变，看了一眼不远处的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要杀就杀！你把我扛起来干什么？你猜？呼呼！劲风呼啸，一个哥布林双头巨人一把按住了傲天斩仙，然后把他扛在了肩膀上。啊！放开我！傲天斩仙又急又怒，瞬间开始攻击。虽说哥布林双头巨人的属性在齐明的所有宠物中不算多么出众，但也不是一个垃圾的玩家能打死的。至少一时半刻，他应该是没机会下来了。走着，回城游街。就在此时，之前消失不见的醉影千秋回来了，有些呆呆地问道：“你不打算传送回去了吗？”那当然了，不然我怎么能把他带回去，对吧？齐明嘿嘿一笑，顺势给了傲天斩仙一个大笔兜。今天我就要让东曼城的所有人都看看招惹我以后会是什么下场。一路回到了东曼城，但凡是见到齐明的玩家，无一不是指指点点，面带疑惑。当然，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对哥布林双头巨人扛着的傲天斩仙感兴趣。日月大神这是在干什么？难道绑了个 NPC 回来？那怎么可能是 NPC？ 你没看到他脑袋上顶着个傲天斩仙的名字吗？难道是傲天战魂的人？话说你们难道不觉得日月大神嘿，这爱好不太好吗？绑个女人我都能接受啊。没有在乎周围人的议论，齐明对昆特里小声说了些什么。老大，你真要这么干？怎么？你这个皇子嫌丢人？那倒是没有，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昆特里耸了耸肩，看向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道：“兄弟们，走！绕城一周，嘴里也不能闲着，一定要给我大声喊出来！就说这是日月战神捕捉到的珍稀宠物，名叫傲天斩仙，一铜币贱卖处理。”随后，齐明便自顾自地去往了城主大厅交任务，而昆特里则是带着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边走边齐齐大喊：“这是日月战神捕捉到的珍稀宠物，名叫傲天斩仙，一铜币贱卖处理了。”这是日月战神捕捉到的珍稀宠物，一遍接一遍，尤其是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声音那叫一个大，不仅吸引了很多看戏的玩家，就连一些 NPC 闻言都是不禁看了过去。你们，操！我要杀你们全家！
傲天斩仙此时又羞又愧又怒，从回城之前他就一直在攻击，好不容易要杀死扛着自己的这个，结果他们马上换人，硬是没死，也不杀他，就让他丢人。城主大厅内，齐明刚见到伊斯特，结果对方就发出了疑问：今天城内好像很热闹，外面在喊什么？没什么，可能有人在卖东西吧。齐明满脸无奈，他不是跟昆特里说要走慢一点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到这边了？而后他把在阴风部落中发生的事情，外加那封信全部交给了对方。不多时，伊斯特眉头大皱，道：该死的血族竟然策反了独眼巨人，而且野蛮人部落也参与了其中。该死的东西！男爵阁下，感谢你给我带来了如此重要的消息。定，完成任务，阴风部落的真正主人获得奖励，经验加 50W 100金币。完成任务，探查独眼巨人部落获得奖励，经验加 100W 500金币。完成任务，独眼巨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约定获得奖励，等级加1 1000金币。东曼城地区声望加5000。齐明头上金光闪过，到了26级。角色日月战神，等级26，称号光豪侠，主职业御兽使，副职业终极工程师，生命值49050，魔法值33180，物防4189，魔防2163，速度238，力量1468，体质1561，智力1157，精神1156，敏捷1006，自由属性点0，各项属性已经突破1000大关，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才26级，换作前世，这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响起：定，由于您在东曼城地区声望已超过1万点，现可在城内购买房产。房产？齐明微微摇头，未与游戏世界完全融合，房产之类的根本没什么用。当然，价格才是最关键的一点。东曼城的房，死贵死贵的，一个小单间都要上百万的金币，现在的他根本消费不起。唉，一声深深的叹息，把齐明的目光拉回到了伊斯特的身上。城主，看你的样子，似乎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就在几个小时前，精灵族那边传来了消息，必须要把公主送回去，否则就会和咱们全面开战。深渊的不断出现，随时可能出现的魔界人，现在又有血族的事情，内忧外患啊。任务呢？需要我做什么？齐明问道。你能把精灵公主送回去吗？齐明看了一眼不远处正在和狗蛋他们嬉闹的艾尔文，果断说道：不能，她是我妹妹。伊斯特无语，叹息道：算了，大陆战事已经平息这么多年了，即使没有这些事情，战争恐怕也无法避免。血族与咱们一直都是敌对关系，而且实力强大，独眼巨人和野蛮人已经被他们策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进攻东曼岭。但无论如何，战场都不能在咱们这边。第91章，伊斯特的提议。城主大人，您到底想要我做什么？齐明问道。男爵阁下，你现在的声望应该是东曼最高的，所以我想请你统领城中的所有冒险者。伊斯特缓缓说道。这是什么意思啊？齐明很是疑惑。建立一个冒险者工会。建立工会？齐明微微一愣，问道：这是为什么？血族既然已经策反了东曼岭的一些部落，就证明距离开战已经不远了。实不相瞒，如果血族全面进攻咱们，光靠一城守军估计很难抵御，所以我还需借助冒险者的力量。但冒险者千万，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就是一盘散沙。这……齐明微微皱眉，他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即使建立了工会，能命令谁？更何况玩家这个身份可是没有太多束缚的，不是说与 NPC 关系比较好就能完全指使他们。当然，这些其实都无所谓。齐明建立工会拿奖励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城主大人，不是我不想，而是那100万金币。这个好说，战事在即，如果是你的话，金币可以免了。伊斯特直接说道。真的？齐明面露惊喜。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响起：定，区域公告，东曼城的玩家请注意，东曼城主线任务第1章血之动乱已开启，第1阶段任务战前动员已经开始发布，各玩家可以在主城守军处接取任务。区域公告，区域公告，竟然把主线任务开了。齐明眉头一挑，他依稀记得第1章第1阶段的任务的奖励不咋地，大部分都是跑腿的，无非就是在东曼岭各个大小部落内游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过趁着东曼城还未对血族领地发起进攻，他倒是能趁这个时间做些什么。走在大街上，齐明的心中正在思考如何才能把建立工会的利益最大化。弟弟，
你在人类中的地位不简单啊！一城之主都想要让你建立个工会。佩洛斯突然说道：“那是当然。这样，那你马上把这件事告知王。”齐明脸一黑，有心拒绝，但想到对方能烧他，他还是使用了莫格里之影。定，技能使用失败。失败了？什么情况？齐明微微一愣，该不会是王发生了什么问题吧？佩洛斯脸色大变，道：“我就知道不该离开。”而后他便没了声音，似乎是在努力联系莫格里。对此，齐明险些笑出了声，乐见其成。不多时，他联系了七天王：“七美女在主城吗？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我在副本里面，你给我的这些宠物真的是太好用了。虽然面对小怪的时候速度不快，但打 BOSS 还是不成问题的。那等你下完副本来城里找我一趟。好，我尽快出去。”挂断了通话，齐明自顾自地来到了城中的工会大厅。半个小时后，七天王找到了他，还没说话，他的目光就被艾尔文吸引了。“七美女，你来了。”齐明打了个招呼。七天王显得有些冷淡，只是点了点头，问道：“找我来有事？”“当然，我是想问问你们9天神朝有人能建立工会了吗？”“还没有，目前我们这里声望值最高的就是我，但也只有2000多一点。”七天王话是对齐明说的，但眼睛却是一个劲的在看艾尔文。不出3秒，他便忍不住问道：“战神，这个女孩是谁？看起来很漂亮。”“我妹妹。”齐明随口说道。“原来如此。”七天王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道：“你找我来有什么事？你们想不想现在建立工会？据我所知，整个游戏内应该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会出现。你这么说，是能建立工会了？声望值够了？”七天王很是震惊。遥想9天神朝一个大型工会，再加上有现实世界的大力支持，声望最高的人不过才2000出头。没错，而且建立完成后是可以进行转让的。齐明如实道。此话一出，七天王顿时眼前一亮，道：“你愿意把建立的工会转给我？”“是的。”“你等等，我和会长商量一下。”“小七，你说现在有人已经能建立工会了，而且还想转让给咱们？”“没错，我马上去东曼城。”而后齐明就和七天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起来。10分钟后，昆特里率先过来了。“老大，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带他绕城1周了，期间还有很多冒险者想要阻拦，都被我解决了。”“解决了？你该不会在城内把他们杀了吧？”齐明略微一呆。“没有，我是谁？哥布林皇子啊！嘿嘿，随口命令一些东曼城的守卫把他们打发走，还不简单？”昆特里自得地说道。“没杀人就好。”齐明松了一口气，然后看向了已经快羞愤致死的傲天斩仙：“小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吗？如果再有下次，我就带你周游世界，草你 X！ 我一定要杀你全家！”傲天斩仙怒声咆哮。这一路走来，他可以说是丢人丢到家了。数不清的玩家和 NPC 看热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宛如把他的心脏刺穿一般，难受异常。一个阶下囚还敢这么嚣张？齐明满脸的不屑。战神好像是傲天战魂背后那个吴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七天王突然开口，满脸疑惑，这是什么情况？是吧？齐明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这家伙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游戏内或许没法对付你，但在现实中，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七天王轻声提醒。听到这里，齐明随意的耸了耸肩。现实世界再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对方就算想针对他也无所谓。不多时，又有一行人来到了工会大厅。为首之人的 ID 叫大天王，是一个年约30上下的男人，跟在他身边的还有2人，2天王和5天王。第92章，大天王。会长，我在这呢。7天王挥了挥手。小七。大天王面带笑容的走了过来，问道：“你说要转让工会的人是谁？”“就是他，日月战神。”此话一出，他们都是露出来一丝意料之内的表情。即便身在别的主城，这个 ID 也是如雷贯耳。“战神兄弟，你真的想把自己建立的工会转让给我们？”大天王微笑问道。“是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建立了工会也没什么大用。”“好，不如你也加入我9天神朝怎么样？”大天王笑着邀请道。“这个就算了，我一个人自由惯了，不想被束缚。”听到这里，大天王略一沉，道：“你如果加入了9天神朝，马上就能成为副会长，我会给你所有人中最好的待遇，年薪1000万起步。而且，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命令，包括我，自由度保证是工会内最高的。”哗！在场之人全部哗然，哪怕他们都是9天神朝的高层骨干，也对这个待遇感到震惊。年薪1000万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可以不听从任何人命令这一条，他们中谁都做不到。
会长开出的条件未免太优厚了吧？武天王皱眉说道。老五，你如果在游戏前期就能做到万人敌，我相信大哥肯定也会给你一样的待遇。二天王哈哈一笑，前期毕竟只是前期，玩家们装备还很差，等到了后期，能做到以一敌十就算了不起了吧？而且我还听说他灭掉傲天战魂的那些火炮，好像只能使用一次，以后怎样还不一定呢。武天王满嘴的酸味。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几人交谈的同时，也在等待着齐明的下文。说实话，如果不知道现实世界未来会如何，他肯定马上就答应了。别说自由不自由了，每年1000万，让他做牛做马都愿意。只不过，兄弟，你开出的条件确实很好，但还是算了吧，以后有机会再说。齐明笑着拒绝了。好吧。大天王满脸的惋惜，而一旁的武天王则是满脸的不悦，道：你小子到底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么优厚的条件，别人跪在地上求都求不来啊！听到这里，齐明瞬间冷脸，道：我跪在地上求你们了？如果不是看在和七美女关系不错的份上，我这工会转让给谁都可以。傲天战魂知道吧？假如我放出消息，你说他们能给我开个什么价？老五，不会说话就闭嘴！大天王瞪了对方一眼，然后面带歉意的说道：战神兄弟，对不起，我这个兄弟的嘴比较招人烦，别和他一般见识。哼！齐明撇了撇嘴，道：说说我建立的工会，你们能开个什么价吧？会长，战神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帮我很多了，不仅在新手村，在东漫城也一样。如果没有他，副本手通肯定和我没关系，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有他一份功劳在其中。七天王抢先说道：小七，你这是对他有意思啊？哈哈，我还没说话，看你的样子都想把我卖了吧？大天王打趣道。会长，七天王俏脸微红，但却没有反驳。你们几个王八蛋，这还有个人啊？能不能先把我放了？傲天斩仙满脸的怒气，这群该死的杂碎，聊起来没完没了了。你是无声？他那是在干什么？被怪物扛着？大天王满脸的疑惑和诧异，而后七天王给他全部解释了一遍。听完后，大天王满脸的诡异，这个日月战神不简单啊，连无声都敢惹，这家伙跟个疯狗似的，哪怕没做什么都得主动咬你2口，被这么对待还不得成为疯狗中的疯狗？赵雍飞，马上让他把我放了，否则我要你们好看！傲天斩仙咆哮了起来。大天王面色一冷，道：无声，事情又不是我干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草你 X， 赶快把老子放下来！哼，果然是疯狗一个。大天王冷哼一声，别人在现实中或许会怕对方，但他可不怕。与此同时，齐明也走到了傲天斩仙面前，又是一个大笔都招呼了上去。啪！妈的，没看到老子在谈生意？鬼叫什么？昆特里，带他再去绕城1周，这次可一定得给我走慢点，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他。好嘞。昆特里直接带人往外走，但马上就被堵住了。来人正是傲天战魂的诸多玩家，还真的在这里。日月战神，马上把我们少爷放了！傲天空龙满脸阴沉的喝道：放你妹，滚一边去！你之前的事情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你如果不把少爷放了，傲天战魂和你不死不休！嘿，你还想既往不咎？齐明宛如在看一个天大的笑话，冷笑道：昆特里，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是，老大。滚开！都给本皇子滚开！昆特里直接带着10个哥布林双头巨人从傲天战魂的玩家中硬挤了出去，即使傲天斩仙再怎么叫喊，都丝毫不起作用。不多时，城内再次响起熟悉的声音，这是日月战神捕捉到的珍稀宠物，名叫傲天斩仙，一铜币贱卖处理。你 TM 找死！傲天空龙的脸已经阴沉到不成样子。虽说他也不是很喜欢无声这个家伙，但在对方老子手底下做事，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管？怎么，傲天战魂长本事了？想在城内对我动手？齐明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甚至连宠物都没召唤。你很好，董事长得知你的事情以后，本来已经下令不和你为敌了，可今天的事情，你就等死吧！傲天空龙满脸冷峻，然后看向了另外几人。当傲天空龙看到大天王的时候，不由得也是心中一惊，这家伙怎么也在这里？战神兄，不要让某些人扫了兴致，咱们继续聊聊转让工会的事情。大天王笑着说道。没问题。第93章，第一个玩家工会。等一下，傲天空龙突然开口道：转让工会？谁转让给谁？关你屁事！日月战神，你可能不知道吴氏集团在现实世界中的能量，今天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不管你们谁要建立工会，但如果把它转让给我傲天战魂，
吴氏集团那边不用担心，我会尽力说服董事长接过今天的事情。傲天空龙缓缓说道。滚！这有你说话的份吗？齐明没好气地说道。这家伙是脑残吗？这么不要脸的话都好意思说出来。你是吴氏集团的那个谢龙，对吧？大天王突然开口。是，日月战神要建立工会，而且会把工会转让给我，这里没你的事情了，离开吧。大天王脸色平静地说道。哼，游戏是你家的，你说走就走，我偏不走，就在这里看着，你能怎么样？傲天空龙面色一怒。现实中，傲天空龙早就听说过赵雍飞的大名，身后有着和吴氏集团不相上下的庞大能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方游戏操作非常强横。在齐明横空出现之前，赵雍飞就已经有不弱的名声了，在华夏游戏排行榜内名列前茅。不过现在在城里，傲天空龙可不管对方到底有多强，反正又不能对他下手，不想走就算了。大天王无所谓的摇了摇头，继续道：战神兄，说说你转让工会的价格吧。这个，齐明微微沉吟，看了一眼傲天空龙，有心想让两人竞价，但如此一来，他和九天神朝的关系势必会一落千丈。略作犹豫，齐明说道：声望值我已经够了，但100万金币我确实没有，这个可能还得你们自己出。反正别人不知道他建立工会不花钱，能多赚一笔是一笔，这是自然。大天王点头道。听到这里，齐明倍加感慨。瞧瞧九天神朝的老大，再看看傲天战魂的那群臭鱼烂虾，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能这么大？而后大天王继续说道：金币我可以出，不过这价格你觉得1000万如何？除此之外，我欠你个人情。1000万？齐明细细琢磨了起来。要说第一个工会的价值，在一般玩家眼中可能一文不值，但对于这些大工会来说，别说1000万了，5000万他们可能都愿意拿。不过想到还有100万金币到账，齐明也就不再纠结了。等到游戏中后期，工会可就不值钱了，甚至连本身的100万金币可能都不值。没问题，1000万就1000万。不过你的人情可不能忘了，以后没准我就用上了。齐明半开玩笑的说道。哈哈，战神兄弟痛快，以后有事知会我一声就行。大天王爽朗的笑了起来。果然是个傻 X，1000万就把游戏内的第一个工会卖了。一旁的傲天空龙满脸的羡慕嫉妒恨。你 TM 废话怎么这么多？赶紧滚！要不等你出城，老子蹲你个10天半月。齐明瞪了他一眼。在大天王手中得到100万金币后，齐明便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到了 NPC 面前。定！恭喜您创建九天神朝，工会成功。定！全服公告，玩家日月战神创建九天神朝工会，成为第1位玩家工会会长，获得奖励冒险者领头羊唯一。全服公告，全服公告，第一个创建工会也有系统奖励。这有啥？是战神大佬啊，换成别人我才没法接受。没错没错，不过话说，为什么他建立的工会叫九天神朝？他是九天神朝的人？没听说过，应该不是吧？散人玩家议论纷纷，但却早已习以为常。而在工会大厅中的众人则是面色各异。大天王几人会心一笑，日月战神还是挺会办事的，知道把工会名字取成他们的，不然叫个别的什么名字可就难办了。反观一旁的傲天空龙，脸上的羡慕嫉妒恨都已经快形成实质了，恨不得冲过去把所有人都咬死。查看了一下工会中的各个功能，齐明直接把九天神朝的几人全部加了进来，然后移交了会长职位。定！是否把会长移交给大天王？是。定！九天神朝工会会长变更为大天王。好，谢谢战神兄弟。大天王哈哈一笑，直接转过去了1000万。好了，没什么别的事情，我就走了。齐明说着，自己退出了工会。眼见如此，大天王心中微微叹息，不过却没有多说什么。就在此时，昆特里也回来了，一个哥布林双头巨人的肩膀上还扛着快把嗓子骂哑了的傲天斩仙。草你 X 的日月战神，老子一定要弄死你！这家伙刚要离开的大天王微微皱眉，轻声道：战神兄弟，不管你和这疯狗之间有什么恩怨，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不然会给自己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闻言，齐明嘿嘿一笑，道：看在大兄弟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啊，老大，我还没玩够啊，不如再来几圈。昆特里直接说道。操！随后，在傲天战魂诸多敌视的目光下，傲天斩仙带人灰溜溜的离开了。可即便如此，今天发生的事情注定要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睡不好觉了。老二、老五，你们和小七都留在东漫城吧，我也该走了。烈风城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处理，真是羡慕这里没那么多竞争对手。战神兄弟，
有空去烈风城玩玩，我好好招待你。一定。城内怀揣巨款的齐明很是开心，回头得好好感谢一下我敬爱的城主大人，如果不是他，还真赚不了这么多。查看了一下刚刚得到的江铃，虽然没有任何技能，但白嫖100点全属性还是很不错的。冒险者领头羊，为1，种类称号，全属性加100。介绍：第一个建立冒险者公会的人，当为所有冒险者的领头羊。第94章封印之关。东漫城守军处，齐明接取了第1阶段的主线任务。虽说他并不打算浪费时间去做，但主线任务就是有一点好处，即便什么都不干，等到完成时，同一区域的玩家也可以蹭到点奖励。在此期间，他还把今天剩余的2次诸神宝物袋开启了。好感度提升卷轴，品阶钻石，属性可对 NPC 使用，提升好感度至50点。封印之关，品阶未知。介绍：一种近乎拥有封印所有东西力量的石棺。这2个东西，齐明摸了摸下巴，试着对艾尔文使用了好感度提升卷轴。定，因艾尔文为特殊 NPC， 好感度提升卷轴使用失败。行吧，齐明无奈，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让老莫儿的好感度再提升一些。随后，他把目光放在了封印之关上面，通体漆黑，上面刻印着一条条纹路，似是其上的封印。开启，齐明试着说道。定，封印之关开启成功。没东西。齐明倍感疑惑，难道是一个空棺材？就在此时，一个莫名的女声突然响起：“是你把我在封印中解放出来的？”什么东西？齐明微微一愣。不多时，一个苗条的身影逐渐显现，一袭白色的紧身皮衣，手上拿着2把匕首，脸部被一个黑色面具遮挡，看不清容貌。您是哪位？齐明疑惑问道。对方看了他一眼，道：“我叫奥塔威尔，之前在封印之关内沉睡，你把我放出来，就是我的主人了，是吗？”齐明挠了挠头，他也没想到诸神宝物袋竟然还能开出来个人。引领者奥塔威尔为1，品阶黄金，等级1，生命值1500，魔法值1500，物攻100，魔攻100，物防75，魔防75，速度10，属性力量50，体质50，智力50，精神50，敏捷50。技能暗杀一击，对单体敌对目标造成物攻300%的伤害，魔法消耗100点，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无形之力，使用后可免疫1次任意伤害，魔法消耗500点，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引灵，除非自主显形，否则引灵者不管做出任何动作都不会暴露自己的身形，且极难被侦破。技能暗中的执行者，攻击无法侦破引灵者隐身的敌人时，伤害提升5倍。介绍：一种专为暗杀而存在的人，曾经在大陆上有着令人闻之色变的威名。传说中，引灵者为埃夫特内帝国的专属刽子手，可时至今日，已经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齐明查看了一下自身的宠物空间，原本还剩下的2个空位，确实只有1个了。而且奥塔威尔本身的引灵技能也相当不错，连攻击的时候都不会显形，这可就相当难得了。来的正是时候，刚好去血族领地需要个人类宠物。你能把面具摘下来吗？齐明问道。不能。为啥？不想。奥塔威尔的语气很冷淡，然后恢复了隐身。行吧。齐明无奈，自己的宠物们还真是都挺有个性的，就是不知对方能不能答应他另外的请求。刚准备离开，结果一声愤怒的咆哮就在不远处响起：“日月战神，老子日你大爷！给我滚过来！”此话一出，众多玩家都是微微一愣，不由得眺目望去。那是傲天斩仙，刚刚被游街示众的那个。是他来找日月大神的麻烦了。啧，换成我被游街那么久，直接退游算了，丢不起这个人啊！听着耳边诸多玩家的议论声，傲天斩仙的怒气更甚。与此同时，齐明也懒洋洋地走到了他面前，道：“又是你？怎么？之前玩得不痛快，准备再来一次 ？QNMD， 有种出城单挑，今天非得杀你180次！”傲天斩仙骂声不止。不等齐明说话，围观群众就忍不住开口了：“单挑？他在开玩笑吗？应该是吧。自从日月大神和傲天战魂不对付后，他们压根就没单挑过。没错，估计是针对日月大佬的阴谋吧。哦，日月战神，我的爱人，你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不如和我去某个隐秘的地方快活一下吧。闭嘴，都 TM 闭嘴。
傲天斩仙再次咆哮了起来：“老子说了单挑就是单挑，我已经请人过来了。你如果是个男人，就出城单挑100次。”请人？齐明倍感好笑，道：“你们傲天战魂那么多人，都没一个敢和我单挑的，还得请外人，关你屁事！有种就跟我来，如果怕了，就让那女人陪我1个月，咱们之前的事情就全当没发生过。”傲天斩仙指着艾尔文，一双眼睛中满是贪婪。此话一出，原本不打算和他浪费时间的齐明顿时沉下了脸，怒气丛生。这王八蛋竟然还惦记着艾尔文，色鬼投胎吗？找死！而后齐明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跟在了傲天斩仙身后。北门外不仅聚集了诸多傲天战魂的玩家，还有随同看戏的诸多散人。果然，傲天战魂根本就没打算和日月大神单挑，他们这群人除了仗着人多，就不会其他了。不知道今天日月大佬能杀多少？1万、5万？开盘开盘！有没有想玩2把的兄弟？众散人议论之时，齐明根本没有废话，直接掏出来2把死亡咆哮，对着刚要说话的傲天斩仙就是一顿突突。负1000，负1000！傲天斩仙足 MLGB， 你 TM 还真敢出城啊！以后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否则见一次杀一次。齐明忍了半天，现在终于大骂了起来：“潘德卡，复活他！”是，主人。在众人那震惊的目光中，傲天斩仙的尸体褪去血肉，变成了一具骷髅，然后再次被突突了一顿。鞭尸！日月大神竟然还能鞭尸，干得漂亮！傲天战魂的人多死几次才过瘾。没错没错，日月大佬快点布置大炮，轰死他们全部！